我要。仙女，你要什么？云隐国皇城外破庙内，一女子身披白色纱衣立于佛前，肌肤如雪，青丝如瀑，似仙女下凡。此刻其脸颊绯红，呼吸急促，仿佛正在极力压制着什么。叶凡注视眼前女子，喉咙不由自主地滑动了下。下一息，女子如饿狼般扑了上来，把他死死摁住，疯狂撕扯起了他的衣服。指尖冰凉，触碰到他皮肤的瞬间，竟激起一阵炽热。当着佛祖的面，仙女可不能乱来啊！吴叶凡话未说完，便被红唇封住了嘴唇，想要挣脱开，发现根本就是徒劳。之后翻云覆雨，魂飞9天。叶凡本是蓝星上一个苦逼的牛马，加班猝死，这才刚穿越来这天穹大陆，还没接受穿越的事实，就碰上了这好事。只是太累人了，比加班还累。8次，一夜整整8次。待天明，精疲力竭的叶凡躺在地上，此时其身侧女子脸庞已褪去潮红，睫毛轻颤，缓缓睁开了眼睛。你！女子目光如刀，瞬间锁定叶凡。妈呀！叶凡吓得惊坐而起，忙抓起一块破布遮身，缩到了角落。你对我做了什么？女子抬手一招，地上长剑飞入手中，剑锋直指叶凡咽喉，再进1寸即可叶凡性命。仙女饶命！叶凡吓得不敢动弹，连忙解释道：昨晚我都是被迫的，我曾拼死反抗过，只是仙女的力气实在太大了。够了！女子皱眉，回想起了昨夜点点滴滴，那是她的第1次。还有第2、3、4、5、6、7、8次，昨日我遭贼人算计，身中奇毒，才会做出如此荒唐之事，不怪你。女子语气冰冷，缓缓放下了手中之剑，但此事你若传了出去，我必取你性命。不敢，绝对不敢。叶凡可不敢招惹对方，一脸谄媚道：仙女你也不必自责，我不用你对我负责的。女子没再理会叶凡，简直玩世无情，背过身开始穿戴起散落在地的衣物。这时庙内佛像双眸射出一道不易察觉的异芒，悄无声息刺入叶凡眉心。下一瞬他就被带到了一片混沌世界。卧槽，这什么地方？叶凡被吓一跳，慌张地环顾四周。小子，老夫等了1000年，终于等到你了。一道浑浊话音于空间内响起，跟着混沌中走出来一名老者，身影若隐若现，仿佛随时会消散。你是人是鬼？叶凡一个机灵，想逃又没地儿逃。老者缓缓道：老夫乃太阳神帝，可惜如今仅剩一道残魂暂存于佛像之中。佛像？叶凡神色一怔，低声嘀咕道：昨夜破庙内发生的事，你不会全看到了吧？没看全。老者一点不害臊，直言回答：在你出欢叫醒太阳神体之时，老夫才被你唤醒，所以这第1次老夫并没看到。真不要脸啊！叶凡羞耻啊，居然被这么个糟老头子看了现场直播。等下，你说我觉醒了太阳神体，什么是太阳神体？太阳神体，大千世界10大神体之一。老者不紧不慢道：老夫就是这大千世界第1个修太阳神体入神帝之境的强者，而你有可能成为第2个10大神体之一，你就吹吧。叶凡撇了撇嘴，一脸狐疑，这太阳神体要真这么厉害，你这糟老头子也不会沦落到只剩一道残魂了。老夫之所以陨落，都是因为这块震天碑。老者翻手，一座模样小巧的古朴石碑幻化于掌心，此碑乃老夫在上界夺得，据传远古时代曾镇压于天幕。老夫刚夺得此碑，还来不及探索其中奥秘，就遭到了10方神帝围剿，最后侥幸以残魂挟震天碑遁逃至此。今日你将老夫唤醒，定是天意。而今老夫神魂将散，不跟你多说了，这就将老夫传承与这镇天碑一并赠你。话落，老者虚幻身影渐渐消散，化千万条触手抓向叶凡，侵入体内。镇天碑迎面镇压而至，潜入其眉心。啊！剧痛霎时涌遍叶凡全身，他只感觉自己灵魂正在被无情撕扯，但同时识海涌现庞大记忆逐渐清晰。这已经是他穿越后第2次被强迫了。老者都没问过他，强行要他受传承太阳神体，吸收光就能变强。叶凡得到传承，才知晓太阳神体的强大。现在的你还不行。老者话音再度响起，听起来明显比刚才虚弱了不少。而今你尚未凝聚神阳，只能吸收自然之光，诸如日光、月光、星辰之光。不对啊！叶凡发现记忆中的信息跟老者所言有些出入。太阳神体出现过不止1个吧？糟老头子，你咋说你是唯一1个，而我会是第2个？又在吹牛逼。古往今来，拥有太阳神体的人的确不止1个，但成功凝聚神阳的只老夫一人。不能凝聚神阳的太阳神体，年至20岁必定因劫早夭。
老者话音越来越急，似快要消失了。想要凝聚神阳，需同帮你觉醒太阳神体的体质阴寒女子进行9次结合，双修破劫。至于震天碑的奥秘，只能靠你自己摸索了。卧槽！叶凡气得要骂娘了。他这具身体的原主刚满18，现在他是觉醒了太阳神体，但要不能凝聚神阳，就剩2年可活了。骂声方落，叶凡退出混沌空间，后背悄然浮现一轮日轮印记。识海中，老者传承记忆挥之不去，还有一块震天碑镇压于识海深处。一切的一切告诉他，刚不是在做梦。此时破庙内女子已穿戴好衣物，不发一言，转身就要离开破庙。仙女，请留步。叶凡想到老者消失前的话，忙叫住女子还有什么事。女子驻足，扭头扫来冷漠目光。仙女，你赶时间不？叶凡为了活命豁出去了，咽了咽口水，硬着头皮问道，要不咱们再来一次？滚！女子声如惊雷，震得破庙内尘土簌簌而落。我的意思是……叶凡忙改口缓解尴尬，脸上堆起讨好的笑容。仙女，那个，我想对你负责。女子身躯微微一颤，凝着目光注视向叶凡，眼神愤怒、羞恼，还有一丝难以察觉的动摇。你若真想对我负责，2年后可以来太初道宗找我。女子声音依旧冰冷，却少了几分凌厉。太初道宗每年都会招收新弟子，记得别错过那个时候。啊！叶凡愣了下，不敢。女子眼中浮出一抹失望。不是不敢。叶凡挺直腰板，坚定道：2年太久了，1年后我就去找你，行不？2年？开玩笑呢！2年后他就没命了。女子摇了摇头，1年后你能否步入玄武境7阶，达到参加太初道宗入门考核的标准都还难说。叶凡毫不退缩，你放心，1年后我一定会去。那你可得加把劲了。女子眼眸闪过一丝若有若无的期待。2年后我将举行封圣典礼，届时师尊会面向全宗为我挑选道侣，太初道宗少宗主洛飞羽将会是你最大的竞争对手，希望你……什么狗屁少宗主！叶凡打断了女子的话，眼中满是自信，到时我叶凡一定把他踩在脚下，然后迎娶你。叶凡。女子闻言微蹙眉头，没有反驳，取出2枚丹药丢向叶凡，这2枚9转聚灵丹可助你修行，如果1年后你还没有达到参加太初道宗入门考核的标准，这2枚9转聚灵丹就当是我对昨夜之事的补偿了。叶凡接过丹药，冲女子咧嘴笑道：仙女，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呢。女子轻声道：我叫秦以沫。话音未落，已转身推门离去。阳光穿透庙门，照耀到叶凡身上，霎时间他感觉腹下一暖，似有一股热流在体内涌动，日光化灵力不断冲击丹田。忽修为突破了。叶凡神色一正，继而大喜，糟老头子果然没骗我，现在的我晒太阳就能变强。天穹大陆修为境界泾渭分明，炼体气武、灵武、玄武、地武、天武，再往后武王、武皇、武圣、武帝。这具身体原主仅有气武境9阶修为，刚这么一晒太阳就进阶灵武境1阶了。灵力随日光正源源不断涌入其丹田。太阳经，叶凡想到传承的事，立马运转太阳经，灵力加速流动，一下化作了金色。这一刻其身体仿佛与阳光融为一体。很快修为再次突破，跨入灵武境2阶。请以莫等我。叶凡满意的笑了，抬头望向破庙外，先回皇城找个舒服的地方享受日光浴。云隐国皇城内大小家族不少，这具身体的原主就是叶家的少爷。叶凡刚走出破庙，瞥见门口2具尸体，原主支离破碎的记忆一下子全涌了上来。昨天他去灵府给未婚妻林清月送丹药，撞见三皇子段天涯正巧在林清月闺房内。他在门外偷听到一个惊天消息，林清月怀孕了，孩子是段天涯的。原主太怂，吓得崩溃，扭头跑了，结果不小心惊动段天涯，段天涯派出狗腿子要杀他灭口，一路逃亡，这才来到城外破庙。现在这俩狗腿子多半是秦以沫杀的，原主居然是条舔狗。叶凡有些气愤，真为原主感到不值。放心吧，这对奸夫淫妇我会替你收拾的。此时叶府内外家仆们忙碌不停，院中堆满了灵石丹药，绫罗绸缎。叶凡刚踏入大门就感觉不太对劲，少爷您可算回来了。管家叶福满脸笑容，急匆匆迎了上来。福伯，这怎么回事？叶凡皱眉问道。叶福笑道，少爷，这些都是林小姐让人送来的，是之前咱们送到林府的彩礼。林清月要退婚。叶凡火气一下子上来了，妈的，要退婚也是我叶凡退这件人的婚，
哪轮得到这件人退我的婚？少爷，您说什么呢？叶福笑容一僵，忙跟叶凡解释道：林小姐退还彩礼不是要退婚，说是要提前3个月与您完婚，因此是太过仓促，不好意思收咱叶家彩礼，所以退回来赔不是。家主和夫人都高兴坏了，正忙着准备婚礼呢。卧槽！叶凡气疯了，退婚已经够不要脸了，没想到还有更不要脸的事，大着肚子嫁给他，要他接盘，生下来让他给别人养孩子。他在哪？叶凡沉声问道。在前厅跟家主和夫人商量婚事呢。叶福有些懵，搞不懂叶凡怎么这么大火气，之前不都巴不得林清月早点嫁过来吗？商量个屁！叶凡转身大步朝前厅走去，刚到门口，迎面走来一行身影。林清月一袭淡紫色长裙，眉目如画，气质温婉，不知道的她都会认为她会是个完美的妻子。此时正在其闺蜜陈淑仪陪同下与叶凡父母谈笑风生。叶凡哥哥，你回来了。林清月瞧见叶凡，笑脸相迎。叶家家主叶海满脸喜色，上前拍了拍叶凡的肩膀道：凡儿，你回来的刚好，有喜事。清月说要提前3月与你完婚，我看不如今晚就将婚事办了。凡儿，叶母何玉意笑盈盈道：你与清月青梅竹马，如今也都到了成家的年龄，早一点完婚，也好早一日让爹娘抱上孙子。爹娘，这事我不同意。叶凡目光冷峻，毫不犹豫地拒绝此言一出，周围几人都愣住了。叶凡，你还真当自己是根蒜了？闺蜜陈淑仪暴跳如雷，当即冲叶凡骂道：清月能看得上你这废物，那是你的福气，现在要嫁给你，你还不同意了？你有什么资格不同意？关你屁事！叶凡瞥向陈淑仪，眼中满是厌恶。眼前这尖酸刻薄的女人可不是啥好东西，以前在林清月身边没少羞辱原主，不把原主当人。叶凡哥哥，你难道不想早点娶我吗？林清月疑惑地注视向叶凡，委屈道：前几日我收到了天武书院的入学通知，过阵子就要进天武书院修习了，所以才打算提前将婚事办了。我知道这事是突然了一些，但我也没办法。你当然没办法。叶凡冷笑着打断了林清月的话，瞥向林清月肚子道：再过3个月，你这肚子就要显怀了，现在不嫁还怎么瞒天过海？叶凡哥哥，你在说什么？林清月闻言，眼底闪过一丝慌乱，心想难不成叶凡知道了些什么？别整天哥哥哥哥的，你是要下蛋吗？叶凡恶心的不行，干脆挑明道：昨日三皇子段天涯来你林府了吧？我都听到了，你肚子都已经怀了段天涯的剑种，还想让我接盘？真当我是老实人，好欺负是吧？什么？叶海双眸陡然睁大，脸色大变。何玉不敢相信叶凡说的，颤声对林清月问道：清月，叶凡说的是真的吗？昨日那人是你？林清月意识到什么，脸色黑了下来。昨天傍晚他闺房外的确有人偷听，但段天涯已经派人去杀人灭口了，他只是没想到这人竟会是叶凡，而且叶凡还没有被灭口。清月就算怀孕了又怎么了？陈淑仪作为林清月闺中密友，显然知道内情，不使一点劲就能得到一个孩子，你这可是占大便宜了。而且能养三皇子殿下的孩子，那是你的荣幸。你这废物，别不知足。林清月好像真被欺负似的，委屈上了。虽然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可等完婚后我是你的啊。生孩子本来就已经很痛苦了，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没必要在乎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你的。欺人太甚！叶海听不下去了，一声暴喝，紧握双拳，额头青筋暴起。何玉身形难支，更是直接气昏了过去。夫人！叶海一声急呼，抱住何玉。爹，你先带娘进去，这里的事我来处理。叶凡可不想爹娘再受什么刺激，忙对叶海道：眼前这俩贱人太不要脸了，啥话都说得出口，让他们滚！叶海冷声一喝，焦急地扶着何玉回屋。叶凡随即转过身，话音微冷：陈淑仪、林清月，你们是不是还觉得我是以前那个任你们欺负的舔狗？难道不是吗？陈淑仪不屑地撇了撇嘴：就你这种废物也配拒绝清月？别给脸不要脸！我告诉你，今晚这婚你结也得结，不结也得结。劝你别把事情闹大，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好好当你的新郎，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呵呵。叶凡笑了，是不是要我乖乖当舔狗，娶了林清月，等孩子生下来我跟孩子姓，你们才满意啊？那也不是不行。陈淑仪还以为叶凡开窍了，真敢答应。长得丑，想得挺美。叶凡冷笑了下，瞥了眼林清月道：就林清月这种烂货，给我做小的都不配，当通房丫头我都嫌技术差。论姿色、实力、身份，林清月没一样比得上秦以沫。吃过山珍海味，哪还看得上粗茶淡饭？
何况林清月顶多只能算残羹冷炙。噌！陈淑仪意识到自己被戏耍，刹那拔出腰间长剑，直指叶凡：“废物东西，进9步吃吃罚酒，还敢出言不逊！今天我就替清月好好教训教训你。”叶凡哥哥只是一时糊涂，淑仪你别冲动。林清月嘴上劝了句，手上却无任何阻拦动作。你还真能演。叶凡一阵作呕，知道林清月就是装装样子。林清月，人家30而立，你年方18，又当又立啊！清月，你别拦我！陈淑仪闻言火更大了，身上灵武镜一阶气息喷发，一个气武镜的废物，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东西了。话音未落，手中长剑已朝叶凡刺了过来。叶凡注视着陈淑仪杀来，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直至剑尖即将触及其胸口时，才突然抬手，武技赤阳手施展，手化金色，一把抓住了剑刃。什么？陈淑仪瞪大眼睛，满目难以置信，自己刺出的剑竟然被叶凡徒手接住，就这点本事也敢在我面前嚣张？叶凡手腕一翻，直接将长剑夺过。你怎么可能？陈淑仪吓得后退2步，险些没站稳。谁跟你说我还是气武境的？叶凡运转太阳经，身上金光迸射，金色灵力随即弥漫而出，萦绕周身。修为不是灵武境2阶，更不是气武境，他一路晒着太阳回皇城，又进阶了，如今已是灵武境3阶武者。灵武境！林清月急忙挡在陈淑仪身前，淑仪是我最好的闺蜜，你不能伤害她。闺蜜？叶凡嗤笑，林清月，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都该围着你转？你是不是觉得我会像以前一样对你言听计从？话落，骤然一剑杀出，金光大亮。住手！林清月见状，果断抽剑抵挡。其修为略高于陈淑仪，但也才灵武境2阶。一剑交锋，砰的一声，被掀飞了身影。叶凡之剑一往无前，刹那穿透陈淑仪胸膛。你！陈淑仪瞪大眼睛，低头看了看胸口的剑，又抬头看了看叶凡，至死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会死在这个废物手里。淑仪！林清月尖叫一声，扑到陈淑仪身边，见其气息全无，抬头看向叶凡，满是震惊。叶凡，你竟然杀了淑仪？我只是在清理垃圾而已。叶凡心中毫无波澜，甚至还有些暗爽。你！林清月声音颤抖，腹部突然一阵剧痛，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竟然流血了。啊，我的孩子！林清月捂住肚子，脸色瞬间惨白。叶凡，是你杀害了我的孩子，又不是我的。叶凡随口言语，嘴角带着一丝讥讽。这是三皇子殿下的孩子。林清月脸色苍白，双手紧紧捂着腹部，冲叶无伤咆哮道：你杀了三皇子殿下的孩子，三皇子殿下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太高估你自己的魅力了。叶凡眼中满是不屑，你都怀了人家的孩子，人家为什么还不肯娶你？因为人三皇子妃不同意呗。知三当三，林清月，你可真廉价，骨头太轻。我跟三皇子是真爱。林清月猛地大吼，声音尖锐。他相信三皇子是爱他的，以为有了这个孩子就能嫁入皇族。可是三皇子妃不同意三皇子纳侧妃，三皇子争储又需要仰仗三皇子妃娘家，所以只能给他承诺，让他再等等。他才在陈淑仪建议下先嫁叶凡，不然未婚先孕不但会被说闲话，说不定还会惹来杀身之祸。呵呵，叶凡暗笑林清月天真，却也无意劝对方认清现实，仅是反问道：你跟三皇子是真爱，那你招惹我干嘛？林清月沉默了，皱眉低头看向自己腹部。既然你这么心疼你的孩子，那我做做好人，送你下去陪你孩子吧，反正都杀了一个贱人了，不在乎再杀一个。说罢，叶凡手中长剑骤然刺出，剑锋寒光闪烁，直指林清月心脏。砰！一道身影忽然于此时闪烁而现，一剑将叶凡刺出之剑撩开。叶凡眉头皱了下，抬眼看向来人，此人他认识，林清月三哥林清扬。踏一阵脚步声自叶府外传来，林家家主林默率众款步至此，谈婚论嫁，长辈又怎会不到场？只是林默有事耽搁，晚到了。爹！林清月见到林默，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当下哭丧着脸告状道：叶凡杀害了我的孩子。什么？林默脸色骤变，怒目瞪向叶凡。林清扬更是勃然大怒，冲叶凡喝道：叶凡，你这废物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我妹妹动手！看来你们也都知道这贱人怀了三皇子的贱种啊。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叶凡看几人这反应，大概知道了，林家上下全把他当老实人啊，找死！林清扬暴喝，
一身灵武境5阶气息爆发，放肆！这时侧边传来一道喝声，叶海率一众叶家侍卫匆忙赶到此地，在叶府欺负我叶家少爷，真当我叶家无人吗？话落，众叶家侍卫散开身影，将在场林家众人团团围住。林默瞥向叶海，理直气壮地质问道：叶海，你儿子打伤清月，杀害他腹中胎儿，叶家难道不打算给一个交代吗？交代？哼！叶海冷哼道：林清月妄图代孕嫁入叶家，如我叶家太甚，此事我叶家绝不会善罢甘休。可笑！林清扬道：你儿子有多废物，你这当爹的还不清楚吗？我妹肯下嫁他，他就该偷着乐了。张口闭口废物的，你好像也没多厉害。叶凡最烦别人说他废物了，怎么，我杀了你妹肚子里的贱种，妨碍你攀上断天涯这根高枝了？林清扬仿佛被戳中痛处，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我虽修为不高，但比你这废物绰绰有余，是吗？叶凡嘴角勾起一抹笑意，剑指林清扬，轻吐出一道话音：生死战，可敢？凡儿！叶海脸色一变，诧异地看向叶凡。林清扬实力是不强，可好歹是灵武境5阶，叶凡什么修为？邀林清扬生死战，怎么想的？爹，你放心。叶凡抬手给了叶海一个肯定的眼神，继而冷眼扫向林清扬，再度问道：别不说话，敢吗？我会怕你？战就战！林清扬冷哼一声，当即应下。林默阴冷目光在这时落到了叶海身上，生死战是叶凡提出，他要是太过废物，死在我剑下，叶家可不得报复。那是当然。不等叶海回应，叶凡先一步接过话道：林清扬死了，我也希望林家能要点脸。就凭你还想杀我？林清扬气焰嚣张，完全没把叶凡放在眼里，刚进阶灵武境就膨胀的不行，以为自己能杀陈淑仪就天下无敌了。此战我要你死无全尸，先废你双手双脚，第5剑再取你性命。咻！话音未落，叶凡手中之剑斩出。林清扬脸色微变，连忙横剑抵挡，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剑断人亡，整个人被叶凡一剑斩成2截，伤口位置还有被灼烧的痕迹。这一战刚开始就结束了，都说是生死战了，还逼逼赖赖的。叶凡瞥了眼林清扬的尸体，满脸不屑，还什么第5剑取我性命呢？连我一剑都接不下，你哪来第5剑啊？叶凡！林默霎时暴怒不已，喝声如惊雷，身上恐怖气息释放，压迫向叶凡。想干什么？叶海见状一步上前护住叶凡。生死战分生死，一惊一乍的干嘛？叶凡不怕事大，再次主动走到叶海身前，正视林默，嘴角勾起一抹有趣笑意，说了生死战，不论谁死，对方家族都不能报复。林家这么快就反悔了，真不要逼脸。你好，叶凡，你很好。林默双拳紧握，咬牙切齿，那眼神恨不得要吃了叶凡。我倒要看看你叶家能得意多久，咱们来日方长。清月，我们走。说罢转身拂袖离去。几名林家武者上前扛走了林清扬尸体。林清月捂着腹部，临出门前突然驻足回眸，恶狠狠瞪向叶凡道：叶凡，你杀我孩儿，又杀我兄长，此仇不共戴天，三皇子殿下一定会为我报仇的。贱人就是矫情，话真多。叶凡神色鄙夷，懒得搭理对方。待林家众人离去，叶海这才纳闷地问起叶凡：凡儿，你这修为是怎么一回事？昨日不是才气5境9阶吗？怎么只一夜过后就跨入灵武境3阶了？不光如此，竟还有越阶诛杀林清扬的能力，莫非是有什么奇遇？爹，这个你就别问了。叶凡神秘一笑，不打算解释。昨夜他何止是有奇遇，还有一场艳遇。对了，娘怎么样了？叶凡想起什么，关心了起来。叶海道：无大碍，只是气得胸闷。那就好。叶凡轻轻点头，我有点事，还得出趟门。有太阳神帝传承，5技功法他倒不缺，如今最缺的是一柄趁手的剑。之前从陈淑仪那夺来的剑太次，杀林清扬时就险些承受不住太阳之力，一剑过后都已经卷刃了，不能再用。如今的叶家也只能拿出玄阶下品灵兵，想要更好的剑，还得去皇城内的万宝楼。说起来，这万宝楼还跟三皇子妃有些渊源。不妥！叶海忙将要出门的叶凡拉住，用不了多久，叶府内发生的事情就会传到三皇子耳中。我早听人说，这个三皇子妃是个使女，不能怀，所以林清月腹中胎儿可能会是三皇子独子。现在这胎儿没了，三皇子怕不会善罢甘休。不慌，叶凡早有主意，笑着对叶海道：爹，你只需如实将林清月怀有断天涯骨肉
却企图嫁入我叶家的事传出去，再放出消息，那孽种已被我屋里堕胎了就行。咱们先让传言飞一会儿。这叶海眉头紧锁，面露迟疑，反而这么做怕是会彻底激怒三皇子。放心吧，爹。叶凡从容道，孩子都已经没了，段天涯又岂会承认那孩子是他的？他要敢明目张胆的报复，岂不等于坐实了传言？绝对会跟三皇子妃闹掰，这可不利于他争储。所以即便段天涯再想杀我，也不敢明着来的。叶海恍然大悟，眼中闪过欣慰之色。凡儿，你真是长大了，深谋远虑，不像从前，一门心思扑在林清月身上。这女人不值得，突然就想开了。叶凡淡然一笑，转身出了叶府，进入万宝楼，来到柜台前，取出2枚丹药置于柜台。掌柜的，瞅瞅这2枚丹药值多少灵石？这2枚是秦以沫送的9转聚灵丹，价值不菲。云隐国皇城可无人能炼制这等品质丹药。掌柜神色漫不经心，瞥见丹药后，却猛地睁大了眼睛，连忙拿起丹药凑近细看。如何？见掌柜迟迟不语，叶凡出声催促：“20块下品灵石。”掌柜眼中闪过一丝贪婪，伸出手指比了个2的手势：“你糊弄谁呢？你2还是我2？”叶凡一听这报价，瞬间怒了：2枚普通聚灵丹都能卖30块下品灵石，你跟我说这2枚丹药只值20，你这就是普通聚灵丹？掌柜面不改色：“30那是卖价，我这收就10块下品灵石一枚收。”妈的，不卖了！叶凡气愤不已，伸手就要拿回9转聚灵丹，掌柜却将丹药一收，随即将20块下品灵石丢出柜台：“东西万宝楼收了，现在拿着你的灵石可以滚了。都喜欢欺负老实人是吧？”叶凡目光微冷，身上涌现杀意：“敢在万宝楼撒野，活腻歪了！”掌柜瞪了眼叶凡，退了2步，厉声喝道：“来人，把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丢出去！”话落，数名万宝楼侍卫执刀冲入，刀光闪烁间，朝叶凡一拥而上。砰砰砰之一个照面，众侍卫倒飞而出，砸得柜台碎裂，满地狼藉。这怎么回事？掌柜脸色一下煞白，一时冷汗直冒。他不是不认识叶凡，否则也不敢欺负。可在他印象中，叶凡就弃武进修为，平日里唯唯诺诺，今天怎么这么刚？一拳领5进1阶的侍卫一起上，居然被叶凡搞得这么狼狈，东西还我！叶凡解决完众侍卫，冷眼扫向掌柜，话音未落，手掌已朝着掌柜探出，一把揪住对方衣领，拽出柜台。是谁在万宝楼闹事？这时楼上面传来一道妩媚勾人的声音。叶凡抬头，唯见一身穿紫色薄纱长裙的女子袅袅婷婷下楼走来，裙摆摇曳间，修长白皙的美腿若隐若现。真骚！这万宝楼是做正经生意的吗？怎么感觉像是一春苑分店？叶凡心里暗叹，毫不避讳地打量着对方，瞧见对方胸前那抹白皙，一时挪不开眼了。女人就是万宝楼楼主苏媚娘，皇城出了名的尤物。苏媚娘莲步轻移，香风扑面而来，凑近叶凡，红唇微起，吐气如兰：“小弟弟，你最好能给姐姐一个合理的解释，否则……”话未说完，纤纤玉指已轻轻点在叶凡胸口。啧，苏楼主这身段真是越来越勾人了。你找死啊！跟苏媚娘有染的男人，哪个活过3个月？听说都是被榨干的。都说30如狼，40如虎，这苏媚娘啊，是指千年王八，咬住就不撒口。你们几个活腻了，这话要是传到苏楼主耳朵里，小心把你们全淹了。话说回来，这叶凡胆子够肥啊，敢在万宝楼闹事，可不是嘛？苏楼主动怒，叶家怕是要跟着倒霉。此时万宝楼外已聚集不少看热闹的人，男人们窃窃私语，眼睛始终舍不得从苏媚娘身上移开。你得问他。叶凡保持着镇定，指了指一旁瑟瑟发抖的掌柜，用20块下品灵石强收我2枚9转聚灵丹，这就是万宝楼的生财之道吗？9转聚灵丹。苏媚娘美眸流转，闪过一丝异彩，转身朝掌柜勾了勾手指，那掌柜早已吓得魂不附体，颤巍巍地将丹药奉上。苏媚娘翘起兰花指，拈起1枚丹药仔细瞧了起来，还真是9转聚灵丹。小弟弟，这2枚丹药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叶凡笑而不语，目光在周围扫视一圈。苏媚娘会意，瞥了眼掌柜后，转头对侍卫吩咐道：“从今往后，他不再是万宝楼的掌柜，按规矩处置。楼主饶命。”小的知错了，小的只是一时鬼迷心窍。掌柜扑通一声跪下，磕头如捣蒜。他知道万宝楼的规矩有多狠，这一处置不死也得脱层皮。然而任他如何求饶，苏媚娘连个眼神都懒得施舍。小弟弟，这100块下品灵石算是万宝楼的赔罪。
苏媚娘将灵石推到叶凡面前，媚眼如丝。至于这2枚9转聚灵丹嘛，在皇城可是有价无市。不如咱们上楼慢慢谈。你确定上楼后只谈正事，不会对我做点什么特别的事吧？叶凡挑了挑眉，故作紧张地后退了半步。苏媚娘那方面的威名，他可是早有耳闻。哎呀，小弟弟这说的哪里话？苏媚娘掩嘴轻笑，这光天化日的，你还怕姐姐会吃了你不成？来，跟姐姐上楼。说罢，他那纤纤玉手已拽住叶凡的衣领，不由分说的将他往楼上带。完了完了，这小子要玩，居然敢跟苏媚娘去阁楼上面独处。就他那小身板，怕是撑不过今晚，估计很快就会被苏媚娘榨干，一滴不剩。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啊！我看这小子刚刚的样子，魂都已经没了。万宝楼外，围观群众窃窃私语，眼中满是同情。谁不知道苏媚娘看似娇媚，实则是个狠角色。皇城各大家族的家主见了她都得礼让3分。若非如此，万宝楼又怎能在皇城屹立不倒？叶凡跟着苏媚娘走进房间，鼻尖萦绕着若有若无的幽香。一侧的帘幔半掩，露出一张凌乱的床榻床单褶皱，仿佛上面刚刚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大战。苏媚娘走到床边坐下，拍了拍身侧的位置，冲叶凡妩媚一笑：“小弟弟，别那么拘谨，来，到姐姐这儿坐。”叶凡眼角抽搐，瞥见一旁的凳子，连忙尴尬地走了过去。我觉得坐这儿就挺好，坐那么远，怎么谈正事嘛？苏媚娘娇嗔着一言，朝叶凡招了招手。嗨，叶凡拖着凳子往前挪了几步后落座，这个距离刚刚好。好吧，姐姐也不勉强你了。苏媚娘说着，取出之前那2枚收起9转聚灵丹，笑意盈盈：“小弟弟，这2枚9转聚灵丹是从哪儿来的呀？”高人所赠。叶凡早已想好说辞，当即回答道：“哦，哪位高人？”苏媚娘追问道：“这很重要吗？”叶凡反问：“当然重要。”苏媚娘媚眼如丝，能拿出这等品质的丹药，必非凡俗之辈。若是来历不明，姐姐可是会很为难的，万一收了，惹上麻烦了呢？太初道宗。叶凡闻言，嘴里吐出4个字。苏媚娘恍然，原来是太初道宗的高人，那就难怪了。小弟弟，运气不错吗？叶凡顺势问道。那依楼主之见，这2枚9转聚灵丹值多少灵石？1万下品灵石。苏媚娘伸出纤纤玉指，比了个1。就这么点？叶凡面露失望。已经不少了。苏媚娘解释道，这2枚9转聚灵丹虽品质不俗，可终究只是4阶丹药，1万下品灵石于4阶丹药而言，已经是最高价了。叶凡眼珠子一转，试探性地对苏媚娘问道：“那1万下品灵石能在万宝楼兑换一件玄阶上品灵兵吗？”小弟弟想什么呢？苏媚娘媚眼瞪了下叶凡，轻笑着道：“1万下品灵石，顶多只能兑换最次的玄阶下品灵兵。你想换玄阶上品灵兵，至少得6到7万下品灵石呢。”这……叶凡皱了皱眉，面露难色。几万下品灵石，他可拿不出来。叶家倒是拿得出，但怕是会伤筋动骨。毕竟家族产业经营需要足够的流动灵石，一下子拿出来，很多产业怕是会受到影响。要不……苏媚娘见叶凡为难，笑着建议道：“小弟弟，你回去问问你爹，能不能再补点灵石？这事再说吧。”叶凡耸了耸肩，忽然看向苏媚娘笑了起来：“楼主，您没必要一直叫我小弟弟吧？听着怪别扭的。而且我看楼主的年纪，好像也没比我大。”“哎呀，姐姐还没你大多少呀？”苏媚娘被叶凡的话给逗笑了。“那你猜猜，姐姐今年多大了？”“我看……”叶凡故作认真地打量了一番，“楼主应该还不满18岁吧？”噗嗤，苏媚娘笑出了声：“小弟弟真会说话，姐姐都39了。”“不可能！”叶凡故作震惊：“您这皮肤比我见过的18岁少女都还要水嫩，哪里像30多岁的人？别哄姐姐开心了。”苏媚娘摇头轻叹：“明年姐姐就40了，容颜一日不如一日，老得快着呢。”楼主此言差矣。叶凡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岁月冲走的是时间，冲不走您的美，只是时间走得太快，不是您老得快。前世他可是熟读了大学生就业指南，如今这个时候刚好能派上用途。姐姐真的很美吗？”苏媚娘眼波流转，媚眼如丝，抛向叶凡问道：“姐姐可不觉得自己有多美？美人不自知，很正常。”叶凡一脸认真的点了点头，感觉就像在陈述一个很平常的事。“你这小嘴啊，真是甜死个人。”苏媚娘笑得花枝乱颤：“这样吧，姐姐今日就以1万下品灵石的价卖你1件玄阶上品灵兵，小弟弟想要什么样的？先跟姐姐说说。”剑。叶凡心中暗笑，脸上仍是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这上了年纪的女人就是好哄。剑吗？苏媚娘轻声呢喃，
玉手在床榻边轻轻一按，咔嗒，一侧墙壁缓缓移开，露出一间暗室。苏媚娘随即起身，裙摆摇曳间露出白皙长腿，边走边朝叶凡勾了勾手指：“来，跟姐姐进去，姐姐带你挑一柄好剑，相信小弟弟一定会满意的。”多谢楼主。叶凡礼貌性拱手言谢，迈步走出身影，跟上苏媚娘。哎呀，苏媚娘脚步未停，回眸冲叶凡一笑：“小弟弟，别老是叫姐姐楼主嘛，显得多生分呐，叫姐姐。”多谢姐姐。叶凡连忙改口，总感觉哪里不自在，跟着又对苏媚娘道：“不过姐姐称呼我时，能不能把这个小字去掉？弟弟可一点不小，是吗？那姐姐可得好好瞧瞧。”苏媚娘突然停下脚步，转身意味深长地打量着叶凡，目光缓缓下移，带着几分戏谑，仿佛在审视着什么。叶凡朝前的脚步一下子停了下来，连忙双手护住要害：“姐姐，你这眼神看得我心里发毛啊！逗你的，傻弟弟。”苏媚娘扑哧一笑，转身踏入暗室，留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叶凡松了口气，擦了擦额头的冷汗，这女人真是妖精转世。待他跟着走进暗室，当即为眼前景象震撼。这暗室虽然不大，里面却别有洞天，四周墙壁上镶嵌着不少夜明珠，柔和的光芒照亮了整个空间。琳琅满目的灵兵分门别类，整齐地陈列在架子上，每一件都散发着独特的气息，在夜明珠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这柄曜日可是姐姐最喜欢的收藏之一。苏媚娘走到一柄通体泛着金色流光的长剑前，回眸冲叶凡妩媚一笑：“不过嘛，想得到它可没那么容易哦。姐姐别冲我这么笑，我害怕。”叶凡神色尴尬，咽了咽口水：“不是说好以1万下品灵石的价格卖他一件玄阶上品灵兵的吗？怎么现在又说得到没那么容易？该不会还要他现身吧？那这代价也忒大了些。哎呀，弟弟想哪去了？”苏媚娘看叶凡这表情，嗔怪地瞪了眼，随即玉手轻抚剑身，解释道：“此剑有灵，想要得到它，得先让他认可你才行。”等等，叶凡感觉不太对劲，姐姐确定没搞错吗？我怎么记得只有王阶灵兵才可能拥有灵智？哟，弟弟懂得还挺多。苏媚娘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随即解释道：“王阶灵兵之所以拥有灵智，是因为他们都有气星，而这柄曜日剑在炼制时也融入了气星，所以同样拥有灵智。只不过吗？只不过什么？”叶凡好奇道。苏媚娘凑近叶凡耳边，吐气如兰：“只不过他的灵智还不太高，那要怎么得到他的认可？”叶凡只觉得耳根发烫，连忙转移话题，说着缓缓走向了这柄曜日剑。嗡，这时曜日剑突然发出一声剑吟，叶凡体内顿时涌起一股燥热。咦？苏媚娘美眸微睁，露出几分诧异，看来此剑与我有缘。叶凡嘴角微扬，当即运转太阳经，他刚刚分明感受到了曜日剑的试探，或许对方是发现了他的太阳神体。来，叶凡掌心金色灵力流转，轻声唤道：“咻！”手掌探出，曜日剑应声而起，刹那问问落入其手中。看来姐姐还是小看弟弟了呢。苏媚娘笑意盈盈，目光在叶凡身上来回打量。既然曜日剑已经认可了弟弟，那现在弟弟只需滴血即可完成对此剑的认主。说着，他那纤纤玉指轻轻划过叶凡的手腕：“要不要姐姐帮你？”叶凡手腕一缩，干笑道：“这点小事就不劳烦姐姐了。”说罢咬破指尖，一滴鲜血滴落在曜日剑上，剑身顿时金光大作，符文流转，仿佛活了过来。苏媚娘眼中闪过一丝异彩，靠近一步，香风扑面：“既然剑已认主，不如让姐姐好好教教你如何驾驭这柄剑。”姐姐太客气了，岂能让姐姐受累？叶凡连忙摆手，心想再这么下去，怕是要被这妖精吃的骨头都不剩，再次转移话题：“对了，有件事想跟姐姐打听打听。”“哦，弟弟想打听什么呀？”苏妹美眸闪烁，玉手轻轻搭上叶凡的肩膀：“咱们出去说呗。”话落不由分说的挽起叶凡手臂，将他往外带。两人刚踏出暗室，身后的门悄无声息合上。苏媚娘拉着叶凡就往床榻方向走，裙摆摇曳间，香风阵阵。叶凡见状，连忙挣脱开来，干笑道：“姐姐，咱们还是说正事吧。真不来姐姐这边坐坐？”苏媚娘慵懒地靠在床榻上，眼中带着几分戏谑。叶凡装作没看见，正色道：“想跟姐姐打听个人，不知姐姐可认识三皇子妃？”“你说倾城呀？”苏媚娘挑了挑眉，饶有兴致地问道：“怎么，弟弟莫不是看上倾城了？她可是已经嫁入三皇子府，早为人妻喽？难不成弟弟还有那癖好？”“怎么可能？”叶凡连忙否认：“我只是听说三皇子妃与万宝楼有些渊源，近日不小心得罪了三皇子，想着能不能通过姐姐请这位三皇子妃帮忙说个情，吹吹枕边风。倾城是姐姐的师妹，
苏媚娘轻抚着发梢，不过你想让她吹枕边风，怕是有点难。她虽嫁入三皇子府，这些年却从未与三皇子共枕过。三皇子妃穆倾城，皇城穆家的小姐，另一层身份就是苏媚娘师妹。两人虽师出同门，性格却是迥异。叶凡闻言，好奇的注视向苏媚娘确认道：“是因为那三皇子妃是使女？”使女？苏媚娘摇了摇头，眼中闪过一丝怜惜，那只是师妹修炼的缘故罢了。啊！叶凡睁大眼睛，一脸诧异，因为修炼导致沦为使女，这事听起来倒挺新鲜。姐姐修的是多情道，师妹修的是专情道。苏媚娘轻叹一声，缓缓解释道：“师妹她若非遇到真爱，难行男女之事，使女之相不过是一道封印罢了。”说着，其望向窗外，语气中带着几分惆怅：“师妹也是可怜，嫁入皇族不过是家族之意，她呀，不过是权力的牺牲品罢了。”原来如此。叶凡若有所思，心中豁然开朗。穆家可是皇城三大世家之一，叶家、林家与之相比，不过是二流家族罢了。三皇子断天涯真正需要的是穆家的支持。如果让穆家知道林清月怀了断天涯的孩子，这靠联姻维系的同盟，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弟弟在想什么呢？苏媚娘见叶凡出神，玉手在他眼前晃了晃：“不用担心，以后那三皇子欺负你，尽管来找姐姐，姐姐罩着你。”那我可要多谢姐姐了。叶凡回过神来，客气地拱手言谢。就只是嘴上谢谢吗？苏媚娘美眸闪烁，红唇微翘，姐姐可是很期待弟弟的实际行动呢。那个，叶凡一个机灵，连忙后退2步：“姐姐，我突然想起家里还有点急事，怕是不能再陪您了。”话落，转身就要开溜。别急着走呀。苏媚娘轻唤一声，却并未阻拦，看着叶凡仓皇逃窜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笑意。有意思的小子，居然能得到耀日剑的认可。耀日剑当年是他师尊留在万宝楼的说是有缘之人，方能将之掌控。他师尊从哪里得来此剑，并未细说，但他知道此剑绝非玄阶上品这么简单。叶凡冲出万宝楼，一路狂奔，夕阳的余晖洒在他身上，一边跑一边贪婪地吸收着阳光。哟，这不是叶凡吗？这么快就出来了？啧啧，看来是不太行啊。第一次嘛，快了点也正常，没被榨干就该偷着乐了。看他那狼狈样，笑死人了。不过就算逃出万宝楼，能逃出苏媚娘的手掌心吗？哈哈哈！万宝楼外还没散去的几人发出一阵哄笑。叶凡回到叶府，二话不说冲进自己的小院，从屋内搬出一张躺椅，惬意地躺了下来，运转太阳经，贪婪地吸收着阳光。随着太阳西沉，修为突破到05进4阶，这才是生活啊！叶凡伸了个懒腰，忍不住吐槽。不过这修为进阶的速度好像越来越慢了，境界越高，进阶需要更多的灵力，这在武道世界是极其正常的事，只是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1年之内，他必须进阶玄武进7阶。月光，叶凡抬头望向刚刚升起的月亮，眼睛一亮，月光也是光，不知道效果如何。心中想罢，再次运转太阳经，月光如水般洒落，却没有转化为灵力。但他忽然感觉脑子好像清醒了不少，心中莫名有股想学习的冲动。我知道了。叶凡兴奋地取出耀日剑，吸收月光障悟性，月下练剑，事半功倍啊！嗡！正当他翻找武技时，识海深处的震天碑一阵颤动，须臾后就被一股神秘力量拉入了一个奇异空间。环顾四周，唯见一片混沌，虚空中赫然写着3个大字：震天界。这里是震天碑中的世界，震天碑的秘密，太阳神帝都没搞清楚，如今只能靠他自己摸索。他感觉震天界内时间流速与外界不同，此地虽无灵气，修炼武技亦不消耗灵力。如今身在外界吸收月光增强悟性，一时入震天界内修炼武技倒是绝配。翻找之下，一幅幅剑图浮于识海。叶凡毫不犹豫，立马挥剑开始演练。无数次挥剑过后，空间毫无征兆的波动，震天碑强行把他送出了震天界。怎么回事？难道在震天界内修炼武技还有时间限制？叶凡心中嘀咕，还没搞清楚状况，院中突然闯入3道黑衣身影，一个个杀气外放，瞬间将其锁定。叶凡直剑起身，好像明白了些什么。震天碑是感知到危险才把他送出来的，睡在这你也不怕着凉？其中一名黑衣人打量着叶凡，冷笑道：段天涯派你们来的，大半夜闯入叶府，看来段天涯是真的很想杀我啊。叶凡猜到这些人身份，一点不带怕的，睡这是挺凉的。这不，你们3个给我送温暖来了吗？刚好可以拿你们练剑。言毕，
其手中耀日剑泛起淡淡金光，狂妄！3名黑衣人同时出手，刀光剑影瞬间笼罩叶凡，每一个修为都不低，是灵武境5阶。呵，叶凡轻笑一声，耀日剑骤然爆发出耀眼光芒。九阳焚天剑法第一式旭日初生，剑光如朝阳破晓，瞬间撕裂黑暗。啊！一名黑衣人惨叫一声，胸口被剑光洞穿。叶凡剑势一转，第二式烈阳当空，炽热剑光如烈日当空，将第2名黑衣人笼罩。不，那黑衣人还未来得及反应，便被剑光吞噬。怎么可能？剩下那名黑衣人慌了，意外叶凡的强大，还敢分心？叶凡眉毛轻挑，手中耀日剑划出一道血色弧线。最后一名黑衣人惊恐地瞪大双眼，已来不及躲避。这是九阳焚天剑法第3式残阳如血，扑哧剑光闪过，黑衣人应声倒地。这就结束了。叶凡甩了甩剑上的血迹，一脸遗憾，我还想试试这九阳焚天剑法第4式呢，段天涯就派这种货色来杀我，也太看不起人了吧。九阳焚天剑法不是九阳神帝的最强剑法，但对现阶段的叶凡而言是最适合修炼的。前3式已有玄阶5技之威，第4式威势达地阶下品，如今他还只是修炼了前4式，不过这第4式还没有完全练成，毕竟这修炼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外界2个时辰，震天界内也只是20个时辰。叶凡将耀日剑收起，正准备处理地上的尸体，突然感觉背后有一阵寒意袭来。剑不错，武技也还行。一道阴冷话音自黑暗中传出。叶凡转身，只见一名身材高大的黑衣人缓缓走出，手中握着一柄漆黑的长刀，刀身上泛着幽幽寒光。又来一个送人头的。叶凡神色轻渺，没将对方放在眼里。你们这是买3送1吗？待会儿你就笑不出来了。黑衣人说着，一身灵武境9阶气息释放。叶凡目光微凝，脸色一下子凝重不少。黑衣人无意多说，踏步身形一闪，瞬间掠进叶凡，长刀直劈而下。咻！叶凡出剑，被无情掀飞身影，脚步刚一站定，果断主动出击，连续挥剑施展九阳焚天剑法。黑衣人从容应对，一一抵挡下来，其实力明显要高前面3人好几档。你也就这点本事了。黑衣人嘴角冷笑，眼眸杀机毕露。嘚瑟什么？叶凡一脸不爽，耀日剑爆发炽烈红光。前3式不行，那就第4式落日余晖。剑光如血，似将整个院子染成血色，剑势如落日西沉，带着无尽的毁灭之力。然则剑光虽然炽热无比，却略显散乱。砰！刀剑相撞，叶凡被震退数步，站定，喉咙一甜，嘴角溢出一丝鲜血。妈的！叶凡皱了皱眉，抹了把嘴角血迹。他这第4式果真是没练到家，虽达地阶水平，却也极其消耗灵力。而今一击没能杀敌，有些麻烦了。这要是白天就好了，借太阳之力，定能轻松诛杀对方。死！黑衣人狞笑，执刀猛扑叶凡。这时，叶凡身前虚空突然一阵扭曲，一道古朴的石碑虚影缓缓浮现。震天碑！叶凡神色一怔，略有些意外。震天碑居然主动现身护主。轰！刹那，黑衣人一刀斩击震天碑上，一股反震之力令之手掌发麻。这是命魂！黑衣人瞳孔一缩，一脸难以置信，怎么可能？第5境武者才能觉醒命魂，你才灵武境，怎么会？你不知道的多着呢。叶凡惊喜不已，得意地笑了。命魂的确要有第5境修为才会觉醒，眼前的震天碑也不是他的命魂，只不过出现的方式跟命魂相似。杀！叶凡心中一动，试着操控震天碑。震天碑虚影微微颤动，震杀向前。黑衣人横刀身前，妄图抵挡震杀。轰！恐怖力量直接将其5脏6腑震碎，跟着其身躯轰然倒地，鲜血横流。这么强！叶凡双眸微睁，自己都吓了一跳。震天碑杀人，简单粗暴，砸一下，灵武境9阶武者就没了。踏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自院外传来。叶凡心念一动，忙将震天碑收起，跟着只见叶海领着一群人现身院内。瞧见地上4具尸体，一个个呆住了。爹，你们来的可有些晚啊。叶凡瞧见叶海等人，咧嘴一笑。院内这么大动静，叶海等人现在才来，他要没点能耐，来了就只能给他收尸了。凡儿，他们都是你杀的。叶海认出最强那名黑袍人，一脸难以置信。这个沉默，我记得是灵海境9阶啊。
是我杀的。叶凡点了点头，爹，你认识这人？陈家的人。叶海沉声道，不是段天涯的人。叶凡神色一怔，随即恍然大悟，这么看，段天涯这家伙还挺谨慎的呀。三皇子派人暗杀你，当然不会派自己府上的人，一旦失败，那跟明着杀你没区别。叶海道，所以他只能让陈家之人出手，而陈家出手也有足够的理由，毕竟你杀了陈淑仪。我现在更纳闷的是，你怎么能杀得了陈默？这有啥？叶凡耸了耸肩，一副不在意的模样。难道是因为这柄剑？叶海注视向叶凡手中耀日剑，他能感觉得出来，此剑不凡。算是吧。叶凡顺势承认道。玄阶上品。叶海不太确定，疑惑地问道，这剑你是从哪里来的？万宝楼送的。叶凡直言不讳。万宝楼？叶海脸色一变，苏媚娘怎么会无缘无故送你玄阶上品灵剑？你该不会……爹，你可别瞎想。叶凡连忙打断，我跟苏楼主可什么都没发生，就是此剑与我有缘，苏楼主就送我了。只是这样。叶海满脸不信，但见叶凡无意承认，也不打算刨根问底，只是警告道，凡儿别怪爹多嘴，这个苏媚娘不是你能招惹的，听说跟她有染的男人都活不过3个月，你可是爹唯一的儿子，万不能死在这个女人的肚皮上。爹，你放心。叶凡哭笑不得，我放不了这个心啊。叶海感觉叶凡没重视这个问题，一脸着急道，凡儿，爹知道你长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但苏媚娘那女人真的碰不得，你要是实在憋不住，爹给你找个正经人家的姑娘，或者去怡春院也行。爹，你越说越离谱了。叶凡嘴角抽搐，彻底无语了。他是正经人，岂能去怡春院那种地方？家主。叶凡还想解释什么，院外传来一声急促的呼喊。叶福气喘吁吁地冲进院子，手里攥着一封信，快步跑到叶海面前。陈家让陈离送来了一封信。叶海眼中闪过一丝疑惑。陈家前脚派人夜闯叶府，刺杀叶凡，这后脚就送信过来，什么意思？接过信展开一看，其眉头顿时锁得更紧了。爹，信上说什么？叶凡见状连忙凑上前问道。是段天涯的信。叶海沉声说着，将手中信件递给叶凡。天武书院入学通知。叶凡接过信，却见信纸下方还有一张入学通知。段天涯竟动用关系，直接让他进入天武书院。凡儿，这天武书院你可不能去。叶海一脸严肃，跟叶凡分析道，一旦进入那里，段天涯有的是机会对你下手，他破格让你前往天武书院，就是想创造杀你的机会。爹，说实话，这天武书院我还真挺想去的。叶凡微微一笑，眼中闪过一丝狡黠。段天涯这么热情邀请，我要是不去，岂不是辜负了他一片杀心？段天涯这么明显的意图，他又岂会看不出来？云隐国境内要说哪个势力最强，不是云隐国皇室，而是这天武书院。他要前往太初道宗，天武书院是最佳跳板。往年都是天武书院学员代表云隐国去参加太初道宗的考核，只有极少数例外。凡儿，你……叶海见叶凡违背自己的意思，气得直跺脚。开玩笑的。叶凡稍稍正色，转而对叶海问道，爹，咱们叶家能支撑我修炼吗？当然能。叶海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留在叶家会占用叶家资源。叶凡摇了摇头，可不这么认为，何况叶家的资源跟天武书院比不了。如今在天武书院不是没有叶家子弟，皇城各大家族都挤破脑袋想把族中子弟送入天武书院，在那得到更好的培养，叶家当然也不会例外。可是太危险了。叶海皱眉道，他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只是段天涯送来入学通知，意图太过明显，摆明了就是挖好坑，等叶凡往里面跳。天武书院有天武书院的规矩，段天涯想杀我，也只能在天武书院规矩之下。以我现在的能力，想保命可太容易了。叶凡嘴角挂着笑意，神色轻松道。叶海皱着眉头，陷入了沉思。如今的叶凡的确跟以前大不一样了，连领5境9阶都能杀，还有什么好怕的？在天武书院，怕也只有内院学员能对他形成威胁。但凡叶凡不傻，应该都不会跟那些内院弟子硬刚。叶凡自顾自嘀咕道：“2日后就是天武书院新生试炼之日吧？错过了，可要再等1年。既然你执意要去，奈爹也不拦你了。”叶海终于松口，沉声道：“等会儿我让人联系下在天武书院的叶瑶，让他带你过去。”叶瑶？叶凡脑海中闪现一道身影。叶瑶，叶家的天才人物，年长他3岁，已是天武书院内院学员。不过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叶瑶的天赋，而是那火辣的身材、暴躁的脾气。
小时候，叶瑶仗着天赋，可没少欺负原主这个叶家少爷。只是最近几年忙着修炼，逐渐跟原主疏远了。叶海走后，叶凡继续留在院子内修炼，白天晒着太阳，吸收日光提升修为，晚上则进入震天界，专注修炼武技。除九阳焚天剑法外，亦强化了赤阳手，而今武技皆熟练了不少，修为亦快突破了。转眼就到了天武书院新生试炼的日子。凡儿，叶海话音自院外传来，随即走进院内，看到叶凡懒洋洋地躺在躺椅上，忍不住劝道：凡儿，可不能因为有了一点成绩就骄傲自满，永远记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天武书院不乏天才，我可没有懈怠。叶凡冲叶海微微一笑：你没懈怠？叶海显然不信，觉得叶凡这是死要面子，但也没有要责怪的意思。修炼累了，休息一会儿没关系，劳逸结合嘛，你不用再跌着逞强。叶凡无奈耸肩，知道叶海是误会了，他躺着晒太阳，不是休息是修炼。走吧，叶瑶在外面等了有一会儿了。叶海无意多说，招呼了叶凡一声。刚出院子，叶凡目光就被叶瑶吸引了过去。今日的叶瑶一袭紧身白裙，勾勒出曼妙曲线，尤其胸前那傲人双峰，几乎要将衣料撑破。阳光洒在她身上，映得其肌肤白皙如玉，而那起伏的曲线更是让人移不开眼。看什么看？没见过女人啊！叶瑶察觉到叶凡的目光，双手抱胸，一声喊话。叶凡闻言，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瑶姐，你这身材想不看都难啊！叶瑶脸一红，抬手做出要打叶凡的架势：几年没揍你，是不是皮痒了？别，瑶姐，我错了。叶凡连忙后退2步，举起双手做投降状。哼！叶瑶上下打量叶凡，眼神透着几分不屑：听说你最近长本事了，可别到了天武书院被人打得满地找牙。叶凡咧嘴一笑：瑶姐放心，我要是被打得满地找牙，一定第一个找你求救。别贫！叶瑶瞪了叶凡一眼，懒得再搭理，转身对叶海道：家主，我们这就出发了。去吧。叶海点了点头，他对这次的新生试炼倒是不担心，叶凡的实力已然新生独一档。跟我来。叶瑶招呼一声，转身大步朝府外走去，胸前波涛虽其步伐微微颤动，惹得跟在后面的叶凡忍不住又多看了2眼，低声嘀咕：这身材真是要命。天武书院的招生并不局限于皇城，云隐国境内各大城池都有一定的名额。今日通过招生考核之人齐聚皇城，街道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叶凡在叶瑶带路下去往天武书院。这时后方传来一阵马蹄声，伴着车轮碾过青石路面的声响，一匹骏马拉着华丽软轿缓缓驶来，轿身镶嵌着金丝花纹，显得格外奢华。街道上的人群纷纷朝着两侧避让。这么大派头，叶凡心生好奇，目光被那软轿吸引。是三皇子妃。叶瑶瞥了眼，立马有了判断。微风拂过，轻轻掀起了轿帘的一角，轿中之人微微侧手，露出一张绝世容颜，肌肤如雪，眉目如画，清冷如仙，又似9天之上的明月，可望而不可及。好美，这就是皇城第一美女穆倾城吗？太美了，如此美人，要是能与之共度春宵，死床上我都乐意。穆倾城可是三皇子妃，是你们这些凡夫俗子能染指的吗？我听说穆倾城是个使女，连三皇子殿下都没碰过。啊，使女啊，这样的美人竟是使女，太暴殄天物了。街道两侧人群窃窃私语，目光中充满了惊艳与惋惜。叶凡一时也有些失神，哪怕只是惊鸿一瞥，对方绝美容颜便深深印在了他脑海中，挥之不去。好看吗？这时叶凡身侧响起一道冷冽话音：好看。叶凡下意识点头，语气中带着几分赞叹。穆倾城之美比之情已没，亦不逊色分毫，只可惜身体有些瑕疵都走远了，还看。那声音再次响起，带着几分不悦。叶凡回过神来，猛然扭头，只见叶瑶正双手抱胸，带着几分戏谑的目光盯着自己。瑶姐也很好看。叶凡干笑2声，盯着叶瑶胸前调侃道：而且在某些方面，瑶姐更有优势，比那三皇子妃有魅力多了。少在我这吹彩虹屁。叶瑶冷哼一声，显然不吃他这一套。论容颜，穆倾城人如其名，倾国倾城，无愧于隐国第一美女之名。不过你记住，她不是你能觊觎的，千万别招惹她，否则只会给你带来麻烦。麻烦？叶凡轻笑着耸肩，满不在乎。麻烦？眼下还有比三皇子断天涯更麻烦的吗？走吧，别错过时间了。待人流恢复，叶瑶大步继续往天武书院走。叶凡跟上叶瑶，望着穆倾城离去的方向，随口对叶瑶问道：瑶姐，我看这三皇子妃
好像也是去天武书院。叶瑶点头道，这次新生试炼，穆倾城是3位监察者之一。监察者？叶凡纳闷了。新生试炼，天武书院众导师不过多干涉，由3位监察者负责公平公正。叶瑶解释道，至于穆倾城出任监察者的事，并没什么好奇怪的，他本身也是天武书院学员，跟我一样是内院学员，不过他比我厉害，名列天武书院天榜前10。走了一段路后，几人瞧见一扇高耸的拱形巨门，门上挂着一块鎏金牌匾，上书天武书院4个大字。门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一些是通过招生选拔的新学员，另一些则是前来送行的亲友。叶瑶停下脚步，转身对叶凡道，你没参加选拔，可以凭你手里的入学通知去找负责试炼的导师领取天武令。天武令象征着天武书院学员的身份，此令在天武书院至关重要。负责试炼的导师在吗？叶凡扫了眼人群，一脸茫然，这里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在那里。叶瑶望向天武书院大门内，目光落在一中年男子身上，眉头不由皱起，怎么是穆坚？穆家的人。叶凡顺着叶瑶目光看去，注意到了那中年男子，此人面容冷峻，眉宇间透着一股阴鸷之气。他跟三皇子段天涯走得很近。叶瑶提醒叶凡道，我听说穆家跟三皇子的联盟就是这个穆坚一力促成，也是他提议将穆倾城嫁给三皇子，以姻亲稳固联盟的，不像啥好人。叶凡嘴里嘀咕，眼中闪过一丝不屑，挤开人群，径直朝穆坚走去。来到穆坚面前，懒洋洋地掏出入学通知，随手递了过去。喂，这是我的入学通知。穆无尊长。穆坚瞥了一眼叶凡，没有伸手去接入学通知，反而冷声呵斥道，叶海就是这么教你的吗？叶凡嘴角噙着笑意，挑衅道，这入学通知可是三皇子殿下印塞到我手里的，你不接是吧？说着故意提高了嗓门，惹周围人纷纷侧目。不接，那算了，天武书院不入也罢。叶凡耸了耸肩，说罢做事就要转身离开。此言一出，周围人群顿时一片哗然。叶凡这家伙这么狂，竟敢跟导师叫板，天武书院不入也罢，他是真勇啊！听他的意思，还得别人求他入天武书院。人群一阵骚动，不少人惊愕于叶凡言行，那些非皇城之人更是好奇地打量着叶凡，心中暗自猜测其身份。云隐国境内的年轻人皆以入天武书院为荣，怎么看叶凡的样子，似乎还看不上天武书院。你站住！穆坚见叶凡真敢扭头要走，面色一沉，似乎也没有料到叶凡竟会如此大胆，一时间竟有种吃了暗亏的感觉。怎么？叶凡驻足转身，冲穆坚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还有何指教？天武书院他当然想进去，但他吃定了穆坚，不敢将他拒之门外。这入学通知可是段天涯给的。哼！穆坚冷哼一声，也不看叶凡手里的入学通知，直接丢给他一枚天武令，拿着。叶凡接过天武令，嘴角笑意更甚。穆坚则扭头对身侧一名青年道，聂灵，这叶凡是三皇子殿下引荐入天武书院的人，到时新生试炼中，你可要多多关照。是，师尊。聂灵拱手应命，毕恭毕敬，直起身子朝叶凡投来锐利眼神。聂灵，以前没见过你，不是皇城中人吧？叶凡上下打量聂灵，神色有趣地笑了笑道，在皇城这种地方站错队丢命可是很快的。聂灵面色微沉，眼中闪过一丝冷意。不等他开口，叶凡已转身离开，似乎压根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叶凡刚走几步，目光为不远处走来的几道身影吸引，其中的女子一袭淡紫色长裙，气质温婉，此刻注视叶凡的目光中却满是冰冷敌意。赫然就是林家小姐林清月。你们都听说了没有？林清月怀了三皇子殿下的孩子，不过这孩子被叶凡打没了。早听说了，这事近日传得沸沸扬扬的，据说是因为林清月想让叶凡接盘，才惹得叶凡暴走。我得到的消息怎么跟你们不一样？这孩子不是叶凡的吗？他俩不是打算奉子成婚，彩礼没谈拢才引发的冲突吗？真相怕只有当事人知道了。不过我得到小道消息，林默不知从哪搞来一枚3世化灵丹，林清月服下后炼化了腹中死胎，修为1日连进3阶。随着林家一行人现身，人群顿时骚动不已。叶凡对林清月视若无睹，径直从他身侧走过。叶凡。林清月见状，脸色一沉，声音冷得像冰，带着刺骨的寒意。叶凡这才停下脚步，懒洋洋地转过身，仿佛刚刚才注意到他的存在。哟，这不是林小姐吗？怎么找我有事？林清月双拳紧握，指甲几乎要嵌进掌心，死死盯着叶凡，冷声道，新生试炼，我会亲手杀了你，以为我孩子在天之灵。说的跟真的似的。叶凡讥讽一笑，戏谑道，
以为自己修为突飞猛进，就天下无敌了。你现在的修为，好像也就跟你那死了的三哥林清扬差不多吧？谁给你的勇气杀我的？你……林清月闻言，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凭三尸化灵丹，1日连进3阶，如今他也才领悟进5阶修为，想杀叶凡还远远不够。叶凡懒得跟林清月多费唇舌，再度迈步几步之后，回到了叶瑶身旁。叶凡，你可别太嚣张了。叶瑶留意着叶凡的一举一动，忍不住提醒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离开叶府，凡事低调一点，别主动惹麻烦。瑶姐，这你就错了。叶凡一本正经道：你看我当了这么多年老实人，换来了什么？只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欺负我。现在我就是要让皇城的所有人知道，我叶凡不是谁都能捏一下的软柿子。你这家伙！叶瑶被叶凡这番话噎得一时语塞。时间差不多了。就在这时，木间话音响起，新生试炼之地在皇城北面的狼园。既是试炼，必然存在一定凶险，怕死的现在还可以放弃，不怕死就跟我来。话落，其身影转过，踏入天武书院。众人面面相觑，随后纷纷跟上。天武书院位于皇城北部，宛如一座城中之城。叶凡几人跟着叶瑶，随着人流缓缓前行。沿途两侧高楼殿宇林立，气势恢宏。不多时，众人进入一条宽敞的城道，两侧是高耸的青石城墙，足有10丈之高。城道尽头的城门足够20人并肩通过。此时城门大开，3道身影矗立于门前。中央的女子赫然就是三皇子妃穆倾城。她的出现瞬间吸引了许多人目光。穆倾城身侧2名青年也都气势不凡，无疑就是此次新生试炼的另2位监察者。糟了！这时叶瑶突然一声惊呼，周遭之人皆被吓一跳，纷纷侧目看来。瑶姐，咋了？一惊一乍的。叶凡扭头看向叶瑶，一脸疑惑。是陈离。叶瑶紧锁着眉头，注视着站在穆倾城左侧的青年，没想到他也是3位监察者之一。陈离。叶凡嘴里嘀咕，顺着叶瑶目光看向陈离，就是之前给我送入学通知的那人。叶凡。叶瑶压低声音，眼中满是担忧。我建议你还是别参加天武书院新生试炼了。陈离剃断天涯给叶凡送入学通知，其中的关系不言自明。新生试炼，天武书院导师和老学员都禁止进入狼园，唯独3位监察者例外监察者就能无视天武书院的规矩吗？叶凡挠了挠头，感觉还是低估了断天涯的手段。陈离寺也感受到叶凡的目光，扭头与叶凡对视，眼中透着一丝不屑与挑衅。原则上当然不能。叶瑶低声回应，可此事我们不能赌，以他天榜前10的身份，即便事后被发现，也未必会受到多重的惩罚。走在人群最前头的木间此时已停下脚步，目光扫过众人，朗声道：狼园有3座真武塔，皆9层，凭天武令入，则其一入塔激活手中天武令，视为通过试炼，为期12个时辰，逾期未归者剥夺入学资格。进入真武塔不同楼层，决定等入天武书院后，具体被分到哪一院，且可获得相应初始积分。另外提醒一点，狼园内学员之间不得自相残杀。现在可以出发了。木间话落，穆倾城3人让到大门两侧，人群随之而动，争先恐后冲入狼园。瑶姐。叶凡见这场面，已按捺不住心中冲动，要是连直面危险的勇气都没有，还怎么成为武道强者？我去了。说罢，毫不犹豫地迈步向前。几步路后，叶凡踏入大门，突然停下脚步，转身看向陈离。2人目光交汇，仿佛有火花迸溅，其后踏步冲入狼园，消失了踪影。很快，数百人尽数已入狼园。乌鸠虚空之上，3头青羽鹰缓缓降下身影。穆倾城轻盈一跃，稳稳落在青羽鹰背上。陈离眼中闪过一丝阴鸷，紧随其后。另一位监察者古意则是默默跟上。三皇子妃。待青羽鹰腾空，陈离突然对穆倾城道：我们可否换换？2区我来监察。随你。穆倾城美眸微闪，淡漠一语。忽刚一答应，陈离乘青羽鹰疾驰而走。穆倾城望着陈离远去，美眸闪烁不定。近日皇城那些消息传得沸沸扬扬，他已猜到段天涯想要叶凡性命。陈离选择2区，只因叶凡进了2区。叶凡穿梭于狼园密林中，发现身后一直有人跟着，深入一段距离后，忽然停下了脚步，缓缓转身，凝着目光望向来时的方向。想玩是吧？那我就陪你们好好玩玩。片刻后，一行疾驰的身影缓了下来，一个目光如毒蛇般盯着叶凡，身上杀意毫不掩饰。为首者赫然就是聂灵。就这么些人，又是来送死的。
叶凡打量着聂灵等人，轻蔑道：“一共5人，4人是灵武境6阶，唯聂灵例外，修为高达8阶，且每一个都不是皇城中人。杀你都不需要这么多人。”聂灵冷笑一声，满眼不屑：“视叶凡为蝼蚁，就你灵武境4阶修为，要没有三皇子殿下赠你入学通知书，怕都通不过天武书院的招生考核，没资格参加新生试炼。”话落，身侧4人散开身影，将叶凡团团围住。看来段天涯和木坚是没将我的底细告诉你们啊。叶凡被聂灵小觑，反而笑了。在我收到天武书院入学通知前，刚宰了几个夜闯叶府的蠢货，其中有1人就是灵武境9阶。就凭你？聂灵对叶凡的话嗤之以鼻，根本不信。那灵武境9阶是你爹杀的吧？咋还不信呢？叶凡无奈耸肩，翻手直拿耀日剑，金色灵力弥漫而出，缓缓汇聚于剑。赶紧杀了！聂灵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对同行几人道：“别浪费时间了，杀完早点去真武塔呢。”周围4人闻言，杀气腾腾，朝叶凡冲杀而去。他们都不是皇城中人，来自云隐国各地，在各自所在城中都是1等1的天才。来皇城后，选择投效段天涯，背靠大树好乘凉。如今为段天涯效力所做第一件事，不敢懈怠。4人皆实力不弱，全力杀来，气势如虹。这么急着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们。叶凡见此目放寒光，太阳经运转，耀日剑扬起，荡出一道金色剑光，将冲杀在最前1人逼退。另3人趁机杀至，刀光剑影交织成网，气势汹汹。叶凡闲庭信步般游走其中，耀日剑挥杀，剑光如出生朝阳，带着炽热气息横扫而出。1人猝不及防，被剑光扫中胸口，顿时惨叫一声，倒飞出去，重重摔倒在地，再没爬起。聂灵见此，目光不由凝了下。剩下3人攻势不减，围杀聚拢。好在他们此前并不相识，首次合作没能形成默契。叶凡闪烁身影，避开另1人刀锋后，剑势一转，耀日剑爆发出烈日般耀目之光，直刺对方咽喉。那人瞳孔骤缩，慌忙举刀格挡，只听咔嚓一声，刀身应声而断，剑尖刹那穿透那人喉咙。短短几息间，2人倒于血泊。这家伙不简单。聂灵嘴里嘀咕，再也按捺不住，猛然拔出腰间长刀，杀出身影。退开，我来！一声怒吼，聂灵身形如电，刀法凌厉狠辣，满是杀意。砰砰砰，连续几刀，逼得叶凡连连后退。帮忙！眼见无法要叶凡性命，聂灵一声低喝。刚抽身退开的2人再次加入战圈，3人合力围杀，给了叶凡不小压力。难搞！叶凡暗自嘀咕，心中已有主意。连续挥剑抵挡聂灵3人攻势的同时，有意无意砍倒周围一棵棵参天古树。轰轰轰！待这些参天古树应声而倒，原先被遮挡的阳光照耀在叶凡身上，其身上气息逐渐攀升，聚于耀日剑上的金色灵力越发炽热。怎么回事？聂灵眉头皱起，心中隐隐不安。叶凡一剑逼退聂灵，闪身来到另1人身前，瞬息间斩出一道血色残阳之光。那人还未反应过来，被一剑穿心。该死！聂灵怒吼一声，刀势越发狂暴。轰！2人刀剑相撞，火花四溅，叶凡越战越勇，体内灵力如潮水般涌动，气息陡然冲破桎梏，抵达灵武近5阶层次，突破了。叶凡双眸微睁，闪过一丝惊喜，闪身至另1人身前，耀日剑扫出，不等对方横刀抵挡，划破其喉咙。砰！待此人身躯倒下，叶凡转身看向聂灵，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现在只剩你了。我承认，你的实力让我很意外。聂灵脸色凝重，眼中杀意更盛，但要杀你，我1人足矣。他们4人的存在只会影响我出刀，是吗？叶凡不以为意，缓缓提起耀日剑指聂灵。乌鸠这时，虚空之上传来一声尖锐音效，唯见一头青羽鹰盘旋于2人头顶，背后坐着一名青年，正是陈离。此时其嘴角噙着冷笑，居高临下俯视着叶凡：你也是来杀我的吧？叶凡望向陈离，脸上并无惧色。天武书院内院学员皆为玄武境，陈离更是内院天榜前10的存在，实力比之聂灵不知强大多少。现在的叶凡根本无法抗衡，好在他有震天碑这个底牌。陈离敢出手，直接砸死得了。不是。陈离摇了摇头，冷笑着否认。不是。叶凡岂会相信陈离的鬼话，撇了撇嘴道：不是。那你来这干什么？看热闹很好玩吗？还是说你闲得发慌，特地来给我当观众？我是监察者，有监察之责。陈离淡漠一语，面露讥讽：现在这片区域归我管，
我去哪里，在哪里停下，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你监察个屁！叶凡毫不客气地骂道。新生试炼规定，狼园内禁止学员自相残杀。现在这些人联手杀我，你就跟瞎了似的，装看不见。哦，陈离有趣地笑了。那听你的意思，我是不是该把你俩都杀了？因为你俩在此自相残杀，皆已违规。你脑子有病是吧？叶凡翻了个白眼，不客气地嘲讽道：是他们要杀我，我只是反抗。怎么？反抗也算自相残杀？那我是不是该站着让他们杀，才不算违规啊？你这监察者当的可真够公正的。呵呵，陈离任由叶凡谩骂，一点不生气，觉得叶凡如此只是死前发癫罢了。今日叶凡是死定了，但他能不出手就不出手。身为监察者，杀试炼新生的事一旦被书院知道，即便有人保他不治丧命，麻烦肯定少不了。当哑巴了。叶凡见陈离不说话，也懒得再骂了。行，等我先宰了这个聂灵，再杀你这残障人士。你有这个本事吗？陈离冷笑，示意了眼聂灵。聂灵会意，眼中杀意暴涨，手中长刀一颤，刀身泛起幽冷寒光，刀锋如冰，带着刺骨寒意，直劈叶凡。刀光所过之处，空气仿佛冻结，地面随之结出一层薄霜。玄阶下品武技，不够看。叶凡嘴角微扬，跃起身影，轻松避开。哼！聂灵脸色微沉，一声冷哼，猛然跃起，长刀划出弧线，刀势如狂风骤雨，冰封千里，刀光如潮，寒气逼人。冰寒无比的刀光似要将叶凡冻结。叶凡不慌不忙，耀日剑挥杀，金色灵力如火焰跳动，炽热剑光瞬间驱散迎面袭来的寒气。轰！两股力量碰撞，霎时爆发出耀眼光芒。聂灵被震退数步，脸色越发难看了几分。叶凡耸肩一笑，不好意思，我的太阳之力专克你这种阴寒玩意儿。聂灵亦已发现了这一点，眼中闪过一道冷芒，果断咬破舌尖，喷出一口精血于刀身。血迹寒霜，刀身瞬间覆盖上血色冰霜，寒气更胜数倍。挥刀杀出，刀光如一条血色冰龙，直扑叶凡。叶凡注视着聂灵杀来，太阳经运转，左手缓缓抬起，聚太阳之力化作金色，迎着聂灵杀来一刀，朝前探出了手掌。找死！聂灵见叶凡此举，感觉自己遭到了藐视。轰！冰寒刀光吞噬了叶凡的身影。虚空之上的陈离见此，嘴角扬起，然而下一息，刀光中闪耀出金光。陈离笑容僵住，目光一凝。须臾，那金光越发耀眼。待刀光散去，唯见此时的叶凡竟握住了聂灵手里长刀刀刃。怎么可能？聂灵满目震惊，不敢相信叶凡竟徒手接住了自己一刀。该结束了。叶凡含笑言语，缓缓提起手中耀日剑，日光照耀在他身上，汇聚于剑。太阳之剑，剑势不断攀升。聂灵，撒手！陈离见此，忙朝聂灵一声大喝。若聂灵还不撒手，必死于叶凡剑下。可恶！身为刀修，弃刀等同于认输。若非万不得已，刀绝不能弃。可眼下已是万不得已。呼！聂灵当机立断，身影暴退。叶凡手中耀日剑几乎是在同时斩下。什么？聂灵看着这一剑杀来，大惊失色。剑势已将他锁定，避无可避。住手！千钧一发之际，陈离冰冷话音响起，身影于虚空跃下，挡在聂灵身前。轰！只见其长剑一挥，化解叶凡一剑，强大威势还将叶凡震退了数步。忍不住插手了。叶凡瞥向陈离，一脸不爽。刚刚他都差点把聂灵杀了，看来还是得我亲自出手。陈离叹了口气，眼中闪烁出杀意。段天涯有令，不惜一切代价诛杀叶凡。既然聂灵杀不了，他只能受累出手，哪怕可能会因此遭到天武书院重罚。你出手也是一个死。叶凡手执耀日剑，面庞浮出冷意。刚一招交手，他已知陈离之强，不借助震天碑之力，断不是敌手。乌鸠杀意笼罩着这一方空间，虚空之上又传来一声尖锐音效。陈离神色一怔，骤然抬头，唯见穆倾城正驾驭青羽鹰朝此疾驰而来，片刻后降下身影，优雅落地，站到几人眼前。三皇子妃，你怎么到这来了？陈离眉头微微皱起，疑惑地问道。此地是狼园2区范围内，穆倾城现在不应该在1区吗？你要干什么？穆倾城没有回答，反而反问陈离。陈离耸了耸肩，故作轻松地解释道：叶凡在此行凶，杀了数名新生，刚刚还要取聂灵性命，
我正好经过，便将他拦下。嚯！叶凡被陈离这番话惊到了，简直是张口就来。你刚在这当观众都有一会儿了，分明默认了我跟聂灵一战，眼见聂灵不是我的对手，才出手阻拦。现在倒好，反咬一口，说我行凶，搞笑呢。而且我看你刚那架势，是准备出手杀我了吧？是准备杀你。陈离理直气壮道：新生试炼，禁止新生在狼园内自相残杀，你违反规矩，我身为监察者，杀你理所应当。是段天涯让你这么做的吗？穆倾城盯着陈离，直接打断了他的话。他不傻，不需要任何解释。陈离要杀叶凡，再明显不过，只想确认这是否是段天涯授意。不是。陈离感受到穆倾城的强势，当即否认，宁可承认这一切都是自己的主意，毕竟他是陈淑仪堂兄，有杀叶凡的理由。此事我会如实上报书院。穆倾城无意深究，冷冷警告了一句。陈离选择否认，他也无法屈打成招。三皇子妃，我搞不太懂。陈离面色微沉，皱眉对问道：你与叶凡非亲非故，何必帮他？有些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同为内院天榜前10，他并不惧穆倾城，称穆倾城一声三皇子妃，不过是给段天涯面子，给穆监导师面子罢了。我帮的是天武书院的规矩。穆倾城道：既然书院让我出任这次新生试炼的监察者，我有责任监察一切违规行为。你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陈离冷哼道：本来你不应该出现在这片区域的，是你不该出现在这片区域。穆倾城注视着陈离，冷冷道：书院的意思是让我监察2区，你只是临时与我交换，现在我不交换了。你……陈离闻言，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交换监察区域，两人口头协议，无真实凭据。当时除2人外，只有古义在场。古义要是不帮他，他就说不清了。回你的岗位吧。穆倾城神色淡漠，提醒一句道：穆倾城，你保不住他的。陈离沉声一语，一改此前称呼，显然是不打算再给穆倾城面子了。说罢扭头示意了一眼聂灵。聂灵会意，先行转身离去。陈离亦不再多言，冷冷扫了眼叶凡，随后驾驭青羽鹰腾空而起，消失在远处。叶凡望着陈离离去的背影，耸了耸肩，转头对穆倾城笑道：多谢三皇子妃出手相救，不过你这么帮我，段天涯知道了不会生气吧？少在那茶里茶气的。穆倾城瞪了眼叶凡，强调道：我刚说了，我所帮的只是天武书院的规矩，不是你。是吗？叶凡神色有趣的笑了笑，听陈离的意思，你先前都答应跟他交换监察区域了，现在会出现在这，难道不是因为特别关注我吗？穆倾城淡淡道：我这趟过来只是想求证一件事，求证是不是段天涯要杀我。叶凡眉毛轻挑了下，这应该很明显了吧？陈离可是天武书院天榜前10的存在，能使唤动他的人可不多。至于段天涯为何要杀我，三皇子妃应该很清楚，无非就是杀子之仇吗？我需要的是证据。穆倾城注视向叶凡道：你手里有证据证明林清月先前所怀是段天涯的孩子吗？我这人证不行吗？叶凡无奈地摊了摊手，这事当初我可是亲耳听段天涯、林清月说的。穆倾城摇了摇头道：人证会说谎，但物证不会。三皇子妃何必纠结证据呢？叶凡嘴角含笑，意味深长道：我想三皇子妃心中都已经有答案了吧？不是我需要证据，是穆家需要。穆倾城轻叹一声，一副心累的样子。算了，跟你说不着这些。你有击败聂灵的实力，要通过新生试炼不难，得叮嘱你一句，等进入天武书院后少惹事。他虽已嫁入皇室，为三皇子妃，心底里一直抵触着这桩婚事，奈何家族之意，父母之命，无法忤逆。想跟段天涯和离，除非穆家同意。穆家一旦确认段天涯跟林清月有染，且致使林清月怀孕，必定不再支持段天涯，没理由耗费精力扶段天涯夺得储君之位，最后让林家得了便宜。我这人最不爱惹事了。叶凡故作一脸无辜，看向穆倾城戏谑道：不过我要是不小心惹事了，三皇子妃还会帮我吗？我不是很喜欢三皇子妃这个称呼。穆倾城没有答应，似很抵触三皇子妃这个身份。他有自己的名字，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哦，叶凡眼眸一闪，笑意更浓了。我该称呼你什么呢？穆师姐、倾城师姐，还是倾城？穆倾城斜了眼叶凡，懒得搭理，转身从容地跃上青羽鹰。这时其目光无意间瞥见叶凡手中之剑，皱眉问道：这柄剑你从哪来的？你说耀日剑啊？叶凡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耀日剑，随口答道：此剑是我从万宝楼买来的。你得到了此剑认可？
穆倾城紧盯叶凡，话音突然变得急切。是啊。叶凡有些摸不着头脑，搞不懂穆倾城怎么这么大反应。若不是得到了此剑认可，我又岂能将此剑从万宝楼带走？师姐怎么不早跟我说？穆倾城低声嘀咕，一脸幽怨。啊！叶凡更纳闷了，一脸茫然。穆倾城师姐自然是万宝楼楼主苏媚娘，可苏媚娘送她耀日剑，还得跟穆倾城报备吗？我需要你做一件事。穆倾城思量片刻，目光重新落在叶凡身上，脸色较之先前凝重了不少。叶凡闻言一笑，连忙应道：倾城师姐有事，尽管吩咐。能为您效力，那可是我的福气。穆倾城当即道：你想办法让林清月昭告皇城，亲口承认她之前怀的是段天涯的孩子，这怕是有点难。叶凡皱了皱眉，感到很为难。怎么，你不要这福气了？穆倾城凝着目光，似有挑衅之意。我尽量试试吧。叶凡摊了摊手，一脸无奈。不过我要没能办成此事，倾城师姐可不能怪我。穆倾城轻笑了下，随即承诺道：你若办成，今后在皇城，我和穆家就是你的靠山。话落，轻轻拍了拍青羽英的脖子，青羽英随即振翅，带着穆倾城消失于密林深处。叶凡随即低头看向手里的耀日剑，嘴里自顾自嘀咕了起来：这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看穆倾城的样子，好像很在意。踏这时密林深处传来脚步声，叶凡扭头，只见聂灵正执刀朝此走来。你这家伙还不走？叶凡见是聂灵，不禁纳闷了，环顾周围，却又不见陈离。咻！聂灵神色冷漠，陡然出刀，冰寒刀芒瞬间杀到叶凡身前。砰！叶凡手中耀日剑提起，一剑横扫，轻而易举抵挡下聂灵杀来一刀。聂灵顺势退走身影，一步站定。这么急着投胎？叶凡面露不悦，眼中杀意闪烁。陈离不在，你还敢来？那我倒要看看，现在谁还能救你？说罢，脚步朝前一跨，直剑冲杀向前。聂灵却于此时转过身，闪烁着逃离。叶凡神色一怔，这就跑了？有诈！聂灵见状，叶凡止步，扭头冲叶凡嚣张地喊道：叶凡，有种，你就过来杀我！你觉得我会怕？叶凡撇了撇嘴，眼中满是不屑。呵！聂灵冷笑，转身继续朝密林深处奔去。叶凡跟在后面，心中却暗自警惕，这家伙明显是想引我去某个地方。两人身影一前一后穿梭于密林中，追着追着，忽然不见了聂灵踪影。叶凡眉头微微皱起，警惕地看向四周。隐约间，一阵低语声自不远处灌木丛后传来：古方哥哥，你说好等进了天武书院，要好好照顾我的哟。你放心，我哥可是天榜第3，有他罩着，还怕有人欺负你不成？好哥哥，你可要说话算话。放心，我什么时候骗过你？紧接着，灌木丛后传出一阵轻微的响动，像是衣物摩擦的声音，伴着几声轻笑。叶凡听得眉毛一挑，嘴角忍不住抽了抽，这地方还真是热闹啊，新生试炼，竟还有人在这幽会，真会玩。本想绕开，转念一想，又觉得有趣，便悄悄靠近了几步，躲在树后瞥了一眼。只见一对男女正倚着一棵大树，女子衣衫略显凌乱，脸颊微红，眼中带着几分娇羞，男子则一脸得意，手正不安分地搭在女子肩上。这两人也真不怕着凉。叶凡心中嘀咕，转身准备离开。啊，有人！这时女子突然惊叫了一声：谁在那？紧跟着响起了古方的暴喝之音。叶凡脚步一顿，无奈地耸了耸肩，转身见古方慌乱地整理着衣物，目光阴沉地盯着自己。叶凡，是你这废物！叶凡有些不好意思，连忙笑着道：路过，纯属路过，你们继续，不用管我。古家乃皇城3大世家之一，二少古方出了名的纨绔，叶凡也认识，以前有过交集，不过都是些不愉快的回忆。你看到了什么？古方整理好衣物，气势汹汹地走了上来。叶凡摊了摊手，一脸无辜：我什么都没看到，真的。不过古方兄，你这体力不错啊，大白天就这么有精神。找死！古方黑着脸，眼中杀意骤起，猛然抬手，一掌朝叶凡打了过来。叶凡身形一闪，轻松避过，嘴里还不忘调侃：哎呦，古方兄，你这火气有点大啊，不会是刚才没尽兴，拿我撒气吧？你他妈把老子都吓软了，我杀了你！古方气得脸色铁青，咬牙切齿冲叶凡吼道。说罢握掌成拳砸向叶凡，显然动了真怒。我真不是故意的，咱有话好好说。叶凡闪身再次躲开，一脸无奈。领武进武阶的古方实力不强，能进天武书院
八成也是走的后门。叶凡要杀他，甚至都不用第二招。不过这时叶凡多少有些理亏，犯不着，为此要了古方小命。我说尼玛！古方一身怒意，连续朝轰拳。不是，叶凡无语了，赤阳手施展，手化金色，握拳迎击，一拳就将古方震退了数步。怎么可能？古方接叶凡一拳，面露金色，想不通叶凡力量怎么这么恐怖。眼前这人还是他认识的叶凡吗？我说古方兄，是不是刚才消耗太大了？叶凡一脸无奈，跟古方商量道：就这样，你是杀不了我的，要不咱们算了。古方气得浑身发抖，攻势越发凌厉，10数招之下始终碰不到叶凡的衣角。叶凡继续劝说道：古方兄，要不你先歇会儿，我看你这样子撑不了多久啊。混蛋！古方怒吼一声，翻手取出一柄长剑，脚下一踏，剑光如虹，直刺叶凡。你来真的！叶凡眉毛一挑，手掌迅速朝前探出，赤阳手施展，直接握住古方的剑锋。撒手！古方恼怒不已，又一声暴喝，试图抽回长剑，却发现剑身纹丝不动。叶凡瞥向古方身后，瞧见刚在那的女子似受到惊吓，扭头跑了，笑着对古方道：你的女人跑了，你不去追吗？古方回眸一望，不见女子踪影，怒火更甚，坏了老子好事，老子非杀了你不可。眼看叶凡不撒手，抬腿就往叶凡身上踢去。唉，叶凡叹了一声，同样出脚，不偏不倚，正中古方当下，顺势将古方整个人踢了出去。啊，我的蛋！古方捂住要害，在地上打起了滚，口中嘶吼，一脸极度痛苦的模样。应该没碎。叶凡笑着安慰道：我刚那一脚收力了，缓一会儿就好了，你放心，不影响你以后重振雄风。啊，叶凡，我跟你没完。古方听不进叶凡的话，还在地上打滚咆哮。别啊！叶凡面露无奈，干脆吓唬古方道：你要跟我没完，那我可就要把你给杀了。你……古方憋红了脸，有些慌了，他是纨绔，但不是傻子，现在清楚自己不是叶凡对手了，不敢再激怒叶凡，以免丢了小命。有完没完的事，等以后再说。别你的了，我又没踹你嘴，咋结罢了？叶凡看出古方是怕了，也懒得跟对方继续扯皮。时间不早了，12个时辰很快，我得先去找真武塔了。话落转身，慢悠悠离开了此地。古方怒视着叶凡的背影，却不敢叫住。等过好一会儿后，才缓过劲站了起来。这时他忽然感觉背后一股凉风袭来，转过身，只见有一人执刀朝自己走来。聂灵！古方认出来人，愣了下。聂灵在这届天武书院新生中很出名，飞黄城中人，刚入天武书院就已被导师木间收为弟子，是新生中武道天赋最强的。叶凡居然没杀了你！聂灵眼眸闪烁着冷意，嘴里嘀咕着：他敢！叶凡不在，古方底气就来了。我哥可是天榜第3的古艺，他哪有狗胆杀我？呵！聂灵瞥了眼古方，一声冷笑。虽然他跟叶凡接触不多，算上之前甚至都没古方多，但以他对叶凡的了解，绝不会怂古艺。毕竟叶凡连3皇子段天涯都敢得罪，没杀古方，说白了就是不屑杀。既然他没杀你，那只能我来了。聂灵眸子闪过杀意，骤然提刀。啥？古方愣了下，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不等他搞明白，寒意已将之笼罩。聂灵一刀挥杀，划破了古方的喉咙。你……古方双手扼住自己喉咙，想问个究竟，奈何说不出一句话，倒在了血泊中。至死瞪大着眼睛，死不瞑目。叶凡！聂灵嘴角噙着冷笑，望向叶凡离去的方向。你这么厉害，能敌得过古艺吗？此时的叶凡穿梭于狼园密林内，迟迟找不到聂灵，干脆去找真武塔了。往常狼园内妖狼横行，不过新生考核，天武书院囚禁了部分妖狼，在这12个时辰内，狼园只有灵妖兽，实力上跟人类灵武劲武者差不多。叶凡一路寻觅，随手杀了些妖狼，终是在1个时辰后找到了真武塔。真武塔巍然矗立于密林中，塔身高达数十丈，通体由青灰色的巨石砌成，表面刻满了古老的符文，隐隐散发着淡淡的金光。塔分9层，每一层都有一圈飞檐，檐角悬挂着铜铃，随风轻摇，发出清脆的铃声。塔顶直插云霄，仿佛与天相接，气势恢宏。此时塔外已聚集了10余道身影，但都只是守在这，没有闯入塔内。你们咋不进去？叶凡瞧见这么多人枯坐着，走过来好奇地问了一句。里面有人了。一黑瘦青年抬头看了眼叶凡，淡淡回答道：有人。叶凡挑了挑眉，不是很明白。真武塔一次只能进1人，
你想进去得排队。黑瘦青年耐心解释道，拿你的天武令去真武塔大门上刷一下，激活天武令的同时也将进排队序列，等轮到你的时候就可以闯真武塔了。那得等多久啊？叶凡挠了挠头，感觉事情有些麻烦。不会太久的。黑瘦青年道，真武塔9层，一般人也就只能闯到4、5层，能耗费多长时间？现在距离12个时辰之线还有足足7个多时辰呢，急什么？第6层的灯光亮了。这时边上突然响起一道惊呼声，此地众人闻言随之纷纷抬头。此前真武塔只是前5层亮着，如今这第6层居然也亮了，说明有人已进到了第6层。闯到第6层很了不起吗？叶凡看众人大惊小怪的样子，嘴里嘀咕道，那是当然。黑瘦青年一副羡慕的样子，狼园内3座真武塔，往届能闯到第6层的新生加起来不会超过20人，能闯到第7层的更不会超过3个，至于更高的第8层，数年才可能有1个。而且闯到第6层就有资格进入天武书院外院第1院了。天武书院外院有4院之分，天赋不同就会被分配到不同院，今后在外院享受的资源也会不同。闯真武塔不到4层只能进入最差的第4院，闯到4层入第3院，闯到5层入第2院。要想进入第1院，至少得闯到真武塔第6层。那第9层呢？叶凡好奇地问了嘴。第9层。黑瘦青年抬头望向真武塔最高处，眼中浮出一丝敬畏。放眼天武书院历史，闯到第9层的一只手都数得过来。有人到过，那看来也不难。叶凡微微一笑，轻飘飘说了句，我看你啥都不懂。黑瘦青年鄙夷地瞥了眼叶凡，闯真武塔不看修为，只看战力。所有人进入真武塔，修为都会被压制到05进一阶。换而言之，闯塔之人闯到更高的位置，代表越阶战斗能力越强，武道天赋越高。第7层，第7层的灯也亮了。卧槽，又是一个超级天才，也不知道他能不能闯到第8层。随着第7层灯光亮起，真武塔门前顿时热闹了起来，众人眼中满是羡慕和嫉妒。这里面的人是谁啊？叶凡见此，不禁对闯塔之人来了兴趣。往届能闯到第7层的人不会超过3个。照这么看，如今正在真武塔内的闯塔之人，天赋差不多能跻身这届新生中的前3。还能有谁？林清月呗。黑瘦青年道，听皇城中人说，他炼化了腹中死胎，非但修为精进，天赋都强了不少。是这件人？叶凡神色一怔，有些意外，心中暗暗嘀咕道，看来物理堕胎还是不够彻底啊，居然让他因祸得福了。什么贱人？你可不要乱说。黑瘦青年被叶凡的话吓了一跳，连忙压低声音提醒，林清月能闯到真武塔第7层，往后前途不可限量，你要得罪他，以后在天武书院可没好果子吃。呵呵。叶凡憋不住笑了，但没多说。黑瘦青年并不是皇城中人，不知皇城之事才会这么说。哐片刻后，真武塔大门缓缓开启，林清月身影自塔内走了出来，一袭淡紫色长裙，眉宇间带着一丝傲然。出来了。林清月出来了，不愧是能闯到第7层的天才，果然气质非凡。塔门前众人低声议论，眼中满是羡慕和敬畏。林清月得意目光扫过人群，瞥见叶凡，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叶凡，你也在这？你就是叶凡？黑瘦青年得知叶凡名字，一脸错愕，随即惶恐地朝后退了几步，有意跟叶凡拉开距离。他刚来皇城，虽没见过叶凡，却也听人说起过叶凡跟林清月之间的故事，两人恩怨颇深，无疑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跟叶凡走得太近，可是会得罪林清月的。你慌什么？叶凡瞧黑瘦青年这举动，无奈摇头。不难看出，周围这些人好像都怕了林清月。难道就因为他刚刚闯到了真武塔第7层？我说过。林清月盯着叶凡，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意。心生试炼，我会亲手杀了你，以为我孩子在天之灵。言毕，其手掌轻颤，执剑在手，一身气息释放，猛扑向叶凡。又突破了。叶凡眨了眨眼，有些惊奇。新生试炼前，林清月才05进5阶，才过几个时辰，居然进阶6阶了。为了杀你，我岂敢懈怠修炼？林清月冷声一语，缓缓执剑上前，一改往日温婉形象，似入魔般。你就没考虑过，你修为进阶这么快，跟你的武道天赋关系不大，都是30化灵丹的功劳吗？叶凡可太了解林清月了，知道眼前才是真面目。看着对方带着一身杀气走来，忍不住调侃道，炼化腹中死胎修炼够毒的，剑种祭天，法力无边啊，这要让多怀几胎那还得了。叶凡，你找死！林清月闻言，眼中杀意更盛，怒喝一声，长剑猛地朝前刺出，血色剑光闪耀，直取叶凡要害。呵，
叶凡冷笑一声，面无所惧，赤阳手施展，荡开林清月之剑。林清月身上灵力暴动，转身又一剑出，不再靠近叶凡，斩杀出一道血色刀芒。轰！顷刻，血光笼罩了叶凡的身影。这就是林清月的实力吗？好强！难怪他能闯到真武塔第7层。不过他在这杀人不违规吗？眼前一切发生于转瞬之间，太快，令此地众人惊愕的不行。盛怒之下的林清月，实力太可怕了，孩子，娘给你报仇了。林清月注视着被血光吞没身影的叶凡，仿佛已看到叶凡倒在自己剑下的场景。然而他并没有诛杀叶凡的喜悦，反倒忽然感觉心里空荡荡的。想啥呢？时间刚过一息，叶凡的声音悠扬响起。什么？林清月瞳孔微缩，死死盯着前方，众人目光亦随之聚焦至一处。待血光消散，唯见叶凡身影矗立，抬着自己的左臂做着抵挡的姿势。叶凡居然没死，而且还毫发无损。林清月这么强的一剑，他徒手就挡下了。他的手怎么是金色的？这什么武技？众人瞪大眼睛看着眼前，满脸难以置信。林清月那一剑出时，叶凡甚至没有拔剑。正因如此，所有人都以为叶凡即便不死也必定重伤，结果却是叶凡毫发无伤，连气息都没有紊乱的迹象。为什么？为什么血月轮回斩都杀不了你？林清月一脸错愕，感觉天塌了。为了杀叶凡，他苦修林家血月剑法，炼华腹中死胎后，终于修成了血月剑法最强意识血月轮回斩。可是这一剑竟然没能伤到叶凡分毫，这招武技还不错，应该达到玄阶上品了吧？可惜你还没练到家，破不了我的赤阳手。叶凡含笑说着，缓缓放下了举起的左臂。赤阳手仅是赤阳金身的初级阶段，但论品级，同样达到了地阶武技层次。更强的赤阳臂则是天阶武技层次。修炼至大成的赤阳金身乃王阶武技。赤阳金身作为防御武技，修炼要求不高，叶凡将其作为首选，一直在修炼。几夜修炼，已能化半条胳膊为金色，待整条胳膊可化金色时，算练成赤阳臂了。赤阳手，林清月板着张脸，心有不甘。叶家什么时候得到了这么强大的武技？为何我不知道？叶家得到什么武技，还需要跟你报备吗？叶凡说着，手掌轻轻一颤，耀日剑在手，咧嘴笑道：接下来轮到我了。话落，陡然一剑杀出，剑光如朝阳破晓，旭日初升，瞬息间杀至林清月身前。林清月仓促挥剑，荡开叶凡的攻势，挥洒出一道血光。轰！一招之下，其身影无情被掀飞，重重摔倒在地。叶凡剑势一变，炽热剑光如烈日当空，一剑劈杀，灼热剑光挥洒而下。轰！林清月刚起身站定的身影再接一剑，身躯顷刻为刺目金光所笼罩，双腿霎时陷入地面，难以动弹。糟了！林清月目露惊恐，心中慌乱不已。此时的叶凡已悄然杀出第3剑，残阳如血，耀日剑划出一道血色弧度，转眼已至林清月咫尺之地。轰！一剑落下，林清月毫发未伤，然其身侧地面已然开裂，一条沟壑随之而现。这一剑最后并没有落到林清月身上。卧槽，简直就是碾压！叶凡战力居然这么强，从他出剑来看，才领武进5阶，越一阶碾压林清月啊！不是吧？林清月能闯到真武塔第7层，怎么会败在叶凡手里？真武塔门前，众人目睹眼前一战，一个个大受震撼。林清月的强大，他们看在眼里，一个个自愧不如。然而叶凡所展现的战力，比林清月更强，知道你我之间的差距了吗？叶凡讥讽一笑，并无诛杀林清月之意。不是林清月不该死，是留着还有用。他不久前刚答应穆青城，要让林清月昭告皇城，此前所怀剑种是断天涯的。现在林清月要是死了，岂不是死无对证？哼！林清月劫后余生，还以为叶凡是碍于新生试炼的规矩，不敢杀自己，一脸不服道：我刚从真武塔离开，若不是因为在真武塔内消耗太大，岂会败在你手里？你的嘴真硬啊！叶凡摇了摇头，就凡这种一点逼数都没的女人，该不会以为自己能闯到第7层就很厉害了吧？可笑！林清月冷声言语，还傲娇了起来。往届新生能闯到真武塔第7层之人屈指可数，闯真武塔无关修为。叶凡眼中带着一丝戏谑，慢悠悠地问道：我说的这事你应该知道吧？那你说既然无关修为，那跟什么有关？林清月皱了皱眉，一时没反应过来，总感觉叶凡话里有话，哪里不太对劲。跟天赋有关。叶凡慢悠悠道，或者说是跟越阶战斗的能力有关。我能以领武进5阶修为，
轻松碾压你，越阶战斗的能力就不用多说了吧？你都能闯到第7层，那我不是轻轻松松能到第8层，甚至是第9层？不可能！林清月面色一沉，低吼一声，心中其实有点认可叶凡的话，只不过嘴上不太愿意承认。等着看！叶凡懒得多说，目光转向真武塔。闯真武塔还得排队，这就挺烦人。刚这么会儿功夫，有不少人进出，这些人闯到的楼层都不高，最高一人也才第4层而已，所以效率上还算快的。现在还有几人排在他面前，我倒要看看你能闯到第几层。林清月阴沉着脸，干脆先不走了。新生试炼，12个时辰内回书院即可。如今距12个时辰之限，时间还算充裕。乌鸠不多时，虚空之上传来青羽鹰的叫声，众人抬头，唯见一头青羽鹰疾驰而来。不等他们看清是何人驾驭着青羽鹰，一女子自青羽鹰背上坠下，像是被丢下来的。砰！女子重重摔在地上，狼狈地爬了起来，灰头土脸，满身污垢，看似受了不轻的伤。呼！此地众人都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青羽鹰背上青年如大鹏展翅般一跃而下，是古意，他怎么来了？有人认出青年，低声嘀咕，叶凡就更纳闷了。这二区不是穆青城监察的吗？同为监察者的古意怎么来这了？叶凡认识这女人吗？古意冰寒目光早已锁定在了叶凡身上。这女人？叶凡闻言一愣，看向刚被古意丢下来的女子，摇了摇头，不认识，好像不是皇城中人。她之前跟我弟古方在一块。古意冷声一语，提醒叶凡。哦，是她呀。叶凡仔细看了看女子，忽然笑了，不好意思啊，她这穿上了衣服，我一时没认出来。这么说，你承认自己杀了我弟古方了？古意闻言，眼睛微微眯起，闪烁出森然杀意。啥？叶凡顿时瞪大了眼睛，连忙道：可别乱给我扣帽子，冤枉好人。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杀古方了？你说。古意扭头斜睨着趴在地上的女子，女子不敢有丝毫隐瞒，颤颤巍巍道：当时我亲眼看到他跟古方打起来了，看到古方不敌他，这才跑的。古意脸色阴沉如墨，目光再度转向叶凡，似乎是要叶凡就此事做出合理的解释。这能说明啥啊？叶凡两手一摊，一脸无辜道：我是跟古方发生了些肢体冲突，可我没杀他，当时就踹了他一脚，不至于后劲这么足，给踹死了吧？我看古方身子骨挺硬朗的，不至于。古方他是被一剑封喉。古意压着怒火，沉声道，很明显不相信叶凡的解释。一剑封喉？叶凡忽然间意识到了什么，你确定是被一剑封喉，不是被一刀封喉？你什么意思啊？古意听叶凡话里有话，眉头微微锁起。我想我大概知道了。叶凡眼眸闪烁，干脆说出了自己的猜测，杀你弟的人不是我，应该是聂灵。他没对古方出剑，但现在古方死了，毫无疑问是有人在他走后杀了古方。当时他是追击聂灵过程中遇到的古方，因而杀古方的人很可能是聂灵。聂灵？古意注视着叶凡，半信半疑。叶凡耐心解释道，当时我是追击聂灵才碰到了古方，不小心坏了古方好事。说着其目光瞥了眼趴倒在地的女子，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跟着继续道，因这事跟古方起了些冲突，但我没杀古方，应该是我走后聂灵杀的。聂灵为何要杀古方？古意板着脸质问叶凡。嫁祸给我呗。叶凡理所当然道，这不你还真上当了，中了他的奸计，跑这杀我给古方报仇来了。你的意思聂灵是想借我的刀杀你？古意隐约明白叶凡的意思，眸子一阵闪烁。是啊。叶凡点头道，聂灵这废物不是我的对手，杀不了我，但又想我死，所以才出了这么个馊主意来，就是可怜古方了。聂灵可是05进8阶，居然也不是叶凡的对手，杀不了叶凡？不会吧，我听说这个聂灵很厉害，有着新生第一的实力。是啊，不厉害又怎么可能刚来皇城就被木间导师收为亲传弟子？塔门前众人彼此窃窃私语，一个个对叶凡的话表示怀疑，不相信叶凡有这么强。哪怕不久前叶凡刚展露出碾压林清月的实力，但林清月才05进6阶，聂灵是05进8阶。古意的脸色此时却是越来越冷，良久后口吐一道寒音，若是如此，你俩都该死。不是，有没有搞错啊？大哥。叶凡还以为自己的解释能说服古意，听到古意这话又无语了。这冤有头债有主，你要报仇找聂灵啊，跟我有什么关系？若不是因为你跟聂灵之间的矛盾，聂灵何必杀古方嫁祸给你？古意冷声言语，
双眸杀意毫不掩饰。今日我先杀你，他日再杀聂灵。说罢，其身躯倾城，灵力暴动，一身玄武境气息猛扑向叶凡。慎重啊！叶凡自知不是古意对手，并不想跟对方起冲突。我没杀古方，不曾违反是恋中心生不能自相残杀的规矩，你怎能杀我？身为监察者，可不能知法犯法啊！哼！古意冷哼一声，翻手执刀。等下，等下！叶凡瞥了眼真武塔，盘算着如何脱身。如今他还在真武塔排队序列中，距离轮到他还有那么会儿时间。面对古意，逃肯定是逃不走的，只有躲到真武塔里面去。还有遗言。古意缓缓提起手中长刀，眼中杀意不减。叶凡连忙道：古方的死，我很遗憾，我也想给古方报仇，绝不能让真凶逍遥法外。若让真凶逍遥法外，那才是对古方最大的不敬，你说是不是？我说过，他日会杀聂灵。古意冷声言语，刀气呼啸而出。周围诸人见状，纷纷避让了开来，生怕待会古意出刀，自己会被波及。你以为聂灵就是罪魁祸首吗？叶凡见古意有出刀之意，大吼了一声：难道不是？古意目光微凝，提刀动作一顿：当然。叶凡道：据我所知，狼园第2区并不是你负责监察吧？你既不在第2区监察，怎么会这么快得到古方的死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陈离告诉你的吧？什么意思？古意听到这话，亦感到蹊跷，手中长刀稍稍放低了几分。罪魁祸首是陈离。叶凡通过古意的反应，确定了自己的猜想，绝对是陈离让聂灵杀古方，嫁祸给我，然后通知的你，想利用你出手杀我。他刚就在纳闷，聂灵怎么知道古方在哪，把自己引到古方那，明显就不是巧合。如果这里面有着陈离在穿针引线，那一切完全说得通了。陈离作为监察者，驾驭着青羽鹰，御空而行，视线可比新生们开阔多了。得知古方所在，告知聂灵，然后指使聂灵借刀杀人，在古方死后，又第一时间告知古意死讯。这一切只有驾驭青羽鹰的监察者能做到，穆青城不可能这么做，那就只有陈离。我知道了。古意若有所思，仿佛是想明白了。你知道了就好。叶凡松了一口气，笑着对古意道：咱们可不能让真凶逍遥法外，你可一定得杀了陈离为古方报仇。古意脸色冰冷依旧，刚放下的刀再次提了起来：你、聂灵、陈离，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既然你在这，那就先取你性命。卧槽！叶凡笑容瞬间僵住，嘴角狠狠抽搐了下。这古意杀心未免也太重了一些，即便知道真相，还是不肯放过他，只是在必杀名单上加上一个陈离。咻！刀光闪耀，杀伐之气猛扑叶凡，霸道无比的一刀当空斩下。这家伙真是油盐不进啊！叶凡低声嘟囔，闪身惊险地避开，站定后低头瞥了眼被刀气撕裂的衣衫，嘴角隐隐抽动，露出一丝无奈笑意。哐！这时真武塔大门发出轰鸣声，缓缓开启。叶凡腰间所挂天武令，随之闪烁起耀眼光芒。终于熬到了！叶凡眼中金光一闪，果断跃起身影，身形如箭，眨眼间冲入真武塔内。大门随即闭合，将外界喧嚣隔绝。古意见叶凡躲进真武塔内，双眼微微眯起，闪过一丝不耐。叶凡，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我就在这等你出来。人群中的林清月注视着真武塔，心中五味杂陈。刚才古意要杀叶凡，他一直在边上默默看着，想着叶凡死，又不希望叶凡死在古意手里。他有着自己的执念，想要亲手将叶凡诛杀。而今见叶凡进入真武塔，顿时又心生好奇。此前叶凡信誓旦旦，可是说要点亮第8层。蹭蹭蹭，真武塔前3层的灯光接连亮起，速度之快令人啧舌。塔外众人，尤其是那些刚刚闯过真武塔的新生，顿时瞪大眼睛，脸上写满了惊讶。好快，这么一会儿时间居然点亮了3层，照这个速度下去，点亮7层也不是没可能啊。那可不好说，闯真武塔比的又不是速度。议论声中，第4层、第5层的灯光也相继亮起，紧接着是第6层。众人目睹这一切，再淡定不了了。古意紧盯真武塔，也发觉叶凡闯塔速度似有些快。作为天武书院天榜前10的强者，他当年也曾闯过真武塔，并成功抵达第7层。深知能闯真武塔到第几层无关修为，进入真武塔后，修为都会被压制到灵武境一阶。击败每一层中镇守的神纹傀儡，即可前往下一层。从叶凡闯塔的速度看，叶凡击败前几层的神纹傀儡，所用应该不会超过3招。只片刻，第7层的灯光也亮了。
第7层了。叶凡他也闯到第7层了。他闯到第7层的速度比林清月快多了。他能以05进5阶修为击败05进6阶的林清月，能闯到第7层，说实话也不奇怪。到了此时，所有人都不再怀疑叶凡的天赋，哪怕叶凡真能闯到第8层，亦不会奇怪。可恶！林清月双拳紧握，恨得牙痒。尽管之前他已预料到这一幕，可在真发生后，依旧气愤。又片刻，第8层灯光亮起，塔外随之一片哗然。古意目光因此越发冰冷了几分。这家伙居然能闯到真武塔第8层，今日不杀，等他日怕就不好杀了。天武书院是一个唯天赋论、唯实力论的地方，闯到真武塔第6层的新生即可进入第1院，闯到第7层者将得到书院大量资源的倾斜。可要能闯到第8层，几位院长都会引起重视。一旦叶凡因天赋被某位院长收为亲传弟子，今后足以在书院内横行，没多少人敢招惹。想到这里，古意转身跳上了匍匐在侧的青羽鹰。你要走？林清月瞧见古意的举动，不禁一愣，疑惑地问道：是不打算杀他了吗？杀他？古意冷笑了下，并不想跟林清月多说。此前叶凡没有展露自己的天赋，以他的身份杀叶凡，书院不会怎么样，哪怕他这么做违反了书院的规矩，书院只会象征性的做出一些惩戒。可现在叶凡已闯到真武塔第8层，他再杀叶凡，书院绝不会姑息，所以即便要杀也不能明着杀。既然无法遣散这里的人，那他就自己走，等叶凡踏上返程之路，再找机会杀之。你们看，第9层的灯光也被点亮了。青羽鹰尚未腾空，人群中传出一道惊呼声，众人定睛，唯见真武塔第9层灯光亮起，跟着一道金芒迸射，直冲九霄而上。第9层，林清月目光回到真武塔上，一时有些失神。本欲打算离开的古意也有些挪不开眼。放眼天武书院历史，仅3人闯到第9层，今日叶凡居然成为了这第4人。乌鸠青羽鹰叫声自天际两侧传来，穆倾城、陈离从2个方向赶至。穆倾城，林清月见到穆倾城，眉头皱了下，眼中不自觉闪过一丝嫉妒、自卑。他一直奢望着自己能成为3皇子妃，但如今站在穆倾城面前，他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实力还是容貌，自己都远远不及。若不是身体缘故，3皇子段天涯绝不会舍弃这样一个美人，爬上他的床榻。陈离见古意再次，立即扫向人群，不见叶凡，瞬间意识到了什么。穆倾城无视了林清月，目光投向真武塔，问话在场之人道：谁在里面？是叶凡。此前跟叶凡有过交流的黑瘦青年激动地回答道：塔门前围观群众中，他绝对是最兴奋的那个人。先前跟叶凡有过攀谈，自认算结识了叶凡，想着等叶凡出来后再跟叶凡深入交流交流。这要是傍上叶凡这棵大树，以后在天武书院不说能横着走，至少可以吹一阵子。叶凡，穆倾城美眸闪过一丝惊讶，轻声自语道：书院历史上只有3人闯到真武塔第9层，叶凡居然能成为第4人。闯到真武塔第9层可不代表通关真武塔。陈离冷冷的插话，一脸不爽。据我所知，真正通关真武塔的书院历史上只有1人吧，即便没能通关，他也足够厉害了。穆倾城不否认陈离的话，微笑着一言，踏上真武塔第9层即可点亮第9层，但在第9层内同样镇守着一尊神纹傀儡，只有将这尊神纹傀儡击败才算通关。哼！陈离冷哼一声，没再反驳。事情发展无疑已偏离其计划，叶凡展露的天赋让他感到不安，段天涯交代的任务也变得更加棘手了。忽几人说话间，真武塔周围的空间突然灵力暴动，汹涌灵力如潮水般向塔内汇聚，形成一股强大的灵力之风。此地众人被这股突如其来的力量逼得连连后退，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震惊与敬畏。难道叶凡真的要通关真武塔了？林清月低声惊呼，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古意、陈离、穆倾城驾驭着青羽鹰，神色各异，但无一例外都被眼前的一幕深深震撼。轰隆隆，大地震颤，金光如潮水般席卷天际，巨大的动静顷刻间惊动整个狼园。附近新生觅得方向，先后狂奔至此。鳌虚空传来阵阵鹰啸兽吼之声，震耳欲聋。一只巨大黑鹰划破长空至此，鹰背上站着一名中年男子，其目光如鹰隼般锐利，紧盯着真武塔第9层，低声自语：还没出来吗？还没有。穆倾城认出来人，躬身恭敬回答：此人正是天武书院外院第4院院长，武道实力深不可测，地位尊崇。该死！
四院院长眉头一下锁起，脸色阴沉地望向天武书院的方向。再过一会儿，那3个家伙也都要来了。话音刚落，天空中又传来2声呼啸。呼！忽2只飞行妖兽振翅而来，背上分别站着2名中年男子，一人身着青袍，面容冷峻，另一人身穿灰衣，嘴角挂着淡淡的笑意，是第2院和第3院的院长。幸好没有错过。2院院长低声言语，注视着真武塔大门，很期待叶凡从真武塔内走出来。我先到的这里，你们2个可别跟我抢。4院院长横眉冷目警告2人，似对叶凡志在必得。呵呵。3院院长戏谑一笑，毫不退让。你先到这，人就归你哪门子道理？通关真武塔的天才，进你4院可就埋没了。你放屁！4院院长冷斥道，此子拜入我门下，我这当师尊的还能亏待他不成？待遇自然跟寻常4院弟子不同，再不同，那也是4院。3院院长揉了揉鼻子，讥笑道：说得不错。这时天际传来一道清冷女声，一头苍天白鹤振翅而来，背上站着一名紫衫少妇人。师尊！穆青城瞧见此人，立马躬身行礼。紫衫少妇人，外院第1院院长紫苑，同时也是穆青城在天武书院的师尊。紫苑嘴角含笑，对穆青城点头示意，随后目光转向真武塔，眼中闪过一丝深意。紫苑，你来干什么？2院院长不喜紫苑的到来，锁眉之问道：你不是说你不收男性弟子吗？塔中之人是男的吗？紫苑淡淡一笑，话音平静。2院院长一时语塞，扫了眼此地众学员，他也刚到，并不知塔中之人为谁。师尊，是叶凡。穆青城不敢欺瞒，提醒了一句：这小子我知道。3院院长闻声大笑，皇城叶家的少爷。哈，紫苑，此子怕是与你无师徒之缘。紫苑脸庞笑容依旧，一本正经道：真正的天才不分男女。妈的，紫苑，你真不要碧莲。4院院长闻言忍不住怒骂道：当初自己立下的誓言都要背弃，跟我们几个抢弟子。4位院长争论不休，场面一度剑拔弩张，周围众学员皆屏息凝神，不敢出声。叶凡竟然引起了4位院长的争夺。陈离低声喃喃，拳头紧握，指节发白。古毅则冷冷地注视着真武塔，眼中杀意一闪而逝，但很快就被他压下了。他知道此时的叶凡已不是他能轻易动得了的人了。滚！4位院长争论之际，真武塔内传出一道喝声，如同惊雷般炸响，震得众人耳膜发颤。不过这不是叶凡的声音，这声音难道那位也被惊动了？紫苑脸上笑容瞬间凝固，神色略显错愕。其他3位院长看向真武塔，意识到了什么，看来我们谁都得不到叶凡了。4院院长轻叹一声，驾着黑鹰先行离去。2院、3院院长见状，亦只能悻悻而归。倾城，紫苑站在苍天白鹤背上，看向穆倾城：你在这等叶凡出来，安全护送他返回天武书院。是，师尊。穆倾城闻言立刻躬身应命。待他抬头，紫苑已驾鹤离去。此时的叶凡盘膝静坐于真武塔第9层中，不远处一尊神纹傀儡垂着脑袋跪伏在地，磅礴灵力自真武塔外涌入，不断灌入其体内。呼叶凡身上气息，顷刻冲破灵武境武者桎梏，一往无前，持续攀升，最终抵达6阶巅峰爽。叶凡嘴里长吐出一口浊气，神色兴奋，没想到登顶真武塔还有这福利，就是这过程忒累人了些。闯真武塔前几层他都只用1剑过关，不过到后面明显感觉越来越吃力了。但要说最难对付的，还是眼前这尊神纹傀儡，与之足足交手100余招才勉强拿下。当然在真武塔内不是他最强的状态，没有自然之光，其战力大打折扣，不然击败这里的神纹傀儡会更快些。不知道古意走了没？叶凡心中嘀咕着，缓缓起身。躲进真武塔是没办法中的办法，暂避古意锋芒也是为了拖，只希望拖到监察2区的穆倾城现身。嗡！叶凡刚起身，脚下闪耀起神纹之光，奇妙神纹之力禁锢了他的脚步，下一息其身影悄然消失在了原地。与此同时，真武塔内灯光熄灭，真武塔大门随之缓缓挪开，门开了，塔外有人惊呼了一声，众人齐刷刷望向塔门，等叶凡现身。然则时过许久，仍不见叶凡从中走出。这时人群中一人腰间天武令闪烁，我可以入真武塔了吗？那人疑惑地低头看向自己天武令，犹豫不决，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叶凡这都没有从真武塔内出来，他的天武令
却提示他可以进塔了，愣着干什么？陈离冷眼扫向那人，当下对知那人令道：“还不去进真武塔，顺便看看叶凡还在不在里面？真在里面，你指望他能找到吗？”古意冷声言语，感觉陈离这话就多余。叶凡要还在真武塔内，那也是在真武塔第9层，那地方不是谁都能到的。哼！陈离被古意的话噎住，脸色阴沉。叶凡应该不在真武塔了。穆青诚心有所想，低声喃喃：“或许是刚才那道声音的主人带走了他。”从真武塔离开的叶凡现身移动府谋。四周乱石嶙峋，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气息。往前走几步，一块布满青苔的石碑映入眼帘，上刻云隐2字，字迹古朴，显然有些年头了。云隐，云隐国的云隐。叶凡嘀咕着绕过石碑，继续往前摸索。小子，你踩到老夫了！突然，脚下传来一声不满的抱怨声。卧槽，这还有个人！叶凡吓了一跳，整个人往后跳开2步，低头一看，才瞧见石碑后面躺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衣衫褴褛，胡子拉碴，看起来邋里邋遢的，活像个街头乞丐。老者慢悠悠地拍了拍腿上的尘土，坐起身来，眯着眼打量着叶凡道：“通关真武塔，不错呀，小子。”叶凡警惕地问道：“是您老把我弄到这来的？”“不错。”老者笑眯眯地点了点头。叶凡挠了挠头，一脸不解：“把我弄这儿来干嘛？难不成您老缺个伴儿？”哈哈！老者哈哈一笑，没有直接回答，故作神秘地问道：“你怎么不问问老夫是谁？”叶凡耸了耸肩，顺着老者的话问道：“行吧，那您老是谁啊？”老者捋了捋乱糟糟的胡子，一脸得意道：“嘿嘿，古往今来，通关真武塔者唯有一人，你是第2个，而老夫就是第1个，你可以叫老夫萧老。”啥？叶凡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再次上下打量萧老，嘴角微微抽动：“您老这模样，看起来不太像啊。”“哪里不像？”萧老瞪了叶凡一眼，似有些不悦。叶凡一本正经道：“通关真武塔之人，那可是武道天骄之辈，应该像我一样英俊潇洒才对。您这形象跟天骄2字可不太搭啊。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啊。”萧老闻言摇头晃脑地感叹一声：“谁跟你说武道天骄一定得英俊潇洒？再说了，老夫通关真武塔，那都是100多年前的事了。人嘛，总是会老的。100多年前。”叶凡眼睛一亮，诧异道：“您老这么大年纪了，看不出来吧？”萧老得意地捋了捋胡子，笑得像个孩子：“你是不是看老夫身上还透着几分年轻时的英气？”“不是，萧老您误会了。”叶凡忙摆了摆手，略有些尴尬：“我只是纳闷，您这么一大把年纪，怎么还没那个啥？”萧老一听，顿时吹胡子瞪眼：“臭小子，你是想问老夫怎么还没死是吧？武道修炼，延年益寿，修为境界越高，寿命越长，活个几百年，再正常不过了。”“哦。”叶凡眼眸一闪，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这么说，您老实力很强喽？还行吧。”萧老故作谦虚地摆了摆手，眼中的得意却藏不住。叶凡见状，忍不住笑了起来：“那我是不是得喊您一声前辈？”“那倒也无所谓。”萧老摆了摆手，随即正色道：“老夫把你弄来这儿，没别的事，就是想让你帮老夫一个忙。”“我就知道。”叶凡两手一摊，无奈道：“说吧，您老想让我帮什么忙？”萧老转过身，指了指身后的石碑：“看到这块石碑了吗？”“看到了。”叶凡点了点头，目光落在石碑上：“斩碎它。”萧老淡淡道。叶凡神色一怔，哭笑不得：“萧老您不是很强吗？自己斩不碎，还要我动手帮着忙？你可知此碑是何人所立？”萧老眯起眼睛，故作神秘地问道。叶凡摸了摸下巴，猜测着回答道：“莫非是云隐国皇室强者？”“不准确。”萧老摇了摇头：“立碑者，乃云隐国开国皇帝段云隐。”叶凡道：“他立下此碑，把你困在这的。谁说老夫被困住了？”萧老立刻挺直腰板，胡子翘得老高，还傲娇了起来：“啊！”叶凡觉得萧老是死要面子，毫不客气地揭穿道：“没被困住，您老让我斩这碑作甚？难不成是闲得无聊，想听个响？困住老夫的是一个承诺。”萧老叹了一声，一本正经地解释道：“当年老夫一战败给了段云隐，承诺只要此碑在1天，就保云隐国皇室1天不离此地半步，那还不是被困住了？”叶凡撇了撇嘴，觉得萧老这话明显是在死要面子，一大把年纪，您老就别嘴硬了。小子，就说你帮不帮吧。萧老被说的有些急了。不是。叶凡一脸无语。您老说这么多，我还是那个问题，这碑如果您老斩不碎的话，我就更斩不碎了。此碑老夫不能斩。萧老义正言辞道，否则那就是背信弃义。
离了个大谱。叶凡翻了个白眼，懒得再跟萧老掰扯，算了，我人善，就帮您老一把吧。萧老既然能把他带来这里，就一定能把他送出去。之前他还担心自己从真武塔离开，万一古义还蹲在真武塔外，自己少不了麻烦。萧老之举算是帮了他的忙，他现在帮萧老一把也没什么。说罢手掌轻颤，只要日剑在手，大步走出，来到石碑前站定。小子！萧老见状忙招呼了一声，你手里这剑虽然不错，但斩不碎这块石碑的，是吗？叶凡显然不信邪，觉得萧老是小觑自己。说着周身金色灵力涌动，瞬间汇聚于剑锋，随即一剑斩出，气势如虹。轰！剑光劈斩石碑，爆发出一阵轰响，回荡于狭小洞府内，震聋发聩。然则等剑光消散，石碑纹丝不动，上面甚至连一道剑痕都不曾留下。什么？叶凡瞪大了眼睛，一脸难以置信。现在信了吧？萧老早料到如此，笑眯眯地看着叶凡。叶凡无奈地收起耀日剑，转身对萧老道：看样子我是帮不了您了，抱歉啊，您老还是赶紧送我出去吧，我正参加天武书院的新生试炼呢，时间可不等人。你帮得了老夫？萧老坚持道，眼中闪过一丝狡黠。老夫要你斩这块石碑，但不是现在。啥意思？叶凡挠了挠头，一脸疑惑地盯着萧老。要碎此碑只有3种办法。萧老捋了捋胡子，慢悠悠地说道：其一，拥有天武境修为，以绝对实力碎石碑；其二，拥有6阶神纹师造诣，破解石碑上的神纹。第3种呢？叶凡迫不及待地追问，脸上写满了尴尬。天武境对他来说太遥远了，整个云隐国好像都没天武境。至于6阶神纹师，那更罕见了，神纹之道可比武道难修多了。萧老微微一笑，继续说道：第3种嘛，云隐国皇室有一柄乾隆刀，待你拥有玄武境修为时，执此刀即有碎此石碑之力。您老开玩笑呢？叶凡嘴角一抽，一脸无语。难不成您要我去问云隐国皇室借这柄乾隆刀，他们会给我吗？萧老不紧不慢道：乾隆刀是储君之刀，如今云隐国储君未定，此刀还在国君手里。如果你能帮助某位皇子夺得储君之位，借一下刀又有何难？这要是选错了人，可是会没命的。叶凡皱了皱眉，心里已开始打退堂鼓。储君之位的争夺历来残酷，兄弟之间都能杀得你死我活。云隐国皇子众多，目前最有希望夺得储君之位的是2皇子段天书和3皇子段天涯。他要是站队，也只能选段天书，毕竟段天涯跟他可是有过节的。但问题是，段天书未必看得上他。有老夫帮你，死不了。萧老神色淡然，信誓旦旦道。叶凡翻了个白眼，毫不客气地对道：您老都被困在这鬼地方了，还怎么帮我？帮你，何须老夫亲自动手？萧老一脸神秘：你通关真武塔，必定能进入天武书院外院第1院。过阵子外院大比，如果你能夺得外院第1，老夫赠你一份大礼。届时必有皇子向你抛出橄榄枝，到时就看你如何选择了。什么大礼？叶凡眼睛一亮，顿时来了兴趣。萧老神秘一笑，故意卖了个关子：这大礼可保你今后在天武书院无人敢惹。我怎么感觉您老在忽悠我？叶凡皱了皱眉，一脸狐疑地看着萧老。武道世界，实力为尊，只有强大实力才能保自己无人敢惹。但实力这种东西，怎么直接赠予？老夫忽悠你干嘛？萧老瞪了叶凡一眼，一本正经地说道：老夫还指着你拿到乾隆刀，帮老夫碎了这块石碑呢。叶凡挠了挠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我就纳闷了，如果玄武境武者执乾隆刀就能碎此石碑，您老干嘛非要找我？随便找个玄武境的不就行了？这是老夫跟段云隐之间的约定。萧老当即回答，脸色严肃了起来。啊！叶凡一脸困惑，完全摸不着头脑。唯有通关真武塔之人可斩石碑。萧老叹了口气，解释道：他提出这样的要求是想刁难老夫，将老夫困死在这里。结果，嘿嘿，还真让老夫等到了。脑子有坑吧？叶凡忍不住吐槽，跟您定下约定的人都不在了，您老还为了一个承诺把自己困在这儿，偏偏自己又想方设法要离开，这牛角尖钻的真是没谁了。如何？萧老一脸认真地盯着叶凡，眼中满是期待，是否愿帮老夫？有啥好处？叶凡眼珠子一转，狡黠地看向萧老。好处？萧老一愣，随即对叶凡道：老夫承诺送你的大礼，难道还不算好处吗？有条件的大礼哪能算好处？叶凡撇了撇嘴，一副不太满意的样子。再说了，外院新生第1可不好拿，竞争对手很多都是玄武境，您老就不打算给我点什么，助我一臂之力吗？
有趣的小子。萧老被逗乐了，伸手朝叶凡一摊：“把你的天武令给老夫。”“您要天武令干嘛？”叶凡一脸狐疑，但还是取下腰间的天武令递了过去。萧老接过天武令，手指轻轻一点，天武令上顿时闪烁起一阵金光，原本漆黑的令牌瞬间变成耀眼金色。萧老将天武令地还给叶凡道：“老夫已将这块天武令升至最高等级，里面积分无尽，可供你在天武书院任意挥霍。”“真的假的？”叶凡眼睛一亮，满脸惊讶。积分在皇城其他地方是无用之物，但在天武书院那可是硬通货。最高等级无尽积分，这岂不是意味着只要是需要积分兑换的东西，天武书院有多少他就能拿多少？你觉得老夫有必要骗你吗？萧老捋了捋胡子，笑得一脸得意。叶凡想着萧老这么重诺的人应该不会随便扯谎，不禁好奇起了萧老的身份。您老这么大本事，莫不是天武书院院首？天武书院院长有许多位，外院有4位院长，内院还有院长，但整个天武书院只有1位院首。天武令等级及积分涉及书院内的资源，他想破脑袋，感觉也只有院首有这么大权力。院首？萧老笑着摇了摇头，眼中流露出一丝不屑。那家伙在老夫面前也得尊称老夫一声师叔祖。卧槽！叶凡瞪大了眼睛，被萧老的话惊到了。院首称萧老为师叔祖，这辈分高的可怕，难怪他之前说就算被困在这里也能帮自己。随便交代几句，天武书院院首怕也得乖乖照办啊。嘿嘿，萧老瞧见叶凡这副惊讶的样子，好像爽到了。除天武令外，老夫再传授你一套武技。武技这东西我其实不缺。叶凡稍稍平复下心情，如实道：他有太阳神帝传承，不缺武技功法，目前最缺的其实还是修炼资源。虽说拥有太阳神体，晒太阳就能变强，可要是辅以丹药灵石双管齐下，修炼的速度必然能快上一个层次。老夫传你的可不是一般武技。萧老没想到叶凡还会拒绝，当即道：这套武技没有收录在天武书院的武技阁，是老夫不传之秘，可是一套暗杀之术。暗杀？叶凡眼眸一闪，撅了撅嘴，还以为您老这么重诺的人会是什么光明磊落的人呢，结果还搞什么暗杀之术，那不是老六行为吗？你小子懂啥？萧老斜了叶凡一眼，从怀里掏出一卷泛黄的古书，塞到叶凡手里。面对实力远强于自己的敌人，一手暗杀之术能做到无伤杀敌，你先翻开看看，等全部记下后，老夫再送你离开此地，行吧？叶凡见萧老这么热情，也没好意思拒绝，翻开古书仔细看了起来。知悉暗杀之术玄妙，他的眼睛瞬间亮了。这套暗杀之术不仅包含精妙的刺杀技巧，还附带一套名为神隐的隐匿气息之法，一旦修成，就能完美隐藏自己的修为和气息，除非对方境界碾压或修炼了特殊窥探之术，否则根本看不穿他的底细。有意思。叶凡花了些时间将古书上的内容全部记下，心中暗喜不已。黑夜之下，我的战力虽然会打些折扣，但有了这套暗杀之术，就能完美融入黑暗，算是补足了我的短板。都记下了吗？萧老见叶凡一脸兴奋，笑眯眯地问道。记下了。叶凡点了点头。记下了，还不喊老夫？萧老一听，立马伸手夺过叶凡手里的古书，小心翼翼地塞回怀里。记住，老夫只传你一人，你可不能外传。您老放心，保证不会。叶凡嘿嘿一笑，爽快地答应。对了，萧老突然想起什么，翻手取出一柄短剑丢给叶凡。你之前那柄剑太招摇了，不适合施展暗杀之术，还是这柄短剑合适。这能叫剑？叶凡低头看着手里的短剑，嘴角抽了抽。此剑剑刃差不多就1尺之长，跟匕首相比，好像也差不了太多。怎么嫌短？萧老笑呵呵地说道。暗杀之术讲究的是隐蔽，兵刃太长反而容易暴露。此剑名为藏锋，玄妙之处在于能内敛剑气，关键时刻爆发，一击必杀。有点道理。叶凡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随即问道：那我能问问这件是什么品阶吗？肤浅。萧老鄙夷地看向叶凡，好兵刃何事最重要，品级什么的都是浮云。就是说这件品阶不高喽？叶凡一听这话，立刻明白了，我就知道，真是好东西。您老不会这么大方地送我？滚你丫的！萧老瞪了叶凡一眼，藏锋剑品阶是不高，可好歹也是玄阶下品，就你灵武境的修为完全够用了。对对对，你说的都对。叶凡懒得跟萧老争辩，敷衍地摆了摆手，您老开心就好。你这臭小子！萧老嘀咕了一句，抬手一指点出。叶凡脚下神纹之光骤然亮起，跟着其眼前一黑，瞬间消失在了原地。小子，别忘了你跟老夫之间的约定。萧老慵懒的话音
于叶凡耳畔响起。等他再度看清，发现自己已身处密林，这里是狼园。叶凡环顾四周，并不是很确定，心想老者应该不会把他送往其他地方，时间好像快来不及了。叶凡估摸着自己在那洞府内待了挺久，不敢再耽搁，立马一路朝南狂奔而行。好一会儿后，终是望见了皇城北城门。皇城北城门所连接的正是天武书院北门，不过此时北门门前并无人影聚集，只有2名模样年轻的男子守在此地。站住！高个青年见叶凡跑来，当下呵斥了一声。2位。叶凡停下脚步，急忙问道：其他人呢？该不会都已经进去了吧？你是新生？高个青年上下打量着叶凡，确认道：是啊。叶凡点了点头，心里有些忐忑。不好意思啊2位，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新生试炼的规矩你不知道吗？高个青年冷着脸道：既然错过了时间，那你就被剥夺了进入天武书院的资格，顺着城墙走，从东西2扇城门入城吧。不是。叶凡皱了皱眉，一时犯难了。按规矩他好像的确错过了。叶凡。这时一道熟悉的话音于北门内传来：姚姐。叶凡抬头一看，顿时喜出望外。只见叶瑶3步并作2步冲出城门，上手在叶凡身上东摸西摸，满脸焦急。你这家伙死哪里去了？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我能出什么事？叶凡浑身不自在，忙躲开退到一边，忍不住笑道：瑶姐，看不出来你这么关心我啊。你还笑得出来？叶瑶一拳砸在叶凡胸口，埋怨道：你知不知道自己错过了时间？现在已经失去进入天武书院的资格了，要想进天武书院只能等明年了。我觉得也未必。叶凡摸了摸鼻子，一脸淡定。好歹他是通关真武塔的人物，天武书院会轻易不要他。别异想天开了。叶瑶叹了口气，安慰道：不进天武书院也不是一件坏事，说不定还能免不少灾祸。我可没有异想天开。叶凡说着，目光望向北门内，嘴角扬起一抹笑意。瑶姐你看，谁来了？书院有书院的规矩，谁来都没用啊。叶瑶嘴上这么说，还是转身望向书院内，瞧见走来的那道身影，脸上却没有半点喜色。来人正是陈离，让他进来。陈离走近后，对守门2人冷冷道：这不合规矩吧？高个青年皱了皱眉，有些为难。他没有通过新生试炼，不算天武书院的人不能进天武书院。3皇子殿下要此人入天武书院。陈离斜了高个青年一眼，冷声警告道：本来他的计划是在新生试炼中杀叶凡，既然没能杀死，那就从长计议，一切前提是叶凡得进天武书院。谁曾想叶凡早早通关真武塔，反城居然会错过时间，现在才来。即便这是3皇子殿下的意思，也不太好吧。面对陈离的警告，高个青年脸色一沉，硬着头皮道：没有几位院长的命令，我们放他进去属玩忽职守，会受书院处罚的。你找死！陈离目光一冷，瞪向高个青年，骤然抬手，恐怖灵力瞬间汇聚于掌间，一股肃杀之气猛扑向高个青年。住手！这时远处传来一道清冷喝止之音，几人循声望去，只见穆青城缓缓走来。守门2人顿时愣住了，心里直犯嘀咕：这怎么了？叶凡余期方至，竟同时惊动了陈离、穆青城。师尊有命。几步路后，穆青城停下脚步，告知守门2人道：叶凡若是回来，入第一院。这守门2人面面相觑，一时有些无措。穆青城师尊紫苑是第一院院长，3皇子段天涯没权力给叶凡特权，但身为第一院院长的紫苑有这权利。他们只是怀疑穆青城会不会是在传假令。放他进来吧。穆青城看出2人的疑虑，取出一块令牌。是。2人一见令牌，恭敬应声。此令是紫苑的院令，见令如见院长，他们哪还敢多言？姚姐，我就说吧。叶凡得意一笑，一点不意外。少嘚瑟。叶瑶瞪了叶凡一眼，可不觉得这是好事，尤其是陈离的出现，反而让他感到不安。穆青城走上前来，冲叶凡温柔一笑，跟着对叶瑶道：叶瑶，你带叶凡安排一下入学事宜。你在命令我吗？叶瑶瞪了穆青城一眼，似有些不快。大家都是内院学员，谁也没比谁高一等。穆青城嘴角含笑，没有与叶瑶争辩，只是朝叶凡点了点头，随后转身从容离去。神气什么？叶瑶盯着穆青城离去的背影，撇了撇嘴，好像有点酸。瑶姐，你这么大火气干嘛？人家也没招你惹你啊。叶凡忍不住调侃道：你看看人家多大气，咱们别那么小气行不行？你小子胳膊肘往外拐是吧？叶瑶被叶凡说的一噎，抬手就要敲他的脑袋。
叶凡！陈离冷声响起，打断了正打闹的两人。两人扭头，只见陈离阴冷地盯着他们。在天武书院，咱们来日方长。陈离冷声一语，缓缓转身，迈着随意的步伐离开此地。装什么呢？叶凡望着陈离离去，一脸不屑。不管他。叶瑶拽起叶凡的胳膊，大大咧咧地招呼道：走，我带你好好望望天武书院。天武书院有内院外院之分，书院外院学员禁止踏足内院，整个外院区域占天武书院60%之地。叶瑶带着叶凡四处闲逛，大致介绍了外院各处重要场所，之后将叶凡带到了一片住宅区前。首先引入眼帘的是一块高耸石碑，石碑之上留有第一院3字。石碑后方这片区域则是规模不一的住宅，有些豪华无比，有些则略显寒酸。这里是第一院住宅区。叶瑶指着眼前石碑介绍道：这块石碑是院碑，看到左下角的凹槽没有？第一院学员每月可以从石碑这里刷取1万积分使用。哦，叶凡眼睛一亮，看向石碑左下角位置，果然留有一个凹槽，形状跟天武令匹配。外院4大院学员所享受的资源不同，主要就体现在每月所能领取的积分上。第一院学员每月可领1万，第二院学员只能领7500，第三院学员则是5000，第四院为2500。待会儿你自己找地方住吧。叶瑶带叶凡逛了这么久，有些乏了，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内院了。说罢转身大步离开了此地。叶凡找了个光线好的院子住下，照旧搬躺椅到院中，惬意地躺下。接下来几天，白天晒太阳修行，晚上沐浴月光，进入震天界修炼刚得到的暗杀之术。7天后，修为顺利从05进6阶突破到7阶，暗杀之术亦已小有所成。天又黑了，叶凡望了眼天色，起身走出了院子。夜晚的天武书院外院依旧灯火通明，天武书院的人真卷啊！叶凡走在路上，忍不住感叹。不多时，来到了一座7层高塔前，塔身闪耀着火光，是外院丹火塔。前日里，叶瑶跟他介绍过此塔，不仅是兑换丹药的地方，还是个不错的修行之地。叶凡于塔门口驻足，身后传来一道声音，扭头只见一个黑瘦青年正呆呆地站在那里。真是你！黑瘦青年确认是叶凡，热情地迎了上来。我叫葛优，咱们那天在真武塔外见过。哦，是你啊！叶凡经对方这么一提醒，想了起来，咱们真有缘啊！葛优自来熟地笑道：叶凡兄，你过来丹火塔是兑换丹药还是修炼？来逛逛。叶凡随口答道。这丹火塔可不得了。葛优显然不是第一次来，兴致勃勃地介绍道：据说塔下面藏着一火，以塔为炉，温养着塔中丹药，使这些丹药始终保持着刚出炉时的药力。丹药刚出炉时药效最佳，时间一长，药效会有所下降，品质越差的丹药药效下降越多。丹火塔能长时间保证丹药药效，保证每一枚丹药都是同品阶最佳。此外，这一火之力让塔内灵力异常浓郁，极其适合修炼。葛优嘴巴似停不下来，继续道：第2层往上，每一层都有不少修炼室，越往上修炼效果越好。只可惜这些修炼室提供的修炼时间有限，有积分都没法多待。叶凡听到此处不禁纳闷了，有积分都不能多待，什么意思？因为修炼室有限呗。天武书院不允许任何人长期霸占这里的修炼室。葛优解释道：第2层到第4层，每人每天只能待1个时辰；第5层到第6层，每人每天只能待半个时辰；至于第7层，每人每天只能待1刻钟。不过即便只是在第7层的修炼室待1刻钟，修炼效果也比在第2层待1个时辰好得多。有意思。叶凡眼中闪烁出一丝兴趣，抬脚迈入丹火塔。一进门就看到数不清的瓶瓶罐罐整齐地摆放在靠墙的架子上，环绕整个1层大厅。此时大厅内没有其他学员，显得有些空旷，仅一赤须老者躺在中央的躺椅上闭目养神。葛优注意到叶凡看向老者，连忙介绍道：这位是赤炼长老，兑换丹药都得找他。哦。叶凡应了一声，径直走向赤炼，先选好丹药，再到老夫这儿来。不等叶凡走近，赤炼开口了，眼睛却依旧闭着。架子上有丹药名称、用途以及所需积分。没选好，别来烦老夫。我要丹火塔内所有聚灵丹。叶凡直接表态，取出天武金令。叶凡兄，你别搞啊！葛优被吓一跳，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一上来就要丹火塔内聚灵丹包圆，这话简直就是在挑衅赤炼长老啊！放肆！果不其然，赤炼冷斥一声，猛地睁开眼睛站了起来。可当他看到叶凡手中的天武金令时，神色却是一僵。我认真的。叶凡嘴角含笑，
一脸从容。你手里这天武令哪来的？赤练紧盯着天武金令，片刻后目光转向叶凡，上下打量起来。一直都是之前那块。叶凡半真半假的回答道：新生试炼，我通关真武塔后，天武令就变成这样了。你就是通关真武塔的新生？赤练盯着叶凡，眼中闪过一丝惊讶。是啊。叶凡点了点头。赤练沉吟片刻，皱眉道：天武书院有天武书院的规矩，领取的聚灵丹只能供自己享用。丹火塔内聚灵丹数量不少，你一个人根本用不完，不妨先领取部分。丹火塔内所有聚灵丹要真让叶凡全领走，接下来几日丹火塔怕都要瘫痪了。其他人来兑换聚灵丹，丹火塔给不出，到时候可是要闹出笑话来的。那行吧。叶凡觉得赤练这话有道理，也不打算为难对方，改口道：先给我来4斤。叶凡兄，葛优下巴都快惊掉了，听叶凡这样改口，忍不住吐槽：你这是要把聚灵丹当饭吃吗？哪有论斤兑换的？你知道4斤有多少聚灵丹吗？好，就4斤。赤练很是爽快，一口答应下来，转身2步走向一侧的架子，推动暗格，拉出一个抽屉，里面装满了极品聚灵丹，手一抹，从中取走200枚，回到叶凡面前，递上聚灵丹。这……葛优眼睛都看直了，同时也担心了起来。市面上流通的聚灵丹大多是6成丹然，则眼前这些每一颗都是10成丹，这放平时哪里能一下见到这么多？他纳闷，叶凡有这么多积分，一下兑换这么多聚灵丹吗？多谢。叶凡将聚灵丹收入那戒，环顾四周，嘟囔着道：这丹火塔怎么上去啊？从那边的楼梯上去。赤练指了指一侧，坐回躺椅上。哦。叶凡应了声，迈步走了过去。等下。葛优感觉差了点什么，看了看叶凡，又看了看赤练，这些聚灵丹是不要积分吗？叶凡直接拿走聚灵丹，都没给天武令。关键看赤练的样子，好像也没打算要太离谱了，都一样。赤练摆了摆手，可懒得操作。天武金令内积分无尽，扣不扣除积分区别不大。此时的叶凡已迈步上楼。葛优愣了片刻，这才赶紧跟上。丹火塔第2层，一间间修炼室映入眼帘，整齐排列，大门或是敞开，或是紧闭。叶凡粗略数了下，大概有几10间。我再上去看看。叶凡跟葛优打了声招呼，继续往上。越往上楼层的修炼室，修炼效果越高。进入修炼室修炼，同样要消耗积分，不缺积分，肯定得挑最好的修炼室。行。葛优没有再跟叶凡上楼，他积分有限，只能在第2层凑合修炼，再往上就有点消费不起了。叶凡一路往上，很快到了第6层。此地修炼室数量明显少了很多，堪堪10间，而且每一间皆大门紧闭，门口有不少人排队等候进修炼室。叶凡懒得等，继续上楼，来到第7层。丹火塔第7层内只有2间修炼室，一间大门紧闭，另一间则敞开着。此时有一黑衣青年正端坐于门口。你要进修炼室吗？叶凡上前对黑衣青年问道。不进。黑衣青年斜了眼叶凡，冷冷回答。不进，那就麻烦让让。叶凡松了口气，还以为要等。这间修炼室杜飞预约了。黑衣青年略有些不耐烦道：你要进修炼室修炼，先去边上等着，待会儿另一间修炼室的人就该出来了。啊！叶凡纳闷了，这间修炼室空着，我为何要等另外一间的人出来？听不懂人话。黑衣青年瞪了眼叶凡，这间修炼室杜飞预约了，还能预约的？叶凡挠了挠头，我怎么没听说丹火塔内的修炼室还能预约？我要没记错，第7层内修炼室每人每天只能待1刻钟时间吧？连1刻都等不了，还搞预约这一套？别人不行，但杜飞师兄可以。黑衣青年瞪向叶凡，他让我先来这守着，等过一会儿就该到这里了，你便上等着去。谁给他的权利？叶凡好奇道。他有天武金令，都没这特权，这杜飞比他权力还大。你连杜飞都不认识，是新生吗？黑衣青年见叶凡呆头呆脑的样子，呵问道。是啊。叶凡点头。既是新生，念你无知，我不跟你计较。黑衣青年冷哼道。记住了，杜飞可是外院领武境第1人。哦。叶凡笑了，外院领武境第1人，那就还是领武境了。我还以为是什么厉害角色呢。外院学员中不乏玄武境，不过基本是玄武境低阶，只等外院大比后晋升内院。这个杜飞只是领武境，在外院明显都排不上号。这样的人物这么大脸。说罢，叶凡迈步向前，无视黑衣青年要进修炼室。混账！
黑衣青年大怒，起身一拳砸向叶凡，竟敢不给杜飞面子，我看你活腻歪了。叶凡嘴豁然抬手，金色灵力涌动，赤阳手施展，握住了黑衣青年的拳头。继而手掌发力，只听咔嚓一声，啊！黑衣青年惨叫出声，面容霎时扭曲。叶凡将黑衣青年甩到一旁后，走进修炼室，嵌入天武金令至修炼室大门，大门随即闭合。这地方的灵力果然不一样啊！感受到周围灵力涌动，叶凡眼眸闪烁出金芒，盘膝坐下，取出一把聚灵丹，直接塞到嘴里，炼化聚灵丹之力，吸收周身灵力，开始修炼。该死！黑衣青年顾得不疼痛，看向已经关上的修炼室大门，脸色一下子铁青。杜飞交代他的事情，他给办砸了。他这时楼梯上一阵脚步声传来，须臾后，一黑面男子现身7层。怎么回事？男子正是杜飞，瞧见两间修炼大门皆紧闭着，不高兴地瞪向边上的黑衣青年。黑衣青年委屈巴巴地解释道：“刚才有个新生，强行闯进了我给您留的修炼室。”新生？杜飞瞥了眼黑衣青年受伤的手，眼底浮出一丝厌恶之意。废物，居然被一个新生给伤了。这新生实力不弱。黑衣青年紧锁眉头，还想解释。交手那一刹，他就知道了叶凡实力，自己领5境6阶修为，完全不是对手。再厉害，那也是新生。杜飞冷斥一声，目光逼视向修炼室大门。据我所知，这届新生中最厉害的就是木间导师新收弟子聂灵吧？你有跟他说这间修炼室我预约了吗？我说了。黑衣青年低声道。这么说，是不给我面子？杜飞眯起眼睛，有些怒了。这新生好像不是聂灵。黑衣青年嘀咕着，声音更低了。杜飞瞪向黑衣青年，你确定吗？聂灵我见过，不会认错。黑衣青年道。呵。杜飞怒极而笑，如果是聂灵，他也就算了，木间导师的弟子，该给个面子。没想到除聂灵外，居然还有其他新生这么狂。哐！这时，另外一间修炼室的门开来，从里面走出来一名白衣青年，感觉这气压有点低，没敢说话。闵浩，帮个忙。杜飞看向白衣青年招呼道。帮忙？闵浩不敢不给杜飞面子，你杜飞要我帮忙，我肯定帮，就是不知要帮什么忙。守在这。杜飞抬手指向叶凡所在那间修炼室，冷声道：待会儿里面的人出来，留住他。这里面是什么人？闵浩皱眉，试探性地问道。一个不长眼的新生。杜飞冷哼一声，迈步走向闵浩刚出来的那间修炼室，根本不怕闵浩不答应。新生。闵浩嘴角一扬，干脆不走了。一个新生，他自信能轻松拿捏，卖杜飞一个人情，何乐而不为？1刻钟时间过去得很快。叶凡修炼上头，没打算离开。聚灵丹一把接一把往嘴里塞，打算利用此地环境冲击领5境8阶。杜飞从修炼室出来，见闵浩和黑衣青年还在，却不见叶凡，脸色瞬间沉了下来。闵浩，那新生呢？他没出来。闵浩嘴角抽搐，表情复杂。不可能！杜飞怒喝道：这新生比我先进修炼室，1刻钟时间已到，他赶不出来。外院学员入丹火塔修炼室内修炼，全靠自觉，规定1天只能修炼多久，到点就必须离开，否则轻则被罚积分，重则被列入黑名单。他真没出来。闵浩无奈摊手，这新生该不会是个愣头青，不知道丹火塔修炼室的规矩吧？这小子完了。杜飞见闵浩这般笃定，幸灾乐祸，那我就在这多等他一会儿，看他到时候怎么死。3人都没走，干脆就等在门口。可随时间推移，渐渐都坐不住了。这都1个时辰了。闵浩嘀咕道：奇怪，超时这么久，赤炼长老怎么不上来把这新生揪出来？别急。杜飞巴不得叶凡待得更久，待得越久，惩罚越重。到时等他出来，可能就不是列入丹火塔黑名单这么简单了。此时，修炼1个时辰的叶凡已炼化完200枚聚灵丹，修为突破到了领5境8阶。照这速度下去，玄5境7阶不远了。叶凡心中暗自嘀咕着，起身伸了个懒腰。炼化聚灵丹，吸收外界灵气，太累了，而且过于枯燥，期间都干不了别的，不似晒太阳修炼，还能美美的睡一觉。去别处逛逛。叶凡走向修炼室大门，收回天武金令后开门。匡杜飞3人听到开门声，瞬间来了精神，齐刷刷站起身，目光聚焦到叶凡身上。都排队呢，我好了，你们进去吧。叶凡被几人盯着，有些不自在。不认识杜飞，以为都是在排队。进尼玛！杜飞直接开骂，知道我是谁不？我应该知道吗？叶凡被骂得一愣，满脸无辜。边上的黑衣青年挺胸上前，得意地介绍道：
他就是天武书院外院领武境第一人杜飞。你在嘚瑟什么？叶凡瞥了眼黑衣青年，他是，你又不是，当狗腿子都这么兴奋。再者说了，天武书院外院领武境第一人，又不是什么值得吹嘘的事情。呵呵，杜飞被叶凡小觑，不怒反笑，这么嚣张，待会儿有你哭的时候。我这人可不爱哭鼻子。叶凡懒得搭理他们，自顾自下楼去了。就这么让他走了。黑衣青年一脸错愕，看向杜飞，好戏还在后头。杜飞嘴角噙着冷笑，招呼闵浩两人道：走，我们跟上去看看。也不知道赤练长老会怎么教训他。话落，三人追上叶凡，默默跟在后面。叶凡现身丹火塔第一层，惹赤练侧目，但赤练只是简单的斜了眼，没有说话。杜飞见赤练丝毫没有要拦叶凡的意思，眉头一皱，眼看叶凡就要离开，忙喝道：你站住！怎么还有事？叶凡停下脚步，回头问道。杜飞转身对赤练道：赤练长老，这家伙在丹火塔第7层修炼室内待了1个时辰。老夫知道。赤练淡淡回了一句。您知道？杜飞更纳闷了。您既然知道，为何不拦下他？他坏了丹火塔的规矩。你在教老夫做事？赤练斜了眼杜飞，有些不快。不是。杜飞脸色一僵，嘀咕道：我只是纳闷，您为何不拦下他？狗拿耗子，少多管闲事。赤练懒得解释，躺着闭上了双眼。叶凡手里拿着的可是天武经令，享受特权，拥有天武书院一切资源，别说待1个时辰，待更久都行。这……杜飞神色一僵，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等着看叶凡被处罚，结果什么事都没有。叶凡兄，你还在啊？刚巧葛优从2楼下来，撞见叶凡，打起了招呼。叶凡？杜飞一愣，猛然看向叶凡，眼中霎时闪烁出一丝异彩。你就是叶凡？听说过我。叶凡轻笑了下，脸上还带着几分得意。这么看，他在外院名气4不小啊！杜飞神色逐渐兴奋，当即冲叶凡喊道：叶凡，可敢随我去生死台，与我一战生死？啊！叶凡愣了下，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这上来就要跟他生死战，脑子抽了？什么抽？什么怨？抢个修炼室？不至于吧？葛优、闵浩等人也都被吓了一跳，就连赤练都忍不住斜了眼杜飞。可敢？杜飞见叶凡愣神，再度逼问：这么直接的吗？叶凡不禁好奇起了杜飞的动机。杜飞不见叶凡答应，急着即将道：刚在上面这么嚣张，现在邀你生死战，你要认怂？为何想杀我？叶凡饶有兴致地问道：你要是老实告诉我，我可以给你一个杀我的机会。有人买你的命？杜飞犹豫了一下，最后如实交代。谁？叶凡脑海中当即闪过段天涯的名字，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太对劲。眼前这杜飞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如果是段天涯买凶，应该不会让傻子动手。陈离，杜飞直接说道：他向沙盟发布了悬赏令，出价10万积分，要你一命。沙盟？叶凡挑了挑眉，目露疑惑。沙盟是学员盟，外院2大学员盟之一。葛优早已凑到叶凡身边，小声嘀咕道：听人说沙盟是3皇子殿下在天武书院外院培植的势力。叶凡一听这介绍，就想明白了，杜飞这么急是怕被人捷足先登？怎么，是觉得他很好杀？这10万积分这么好拿吗？唉，叶凡叹了口气，陈离也真够抠的，我的命就只值10万积分吗？出价这么低？10万不少了。杜飞急不可耐地盯着叶凡，催促道：缘由我已经告诉你了，不如现在就跟我去生死台。不去。叶凡干脆地拒绝。什么？杜飞瞪大眼睛，怒喝道：你刚不是说只要我告诉你缘由，你给我一个杀你的机会吗？我说你就信啊？是不是傻？叶凡道：答应跟你生死战，我有什么好处啊？你杀我有积分拿，我杀你可没积分拿。谁说没有？杜飞冷哼道：你杀了我，我手上的积分都是你的。书院允许生死台上杀人夺积分，积分我可不稀罕。叶凡轻蔑道：他现在最不缺的就是积分，我看你不是不稀罕，就是不敢。杜飞见叶凡再三推辞，有些恼了。真羡慕你的自信。叶凡戏谑地打量着杜飞，陈离给价10万积分是吧？你现在手里要有10万积分的话，我就跟你去生死台。10万？杜飞眉头一下锁了起来。10万积分可不是个小数目，外院能一下拿出来的没几人。没有，穷逼。叶凡轻蔑地丢下一句，转身迈步。站住！杜飞见状，忙叫住叶凡：是不是只要我凑够10万积分，你就答应跟我生死战？凑够再说了。叶凡没有停下脚步，轻飘飘回了句。刚到门口，迎面冲进来一个青年，差点撞上叶凡。
妈的，走路不长眼吗？青年瞪了眼叶凡，瞧见杜飞忙跑过去道：杜飞，副盟主召集令，要你速速前往迷雾森林。副盟主召集令。杜飞神色一怔，皱眉问道：什么事？这么着急？要跟青盟决战了？青年眼神锐利，沉声道：走。杜飞二话不说，踱步而出，经过叶凡时突然停下脚步，冷声道：叶凡，你的命给我留着，等我离开迷雾森林，应该就能凑够10万积分了，你可别被别人杀了。说完，头也不回地出了丹火塔。迷雾森林，这什么地方？叶凡嘴里嘀咕着，有些纳闷。叶瑶之前也没跟他说起过，那里是书院三不管的地带。葛优跟叶凡介绍道，听说那里生长着不少灵草，很多外院学员都会去那采摘灵草，上交书院兑换积分。书院三不管的地带，叶凡眼眸一闪，这么说，在那地方就算没有立下过生死契约，也可以随意杀人。不错。葛优点头道，杀人后夺取对方手里的天武令，还可以将对方的积分占为己有。不过得拿着天武令到书院的天武阁，找那的长老才能完成积分转移。带我去看看。叶凡来了兴趣，冲葛优招了招手。你去那干嘛？葛优一脸纳闷，没听他们说吗？现在沙盟要跟青盟决战了，其他人进迷雾森林肯定会被两大盟率先清理。难不成你打算去里面浑水摸鱼，偷几块天武令出来？天武书院有2大学员盟，沙盟、青盟。沙盟是3皇子段天涯培植的势力，青盟的背后则是2皇子段天书，2大势力在外院势同水火，而今决战怕是要牵扯半个外院。也不是不行，去看看又不要紧。叶凡耸了耸肩道：好吧，我就带你去看看。葛优傲不过叶凡，无奈地叹了口气。不过你就在外面看看热闹就行了，可千万别进迷雾森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叶凡没有接话，心里已有主意。这些日子段天涯没少找他麻烦，派来杀他的人一波又接一波。现在陈离又向沙盟发布了悬赏令，虽然小小杜飞他还不放在眼里，但沙盟内有不少玄武劲武者，真要动起手来还是有些麻烦的。老这么被动不是个事，趁这个机会他也该主动出击了。两人出了丹火塔，朝天武书院深处走去。不多时，一座古朴宫殿出现在眼前，殿门口围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压抑气息。殿内几名内院学员正抬着一具具戴着或黑或白面具的尸体走出来，遮住了死者的面容，鲜血顺着担架滴落在地，发出滴答的声响。葛优咽了咽口水，拉了拉叶凡的袖子，低声说道：那就是传送殿，里面有通往迷雾森林的法阵，短短1个时辰送出来20多具尸体了。这次沙盟是跟青盟动真格的了。此役过后，外院估计只剩1个学员盟了。殿门口众人神情凝重，彼此低声议论着。这时一行人戴着黑色面具，气势汹汹地走来。众人见状纷纷让路，眼中满是敬畏和忌惮。叶凡兄，你看，那人是杜飞。葛优指向其中一人，低声对叶凡道。叶凡顺着葛优的手指方向瞥了一眼，杜飞衣服都没换，虽戴着面具，依旧一眼就能认出来。随着杜飞一行进入传送殿，其目光落在了那几具被抬出来的尸体上。沙盟跟青盟大战，还有功夫运送尸体出来。尸体是自动送出来的，葛优解释道，死在迷雾森林1刻时间后，尸体就会被自动传送到传送殿内，然后由负责看守传送殿的内院学员送出。这样啊？叶凡若有所思，向葛优打听了起来。迷雾森林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你了解吗？我没进去过，不过听人说起过一些。葛优道，通过传送殿内的传送法阵会被送到迷雾谷，那里是迷雾森林内唯一安全的区域，所有人都会被封印修为，不得动手厮杀。谷外就是森林，有多大就不知道了。叶凡决定先等一等，过会儿再进迷雾森林，不然在迷雾谷撞上杜飞一行有点难弄。期间又有好几具尸体被运了出来，可见里面的战斗已经白热化了。半个时辰后，叶凡走出了身影。叶凡兄，你真要去？葛优见状连忙拉住叶凡道。叶凡没有回应，轻轻拍了拍葛优的肩膀，随后朝前2步走出，踏入传送殿内。这人谁啊？不戴面具进迷雾森林，好像不是沙盟和青盟的人吧？8成是想趁着2盟决战进去浑水摸鱼的，简直不知死活。现在沙盟、青盟的人都杀疯了，这人这个时候进去死定了。殿门口不少人注意到叶凡，面露嘲讽、怜悯之意。叶凡走进传送殿，一眼瞧见了殿中央的传送法阵。此时正忙活的几名内院学员皆侧目看了过来。干嘛的？一名内院学员因叶凡未戴面具，将他拦下。来这还能干嘛？叶凡嘴角抿着笑意，
淡漠言语。进迷雾森林，那内院学员上下打量了叶凡一眼，提醒道：“青蒙、沙蒙在里面决战，你确定要在这个时候进去吗？”我确定。叶凡神色平静，点了点头。几名内院学员闻言，眼中皆闪过一丝诧异。最初，他们都还以为叶凡不知迷雾森林的情况，这种时候进去，很可能会被青蒙、沙蒙率先击杀。那内院学员再次提醒道：“我看你面生，应该是新生吧？以你的实力，进去活不过半个时辰。最后问你一句，确定要进去吗？”确定。叶凡依旧点头，感觉有些烦了。念在对方也是好心，没有顶撞。言尽于此，随你。那内院学员摇了摇头，让到了一边。其他几人冷笑不已，只当来了个傻子。叶凡抬脚走出，一步踏入传送法阵，脚下神纹之光亮起，身影瞬间消失。下一息，叶凡现身于迷雾谷中谷中，迷雾不浓，可见度还行。此时周围空无一人，显得格外寂静。叶凡没有停留，快步走出迷雾谷，随即施展神隐之术，隐匿了自己的气息，一路小心谨慎，摸索着在迷雾森林中前行。走了一段路，隐约听闻不远处传来厮杀声，待他循声靠近，厮杀声却又突然消失了。紧接着，迎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叶凡心中一凛，果断爬上一株古树，屏息凝神，静静观察。该死！白冰刚步入玄武境3阶，怎会有如此战力？竟能压得我喘不过气。盟主，这样下去不行吧？沙蒙是要将我们赶尽杀绝啊！去基地，先跟其他人会合，此事得从长计议。片刻后，3道负伤的身影匆匆从树下经过，神色慌张，显然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那人是青蒙盟主，这么弱。叶凡看着3人消失在迷雾中，心中暗自嘀咕：刚才走过的青衣青年，无疑就是青蒙盟主孟青。修为与其口中的白冰一样，都是玄武境3阶，但听他刚刚的意思，明显败给了白冰。而这个白冰只是沙蒙的副盟主。这次两盟决战，沙蒙盟主并未参战。孟青3人刚走没多久，5道身影杀气腾腾地追了过来。为首的白冰嘴里骂骂咧咧：“妈的，居然让孟青跑了，错过了这大好机会。”副盟主，咱们还追吗？白冰身侧的黑衣青年沉声问道。追？往哪追？影子都看不见了。白冰停下脚步，气愤的一屁股坐在树下，本想着一个时辰内解决掉青蒙，等出去再想办法杀那个叶凡，现在怕是得再耽搁一会儿了。黑衣青年纳闷道：“副盟主，这叶凡什么来头啊？竟值得陈离出10万积分买他的命？以前是叶家的一个废物少爷。”白冰似有些不屑，不过最近好像崛起了，参加新生试炼，还通关了真武塔，不知道是不是踩了狗屎。通关真武塔？黑衣青年略有些震惊，追问道：“这家伙是怎么得罪了陈离？你以为他是得罪了陈离吗？”白冰眼中闪过一丝阴狠，他真正得罪的恐怕是三皇子殿下。没听过近期皇城内的传闻吗？他杀了三皇子在外面的私生子。卧槽，还有这事？黑衣青年震惊不已，居然敢得罪三皇子殿下，这家伙真是嫌自己的命太长了。叶凡躲在树上，已悄悄摸出藏锋剑，心中暗笑不已，还想等出去之后杀我，能出去的只有你们的尸体。心中想罢，悄然出手。迷雾中，其身影如鬼魅般一闪而过，藏锋剑泛着冷光，剑锋如毒蛇吐信，悄无声息地逼近目标。谁？白冰耳朵微动，豁然起身，目光如鹰隼般扫视四周。与此同时，其身侧几人也迅速站了起来，警惕地环顾四周，手中兵刃紧握，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有一人却依旧微垂着脑袋，一动不动地坐着，仿佛对周围一切毫无察觉。起来，有人埋伏。白冰留意到此，冲着坐着那人一声低喝。然而那人竟依旧没有任何反应。黑衣青年察觉到不对劲，2步跨到那人身侧，伸手轻轻一推，那人身子一歪，直接倒了下去，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死了。黑衣青年瞳孔一缩，低头看向那人的喉咙，只见一条细如发丝的血线缓缓浮现，紧接着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地面。是青蒙的人干的。白冰眼中闪过一丝冷芒，怒火中烧，青蒙居然还有这样的高手，在我眼皮子底下杀人无形，一剑封喉。咻！话音刚落，迷雾中黑影再次闪现，砰！又一人无声无息地倒了下去，喉咙位置同样多了一条血线，鲜血缓缓渗出，染红衣襟。剩下3人瞬间紧张起来，背靠背站在一起，一个个呼吸变得急促。滚出来！白冰一声冷喝，扫视着周围，藏头露尾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出来与我一战！愤怒无比的话音回荡此地空间，回应他的却只有死一般的寂静。怎么办？黑衣青年声音有些发抖，背后渗出冷汗。
刚死去的2人都是灵武境9阶，虽然修为不算顶尖，但能在他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做到一剑封喉，这手段实在令人胆寒。此人精通暗杀之道。白冰沉声言语，迅速做出了判断，在迷雾森林，这样的对手太麻烦了。对方不现身，我们只有逃。逃？黑衣青年咽了咽口水。对，白冰冷声道，分开逃，他最多只能追击1人，这笔账稍后再跟青蒙算。话落，其身影一闪，率先冲入迷雾中。黑衣青年同另一人对视一眼，随即也迅速分散逃开，身影很快消失在迷雾中。反应真快。躲在暗处的叶凡心中暗笑，眼中闪过一丝冷意，随即身影如幽灵般在迷雾中穿梭，锁定3人中修为最弱的那名玄武境1阶武者身上。咻！藏锋剑如毒蛇般刺出，精准地划过那人的喉咙。第3人殒命。叶凡现身尸体旁，低头看着自己的杰作，嘴角扬起一抹得意的笑容。这暗杀之术还真不错，杀人太简单了。虽然其修为仅灵武境8阶，但凭借暗杀之术已能轻易斩杀玄武境1阶武者，且做到悄无声息，不留痕迹。这手段足以让任何对手感到恐惧。天武令。叶凡瞥见尸体旁的天武令，捡了起来。这东西我要来好像没什么用，赠有缘之人吧。说罢，随手将天武令丢在一旁，转而将注意力放在了对方的纳戒上。收走3人纳戒后，迅速离开现场，朝着先前打斗声传来的方向摸了过去。很快找到了青蒙和沙蒙几人之前交手的地方，地上躺着2具青蒙武者的尸体。而今2人身上的天武令和纳戒都已被取走，显然是被白冰几个搜刮干净了。既然沙蒙把我当成青蒙的人，那我就干脆伪装成青蒙之人。叶凡眼中闪过一丝狡黠，果断将其中1人脸上的白色面具取下，戴在了自己脸上。迷雾森林的猎杀之旅现在才真正开始。此后短短2个时辰，叶凡接连遇到好几波人，有青蒙小队，也有沙蒙小队。不过他只对沙蒙的人动手，每一次出手都干净利落，不留痕迹。虽不是每一次都能全灭对手，但前前后后加起来也有15条人命葬送在他的藏锋剑下。此时迷雾森林某处沙蒙的临时基地内，可恶，还有多少人没有回来？白冰坐在人群中央，眸子冷得可怕。还有10几人没到。一名沙蒙成员低声回答，似有些不安，估计是回不来了。白冰扫了一眼在场的人群，咬牙切齿道，没想到青蒙还有个精通暗杀之术的小人，害得我们平白损失了这么多人。副盟主，有人忍不住质疑道，该不会是青蒙从内院请来了高手吧？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被悄无声息的暗杀？是啊，副盟主。另一人附和道，被杀的人中不乏玄武境武者，同样是被一剑封喉。如果没有玄武境3阶修为，绝对做不到如此干净利落。可青蒙除了孟青，哪还有这样的高手？不可能是内院学员。白冰摇了摇头，也在纳闷这个问题。看手传送电的内院学员，不可能放内院的人进来。要不我们跟青蒙求和吧？有人被叶凡杀怕了，怯生生地提议道。你说什么？白冰猛然站起，凶狠地瞪向那人。3皇子殿下有令，灭了青蒙。你现在让我跟青蒙求和？可是……那人低下头，不敢再多言。副盟主，另一人忧心忡忡道，青蒙有那人在，我们不能再分小队出击了。接下来该怎么办？那就一起杀到青蒙基地去。白冰满目怒火，果断令下，我们人数依旧占优，一鼓作气灭了青蒙。经过前段10日厮杀，双方已拉开差距。如今迷雾森林内，青蒙只剩50多人，反观沙蒙这边仍有80余人之多。本来分小队出击，一定程度上能减少伤亡，如今局势不再允许他们这么做，只能总攻火拼，分一个生死。躲在暗处的叶凡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他早在半个时辰前就偷偷跟着一名沙蒙成员找到了这里，没有选择出手，是担心打草惊蛇，要杀到青蒙基地。叶凡眯了眯眼，心中有了主意。沙蒙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还有不少是玄武境武者，猎杀起来不易，很容易暴露。但趁着沙蒙、青蒙混战时伺机出手，事情无疑会简单许多。青蒙基地内，青蒙众人同样聚到了一起。盟主，要不我们投降吧？一名青蒙成员坐在角落，低声提议道。经长时间搏杀，青蒙上下士气低落，如今已有不少人已经心生怯意。投降？孟青低声言语，眼中闪过一丝挣扎。你们知道投降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解散。提议投降那人支支吾吾，生怕触怒孟青。孟青身上有种无力感，点头叹道，是啊，意味着解散。解散后，我们这些人将沦为外院笑柄，而且沙蒙依旧会在外院打压我们。盟主，
这时迷雾中跑来一道身影，来到孟青面前，一口气还没捋顺，急忙禀报道：白冰带着沙盟的人杀过来了。盟主！青盟众人急了，纷纷看向孟青。这样吧。孟青不再犹豫，满目无奈地叹了一声，等离开迷雾森林，青盟解散，以后各自努力修炼，争取尽快踏入内院，免遭沙盟打压。言毕起身，朝着沙盟杀来的方向走了过去。青盟诸人心情失落，相继起身跟上孟青。两盟之人碰面，立于各自阵营对峙。孟青正打算开口提出投降，白冰率先骂骂咧咧道：青盟还真能忍，到了这个地步才派出那人。什么？孟青愣了下，没懂白冰的意思。还装傻？白冰喝道：就精通暗杀之术的那人，短短几个时辰杀了我沙盟10数人。暗杀之术？孟青糊涂了，震惊于白冰的话。精通暗杀之术，能杀沙盟10数人？青盟要有这样的人物，还投个屁降？可他这个盟主都不知道有这人啊！白冰在叶凡手里吃过亏，瞧孟青这副样子，更气不打一处来。你别告诉我，此人不是你青盟的人。现在这个时候，会有其他人进入迷雾森林吗？咻！话音方落，一路尾随的叶凡悄然出手，砰！藏锋剑划过，沙盟一人毫无征兆的倒下。那人来了！倒地之人身侧一人率先反应过来，惊恐的叫声在人群中引起了恐慌。混账！白冰见此，怒目瞪向孟青，还说不是你们青盟的人，给我杀！杀光青盟这帮杂碎！轰！轰！轰！随白冰令下，沙盟众人果断出手。本欲投降的青盟众人都还搞清楚状况，但面对沙盟众人的攻击，只能被迫迎战。厮杀声响起，鲜血染红了大地。咻！咻！咻！混战中，藏锋剑于迷雾中接连闪烁出寒光，每一次闪现都伴随着一名沙盟成员陨落。短短几个呼吸间，已有5名沙盟武者倒下，每个人都是被一剑封喉，真有人精通暗杀之术。孟青厮杀于人群中，捕捉到了叶凡的身影。瞧见叶凡脸上戴着的面具，心中大喜。他确定青盟绝没有叶凡这1号人物，但叶凡现在戴着白色面具，杀沙盟之人，意思很明显了。针对沙盟的刺杀是沙盟的敌人，敌人的敌人，那就可以是朋友。诸位，我们还不一定败，杀！孟青本都准备投降了，如今却看到了希望。众青盟之人虽没捕捉到叶凡的踪影，但也都意识到暗处有人在帮青盟对付沙盟。得到孟青命令，一个个顿时振奋了起来。轰！轰！轰！孟青作为青盟最强者，理所应当对上白冰。之前他虽跟白冰有过交手，略处下风，现在有着叶凡的威胁，白冰无法集中精神。与之而言，绝对是诛杀白冰的上好时机。只要白冰一死，无疑于此战赢了大半。就是现在，叶凡亦在等待着机会，杀意早已锁定白冰。趁着白冰跟孟青纠缠在一起，手中藏锋剑微动，泛起一丝冷光，出剑直指白冰的后心。剑锋未至，寒意已逼人骨髓。滚！白冰毕竟是玄武境3阶武者，虽未察觉到叶凡靠近，但在剑锋即将刺入身体瞬间，猛然感到一股致命危机感，几乎是本能的身体一侧避开了要害。扑哧，藏锋剑刺入白冰右肩，鲜血喷涌而出。与此同时，反手一掌打出，掀翻了叶凡身影，而后其身形暴退数步，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就是你！白冰怒吼一声，目光如鹰隼般盯着叶凡，他一直防备着叶凡，在等叶凡对他出手。此时此刻，终是成功逼叶凡暴露身影，只是没想到自己会付出受伤的代价。是你！一沙盟成员瞧见叶凡，感觉身形有些熟悉，确认在3后一声惊呼，双眸满是难以置信。杜飞，你认识此人？白冰闻言，当下冲杜飞喝问。他现在最想搞清楚叶凡是谁，不然等出去后报仇都找不到人。叶凡亦于此时转过目光，瞥向杜飞。不等杜飞开口，藏锋剑呲了过去。找死！杜飞一脸无惧，迎面上，你不就是精通暗杀之术吗？正面交手根本不可能是我的对手。咻！藏锋剑划过，一缕鲜血飘飞，一个照面，杜飞身体倒下了，其喉咙位置同样出现了一道血线，跟之前几人一样被一剑封喉。白痴！叶凡看着倒在地上的杜飞，神色间满是不屑，杀你无需暗杀之术，正面交手一招也够了。这白痴！白冰心中恼火，跟着叶凡骂了句。刚刚杜飞明明有机会开口道破叶凡身份，结果先是说了句废话，就被叶凡给杀了。孟青眼见白冰负伤，此时已再度杀至。白冰忍着伤痛，转身招架孟青的攻势，
朝此时距离叶凡最近的几人吼道：“你们几个先将此人杀了！”咻咻咻，话音刚落，3道身影猛然扑向叶凡，每一个都有着玄武境1阶修为，招式凌厉，逼得叶凡连连后退。妈的，这家伙就灵武境8阶修为，居然被一个灵武境8阶杀了这么多人！混账！我要把这小子碎尸万段！3人判断出叶凡修为，恼羞成怒。几招过后，叶凡身影一闪，借着迷雾掩护，忽然又消失了。此时时间已是深夜，此地空间又有着迷雾笼罩，暗杀之术在这如鱼得水。糟了！3人不见叶凡，顿时又慌了。轰轰轰！青盟、沙盟彼此厮杀依旧激烈，刀光剑影交织，喊杀声震天。叶凡隐藏在暗处，冷静地观察着战场，没有急着再次出手。暗杀讲究的是效率、安全。经过刚刚的事，他已然意识到，刺杀玄武境3阶武者还有点吃力，尤其是在对方有所防备的情况下。于是果断将目标转移至其他人身上。咻咻咻！吸取教训的叶凡时不时伺机出手，每次出手间隔稍稍拉长。砰砰砰！一名沙盟武者的身体相继倒下。此前的80余人，如今剩下不到30，其中一半皆死于叶凡刺杀之下，剩下另一半则是被青盟武者诛杀。青盟武者在厮杀中折损同样不少，沙盟众人的士气渐渐崩溃，不少人开始慌乱的四处逃窜。该死！白冰怒吼一声，眼中满是愤怒不甘，他知道自己已无法再掌控局面了。萧叶凡眼见时机成熟，再次刺杀白冰。受伤的白冰本就已被孟青压制，虽依旧提防着叶凡，精神高度警觉，可面对刺杀再无法做出有效抵挡。藏锋剑刺入白冰心脏，令之瞳孔一缩。你究竟是谁？白冰不甘地盯着近在咫尺的叶凡，缓缓探出手掌，想取下叶凡脸上面具，可惜手刚伸到一半，无力地垂了下去。待叶凡抽剑，其身躯顺势倒在了地上。多谢阁下出手相助。孟青见白冰已死，松了口气，注视着叶凡的背影道：“不知阁下尊姓大名，可否告知？”此战结果已分，青盟惨胜，少数未死的沙盟成员已逃离此地。青盟众人杀红了眼，正在追击。面对孟青问话，叶凡转身回眸，只一个眼神，并未言语任何。随后身影一闪，再度消失于迷雾中。离开迷雾森林，得先前往迷雾谷。沙盟残部在青盟追击下逐一殒命。此时的叶凡亦已踏上了返程之路。传送殿内，一具具尸体相继被送出。怎么回事？沙盟怎么死了这么多人？青盟一下便这么懵了，竟能扭转败势。你们看，有很多人都是被一剑封喉，这人是白冰，他居然也死了。几名内院学员看着接连传送出来的尸体，满脸错愕。待他们将尸体运送出传送殿外，殿外更是炸开了锅。不多时，孟青带着青盟剩下10几人离开迷雾森林。孟青，一内院学员当即上前问道：“迷雾森林内发生了什么？你们灭了整个沙盟？”孟青点了点头，倒也无意夸大战果。青盟是在一个精通暗杀之术的神秘人帮助下，才全灭了沙盟。精通暗杀之术的神秘人，众内院学员疑惑：此人不是你们青盟的人吗？两盟大战期间，不曾有其他人进入迷雾森林啊？不对，有一个。你是说那个新生？对，那个新生。这么长时间，我好像还没有看到他的尸体被传送出来，他没死。青盟众人皆有伤在身，先行离去。好一会儿后，传送殿内神纹闪耀，叶凡离开迷雾谷，被传送回传送殿内。殿内众内院学员目光一下聚焦叶凡，一个个眼神中满是惊讶、怀疑，都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叶凡被众人盯着，有些不太自在。你就是那个神秘人？一内院学员当即开口确认道：“什么神秘人？”叶凡两手一摊，心中已猜到几分。精通暗杀之术的神秘人。见叶凡装傻，那内院学员点破道：“你们觉得呢？”叶凡知道好像瞒不住了，没办法，离开迷雾森林的路就一条，此地有人守着，他根本无法避开。真是你！众内院学员一脸不可思议。叶凡于众人愣神之际跑出传送殿，感觉有些累了，回到住处歇息。事情经一夜发酵，在天武书院迅速传开。第二日天明，叶凡院外挤满了人。叶瑶一大清早也到了这里，愁容满面等着叶凡出来。他实在想不通，人怎么可以捅这么大篓子嘈杂的声音，把叶凡从睡梦中叫醒。
叶凡有点生气，起床出了院子。出来了，叶凡这家伙终于出来了，就他灭了沙蒙，看起来不太像啊。听说他修炼了暗杀之术，不然哪能这么厉害？院门前众人瞧见叶凡，一个个指指点点。叶凡，叶瑶3步并作2步，冲到叶凡面前，一拳捶在他胸口。你在里面干嘛？哎呦！叶凡捂着胸口，嘴里埋怨道：瑶姐，我还能干嘛啊？大清早的，当然是在睡觉。你睡得着啊？叶瑶气得直跺脚。昨夜你是不是进迷雾森林了？还协助青盟灭了整个沙盟？你也知道了。叶凡嘿嘿一笑，挠头有些不好意思。消息传播的速度比他想象的要快，你还笑得出来？叶瑶骂道：沙盟盟主独孤破这几日正在闭关，等他出关得知你灭了沙盟，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杀你。沙盟青盟之战，独孤破并未参战，正巧在闭关冲击玄武境5阶，此人实力比很多内院学员都强。瑶姐，我看你还不知道吧？叶凡闻言不禁笑了。陈离向沙盟发布了悬赏令，出价10万积分要我性命，就算我不帮忙灭了沙盟，沙盟都会不断找我麻烦，图我性命。现在灭了，反而省不少麻烦。还有这回事？叶瑶神色一正，脸色顿时变得复杂了起来。哎，你就不该来天武书院。叶凡。就在这时，人群后方传来一道冷喝声，众人让开一条路。一青年迈步走来，手一扬，将一封信丢到了叶凡手里。这什么？叶凡疑惑地看向来人，不认识对方。挑战书。青年沉声道：独孤破邀你7日后于生死台一战生死，你若不来，后果自负。后果自负。叶凡鄙夷一笑，他挑战我，我就得应战。这独孤破脸特别大，此战我不应，倒想看看能有什么后果。天武书院有天武书院的规矩，不能随便杀人，学员间矛盾不可调和，可前往生死台，又或者去迷雾森林这个3不管地带解决。若在这2个地方外杀人，书院必定重处。看看这份挑战书。青年冷笑一声，指了指叶凡手里的挑战书。叶凡好奇地打开挑战书一看，眉头皱了下。怎么了？叶瑶忙从其手里夺过挑战书，跟着他的脸色也黑了下来。挑战书的最后赫然列着几个名字：叶权、叶舒、叶童，他们都是在天武书院的叶家人。独孤破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不应战就要对这些人下手。天武书院学员在天武书院需要积分，除每月定额发放外，需学员自己赚取，领取书院发布的任务，离开书院执行。叶凡不缺积分，没必要领取这些任务，不会有多少离开天武书院外出的机会。然而叶家的其他人需要积分，领取任务离开天武书院就可能遭到独孤破毒手，不领取任务又会因为缺少积分耽误修炼。独孤破出关了吗？叶凡忽然抬头，目光锐利地看向青年。从挑战书内容来看，独孤破很想杀他，既然这么想杀他，为何将时间定在7日后？还没有。青年嘴角一扬，露出一抹讥讽的笑容。但你放心，7日后他会出关。没出关，怎么就让你送挑战书？叶凡挑了挑眉，眼中闪过一丝玩味。这挑战书究竟是独孤破让你送的，还是另有他人？重要吗？青年冷笑道：你只需要知道，7日后你得现身生死台，如若不现身，自负其后果即可。说罢转身，迈着嚣张的步伐离去。我就知道沙蒙这事不会这么轻易算了的。7日后独孤破出关，8成就进阶玄武境5阶了。叶凡这家伙被独孤破盯上，怕是命不久矣。青年刚一走，围在这的人群一阵骚动。你们还会在这干嘛？此时的叶瑶眉头紧锁，声音突然炸响，怒目扫向众人，脸上写满了不满。人群瞬间安静了下来，仿佛被他的气势震慑住。几息间散去，只留叶瑶、叶凡2人站在院门前。叶瑶这才转身看向叶凡，满是担忧道：叶凡，独孤破的生死邀战，你打算如何？不如何。叶凡神色随意走出了身影，几步路后转身对叶瑶道：对了，瑶姐，接下来这段时间你让叶权他们少离开天武书院。现在他有些期待萧老承诺的那份大礼了，说是这份大礼能保他在天武书院无忧，但想要这份大礼得先夺得外院大比第1。外院大比的日子距今4还有半月之久。叶凡离开第1院住宅区，直奔丹火塔，在丹火塔内要了些聚灵丹，回到了住处。此后几日，白天在住处晒太阳打盹修炼，晚上则进入到丹火塔修炼室内继续修炼。一连7日下来，吞服了不少聚灵丹，频繁进出丹火塔，跟赤炼长老亦熟络了不少。叶凡。这天傍晚，
赤练瞧见又来丹火塔的叶凡，不禁纳闷道：今天好像是你跟独孤破生死战的约定之日吧？还有空来老夫这，莫不是已经打完了？我就没去。叶凡随口答道：没去。赤练眼眸闪烁了下，随即笑了起来，不去也对，面对生死邀约，族人性命威胁，还能保持冷静，认清自己，做出正确判断，很难得。怎么？叶凡听赤练这话可就不乐意了。赤练长老觉得我不是那独孤破的对手。赤练捋了捋胡子，笑盈盈道：你若觉得自己是他的对手，为何不接受他的生死邀约？我不接受，是不想惯着他。叶凡撇了撇嘴，不屑道：我要是接受了，今日杀一个独孤破，他日就会来另一个独孤破，难道谁都来要我生死战，谁都以族人性命威胁我，我都得接受吗？你说的倒也有几分道理。赤练闻言眉毛轻挑，不否认叶凡的话，书院在这方面的确得制定些新规，不然太胡闹了。叶凡踏上楼梯，直上丹火塔第7层，进入修炼室。经过这几日修炼，他感觉自己已触摸到瓶颈。今夜来丹火塔，就是为冲击灵武境9阶之境。数个时辰修炼后，终是成功突破。此时天也快亮了，叶凡，你在吗？这时修炼室外传来一道焦急话音：葛优。叶凡听声音有些耳熟，起身走出修炼室，一开门便瞧见葛优鼻青脸肿的站在门外。叶凡不禁一愣，疑惑地问道：你这脸怎么了？被人打的？葛优神色尴尬，挠了挠头，几次张了张嘴，却欲言又止，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叶凡见状忍不住笑了，想说什么直接说就行，这又没有别人，难不成还有人堵你的嘴？是叶泉，叶泉出事了。葛优犹豫再三，终于低声说道：叶凡目光一凝，脸上笑意瞬间收敛，眉头微微皱起，不是让他们这段时间别离开天武书院吗？怎么这么不听劝？他是没离开天武书院。葛优见叶凡误会，连忙解释道：叶泉是在天武书院内被人打了。啊！叶凡愣了下，在书院里面他们也敢伤人？葛优低声嘟囔道：天武书院的规矩只管杀人，不管伤人。是谁叫你来的？叶凡想了想，不禁好奇了起来。据他所知，葛优应该跟叶泉不熟，怎么是葛优过来给他传信？这个……葛优欲言又止，一副很为难的模样。独孤破是吧？叶凡一眼看穿，看葛优可怜，也不再多问。现在人在哪？带我过去看看，怎么个事？此时天武书院一处广场上，叶泉一身蓝色长袍，此刻却沾满了尘土和脚印，狼狈不堪地躺在地上，脸上写满了愤恨、不甘，咬着牙试图从地上爬起来，但每一次动作都显得异常艰难。在他周围不远处站着2男1女。叶泉啊，叶泉，你之前不是很嚣张吗？现在怎么不叫唤了？知道为什么揍你不？其中的黑衣青年一脚踩在叶泉身上，居高临下的嘲笑道：此人名为行止，正是前日里替独孤破给叶凡送挑战书之人。行止身后的1男1女也都是叶凡的熟人，林清月、聂灵。此时的林清月神色淡漠，仿佛眼前的一切与他无关，聂灵则是双手抱胸，冷眼旁观。叶泉抹了把嘴角的血迹，终于强撑着从地上站了起来。狗东西，有本事堂堂正正跟我一战，3个打1个，算什么本事？他好歹是灵武境9阶的修为，单打独斗并不拘行止。眼前3人也就刚进阶玄武境的聂灵敌不太过。堂堂正正，你也配？行止嗤笑一声，毫不留情的一脚又将叶泉踹倒在地。现在跪下，给老子磕几个响头，叫声爹，认个错，老子这次就放过你。你做梦！叶泉低吼一声，倔强的捂着腹部，再次艰难的爬了起来。周遭围观之人见此，一个个无奈摇头叹息，但无一人敢上前阻拦，都不想惹祸上身。好啊！行止见叶泉如此硬气，脸上戏谑之意更浓了。那老子倒要看看你能抗到什么时候。说罢朝前一步，又一拳狠狠砸在叶泉的胸口。叶泉本就重伤的身体根本扛不住这一击，整个人被轰飞出去，倒地，口中鲜血狂喷。你们等着，叶凡少爷一定会给我报仇的。呵呵。行止闻言讥笑着走向叶泉，你还指望叶凡那废物给你报仇？昨日生死战爽约，独孤破很不高兴，不然你以为今天你为什么会挨揍？哈哈！呸！叶泉趁着行止大笑，猛地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不偏不倚，正好吐进了行止张开的嘴里。周围众人瞬间看呆了，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妈的！行止的笑声戛然而止，脸色瞬间黑了下来，一阵作呕后，眼中怒火熊熊，信不信老子今天废了你？你敢！叶泉咬着牙低吼，眼神中没有丝毫畏惧。有什么不敢的？行止冷声道，气焰嚣张，今日揍你，那是有人受益。
就算废了你，也有人给老子撑腰，书院不会处罚，信不？说着抬起脚，做事要狠狠踩向叶泉的膝盖。什么狗在狂吠？千钧一发之际，叶凡懒洋洋的话音响起。众人听闻这道话音，纷纷扭头朝一侧看去，唯见叶凡在葛优陪同下缓缓朝此走来。叶凡，行止见是叶凡，收起了脚。叶凡则是迈步来到叶泉身侧，俯身将之从地上搀扶了起来。抱歉啊，我来晚了。说着翻手取出一枚疗伤丹药，塞到了叶泉手里。叶凡离开丹火塔时，赤练长老顺手给他的。叶凡少爷，是我给叶家丢人了。叶泉稍稍稳住伤势后，一脸愧疚道：不怪你。叶凡拍了拍叶泉的肩膀，将之交给葛优，转而冷眼瞥向行止：就你把叶泉伤成这样的事吧。呵呵。行止冷笑，一如既往的嚣张，是又咋了？你也缩头乌龟，嚣张个什么劲？难不成还准备替叶泉报仇吗？你有这个能力吗？哈哈。呼，话音未落，叶凡朝前一步，身影似箭，瞬息进行止咫尺。好快！行止心中一惊，慌忙后退一步。叶凡手掌已如铁钳般探出，不等行止反抗，掐住了他的喉咙，跟着将他整个人提了起来。行止双脚乱踹，脸色涨得通红，呼吸困难，眼中满是惊恐。叶凡冷冷地看着行止，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笑意。刚才不是挺能说的吗？怎么现在不吭声了？周围人群见此一片哗然。行止好歹是灵武境9阶武者，在天武书院外院也算天才，面对叶凡居然完全没抵抗力，只一个照面就被叶凡制服了。这什么情况？叶凡实力强大到这程度了。同时不少人对叶凡的话很无语，行止现在可都被叶凡掐住喉咙了，气都喘不上来，还怎么吭声？叶凡。林清月眼见行止脸色越来越不对，忙朝叶凡喊道：赶紧放下他，他快死了，快死了。叶凡斜了眼林清月，眼中满是厌恶。林清月，你这是又装起来了，你应该巴不得我把他杀了吧。林清月被叶凡的话噎得脸色一白，刚要反驳，却见叶凡手掌陡然发力，咔嚓一声，行止的脖子断了，行止死了。卧槽，叶凡杀了行止，疯了，他竟敢在书院内杀人。在场众人无不瞪大了眼睛，一下全场都沸腾了，所有人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叶凡少爷。叶泉也被吓了一跳，声音有些发抖。他本以为叶凡只会教训下行止，没想到竟真当场把行止杀了，要加事也没加事，要实力没实力的废物怎么敢乱废的。叶凡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随手将行止的尸体丢到一旁网，转身对叶泉道：在天武书院要想不被欺负就得够狠，你越老实，别人越会欺负你。叶泉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叶凡的话他实在无法苟同，这样随意杀人，书院怎么可能轻饶？叶凡，你这疯子！林清月暗笑不已，脸上却装出一副震惊又愤怒的样子。杀了人，书院一定不会轻饶，这下谁都救不了你。你也想死？叶凡回眸，冷冷扫向林清月。林清月神色一僵，下意识后退了一步。现在的叶凡真的疯了，敢杀行止，那就敢杀他。杀一人，杀两人，区别不大。呵呵。聂灵并没有被叶凡吓到，这时冷笑着上来一步，翻手执刀：叶凡，我正愁杀不了你这个不敢接生死战的缩头乌龟，今日你无视院规，当场杀人，已犯死罪，我就替书院执法，要你性命。你说啥？叶凡掏了掏耳朵，一脸戏谑地看向聂灵：我没听错吧？你什么东西？手下败将而已，你要想跟我生死战，现在就来替书院执法，省省吧，什么玩意儿敢替书院执法？你可能还不知道吧。聂灵冷声道：我师尊目间已升任执法院院长，掌管整个天武书院刑罚，我是师尊弟子，只要升入内院即可成为执法院学员，你升不了内院。叶凡摇了摇头，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笑意，话音陡然一冷：因为你活不到外院大比。言毕，其手掌轻颤，曜日渐现于手中。呵。聂灵冷笑一声，一身玄武境的气息猛然爆发。你以为我还是新生试炼时的灵武境8阶吗？现在的我杀你易如反掌，玄武境我在迷雾森林杀了不少。叶凡鄙夷言语，倒也意外聂灵的修炼速度。新生是炼巨经才不到1个月的时间，聂灵能从灵武境8阶修炼到玄武境，这个修炼的速度的确不算慢，难怪当初能被誉为新生第一，刚入天武书院就被幕间收为弟子。不过这修炼速度跟他比不值一提，在迷雾森林你不过是仗着偷鸡摸狗的暗杀之术，趁乱杀了一些玄武境而已。
聂林显然听说了叶凡在迷雾森林的战绩，但对此仍嗤之以鼻。何况那些人岂能与我相提并论？你这张嘴倒是挺能说的，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剑硬。叶凡嘴角微扬，眼中闪过一丝戏谑。话音未落，他体内的太阳竟已悄然运转，耀日剑瞬间闪耀，初次目的金光，剑锋如朝阳破晓，骤然杀出。好快！聂林瞳孔一缩，身形急速后撤，面对转瞬杀至一剑，惊险避开。然而剑锋依旧划过他的左臂，鲜血瞬间从左肩喷涌而出。啊！聂林嘶吼一声，脸色瞬间惨白。他想不通叶凡怎么会这么强，同样的剑招他在狼园见识过，今日剑威却强大了不止一个层次。周围众人瞪大了双眼，震惊的说不出话来。林清月失神的站在原地，眼中满是不可思议。叶泉、葛优更是张大了嘴，说不出一句话来。一剑断聂林一臂，哪怕是玄武境3阶的武者也未必能做到吧，更何况聂林本身拥有越界一战的能力，灵武境9阶，你怎么会有灵武境9阶修为？聂林满目血丝，盯着叶凡咬牙切齿。这些日子你白天一直在睡觉，晚上才偷偷修炼，为何修为进阶会这么快？或许这就是天才吧。叶凡耸了耸肩，脸上挂着戏谑笑容，手中耀日剑轻轻一挥，剑锋指向聂林，得夸你一句，我刚这一剑是夺命之剑，你没死，只是断了一臂，还挺不错。灵武境乃至玄武境武者都还无法做到不眠不休，偶尔通宵几天没事，时间一长依旧会感到疲累。但在叶凡白天晒着太阳睡觉，可不耽误修炼。剑招之所以强大这么多，一是因为已修炼到大成，二也是因为修为之故。你找死！聂林气得浑身发抖，眼中怒火熊熊，猛地甩动肩膀，鲜血溅在长刀上，周身寒气骤然爆发，空气中凝结出无数冰霜，仿佛连空间都被冻结。血迹寒霜！聂林怒吼一声，奋力挥刀杀出，冰霜化作无数利刃，朝着叶凡席卷而去。这是他压箱底的绝技，以自身精血为引，威力惊人，足以越阶斩杀强敌。然而叶凡却只是淡淡一笑，高举的耀日剑忽然斩杀而下。太阳之剑具日光之力，剑锋闪耀出刺目无比的金光，只一刹那将冰霜利刃吞噬殆尽。剑威去势不减，直逼聂林胸口。聂林根本来不及反应，被这一剑重重击中，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摔在地上，口中鲜血狂喷，气息瞬间萎靡了下去。叶凡缓步走到聂林面前，耀日剑指向他的咽喉，冷笑道：聂林，嘴还硬吗？聂林躺在地上，眼中满是不甘恐惧，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败得如此彻底。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却只能咳出一口鲜血。嘴不硬了。叶凡冷笑，陡然口吐杀机，那你去死吧。说罢提剑准备了劫聂林性命。住手！这时一道威严话音突然响起，幕间一身黑袍缓缓走来，目光如刀，远远注视着叶凡，身后还跟着一紫袍青年，神色冷峻。师尊救我！聂林看到救星，拼尽全力一声大吼：叶凡，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书院内行凶杀人！幕间声音冰冷，走近后冲叶凡厉声呵斥道：你可知这是死罪？当诛！我还没杀聂林呢。叶凡嘴里嘀咕，似还感觉自己无辜。那行止呢？幕间瞥见行止的尸体，冷声喝问道：行止可是你杀的？是他杀的。不等叶凡回答，林清月抢先开口，一脸愤慨：在他动手前，我还劝阻过，告知其书院院规，奈何他藐视院规，执意要杀行止。叶凡闻言斜了眼林清月，这女人还真不放过任何让自己死的机会。叶凡闻言斜眼瞥了林清月一眼，这女人还真是见缝插针，不放过任何让自己死的机会。林清月感受到叶凡的目光，吓得立马扭头，哪怕只是一刹都不敢跟叶凡对视。书院内行凶杀人已是死罪，无视院规，罪加一等。幕间逼视着叶凡，冷声问道：你是要自我了断，还是我亲自动手送你一程？死罪是吧？那再多杀一个也没区别了。叶凡戏谑一笑，手中耀日剑猛然刺出，一剑贯穿聂林的喉咙，要了聂林性命。你！幕间双目怒睁，瞪向叶凡。周围众人见此，无不倒吸一口凉气。当着执法院院长幕间的面杀幕间的弟子，这事怕也只有叶凡干得出来。幕间院长！林清月一脸惶恐，转身朝幕间躬身行礼，急不可耐道：叶凡太放肆了，还请速速将之拿下，杀之正院规。骄傲！
叶凡斜眼瞥了林清月一眼，讥讽一笑，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林清月身侧，随即手掌探出，一把掐住其喉咙提起。放开我！林清月满目惊惧，双手拼命掰扯叶凡的手，却无济于事，惊恐地望向木间，声音尖锐：救我！独孤破！木间神色漠然，冷声一喝，其身后冷峻青年这才上前一步。叶凡转过目光，瞥向此人，才知道原来此人就是独孤破。拿下叶凡！木间话音冰冷，一声令下，杀意在独孤破身上骤然爆发。就不怕我杀了他？叶凡挟持着林清月，看着独孤破走来。要杀你就杀！独孤破冷声回应，眼中杀意不减。林清月闻言，脸色瞬间惨白。呵呵。叶凡冲林清月戏谑一笑，忍不住嘲讽道：我就说你的性命没多少人会在乎，还指望他们救你？呼话音刚落，空间骤然呼啸起一阵凌厉之风。独孤破翻手间，一杆长枪已直拿在手，紫色凌厉如潮水般涌向枪身，枪势徐徐攀升，震颤人心。叶凡注视着独孤破，眼睛微微眯起。玄武境5阶武者确实有点东西。住手！这时一道清冷喝声自远处响起，穆青城身影如幻，瞬间闪烁而至，目光如秋水般平静，挡在叶凡身前。穆青城！独孤破目光微寒，手中长枪依旧紧握，毫无收势之意，枪势已成，断无收势道理，出枪必要见血。话落，他手中长枪骤然刺出，枪芒如龙，缠绕着紫色灵力咆哮而出。放肆！穆青城冷喝一声，玉手轻挥，身前瞬间掀起一阵狂风，只一招化解了那来势汹汹的枪芒。独孤破身影亦被掀得连连后退，长枪主的这才勉强稳住身形。怎么可能？独孤破脸色阴沉，满目震惊，自己全力一击竟被穆青城如此轻易地化解了。这么强？叶凡眉毛轻挑，亦有些意外穆青城的实力。林清月目露愕然，心中不禁泛起一阵酸涩，自己和穆青城之间实力上竟也有着天壤之别。青城，你来干什么？穆间不满话音响起，对穆青城的阻挠极为不悦。二叔！穆青城站定身影，转身招穆间拱手行礼，随后直起身子正色道：叶凡不能杀，在书院行凶，按院规当诛。穆间面色一横，不容穆青城胡闹，不是你一句不能杀，他就可以不用死的，这是师尊之意。穆青城面不改色，强调了一句：你师尊。穆间神色一怔，须臾后眼中冷意再现，即便你师尊是第一院院长，也不能凌驾于院规之上让开，否则你就是违抗执法。那如果是院首呢？这时又一道清冷话音响起，众人愕然，纷纷侧目望去，只见易雍容少夫人款步而来，正是穆青城师尊第一院院长紫苑。居然闹这么大，连第一院院长都到了。听紫苑院长的意思是院首要保叶凡？不会吧？当众行凶都不用死？紫苑现身，被震撼的人群逐渐骚动了起来。院首！叶凡眉毛轻挑，心中暗自嘀咕道：应该是萧老吧，这老家伙这么关照我呢。天武书院院首与他素未谋面，无故帮他，不太可能。萧老就不一样了，让院首发话，一句话的事儿，他只是有些纳闷，萧老怎么会知道这里的事。穆间看着走来的紫苑，眼中闪烁狐疑之色。你说是院首要保叶凡？不错。紫苑嘴角含笑，轻轻点头。可有凭证？穆间质疑道。没有。紫苑摇头，笑容依旧。没有凭证，我为何要信你的话？穆间闻言不禁冷笑。再者说了，天武书院院规至高无上，尤其是院内行凶当诛这一条，自书院存在那日起便有，哪怕是院首亦不得徇私，否则院规岂不如同儿戏？院规是死的，人是活的。紫苑说着，目光飘到了叶凡身上，对待某些旷世罕见的天才，可酌情处理。你说叶凡？穆间斜了眼叶凡，不屑道：他算什么旷世罕见的天才？就因为他通关了真武塔吗？当然不止于此。紫苑从容道：他是不是什么旷世罕见的天才，而今尚无法定论，所以院首之意暂缓对叶凡的判罚。半个月后的外院大比，如若叶凡能夺第一，赦免其罪，那要不能呢？穆间眼睛一亮，饶有兴致地看向紫苑。院首的话明显留有余地，如此估计也是为了服众。外院大比第一可不好拿，毕竟玄武境5阶的独孤破还在外院。如若半月后叶凡能击败如今已是玄武境5阶的独孤破，那的确称得上是旷世罕见的天才。但这不可能，
那按院规处置呗，该杀则杀。紫苑耸了耸肩，嘴里轻吐出一道随意话音。好。木间听到了他想听到的答案，当即应下，相信院首不会出尔反尔。既然院首发话，那不能不给面子。不过他现在代表天武书院院规，立下这等协议，彼此算各退一步。紫苑见木间应下，又补充了一句，在这期间，院首不希望再有人伤叶凡分毫，否则不论何人必定重处。一个将死之人多活半个月罢了。木间一脸无所谓，转身拂袖离去。独孤破见状，一收起了手中长枪，注视向叶凡冷声道：外院大比，我定会要你性命，只希望你别在碰到我之前就死了。杀我你还不配。叶凡冷声言语，没将独孤破放在眼里。独孤破再强，依旧是外院学员，哪怕其实力比很多内院学员要强，但在内院比他强的人同样不少。走着瞧。独孤破冷哼一声，离开了此地。紫苑这时转身，眼见叶凡还掐着林清月的脖子，抿着嘴笑道：叶凡，你还不放了他吗？事已至此，如若再杀人，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叶凡闻言看向林清月，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笑意，这贱人的命我可不感兴趣。说罢随手一松，林清月顿时跌坐在地，捂着脖子大口喘气。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叶凡搞得这么狼狈，顿感颜面尽失，此刻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你还有半个月时间，可要好好努力。紫苑微微颔首，眼中似带着几分深意，叮嘱一句后迈着从容步伐离去。叶凡目送紫苑背影消失，这才转身看向慕倾城：倾城师姐，你又救了我一次，我只是传话，是你命不该绝。慕倾城摇了摇头，神色淡漠道：那也得多谢倾城师姐。叶凡摸了摸鼻子，笑着调侃道：可能这就是缘分吧，要不为什么传话的不是别人呢？缘分。慕倾城低声自语，不经意间瞥向了叶凡手里的耀日剑。哼，叶凡，你没多久可以笑了。林清月见叶凡和慕倾城在这谈笑风生，心中妒火中烧，忍不住又叫嚣道：半个月时间，即便你能突破进阶玄武，也断不会是独孤破的对手。何况玄武之境不是你说能进阶就能进阶的，到时外院大比，你一定会死在独孤破手里。这么肯定？叶凡瞥向林清月，忽然冒出一个想法：林清月，不如咱们打个赌如何？打赌？林清月神色一怔，赌什么？就赌我能不能在外院大比上夺得第一。叶凡嘴角微扬，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如果赢了，我要你在当天当众宣布，你之前腹中所怀是谁的孩子。慕倾城美眸一闪，期待地看向林清月。林清月当众宣布此事，正是他想要的。要是你输了呢？林清月眼中满是警惕。那我的命就是你的了。叶凡神色坦然，毫不犹豫道。他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输。我不夺。林清月一口回绝，不上叶凡的当。如果你没能夺得外院大比第一，先不说会不会死在独孤破手里，事后按院规处置，一是一死，我并不能从赌局中多得到些什么，为何要跟你赌？他也知道此事可不能乱说。皇城内传闻归传闻，不作数，一旦被证实，对断天涯不利。那可不一样。叶凡一脸玩味，神色挑衅道：按院规处置，杀我的会是执法院学员，我现在给你的可是让你亲手杀我的机会，难道你不想亲手给你孩子报仇吗？你先从独孤破手里活下来再说。林清月冷哼一声，转身离开了此地。哎，叶凡，你太想当然了。慕倾城料到林清月不会轻易应下这样的赌局，待林清月离开后轻叹了一声，这样的赌局他肯定不会答应，即便答应，届时亦有可能反悔，还指望这样的人能信守承诺吗？他答不答应并不重要。叶凡嘴角噙着得逞的笑意，从容道：重要的是有这么一个赌局出现过。什么意思？慕倾城疑惑地看向叶凡，眼中满是不解。倾城师姐应该了解断天涯吧？叶凡神色有趣道：你说万一林清月应下这么一个赌局，等我真夺得外院大比第一，断天涯会怎么？他会让林清月成为一个死人，开不了口。慕倾城话音微冷，继而摇了摇头，皱起了眉头。可是林清月并没有应下这个赌局。叶凡笑了笑道：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疯狂地生根发芽，直到长成参天大树。刚刚我和林清月关于赌局的谈论，必会传到段天涯耳中。即便林清月没有应下，段天涯会不起疑。慕倾城诧异地看向叶凡，不否认叶凡的话，可还是奇怪，你想林清月死，何必如此大费周章？我可不是想他死。叶凡随口一言，转身对慕倾城道：外院大比之日，我夺得第一之时，若真有人动手，希望倾城师姐留个心眼，必要时救下林清月。救他？慕倾城神色一怔，不知叶凡用意。
被人抛弃的滋味并不好受。叶凡道：想让林清月开口，只有先让他死心绝望。当然，若是最后没有也没事，咱们也不损失什么。穆倾城好像明白了，心中惊奇不已。今日叶凡提出赌局，只是一个幌子，只为在段天涯心里种下怀疑的种子。如果段天涯真为此要灭林清月的口，林清月心灰意冷，保不齐会出卖段天涯，这样他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此后半月，叶凡的生活简单而规律，往返于丹火塔和住宅区之间，日夜苦修。这一日清晨，推开修炼室的门，伸了个懒腰，缓步走下楼梯。去参加外院大比吗？赤练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叶凡停下脚步，回头看向赤练，笑着点头道：是啊，没进阶玄武。赤练眯着眼睛上下打量着叶凡道：差一点。叶凡摊了摊手，脸上露出一丝无奈。一昧苦修，依靠丹药吸收灵气得来的修为，如沙上建塔，并不牢固。赤练提点道：书院设立人物院，发放任务，可不单是为了给学员们创造获得积分的条件，也是为提供给学员们历练的环境。你来书院这么久，从未领取过任务院的任务，缺少足够的历练，这就是我无法进阶玄武的原因吗？叶凡闻言若有所思，嘴里低声嘀咕。赤练没再多说，翻手取出一枚丹药，随手丢向叶凡。这是什么？叶凡接过丹药，仔细端详，心生好奇。4阶丹药战灵丹。赤练介绍道：战前吞服此丹，通过灵力调动刺激修为，兴许能帮你在战中完成修为的突破。有这好东西，您老不早拿出来给我。叶凡眼睛一亮，笑着埋怨了起来。赤练瞪了眼叶凡，没好气地说道：丹火塔内的每一种丹药就摆在这，功能边上都写着，你有正眼瞧过吗？一天天的就知道拿具灵丹。叶凡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谢了，赤老。说罢，一个箭步冲出了丹火塔。外院大比，1年1度，设战台于书院演武场。时辰未至，演武场上已是人山人海，不少内院学员一早早至此现身观战。叶凡来了，他还真坐得住，现在才来。对别人来说是外院大比，对他来说今日可是生死战。我看是必死之局，你们不会真以为他能赢独孤破吧？叶凡一现身，四周顿时响起一片议论声，众人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他身上，有好奇，有嘲讽，也有幸灾乐祸。独孤破及其身后一行人一个个仇视着叶凡。叶凡感受到几道冷芒，侧目看向一边，只见穆倾城竟与陈离站在一起，中间还隔着一人。此人一袭金色长袍，眉目俊朗，气质出尘。段天涯。叶凡眼睛微微眯起，猜到了对方的身份。他对段天涯的印象全部来自原主的记忆。这位看似温文尔雅的皇子，正是害死原主的罪魁祸首。叶凡。叶瑶的声音从另一侧传来。叶凡扭头，只见他小跑着迎面而来，身后还跟着几名青年男女，都是身在天武书院的叶家之人。你这家伙！叶瑶上来就是一拳，喋喋不休地责备道：早跟你交代过，让在天武书院你少惹事，少惹事，你怎么还敢在书院内杀人的？把事情搞得这么麻烦。不麻烦啊，外院大比就走个过场，待会我随便上去溜一圈，杀了独孤破就得了。叶凡揉了揉胸口，有点受不了叶瑶这个特殊的招呼方式，一脸委屈道：不过瑶姐，下次见面你能不要对我动手动脚的吗？我这还要参加外院大比呢，可别把我打坏了。少废话。叶瑶呵斥了一声，见叶凡如此自信，忍不住好奇地问道：你进阶玄武境了？快了。叶凡随口答道。那就是没有。叶瑶脸色一下黑了下来，紧锁眉头道：都没进阶玄武境，你哪来的信心击败独孤破啊？我知道你厉害，能越阶一战，可独孤破是玄武境5阶，你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瑶姐，您就瞧好吧。叶凡依旧信心满满，小小独孤破拿捏。叶凡，你还在这风言风语？这时林清月的声音从一旁传来，只见他挤出人群，径直走向叶凡。哟，你也来了。叶凡看着走到自己身前的林清月，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笑着打招呼道：看来你是没忘了你我之间的赌约啊。什么赌约？林清月刚还有些傲娇的脸色瞬间变了，余光偷偷瞟向段天涯所在方向，发现对方正盯着自己，当即呵斥叶凡道：你可不要胡说，我可没有答应你。哦，对对，我懂。叶凡嘴角噙着笑意，连连点头。林清月见叶凡这副嬉皮笑脸的样子，更加恼了，扯着嗓门道：我本来就没有答应你。对对对。叶凡仍是笑着，眼中满是戏谑。你……林清月被叶凡气得跳脚，心中又急又怒。他明显感觉到段天涯已经起疑了。
可今日这场面，他又不便过去解释。嘿，你们听说了叶凡跟林清月的赌约没？你说的是林清月要当众宣布自己之前坏了谁的种的是吧？对对对，就是此事。此前皇城2种传闻，有说是叶凡的，也有说是三皇子的。你们在期待些什么？林清月宣布此事的前提是叶凡夺得大比第一，他行吗？人群因为叶凡跟林清月的对话瞬间骚动了起来。显然这半月来，天武书院内谣言满天飞，关于叶凡和林清月的赌约早已传得沸沸扬扬。段天涯站在远处，冷漠地注视着这一切，神色平静，仿佛周围议论声与他毫无关系。那双深邃的眼眸中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冷。院长们来了。忽然人群中传来一道高呼声，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远处，只见5道身影并肩走来，其中4人是以紫苑为首的外院4院院长，另一人则是刚升任执法院院长的穆坚。外院大比，不会是他主持吧？叶瑶看着走来的5人，低声嘀咕了起来。谁？叶凡侧头问道。穆坚啊。叶瑶压低声音，似有些不安。叶凡微微一笑，从容道：他主持就他主持呗。叶瑶皱眉道：我怕他操纵大比，针对你。不怕。叶凡自信一笑，眼中闪过一丝锋芒。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是徒劳。再者说了，有4位外院院长在，穆坚能耍什么花招？我都给你愁死了。叶瑶瞪了叶凡一眼，真不知道你这家伙哪里来的自信。外院大比，外院学员自愿参加跻身前100者，皆可升入内院。大比前10，书院还有额外的奖励。此时4位外院院长已先后落座，主持的穆坚走到了演武场中央。这时叶凡抬脚径直朝穆坚走了过去。你干什么去？叶瑶神色一正，没来得及拉住叶凡。演武场众人一时一愣，不知叶凡意欲何为。谁让你上来的？穆坚怒目而视，冷喝一声：今日大比由他主持。他还没发话，叶凡上来什么意思？叶凡不顾穆坚喝声，径直走到了对方面前。外院大比规则繁琐，很浪费时间。如果只是为争第一，不如我直接邀战所有外院学员，若无人能胜，这第一自然归我。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叶凡疯了吧？他以为他是谁？邀战所有外院学员，以为自己名列内院天榜吗？狂妄，简直不知天高地厚。人群议论纷纷，不少人露出讥讽之色。这家伙搞什么啊？叶瑶一脸气愤，怀疑叶凡脑子是不是坏了？就算要找死，也没这么找的吧？邀战所有人，车轮战，累都累死了，何况不少外院学员，修为还在叶凡之上。此时的穆倾城美眸中亦尽是困惑，独孤破、陈离等人则是冷笑不止。4位外院院长神色各异，兴致勃勃，他们对叶凡本就有着不小兴趣，听到叶凡这话后，兴趣更浓了。你以为自己真有这个本事？穆坚冷笑不已，乐得叶凡自寻死路。叶凡摸了摸鼻子，神色轻松道：有没有这个本事，试试不就知道了。穆坚扭头看向4位外院院长，见紫苑等人并未反对，嘴角冷笑之意更甚。好，既然你如此狂妄，成全你。叶凡闻言果断转身面对全场，朗声道：也别一个一个上了，想战之人尽可上来一战。不过丑话可说在前头，刀剑无眼，上来死了我可不管。这家伙什么意思？他要以一敌众。卧槽，邀战所有人就已经够疯狂了，没想到还有更疯狂的。我看这叶凡存心是想找死吧，怕自己死得太慢。随叶凡话落，人群再次哗然。然而迟迟无人敢上前一战。叶凡狂归狂，实力摆在那。此前曾诛杀玄武境1阶的聂灵，外院重领武境，何人敢战？哪怕是玄武境武者，亦不敢轻视。何况叶凡已放话，刀剑无眼，上去不敌，就可能死在叶凡剑下，没人敢战。叶凡戏谑一笑，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了独孤破身上。外院大比，其眼中对手本就只独孤破一人，其他人要赶上来，那跟送死没有什么区别。哼！独孤破感受到叶凡挑衅的目光，轻蔑道：我本以为你是个人物，如今再看就是蠢货一个，根本不配死在我枪下。怕了就怕了，别说这么多。叶凡讥笑道：跟其他人学学，你看他们怕了就不必向我认怂，不丢人。怕你？独孤破冷声一笑，瞥向了身后几人：你们几位一起上，不必留手，要他命。几人闻言皆目露狠厉之芒，彼此对视一眼后同时闪身而上，一共10人，皆为沙盟成员，3人为玄武境2阶，7人为玄武境1阶。此前在外执行任务，未参与迷雾森林之战。呼！叶凡面无所惧，
耀日剑直拿在手，剑锋在烈日下闪耀出刺目金光。跟着只见其翻手取出一枚丹药服下，战灵丹。紫苑认出叶凡刚刚服下的那枚丹药，眼眸一闪，我好像有些明白了。什么？身侧第二院院长侧头问道。紫苑解释道，叶凡刚服下的是战灵丹，他想通过此战觅得突破契机，一举跨入玄武，这不胡闹吗？第二院院长摇了摇头，并不认同叶凡的做法。既有战灵丹，想通过战斗寻觅突破契机，又何必邀战所有人？何必以一敌众？外院大比照常进行，有的是他出手的机会。或许他是怕麻烦吧。紫苑耸肩一笑，不否认第二院院长的话。上！独孤破剑10人围住叶凡，迟迟不动手，冷声催促。10人不再犹豫，交互一个眼神后，同时出手。刹那间灵力涌动，刀光剑影交织，直逼叶凡而去。叶凡站在原地，神色从容，手中耀日剑横扫而出，剑锋之上金光骤然暴涨。太阳之剑具日光之力，剑光如烈日般耀眼，瞬间将众人攻势吞噬殆尽。剑威去势不减，直逼10人胸口。轰！一声炸响，10人身影尽皆倒飞而出。那7名玄武境一阶，口中更是鲜血狂吐。一剑退10人，伤7人。几位院长见此，脸色皆变得精彩了起来。紫苑眼中闪过一丝赞赏，其余几位院长则是满脸震惊，显然没想到叶凡实力竟如此恐怖。段天涯眼中冷意渐浓，杀意渐显。叶凡的强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留着这样的敌人，后患无穷。陈离，段天涯侧目，给了陈离一个眼神。陈离会意点头，走开了身影。挤过人群，来到了独孤破身侧。你让他去干什么了？穆青城留意到此，皱眉问话段天涯，你好像很在意此人性命。段天涯没有作答，意味深长地看向穆青城。有吗？穆青城轻声喃喃，有些不自然。这不像你。段天涯无意刨根问底，仅是淡淡道，换做以前，我做什么，你从不会过问。穆青城沉默，目光重新投向场中，似也发现自己有些过于紧张了。是因为期待叶凡夺得大比第一，迫使林清月说出怀孕真相，还是单纯担心叶凡的性命？沙蒙10人虽惊愕于叶凡的实力，简单调整后再度压上了身影。叶凡毫不在意，身形闪烁于演武场上壁，3名玄武境2阶锋芒接连出剑。轰轰轰！叶凡每一剑皆精准无比，几名玄武境1阶武者接连倒下，鲜血溅洒，染红了演武场。暗杀之术。人群中的孟青见此，眼眸一闪，同为外院学员，今日他亦现身此地。迷雾森林中，他有见过叶凡出手，当时叶凡所执之剑并非耀日剑，深夜界着迷雾掩护，杀人于无形。而今再见叶凡剑招，虽少了隐蔽性，但见招之凌厉狠辣，仍一如往常。7名玄武境1阶武者转瞬尽皆殒命，演武场上观战众人皆被深深震撼。独孤破脸色早已阴沉的可怕，眼中杀意更浓。剩下3名玄武境2阶武者，心中已生出一丝惧意。熊大、熊二，协助我！其中一人眉头紧锁，突然冷喝一声。此人名为陈强，3人中实力最强。话落提刀而起，身上刀势骤然攀升。熊大、熊二闻言，从两侧杀至，接连施展灵力攻势，牵制叶凡。这一刀好像挺强。叶凡余光瞥向陈强，太阳经悄然运转，太阳之力逐渐朝着左手聚拢，掌心泛起淡淡的金光。杀！陈强暴喝一声，跃起一刀斩下，刀光化作一道天幕，携着毁天灭地之势袭杀而至。熊大、熊二见状，猛然退开身影，生怕被波及。叶凡丝毫不慌，左臂豁然抬起，掌心金光大盛。轰！巨响声传出，众人定睛，只见场中叶凡竟徒手接住了陈强的刀，刀光在他掌心寸寸崩裂，化作点点星光消散。不够强。叶凡失望地摇了摇头，右手耀日剑轻轻一挥。此时的陈强尚处在震惊中，面对叶凡这一剑，竟忘记了抵抗。剑锋划过其喉咙，鲜血喷涌而出。陈强身体缓缓倒下，眼中满是难以置信。全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已被震撼得说不出话来。徒手接下陈强巨噬一刀，一剑瞬间反杀。叶凡，这还是人吗？忽这时，演武场上忽然卷起一股灵力之风，叶凡体内灵力疯狂涌动，漫出体外，萦绕周身。要进阶了。叶凡发觉自身体内变化，心头一喜，战灵丹的药效在此刻彻底爆发。
其修为瞬间突破瓶颈，踏入玄武之境。玄武境，他突破了！人群中响起一片惊呼：“认输！我们认输！”熊大、熊二见此脸色惨白，双腿颤抖，竟当场跪了下来，声音中满是恐惧：“滚吧！”叶凡心情大好，也懒得杀这二人。二人如蒙大赦，连滚带爬的逃离。叶凡嘴角噙着笑意，目光再次落到了独孤破身上，神色挑衅道：“还是你来吧，其他人都不够看。”叶凡，叶瑶闻言，当即冲叶凡大喊道：“你刚一战10人，不用休息一会儿吗？”他刚刚也被叶凡的实力震惊到了。不过独孤破可不是一般的对手，以一敌十，同样可以轻易做到休息啥。叶凡闻言一笑，满不在乎道：“刚才一战我都没有消耗多少，多余休息。他有太阳身体，吸收日光，恢复灵力。烈日下战斗等于边消耗边恢复。方才这10人没有给到他多少压力，恢复的速度在消耗之上，状态还是巅峰。”呼！叶瑶还想劝说些什么，独孤破已走上战台。想死，成全你！独孤破冷声一语，眼中杀机毕露，长枪在手，一身玄武境5阶气息爆发。叶凡该不会真能击败独孤破吧？不可能，独孤破可是玄武境5阶。就是，叶凡此战能不死就不错了。人群注视着两人，一时议论声再起。众人认知中，独孤破是毫无争议的外院第一。别说修为领先叶凡4阶，即便两人修为相当，大部分人依旧更看好独孤破。战吧！木间脸色阴霾，巴不得叶凡早点死。身为主持之人，此刻无意多说一句废话。独孤破手中长枪一抖，枪尖泛起紫色光芒，随即便见其脚步朝前一踏，长枪猛然刺出。叶凡神色从容，闪身同时一剑旭日出生，轻松撩开独孤破这一枪，站定后讥讽一笑：“就这点本事？”哼！独孤破冷哼一声，长枪舞动，紫色枪芒如狂风骤雨般席卷向前，每一枪皆带着凌厉杀意，要将叶凡撕成碎片。叶凡闲庭信步，身形闪烁间，手中耀日剑不时挥出，剑光炽热，化解独孤破攻势。怎么会这样？独孤破是没使用全力吗？我怎么感觉独孤破完全奈何不了叶凡？不对劲啊！叶凡身法真怪，剑招也强。众人本以为此战会是独孤破全面碾压叶凡，结果战况上看，两人不分伯仲，难断优劣。10招已过，你就这点能耐？10数招后，叶凡拉开身影，笑着嘲讽道：“他刚所施展的身法源自暗杀之术，身如鬼魅，乃地阶5技迷影步。”独孤破木间有些恼了，这时陡然冲独孤破暴喝了一声：“你在干什么？还不赶紧杀了叶凡！”这一喝惹来不少人侧目。木间这话好像有些不太合适吧？紫苑瞧木间这急了的模样，忍不住笑着提醒道：“木间院长，你可是大比主持之人，莫要失态。”木间面色微沉，心中那叫一个气。他想叶凡死，好像表现得太明显了。呼！独孤破紧握长枪，眼中怒火熊熊。轰！待其长枪猛地一触地面，紫色灵力从其脚下蔓延开来，须臾后幻化成千万触手聚拢，将这一方天地化作紫色牢笼。哟！叶凡瞧见独孤破的手段，略有些惊讶。我看你还往哪里躲？独孤破暴喝一声，长枪高举而起，枪势攀升，枪尖闪耀出刺目紫光。先前其攻势，叶凡能轻松抵挡，很大程度因叶凡避开了最胜之风，忙我干嘛要躲？叶凡嘴角含笑，耀日剑爆发炽热红光，杀！独孤破猛然跃起，一枪朝前刺出，枪芒化紫色巨龙咆哮，携毁天灭地之势直逼叶凡。叶凡手中耀日剑斩下，剑锋红光大盛，落日余晖将整个演武场染成血色。轰！血色剑光与紫色巨龙狠狠碰撞，震耳欲聋的巨响回荡整个空间，狂暴的能量波动席卷开来，演武场地面被震出无数裂痕。紫色巨龙在剑光下节节败退，最终被血色剑光彻底压制。独孤破脸色一变，身形急速后退，但依旧被剑光余波扫中，胸口多了数道浅浅的伤痕，不断鲜血从中渗出。你！独孤破踉跄着站定身影，低头看了一眼胸口伤痕，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你什么你？叶凡轻笑一声，神色颇为自得，嘴上还不忘嘲讽：“我说过，你不过如此。”全场鸦雀无声，无疑都被惊呆了。林清月紧握双拳，脸已气得通红。他实在想不通，叶凡为何会这么强？难道跟他相识的这些年一直在装？木间龇牙咧嘴，恨不能自己亲自动手。相较之下，段天涯神色就显得从容许多。此时
嘴角依旧挂着那抹若有若无的冷笑。其身侧穆倾城反而因此担忧了起来。你以为你赢了吗？独孤破低吼一声，声音略显疯狂，翻手取出一枚血色丹药，毫不犹豫地塞到了自己嘴里。霎时间，其双眸变得血红，身上灵力暴动，整个人气息骤变。嗑药！叶凡见此，眉毛不由轻跳了下。几位院长的脸色亦都微妙了几分。血灵丹！穆倾城眉头微微锁起，侧目看向段天涯，却见此时的段天涯神色如常，嘴角仍噙着冷意。血灵丹透支身体极限，可临时增强战力，一旦服用，有可能伤到武道根基。此丹在云隐国被列入禁药之列，丹火塔中自然不可能有血灵丹。此丹定是段天涯让陈离交给独孤破的。该死！叶瑶眼见独孤破身上气息逐渐变得狂暴，忙招木间喊道：“木间院长，独孤破服用丹药，难道就不违规吗？”违什么规？木间亦有些意外，独孤破竟会不计代价服用血灵丹，但现在既已服用，就不会让独孤破白服。这届大比可没规定过不能服用丹药，何况此前叶凡不也服用过丹药吗？那能一样吗？叶瑶心知木间针对叶凡，扭头朝紫苑等人投去了求救的目光，希望几人能够开口阻止。却见紫苑目光深邃，似在思索着什么。其他几位院长则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叶瑶心中一阵无力，只能紧紧盯着场中的叶凡。叶凡，我必杀你！独孤破狂吼一声，手中长枪一握，踏步间身影骤然朝叶凡杀出，枪芒如雨，每一枪皆杀意十足。叶凡挥剑而动，闪耀出阵阵金光剑锋，枪芒不断碰撞，发出刺耳声响。本身叶凡修为就跟独孤破有差距，面对疯狂的独孤破，略显狼狈。这么猛，叶凡心中暗惊，低估了血灵丹之威，只能闪烁身影，不断周旋，寻觅良机。但独孤破攻势如狂风骤雨，逼得他节节后退。叶瑶、穆倾城都为叶凡捏了把汗，林清月的脸色则是得意了起来，仿佛已看到叶凡死在独孤破枪下的场景。你们真不打算出手干预吗？紫苑有些看不下去了，看向身侧几位院长。独孤破吞服血灵丹的行为明显违规，此前他们默许是想看看叶凡的极限，可如今叶凡并没有给他们惊喜。即便如此，叶凡依旧堪称天人，做事这样的天才殒命，紫苑做不到，现在还怎么干预？第二院院长摇了摇头，我们可以阻止此战，但怕无法让叶凡领这大比第一之位。既不是大比第一，叶凡此前杀人之罪理当清算，最后还是一个死，先保其性命，让院手裁决。紫苑深锁眉头，深思后起身。呼！这时场中掀起一阵妖风，叶凡被独孤破一枪掀飞，刚一站定，一股奇异力量自其身上涌现。那是……第二院院长定睛一看，面露惊色，一块石碑虚影于叶凡身后浮现，散发着恐怖威势，镇压着一方空间。一时间妖风肆虐不止，朝独孤破猛扑而去，打断了他刚刚那近乎疯狂的攻势。命魂！独孤破紧盯着叶凡身后的石碑虚影，一脸难以置信。这石碑是叶凡的命魂，玄武境武者能觉醒命魂，怎么可能啊？不是只有第五境武者方能觉醒命魂吗？难道说叶凡的命魂提前觉醒了吗？我听说只有天阶命魂才可能提前觉醒。随着石碑虚影浮出，叶凡前所未有的骚动。哈哈！第二院院长放声大笑，狂喜之色溢于言表。看来我们几个是赌对了，这叶凡果真还有底牌。叶凡这命魂看似不弱，就是不知具体何用。第三院院长眼眸闪烁着浓厚兴趣，满是期待。何用？第四院院长笑着摇了摇头，既然叶凡释放命魂，那必是要借命魂之力击败独孤破。何用？待会儿就知道了。刚站起身来的紫苑此时已再度落座，心中甚慰，院手的眼光还是毒辣，没有看错人。演武场上众人你言我语，声音嘈杂，场面一度混乱。木间听着周围的声音，怒意大盛，脸色阴沉的可怕。眼见独孤破还愣在那里，当即一声冷喝，别被他吓到。这命魂应该是他刚进阶玄武时觉醒，他定不知道如何借用命魂之力，赶紧杀他。刚觉醒的命魂，独孤破目光微凝，随即冷了下来。天阶命魂有可能提前觉醒，但所谓的提前，也是在玄武境时叶凡刚刚才进阶的玄武境。想明白这一点，独孤破不再畏缩，眼中血光闪烁，紫气萦绕枪尖，大步朝前，长枪猛然刺出，枪芒化龙，咆哮着杀向叶凡。震天碑还得靠你。叶凡看着杀来的独孤破，心中暗笑。木间的判断
明显错了。不过这怪不得穆坚，因为震天碑根本不是命魂，只不过在场所有人误解罢了。叶凡身影未动，目光微寒，震天碑在他操控下猛然震杀向前，邪恐怖威势瞬间湮灭紫色巨龙。轰！诸人只见闪耀的紫光刹那溃散，独孤破身影如断线风筝般倒飞而出，重重砸在地上，发出轰的一声巨响。刚一起身，口中鲜血狂吐，随即即再次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好强，一击就击溃了独孤破。叶凡有着命魂，谁是他对手啊？除非第五境武者同样觉醒了命魂。人群目睹眼前这一幕，惊愕不已。叶瑶、穆倾城来不及为叶凡高兴，如今脑海中皆是空白一片。林清月脸色苍白如纸，呆愣在那里。段天涯脸上笑容凝固，眼中只剩森然寒意。这样居然都没能让叶凡死，我认输。一道微弱的声音忽然间传出，躺在地上的独孤破微微动了下，被叶凡一击击溃，已彻底失去了斗志。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了怕死的念头，居然没死。叶凡听到这声音略有些惊奇，看样子他有些高估了震天碑之威，兴许是使用震天碑的方式错了。咻！叶凡咧嘴一笑，将震天碑收起，手中耀日剑毫不留情地刺出，一剑挑起了躺在地上的独孤破。待独孤破再次落地，彻底没了气息。叶凡，你干什么？穆坚被叶凡的实力震撼到，刚还在愣神，如今见叶凡诛杀独孤破，陡然一声暴喝：还能干什么？叶凡嘴角含笑，扭头看向盛怒的穆坚，理所当然道：当然是杀人呀，外院大比没规定不能杀人吧？此前之前都杀了8个了，也没见你说什么。独孤破已经认输了。穆坚瞧叶凡这副嬉皮笑脸的样子，怒目圆睁，认输意味着此战战罢，你还敢杀人，公然挑衅外院大比的规矩，挑衅天武书院的院规，你该死。你这人怎么这么爱拿院规说事？叶凡无奈耸了耸肩，一脸戏谑：抱歉啊，刚才独孤破的声音太小，我真没听见他认输，还以为他躺在那里骂我呢。狡辩！穆坚暴喝一声，一身恐怖气息压迫向叶凡，豁然抬手而起，眼中杀意暴涨，视院规如同儿戏，给我死！呼！话落，一道掌印咆哮而出，携着恐怖威势震杀向叶凡，所过之处空气似被撕裂，发出刺耳呼啸声。住手！紫苑喝声骤然于此时响起，身影如鬼魅般闪烁，瞬间挡在叶凡身前，抬手一挥，轻描淡写地化解了穆坚的攻势。穆坚院长，你这是做什么？紫苑嘴角噙着浅笑，目光平静地看向穆坚。你没看到吗？穆坚对紫苑的阻拦极为不满，冷声喝道：叶凡是院规如同儿戏，难道不该死？我身为执法院院长，又是今日大比的主持之人，自是要执法杀之。叶凡有违规吗？紫苑故作糊涂，含笑问道。哼！穆坚冷哼道：独孤破认输，叶凡依旧杀之，还不违规？我没听到独孤破认输。紫苑说着瞥向了如今还端坐着的第2院、第3院以及第4院院长，3位，你们有听到吗？没有，没有。独孤破刚刚有说话吗？我也没听到。3位院长个个面带笑容，毫不犹豫地回答。众人闻言皆是一愣，随即很快明白了过来。虽然刚刚独孤破认输的话音很轻，但在场众学员中依旧有人听到。几位院长听力无疑更好，4人不可能没有听到。如今说没听到，完完全全就是在袒护叶凡。穆坚若执意杀叶凡，就是跟4位院长对着干。你们！穆坚怒目扫向几位院长，气得脸色铁青。紫苑毫无理会穆坚之意，转身面向全场，待穆坚主持问话众人：此战叶凡胜，是否还有外院学员要上来与叶凡一战？全场一片寂静，无人应答。叶凡连独孤破都能杀，他们上定都难逃一死，哪怕一拥而上，结果亦然。紫苑料到会是如此，嘴角微扬，口吐清朗话音，宣布道：既然无人敢战，此次外院大比叶凡第一。待紫苑话落，人群随之沸腾。这结果众人刚刚皆已预见，但紫苑的宣布仍令众人心头颤动。叶瑶松了口气，脸庞露出了笑意。林清月脸色惨白，呆立在那里。段天涯侧目，给了陈离一个眼神，随即陈离再次悄悄离开了。穆倾城留意到此，没再发问，目光随着陈离看向一边，却见陈离有意无意在向林清月靠近。叶凡，紫苑没有理会一旁脸色铁青的穆坚，笑着走向叶凡道：恭喜你夺得外院大比第一，按照约定，此前你所犯院规一笔勾销，此外
院长有言，趁着大比之日，授予你隐星之位。什么？穆坚闻言，脸色骤变，诧异地瞪向紫苑。在场中内院学员眼中亦都满是不可思议。叶凡见穆坚这么大反应，不禁纳闷道：紫苑院长，什么是隐星？该不会是什么虚名吧？这可不是什么虚名。紫苑笑道：书院隐星乃书院学员的最高荣誉，今后在内，书院资源任你享用，地位比肩诸位院长；在外，你就代表天武书院，与你为敌即与书院为敌。哦，叶凡眉毛轻挑，心中暗自嘀咕道：难不成这就是萧老所谓的大礼？书院资源什么的，他倒不是很在乎，拥有天武金令，已可享书院所有资源。不过地位比肩院长，倒是让他感兴趣。虽依旧是学员，但已凌驾于学员之上。今后天武书院内一些普通的导师、长老见到他，估计都得向他行礼问好。天武书院已经数十年不曾赐封隐星，何故今日赐封？为何事先我没有听到一点风声？穆坚脸色难看，紧锁着眉头质问紫苑道：何况书院历史上，哪怕是要赐封隐星，也只会赐封内院天榜榜首。叶凡只是在外院大比中夺得第一，有什么资格成为天武书院隐星？紫苑瞥了眼穆坚一笑，就叶凡所展现潜力来看，修为弱智玄武进9阶，天榜第一唾手可得。如今不过是提早赐封罢了。至于你为何事先不知，呵呵，你一个执法院院长，没资格参与这等决策。哼！穆坚冷哼一声，眼底怒火熊熊。提早赐封，我看未必吧。天榜之上，众内院学员皆可轻易拜之。今时强，不代表他日强。谁能保证再过1年半载，叶凡不会泯然众人？呵呵。紫苑轻笑了下，神色挑衅地看向穆坚，建议道：要不你去规劝院首。穆坚脸色一黑，顿时无言。规劝院长，他又哪里敢？穆坚院长似乎不太认可我的潜力。叶凡瞧穆坚这跟吃了屎一样的表情，忍不住笑道：也罢，今日我便斗胆挑战在场中内院学员，名列天榜之人亦可。只要将修为压制于玄武进6阶，一战败我便不受这隐星之位。话落，其目光扫向了在场的一众内院学员。众内院学员闻言，顿时有种被挑衅的感觉，然则一时间并无人愿意现身一战。压制修为至玄武进6阶，一战叶凡。输了，脸丢大了；赢了，也没什么好骄傲的。除非他们能在将修为压制于玄武进1阶的情况下击败叶凡，但这根本不可能。没人吗？叶凡等了半晌，见无人应答，无奈地耸了耸肩，转过目光看向穆坚，戏谑道：看样子众内院学员好像都认可我授天武书院隐星之位。哼！穆坚阴沉着脸，冷哼一声。他不是不认可叶凡的实力，单纯心里不爽。更让他恼火的是，叶凡一旦受隐星之位，地位上降与自己平起平坐，这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奈何这是院首之意，他无法左右。叶凡，紫苑见穆坚吃瘪，心情大好，翻手取出一件黑色长袍，递给叶凡。此袍名为隐星袍，你既受隐星之位，当披此袍。就在这换吗？叶凡接过黑袍，尴尬地摸了摸鼻子，有啥好不好意思的？紫苑被叶凡这反应逗乐了，促狭地上下打量道：你这里面又不是啥都没穿。说的也是。叶凡耸肩一笑，索性当众脱衣。当他展开隐星袍披在身上时，胸口6芒星印记顿时闪耀出了耀眼光芒，整个人的气质瞬间变了。这是地阶灵兵。叶凡发现什么，瞳孔微缩，惊讶地看向紫苑。不错。紫苑笑着点头道：隐星袍是一件地阶层次的防御灵兵，若无第5境修为，难以破开其防御。即便面对第5境武者的攻势，亦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伤害。好东西！叶凡双眼放光，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了。地阶灵兵本就珍贵，价值不菲，其中的防御灵兵价值更高。演武场上众人听闻两人对话，一个个眼中尽是羡慕、嫉妒。大喜过后，叶凡想起正事，转身扫视人群，目光最后锁定在林清月身上，提高嗓门道：林清月，我已夺得外院大比第一。林清月被这突如其来的点名惊得一怔，眼神恍惚，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叶凡这话是什么意思。在这电光火石之间，一直潜伏在人群中的陈离眼中寒光一闪，猛地抽剑出鞘，剑锋如毒蛇般穿过人群，直取林清月后心。小心后面！叶凡见陈离出剑，连忙出言提醒。林清月闻言仓皇转身，迎面而来的杀气让他浑身发冷。当他看清是陈离时，脸上血色瞬间褪尽，惊骇得连退数步。砰！千钧一发之际，侧面有一道剑光如流星般划过。穆青成身银闪现，手中长剑精准地挑开陈离的致命一击，剑锋相撞，迸发出刺目火花。该死！
陈离脸色骤变，没注意到穆倾城，其眉头霎时锁起，目光不自觉地瞟向远处的段天涯，眼中闪过一丝慌乱。段天涯站在远处，拳头不自觉地攥紧。是他授意陈离出手灭林清月的口，但机会只有一次，陈离错过了。更让他恼火的是，出手阻拦者竟是穆倾城。此时的穆倾城已将林清月护在身后，注视着陈离，冷声质问：陈离，你要干什么？林清月呆若木鸡，站在原地，整个人如坠冰窟。陈离是段天涯亲信，此举必是段天涯授意。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深爱的人竟要置他于死地，保护他的却是被他视作情敌的穆倾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周围众人都愣住了，彼此面面相觑，眼中满是困惑不解。陈离面对穆倾城喝问，眼神闪躲，缄口不言。此刻他又还能说什么呢？当然是杀你。叶凡见陈离不答，懒洋洋的代为回答，嘴角露出了玩味笑意。林清月，我早跟你说过，你没有那么重要，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在某些人眼里，你不过就是一个稍微有点姿色的生育工具，随时可以舍弃。此言一出，人群一阵骚动。虽然叶凡没有把话说得太明白，但这番言语足够令人遐想。是这样吗？林清月不愿相信，错愕地望向段天涯。此时的段天涯再无先前的从容，站在那里沉默不语，脸色冷得可怕。林清月得到答案，眼神瞬间暗淡下来，踉跄着后退了一步，险些昏倒在地。幸好穆倾城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他。林清月，赌约。叶凡看出林清月的绝望，笑着提醒道：既然他无情，你又何必存意？可不能让无情之人好过。林清月脸色苍白如纸，倔强地挣脱开穆倾城，哪怕被段天涯舍弃，亦不愿受穆倾城帮助。其后拖着沉重的脚步，整个人仿佛一具行尸走肉般缓缓走到叶凡身旁。众人神色各异，隐约猜到林清月要做什么。半个月前，他与叶凡的赌约早已传遍书院，此刻所有人都默契地闭上了嘴，整个演武场鸦雀无声，落针可闻。段天涯，林清月原本精致的妆容此刻已被泪水晕染，声音颤抖得厉害。你告诉我，你究竟有没有爱过我？哪怕只是一瞬间。段天涯依旧沉默，微微侧过脸去，有意避开林清月的目光。这个动作彻底击碎了林清月心中仅存的最后一丝希望。哈哈哈！林清月突然仰天大笑，笑声中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癫狂，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原来叶凡说的对，在你眼里，我不过就是个生育工具，不过就是个会走路的子宫。话落，猛地扯开自己的衣襟，露出平坦小腹，冲段天涯歇斯底里的咆哮道：看看啊，这就是你想要的。可惜他现在空了。人群一片哗然，所有人都被这疯狂一幕惊呆了。穆倾城下意识想要上前，却被身旁的叶瑶轻轻拉住。为了不妨碍你，我算计叶凡，不惜委屈自己嫁给叶凡，甚至……林清月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带着令人心碎的哽咽，甚至让我们的孩子认叶凡为父，就因为你当初一句不是时候。够了！段天涯终于有了反应，皱眉冷声一语：不够。林清月突然尖叫起来，声音刺破云霄：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段天涯是个什么样的伪君子！说罢扭过头瞥了眼穆倾城，疯狂的眼神回到了段天涯身上。你跟我说过，穆倾城就是一只不会下蛋的鸡，说娶穆倾城就是想利用穆家的权势，只要你夺得储君之位，就会光明正大的迎娶我，他日你登基为皇，一定立我们的孩子为储君。骗子！你一直在骗，骗了我，也骗了穆倾城，骗了穆家、林家，骗了所有人。演武场上众人随着林清月这番言语，脸色逐渐精彩了起来，一个个交头接耳，小声议论。住口！段天涯终于暴怒，一身恐怖气息骤然爆发，身形一闪，抬手便是一道凌厉掌印呼啸而出。第五境，叶凡双眸微睁，惊愕于段天涯的实力，明明与之年龄相仿，修为竟已步入第五。转瞬，段天涯杀至林清月身前。绝望、疯狂的林清月就没想躲，或许他说那些时就已有求死之意。不过叶凡可不想林清月这么死了，果断横跨一步，挡在林清月面前，一剑刺出。可惜他有些低估了段天涯这一掌之威，耀日剑刹那脱手，掌印于是不减，重重轰在他胸口。轰！叶凡被震得连退数步，胸口传来一阵剧痛，龇牙咧嘴的揉了揉胸口，心中郁闷，隐心袍不妨痛啊。待他抬头看向段天涯，嘴角又露出了挑衅笑容。怎么，三皇子这是要杀人灭口吗？轰！话音刚落，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叶凡猛地回头，却见林清月已经倒在血泊之中，而站在他身旁之人
竟是穆坚。你杀了他！叶凡瞳孔微缩，面露一丝错愕。林清月的性命，他倒不是很在意，只是诧异杀人者居然会是穆坚。身为执法院院长，当众杀书院学员，这胆子忒大了些。构陷皇子，死罪当杀。穆坚阴沉着脸，声音冷硬如铁，为自己的杀人之举辩解。呵呵，叶凡听对方这一番说辞，不禁冷笑。你掌管的是天武书院刑法，还是云隐国刑法？先不说林清月所言真假，是否是构陷皇子，就算构陷皇子，关你执法院院长屁事？究竟是他构陷皇子，还是你替段天涯杀人灭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段天涯满面冷意，接过话锋，斜了眼叶凡道：林清月构陷皇子，该死。凡云隐国正义之事，皆可杀之。穆坚院长此举又有何不妥？不杀，难道还包庇他吗？倒是你叶凡如此偏袒林清月，莫非是你指使林清月构陷皇子？大胆！叶凡早就料到段天涯会倒打一耙，陡然一声暴喝，这一声如惊雷炸响，震得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众人面面相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叶凡居然敢呵斥三皇子殿下大胆！叶凡你放肆！穆坚最先回过神来，脸色铁青的呵斥道：你闭嘴！叶凡毫不客气的回怼，凝着目光逼视向段天涯，构陷皇子是死罪，那你刚刚这番话，构陷天武书院影星更是死罪。什么？段天涯神色一怔，眼中闪过一丝诧异。叶凡这是怎么了？他在说什么啊？这么大胆子，居然还敢呵斥三皇子殿下？何止呵斥三皇子殿下，竟还说三皇子殿下是死罪。演武场上人群窃窃私语，都被叶凡这番言论给搞糊涂了。众人面面相觑，眼中满是震惊和不解。真以为这云隐国是你段家当家吗？叶凡不再跟段天涯客气，声音冷得像冰朝前一步，同时伫林立于隐星袍内，其上六芒星印记随之闪耀出刺目金光。云隐国不是你段家的云隐国，而是天武书院的云隐国。叶凡一字一顿地说道，每个字都像重锤般敲在众人心上。云隐国皇子有很多，但天武书院隐星只我一人。你一个小小皇子，胆构陷隐星，找死！话落，其身上气势骤然爆发，隐星袍无风自动，猎猎作响。演武场上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叶凡这气势震慑住了。放肆！段天涯顿觉脸上无光，再无往日风度，瞪向叶凡厉声喝道，竟敢在此大放厥词，藐视皇族！我放你妈！叶凡毫不客气，冷声讥讽道，自己回去问问你爹，没有天武书院，皇族算个屁！云隐国不是段家的云隐国，而是天武书院的云隐国。这话可不是他胡编乱造的。现在的云隐国在萧老守护之下，而萧老代表的就是天武书院。即便这是萧老承诺皇族老祖段云隐之事，但仍可以说天武书院凌驾于皇族之上。天武书院隐星可对标皇族储君，段天涯一个皇子，岂配跟隐星相提并论？混账！段天涯怒目圆睁，周身气息咆哮，拳头一握，青筋暴起，意欲出手教训叶凡。三皇子殿下，紫苑话音适时响起，提醒段天涯道，在天武书院对天武书院隐星动手，你确定吗？段天涯面色微沉，咆哮的气息稍稍平息，深吸一口气，强压下了心头怒火。叶凡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笑容，扭头看向紫苑问道，紫苑院长，我一直在纳闷一件事，非天武书院学员不是不能踏足天武书院吗？这段天涯今日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哦，是这样。紫苑微微一笑，耐心解释道，段天涯此前也是天武书院学员，不过2月前其修为步入第5境，顺利从书院毕业了。但按书院规矩，毕业学员同样可入书院。这样啊？叶凡眉毛轻挑，眼底闪过一丝狡黠，跟着对紫苑问道，那我现在想轰他出去行不行？这不太好吧？紫苑眼眸闪烁，似有些为难。不行。叶凡撇了撇嘴，好像有些不高兴了，嘴里小声嘀咕道，看来隐星的权力也不过如此。轰出去那肯定不行。紫苑面含笑意，说着话锋一转，但如果说是请出去，那肯定没问题，那就请三皇子殿下离开天武书院。叶凡闻言顿时笑了起来，立马朝段天涯做了个请的手势，稍后天武书院要处理些书院之事，毕业学员不便在场。呵，段天涯嘴角冷笑，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双手负于身后，下巴微扬，对叶凡的话充耳不闻，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整个演武场安静下来，所有天武书院学员都屏住了呼吸，谁也不敢出声趟这浑水。紫苑等几位院长也保持着沉默，毕竟请段天涯离开这种事，总不能让他们亲自动手吧。段天涯见无人响应，
脸上得意之色更浓，斜睨着叶凡，眼中满是挑衅。请三皇子殿下离开天武书院。叶凡神色如初，再次喊话，提高了嗓门，声音在寂静的演武场上格外清晰。有人理你吗？段天涯冷笑连连，目光轻蔑地扫视全场，最后定格在叶凡脸上，嘴角噙着讥讽笑意。这时人群中突然挤出一道身影，迈着沉稳步伐，面无表情地走向段天涯。古意。叶凡眉头微挑，眼中闪过一丝意外。三皇子殿下，请。古意神色冷漠如冰，摆手示意。我要是不走呢？段天涯瞪向古意，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没想到居然真有人敢出面驱赶他，动手起来会很难看。古意直视段天涯，平静提醒道：我相信等到那个时候，几位院长就不会袖手旁观了。作为古家少主，古意丝毫不惧段天涯的威势，何况他还是内院天榜第3的人物，现在实力虽不及段天涯，未来可不一定。哼！段天涯脸色阴晴不定，沉思片刻后冷哼一声，猛地一挥衣袖，招呼不远处的陈离：陈离，我们走。就此离开，虽有失颜面，但是总比被当众轰出去强。站住！叶凡见状，突然喊道：你还想如何？段天涯猛地转身，眼中怒火几乎要喷薄而出。你可以走，但陈离不行。叶凡嘴角挂着玩味笑容，目光轻飘飘地扫向陈离。段天涯，他现在还动不了，小小陈离还收拾不了吗？殿下。陈离眉头微皱，看向段天涯。放心，他不敢拿你怎么样。段天涯冷冷地瞥了叶凡一眼，说罢头也不回的大步离去。叶凡，你想如何？陈离阴沉着脸，强装镇定地问道。请注意你的态度。叶凡懒洋洋地掏了掏耳朵，不紧不慢道：我可是天武书院影星，你既是天武书院学员，跟我说话就该使用敬称，用您而不是用你。小人得志。陈离轻蔑一言，毫不给叶凡面子。呵呵。叶凡不以为然地笑了笑，扭头对木间问道：刚刚陈离初见杀林清月，在场众人皆亲眼所见，木间院长觉得陈离此举是否已犯院规，该如何处置？你可别拿林清月构陷皇子的理由来搪塞，当时的林清月可什么都没说。处置什么？木间下巴高高扬起，理直气壮道：陈离没杀林清月，只是初见，犯什么院规？天武书院院规只管杀人，不管伤人，何况陈离都没能伤人。你不会判，那别判了。叶凡闻言冷笑，干脆利落地转身直视陈离，眼中寒光闪烁：书院内行凶杀人，死罪当诛。初见没能成功杀人，那就是杀人未遂，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说着，其右手缓缓抬起，指向陈离：陈离，现剥夺你天武书院学员身份，逐出天武书院。什么？陈离闻言脸色大变。叶凡。木间暴喝一声，对叶凡越权之举大为不满。你什么身份？有什么权利代表执法院执法？当我不存在吗？天武书院影星，这身份不够。叶凡轻笑着反问，一脸挑衅。不够。木间怒喝道。是吗？叶凡微微一笑，你是不是觉得你是执法院院长，天武书院只有你有资格对天武书院学员进行判罚？当然。木间昂首，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把院规当你个人谋利徇私的工具吗？叶凡就等着木间这话，戏谑笑道：我看这支法院院长你别当了，还是好好当你的导师吧。演武场上众人闻言皆是一愣，随即爆发出一阵低声骚动。叶凡他什么意思？要罢免木间院长？好狂啊，他有这个权利吗？他是书院影星，搞不好还真有。众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个个的看热闹不嫌事大。哈哈。木间闻言先是一怔，随即爆发出一阵狂笑。你还想罢免我执法院院长之位？笑话，天大的笑话，你够资格吗？不够资格吗？叶凡歪了歪头，故作天真的朝紫苑投去询问的目光。紫苑会意一笑，向叶凡介绍道：在天武书院，若无院首发话，想要罢免任何一位院长，至少需要书院半数院长同意才行。天武书院有几位院长？叶凡眼睛一亮，饶有兴致地问道。9位。紫苑回答道：天武书院外院有4位院长，内院分左右2院，院长2人，此外还有任务院、执法院、讲武院各1位。呵呵。木间无疑也知道这规矩，一脸讥讽地看向叶凡：罢免我？叶凡，你够数吗？也许够呢。叶凡嘴里嘀咕着，面朝众学员朗声道：木间，执法不正，陈离有杀人之意，只因未遂，拒不判罚。林清月未犯院规，却又强制执法杀之，滥用其权。今日
我以天武书院影星的身份提议罢免木间执法院院长之位。话落转身，目光扫过包括紫苑在内的4位外院院长。我同意。紫苑嘴角含笑，第一个举手，表态之快，仿佛生怕别人抢先一般。哼！木间冷哼一声，并不意外。此前紫苑种种行径都在偏帮叶凡，如今赞同叶凡的提议，完全在意料之中。但仅一人同意，根本无济于事。我同意。第二院院长突然举起手来，声音沉稳有力。木间面色一沉，锐利目光射向第二院院长。他和这位第二院院长素无恩怨，对方为何要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我也同意。同意。第三院、第四院院长相继表态，仿佛只是做了一个很随意的决定。木间包庇陈离，尚可归为偏私，但无故诛杀林清月，已是明目张胆的滥用职权。更何况叶凡可是院首钦点的影星，叶凡要罢免木间，这面子岂能不给？你们！木间瞪着眼睛，目光在几位院长之间来回扫视，忽然狞笑起来，哈哈，天武书院有9位院长，想罢免我，至少得5位院长同意，光你们4个不够数。木间，你忘了？紫苑轻声一笑，眸中带着几分戏谑，嗓音轻柔却字字如刀。叶凡为天武书院影星，在天武书院地位比肩院长，他手里亦有一票。什么？木间闻言瞳孔骤缩，如遭雷击。叶凡满意的笑了，淡淡对木间道：木间，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天武书院执法院院长了，交出你的院令吧。交出院令。木间咬牙低语，翻手取出执法院院令，紧紧攥在手里，半点没有要交出的意思。他耗费无数心血才爬上这个位置，如今竟被叶凡轻飘飘一句话剥夺。拿来。叶凡见木间迟疑，陡然厉声一喝：可恶！木间低着头，嗓音沙哑。下一瞬，猛地抬头，眼中杀意暴涨。木间，你敢！紫苑察觉不对，厉声喝止。木间垂落的手臂豁然间抬起，满是杀意，一掌直袭叶凡面门。刺骨寒气扑面而来，叶凡瞳孔骤然一缩。他万万没想到木间竟敢在众目睽睽下杀他。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穆倾城倩丽身影如惊鸿般掠至，稳稳挡在了他身前。木间见是穆倾城阻拦，狰狞面容瞬间凝固，急忙想要收掌，然而那裹挟着恐怖寒气的掌风已然扑出，砰沉闷撞击声中，穆倾城如断线风筝般倒飞而出。倾城师姐！叶凡一个箭步上前，接住穆倾城轻盈的身躯，怀中佳人面色惨白，发丝眉宇泛着点点冰晶，唇角不断溢出嫣红鲜血。倾城，你疯了吗？木间双目赤红，额头青筋暴起，对穆倾城的舍身抵挡始料未及。他这侄女不仅有着三皇子妃的身份，还是巩固穆家与三皇子联盟的关键人物，哪能死？二叔，穆倾城强人体内肆虐的寒气，苍白的唇瓣微微颤抖。杀天武书院影星，穆家承受不起。木间，紫苑见叶凡无碍，松了一口气，随即面若寒霜，胆敢对影星出手，简直找死。话音未落，身影已如鬼魅般跃至木间身前，3位院长紧随其后，4人成合围之势，将木间困在中央。想杀我？哼！木间冷哼一声，眼底闪过一丝疯狂，周身灵力如怒涛翻涌，还想强行突围。拿下！紫苑冷喝一声，与3位院长同时出手，黄暴灵力在演武场上肆虐，气浪所过之处，青石板寸寸皲裂，尘土飞扬。演武场上众人早已惊得目瞪口呆，纷纷后退避让，生怕被波及。叶瑶见叶凡还抱着穆倾城站在风暴中心，忙招叶凡喊道：叶凡，你还愣在那里干嘛？倾城师姐，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叶凡将怀中穆倾城打横抱起，感受着他逐渐流失的体温，心如刀绞，坚持住，我这就带你去丹火塔。说罢头也不回，朝丹火塔方向狂奔而去。丹火塔长老赤炼本身亦为炼丹师，眼下他只能想到向赤炼求助。此时丹火塔内，赤炼一如往常慵懒地倚在躺椅上小憩。赤炼长老，叶凡抱着穆倾城疾步冲入，话音焦急：快救救倾城师姐！赤炼懒洋洋的抬眼看清叶凡身上披着的那件黑色长袍，猛地坐直了身子。待他目光下移，注意到叶凡怀中奄奄一息的穆倾城时，不禁纳闷了：谁伤的他？穆倾城实力不弱，亦名列内院天榜，天武书院学员，能伤他的人可不多。叶凡3步并2步冲到赤炼面前，小心翼翼地拖着穆倾城，生怕加重他的伤势。赤炼随即伸手搭上穆倾城手腕，指尖刚触及皮肤，就被那刺骨寒意惊得缩了一下。是冰封之力。说着，其手掌一翻，取出一枚赤红丹药，送入穆倾城口中。
这丫头全身经脉被冰封，而今血液不通，寒气肆虐体内，你要再晚来片刻，这丫头可就没命了。丹药发挥作用，穆青城体温略有回升，可此时依旧毫无要苏醒的迹象。倾城师姐怎么还不醒来？叶凡见此皱眉问道。他刚刚服用的丹药名为止灵丹，只能阻止伤势恶化。赤练解释道，伤他的人应该是穆坚吧？穆家之人皆修永劫玄冰诀，穆青城因是中了穆坚的永劫玄冰掌，想要化解其体内冰封之力，还得伤他之人出手。糟了！叶凡意识到什么，轻轻将穆青城放在躺椅上，起身忙招呼赤练：“赤练长老，帮我照看一下青城师姐，我去救回。”话音未落，已转过身，踱步冲向大门。以穆坚的实力，必定敌不过紫苑4人联手。听赤练之意，要救穆青城，需要穆坚出手驱除其体内寒气，否则伤势难以痊愈。再耽搁一会儿，穆坚恐怕就要命丧黄泉了。刚到门口，叶瑶迎面匆匆走进丹火塔。瑶姐，叶凡知道叶瑶是从演武场过来，一把抓住其手臂，急切地问道：“穆坚怎么样了？拿下了没有？”那家伙已被紫苑院长几人诛杀。叶瑶回答完，看向不远处躺着的穆青城，他的伤势怎么样了？什么？穆坚死了？叶凡悬着的心一下沉入谷底，踉跄着退了一步，转头望向躺椅上昏迷不醒的穆青城，眼中满是自责。怎么了？叶瑶心头一紧，可从未见过叶凡这般模样。叶凡此刻哪还顾得上解释，身形一闪，已来到穆青城身旁后，皱眉对赤练问道：“赤练长老，穆坚已死，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唉。赤练摇头叹息，眼中流露出几分不忍。叶凡的拳头猛地攥紧，胸口剧烈起伏。若不是为了救他，穆青城又怎么会？或许……赤练捋着胡须，若有所思地开口：“有一人可以。”谁？叶凡眼眸一闪，猛地抬头看向赤练。赤练道：“皇城之中，论丹道医术，唯万宝楼楼主苏媚娘在老夫之上。不过想请她出手，可不容易。而且这女人，我这就去。”叶凡心中希望重燃。不等赤练说完，已小心翼翼地抱起穆青城出了丹火塔。别人或许请不动苏媚娘，但穆青城可是他的师妹。这小子这么着急，我都还没说完呢。赤练见叶凡出了丹火塔，无奈地摇着头。苏媚娘这女人如狼似虎，他也真不怕被吃了。叶瑶怔怔地望着丹火塔大门，心中泛起一丝不安。叶凡对穆青城的关切，明显已超出了寻常界限。要知道，那可是三皇子妃啊！段天涯要是听到风声，怕又得暴怒。离开天武书院的叶凡抱着昏迷不醒的穆青城，在皇城主街上疾步狂奔。那不是三皇子妃吗？怎么浑身是血？你们看，抱着他的是叶家的那个叶凡。三皇子妃怎么会跟叶凡一块？还如此亲密。穆青城衣裙沾染着斑驳血迹，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目。苍白脸颊靠在叶凡肩头，长发随风飘舞，引来无数惊诧的目光。叶凡对这些议论充耳不闻，抱着穆青城径直冲进万宝楼。快去请楼主出来！新上任的掌柜闻言一顿愣神，没搞清楚怎么回事。是弟弟来了？什么事这么着急？一道苏媚入骨的声音从楼上飘来，随即便见苏媚娘款款下楼，每走一步都摇曳生姿，红唇微起，正要说些调笑的话，却在看清叶凡怀中之人时骤然变色。倾城师妹，她这是怎么了？被穆坚伤了？叶凡满目担忧，连忙答道。苏媚娘脸上媚态瞬间褪去，走近后轻轻拨开穆青城额前碎发，眼中闪过一丝心疼，玉指轻轻搭在穆青城腕间，眉头不禁蹙起。好霸道的冰封之力，是被穆坚的永劫玄冰掌打伤的吧？还好及时服用了止灵丹。穆坚已经死了。叶凡声音低沉，说着目光从穆青城脸庞挪开，希冀地望向苏媚娘道：“天武书院的赤练长老说，现在皇城中能救青城师姐的，只有姐姐你。姐姐可不行。”苏媚娘忽然一笑，红唇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现在能救青城的，只有弟弟你了呢。”我。叶凡眼中满是错愕。没错。苏媚娘指尖轻点叶凡胸口：“你的太阳神体可以化解这股冰封之力，只要……”太阳神体。叶凡瞳孔微缩，诧异于苏媚娘竟早已发现他拥有太阳神体，但此刻无暇多想，见苏媚娘欲言又止，急切地追问：“只要什么？”弟弟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呀？苏媚娘讪笑了下，眼波流转间尽是玩味。永劫玄冰掌的寒气已侵入青城心脉，唯有至阳之力从山中穴导入，方能化解。而太阳神体的本源阳气需唇齿相依，灵肉交融，方可渡入呢。啊！叶凡隐约明白了苏媚娘的意思，低头看向自己怀中的穆青城，突然想起什么，疑惑道：“青城师姐不是因修炼之故难行男女之事吗？刚才姐姐为她把脉时发现。”
苏媚娘红唇微扬，故意拖长音调：“现在可以了呢？现在可以了。”叶凡想起苏媚娘曾经的解释，有些怀疑。姐姐之前不是说倾城师姐修专情道，使女之相是一道封印，除非遇到真爱。话至此处，叶凡顿住了，眼中闪过难以置信的神色。苏媚娘注视着叶凡，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这……叶凡喉结滚动，满目震惊，他怎么就成为穆倾城真爱了？之前也没看出穆倾城对他有这样的情愫啊？难道穆倾城救他不是怕穆家遭天武书院报复，是因为这是天意呢？苏媚娘早料到如此，神色有趣地笑着。可是叶凡眉头紧锁，内心挣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强迫的感觉可不好受，当初他就被强迫过，没有穆倾城准许，他哪敢乱来？性命攸关，弟弟还在犹豫什么？苏媚娘凑近叶凡，吐气如兰，眼中带着少有的认真。不必担心倾城师妹会不同意，你可是帮她解开使女封印的男人，不给你，给谁啊？他这时，万宝楼外一阵急促脚步声传来，10余道身影鱼贯而入，为首中年男子白发如霜，手中龙头拐杖重重触地，目光如电般锁定叶凡怀中的穆倾城，把倾城交出来。苏媚娘眼中寒光一闪，紫袖轻拂间已挡在叶凡身前。哟，穆家主，好大的阵仗啊！中年男子，穆家家主穆策，也是穆倾城的父亲，得知了天武书院发生的事，这才匆匆率众至此。苏楼主，行得方便。穆策无意多说，给足苏媚娘面子。倾城是穆坚所伤，如今穆坚已死。苏媚娘笑意不减，穆家有办法治疗倾城的伤势吗？难道苏楼主就有？穆策眉头紧锁，如若没有，倾城即便要死，也得死在我穆府，岂能死在此人怀里？我没有。苏媚娘红唇轻启，突然话锋一转，但我这弟弟有啊。说着回眸对叶凡使了个眼色，弟弟，让穆家主见识见识你的太阳神体呗，不然事情有些难办哟。叶凡会意，体内太阳经运转，周身顿时金光大盛，炽热凌厉如烈阳般照耀整个万宝楼大厅，连空气都变得灼热起来。还真是太阳神体。穆策双眸微睁，略有些惊讶。太阳神体的本源阳气，可解倾城体内冰封之力。苏媚娘脸庞笑意盈盈，只不过需要唇齿相依、灵肉交融的方式。穆策面色骤然阴沉，额头青筋隐隐跳动，沉声道：“难道苏楼主不知道倾城身有残缺？”穆家主说笑了，您是倾城父亲，应该最清楚，倾城并非自幼如此。苏媚娘眼唇轻笑，眼尾余光扫过一旁的叶凡，又落回穆策身上。现在的倾城身体已无残缺喽？什么？穆策得知这个消息，神色反而复杂了起来。太阳神体可化解冰封之力，本是好事，可问题是，这个化解的方式让人难以接受。穆倾城是三皇子妃，岂能跟其他男人苟且？事情传出去，穆家、皇族将双双颜面扫地。苏媚娘看着穆策纠结的表情，轻笑出声：“穆家主难道不想救倾城的命？有些东西比性命更重要。”穆策面色一沉，咬了咬牙，目光凌厉地看向叶凡：“小子，将倾城交给我。什么比性命重要？”叶凡听到穆策这话恼了，抱着穆倾城的手臂不自觉地收紧。倾城师姐之前被穆家当作棋子，当作是权力的牺牲品，现在命悬一线，你身为父亲，竟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要放弃倾城师姐的性命？小子，你懂什么？穆策又岂会不心疼自己的女儿？被叶凡这么说，握紧龙头杖呵斥道：“倾城贵为三皇子妃，我若真准你救她，届时皇室穆家颜面何在？你叶家亦将万劫不复。那如果倾城师姐跟段天涯和离呢？”叶凡刚正在考虑这一点，突然对穆策问道：“和离？”穆策摇了摇头：“三皇子殿下岂会同意？是段天涯不同意，还是穆家不同意？”叶凡冷声道：“既然你到了这里，那一定听说了天武书院演武场发生的事。难道现在穆家还对段天涯抱有希望吗？他不过是在利用穆家，若有朝一日他登基为皇，定会一脚踹了穆家。你去。”穆策愣了下，惊愕于叶凡的话：“我去三皇子府。”叶凡神色坚定，低头看了眼怀中气息微弱的穆倾城。倾城师姐的伤势拖不得，只要你点头，我去三皇子府替倾城师姐向段天涯提和离。你以什么身份去？穆策上下打量着叶凡，眼中满是质疑。他这当爹的替穆倾城向段天涯提和离，还说得过去。叶凡什么身份？替穆倾城向段天涯提和离，只会激怒段天涯，甚至会惹来不少闲话，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天武书院，尹星。叶凡不假思索地回答道：“穆策猛然看向叶凡，眼中闪过金芒。他当然明白天武书院尹星代表着什么，可以天武书院尹星的身份
替穆倾城向段天涯提和离，那所谓的和离恐怕就不是和离了。穆家主，其实你穆家现在已别无选择。叶凡见穆策没有答应下来，干脆道：穆坚在天武书院当众对我这个隐心下杀手，一死不足。穆家若受牵连，你觉得段天涯会保穆家，保得住穆家吗？穆策眉头皱了下，呼吸明显急促了几分，下意识地看向昏迷中的女儿，眼中闪过挣扎之色。待倾城师姐与段天涯和离，我保证此事到穆坚这为止。叶凡声音缓和下来，但目光依旧坚定。穆策一阵沉吟，思虑着其中利害。其实他本就不赞成介入黄楚之争，一直以来都是穆坚在促成双方联盟。穆家有不少长老支持，他只能妥协，忍痛将穆倾城嫁给段天涯。如今穆坚已死，为穆家惹来祸患，或许这可以成为一个契机。如何？叶凡紧盯着穆策，等着对方点头。此事得不到穆策同意，他出师无名，贸然前往三皇子府就成小丑了。只希望穆策这个当爹的能做个人。时过片刻，穆策终于抬头，浑浊双眸直视叶凡。若三皇子殿下答应和离，我准你救倾城。不过事后你打算如何？事后？叶凡神色一怔，脑海中闪过远在太初神宗的秦以沫身影，闭了闭眼，再睁开时已是一片清明。事后我会娶倾城师姐。他承诺秦以沫的事情还没有做到，可穆倾城为他负伤，他不能见死不救。救了穆倾城，不对穆倾城负责，那以后穆倾城在皇城没法做人了。既选择要救，那就得负责到底。好，穆策眼中金光暴涨，等的就是叶凡这句话，也乐得拥有一个身为天武书院隐心的女婿。你去吧，穆家那些反对的声音我会摆平。不过现在倾城得先跟我回穆府，照顾好他。叶凡轻轻点头，小心翼翼地抱着穆倾城来到穆策面前，当将怀中人交到穆策手中，眼中有千般不舍。希望稍后你能带着和离书来我穆府。穆策接过穆倾城，深深看了叶凡一眼，随后转身带着穆家众人离开了万宝楼。叶凡望着穆家众人离去的背影，眼中金芒流转，片刻沉默后走出身影，大步迈向万宝楼大门。弟弟，苏媚娘慵懒的嗓音突然响起，缓步上前时腰肢轻摆，你就打算这么莽莽撞撞的过去？怕是连三皇子府的大门都进不去。叶凡本打算先回趟天武书院，听苏媚娘开口，连忙请求道：还请姐姐能助我一臂之力。我的好弟弟，姐姐怎么会不帮你呢？苏媚娘展颜一笑，朝叶凡挥了挥手，你先过去吧，稍后我会让玄冥二鬼去一趟三皇子府，顺便让人通知天武书院那边。玄冥二鬼？叶凡瞳孔一缩，脸上闪过一丝震惊。玄冥二鬼，云隐国强榜第9、第10的狠角色，没想到这二人竟也是万宝楼的人，还愣着干什么？苏媚娘见叶凡愣在那里，不禁眼唇轻笑，多谢姐姐。叶凡朝郑重抱拳行礼言谢，转身大步流星直奔三皇子府而去。身后苏媚娘望着他远去的背影，红唇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叶凡这么急去哪儿？刚不是还跟三皇子飞在一块儿吗？那个方向好像是三皇子府，他要去三皇子府。卧槽，有大瓜！快，咱们跟过去看看。叶凡于皇城主街上疾行，再次吸引来许多目光。不少好事之人见状，纷纷跟上了叶凡。等到三皇子府外，身后已聚集了不下100人。此时三皇子府大门口处把守着一队披甲执枪的侍卫。侍卫长见叶凡靠近，手中长枪直指叶凡，喝道：站住！三皇子府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叶凡冷笑一声，脚步丝毫不停。只要日剑在手，聚太阳之力，一剑荡开，可怕剑气横扫而出。轰！10余名侍卫下意识执枪抵挡，身影瞬间被这一剑掀飞出去，重重摔在府门两侧。天哪！一招就……叶凡才入天武书院多久，这么厉害了？这些侍卫可也都是领武境。围观人群目睹这场面，爆发出一阵惊呼：叶凡，你好大的胆子！叶凡面无表情地继续向前，即将踏入府门时，一道阴冷声音自府内传来。抬眼看去，只见陈离缓步走出，阴冷目光注视向叶凡，嘴角勾起一抹狞笑。擅闯三皇子府可是死罪！死罪！你敢杀我吗？叶凡轻蔑地斜了眼陈离，冷笑道：要不见你一个胆子！陈离闻言，脸色不由一黑。杀叶凡，他现在还真不敢。真要杀了，段天涯都保不住他，可能直接就将他舍弃了。不敢，不敢！你在这装什么？滚开！叶凡料到陈离不敢，冷喝，同时继续迈步上前。陈离见状，横跨出一步，再次挡住了叶凡去路，冷声道：你只会借势而已，真以为你自己很厉害吗？今日
我不让你进，你就进不去。呼话音刚落，三皇子府门前阴风忽起。借势，叶凡讥讽一笑，心知玄冥二鬼已至，再次看向陈离时，眸子陡然一冷。那好，今日我便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借势。话落，两道身影自人群中缓步走出，一者身披黑袍，一者身披白袍，每踏出一步，地面都微微震颤。几步路后，待两人站定于叶凡身后，恐怖气息如潮水般涌向陈离。二人便是强榜第9、第10的玄冥二鬼。你们什么人？陈离脸色骤变，不自觉地后退半步。眼前这两人竟都是第5境巅峰强者。玄冥二鬼皆未言语，各自亮出一块鎏金令牌，令牌之上赫然写着万宝楼3字。万宝楼？陈离瞳孔微缩，难以置信地看向叶凡，你是怎么请动万宝楼强者帮你的？如果说天武书院是云隐国最强势力，那万宝楼就是云隐国最可怕的势力。天武书院做事向来光明正大，然而万宝楼强者不会这么循规蹈矩，一旦得罪了万宝楼，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你配问吗？叶凡懒得理会陈离，抬脚迈步向前。陈离嘴角隐隐抽搐了下，再不敢拦。先叶凡一步转身回府，向段天涯禀报。段天涯，叶凡刚一进府，陡然一声暴喝，滚滚声浪在三皇子府内回荡，100余名侍卫闻声而来，里3层外3层，将叶凡3人团团围住，却没敢动手。踏一阵脚步声自侧边传来，段天涯在陈离的陪同下匆忙而至。此时其身侧随行着一名灰袍老者。玄冥二鬼。灰袍老者瞧见叶凡身后二人，脸色微变。段天涯见灰袍老者色变，低声问道：裘老，这二人实力比之你如何？1对1，老夫不惧。可若二人联手？裘老压低着声音，话至一半摇了摇头。段天涯闻言，脸色阴沉了下来，两步上前质问叶凡道：叶凡，擅闯我三皇子府，打伤我府上侍卫，莫不是觉得自己是天武书院影星，就可以胡作非为？叶凡淡淡道：今日我只是来拜访三皇子您，是你府上这些侍卫不长眼，对我动刀动枪的，难道还不准我出手反抗吗？听你意思，还是我府上侍卫的不是了。段天涯面色一横，被叶凡的话给气到了。论颠倒黑白的本事，他还真自愧不如。不然呢？叶凡一本正经，侧目反问：你别欺人太甚。段天涯强压怒火，冷声提醒叶凡道：你身为天武书院影星，在外代表着天武书院，如若作恶，那就是在给天武书院抹黑，院手指不定会收回你身上这件影星袍。为杀你府上一人，扯不上作恶。叶凡直视段天涯道：你放心，今日我登门拜访，不是要清算你我之间的恩怨，只为一事。何事？段天涯眼睛微微眯起，一声问话。就叶凡现在身份，不宜与之起正面冲突，何况此时对方身后还站着万宝楼强者，哪怕要杀叶凡，如今也只能暗中谋划。我要你写下与穆倾城的和离书。叶凡正了正色，嘴里朗声吐出一道话音。什么？我没有听错吧？叶凡他说什么？这家伙竟要三皇子殿下跟穆倾城和离，我就说这叶凡跟穆倾城关系不浅，还真是。三皇子府外围着人群，皆被叶凡的话惊掉了下巴，一时骚动不已，议论声四起，似炸开了锅。此事穆家知道吗？段天涯早察觉叶凡与穆倾城关系不一般，却没想到叶凡今日竟会当众要他跟穆倾城和离，令他蒙羞。叶凡神色淡然，嘴角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若无穆家主许可，你觉得我会来这吗？穆家不答应，他出师无名，此行可以说是带穆家而来，那为何穆策不亲自前来？段天涯瞳孔微缩，死死盯着叶凡的眼睛，声音陡然提高，右手不自觉地攥紧。叫你来是什么意思？因为穆策要择我为婿。叶凡昂首挺胸，声音洪亮如钟。此言一出，三皇府门前瞬间安静了下来。我没听错吧？穆倾城要跟三皇子和离，嫁给叶凡，这简直是把三皇子的脸面踩在地上摩擦啊！三皇子绝不可能同意。就是这要是同意了，丢的可不是三皇子殿下的脸，是整个皇族的脸。短暂寂静后，人群哗然一片。放肆！陈离脸色涨得通红，额角青筋暴起，刹那抽剑指向叶凡，怒喝道：叶凡，胆敢辱三皇子殿下，我杀了你！叶凡连眼皮都懒得抬，只是轻蔑地瞥了陈离一眼。你的主人没急，你这条狗先跳起来了。呵，段天涯嘴角不受控制的抽搐，怒极而笑：与我和离，择你为婿。这和离书你休想拿到，你可考虑清楚了。叶凡上前一步，气势逼人。经林清月一事，穆家已对你心生不满，
加之穆坚已死，你与穆家再难维系同盟，今日和离只会少一个朋友，可若拒不和离，将会多一个敌人，是吗？段天涯嘴里呢喃，脸色阴晴不定。在他眼中，穆青城本就只是个棋子，虽有着倾国倾城之容，却不能宠幸。两人徒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留着这桩婚事是为绑住穆家，维系同盟。若继续留着，无法再维系同盟，甚至会导致双方成为敌人，那还留着作甚？只是他不想便宜了叶凡。圣旨到。段天涯眉头越锁越紧，就在他犹豫不决之际，府外一道尖细嗓音划破长空传来。三皇子府门前人群如潮水般向两侧分开，让出一条通路。只见一名身着锦袍的4人，手持明黄卷轴，在一队金甲侍卫簇拥下缓步而来。魏公公。段天涯认出走来的4人，眼中一丝诧异。这个节骨眼上突然来圣旨，恐怕不是巧合。三皇子接旨。魏公公站定后，魏公公拂尘一甩，明黄圣旨高高举起，在阳光下泛着刺目的金光。段天涯眉头微蹙，眼中闪过一丝疑虑，随即缓缓屈膝，府中众侍卫齐齐单膝跪地，唯余4人依旧挺立。叶凡负手而立，黑袍无风自动，玄冥二鬼如2尊雕塑般静立其后。段天涯身侧裘老则眯着眼，枯瘦手只不停捻着胡须。叶凡，陛下降旨，你敢不跪？陈离于段天涯身旁跪伏在地，眼见叶凡未跪，梗着脖子压低着声音一喝。玄冥二鬼、裘老皆为云隐国强榜上的人物，享有特权，见圣旨可不跪。但叶凡可不在强榜之列，天武书院影星可不跪。魏公公闻言轻笑，不等叶凡作答，兰花指轻点圣旨，嘴里轻吐出一道话音。陈离神色一僵，嘴唇颤抖着，却说不出话来。终究还是他多嘴了。段天涯却因魏公公此言，心头顿生不祥之感。叶凡被赐封为影星，前后才1个多时辰，这么快连魏公公都知道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魏公公突然正色，尖细的嗓音陡然拔高，双手展开圣旨，朗声道：穆坚谋害天武书院影星，其罪当诛，穆家难辞其咎，云隐皇族当断绝于穆家一切往来，特令三皇子段天涯与穆青城和离。钦此。什么？段天涯猛然抬头，满目难以置信，盯着那道明黄圣旨，仿佛要将其啄穿。可他只感觉到了屈辱。此时的叶凡嘴角不自觉扬了起来，他一直在等天武书院来人，结果等来了这么一道圣旨，定是萧老授意，院首出面给了云隐国君压力。早知这么简单，就该早点找萧老。魏公公兰花指轻点，圣旨在他手中啪的合上，见段天涯还跪在那里，当即催促道：三皇子殿下还不接旨？殿下。陈离跪在一旁，为段天涯担忧。儿臣接旨。段天涯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双手缓缓抬起。魏公公踱步上前，将圣旨放入他手中时，随即转身在一众金甲侍卫陪同下离开了三皇子府。陛下居然降圣旨，令三皇子与穆青城和离，以穆家得罪天武书院为由，令三皇子断绝与穆家往来，算是给三皇子留下几分薄面了。看样子陛下也不敢得罪天武书院啊。此前魏公公在，众人不敢吱声，而今一走，人群立马骚动了起来。段天涯听着四周肆无忌惮的议论，脸色由青转白，又由白转黑，手中的圣旨仿佛有千钧之重，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三皇子殿下。叶凡悠然上前，朝段天涯摊手，脸庞挂着胜利的笑容。和离书呢？赶紧写下，交给我吧。哼！段天涯起身而立，猛地甩袖，死死盯着叶凡，眼中怒火熊熊，举笔墨来。须臾，侍卫拿来纸笔，段天涯写下和离书。不等他主动递来，叶凡一把将之夺过，确认无误后，冲段天涯满意一笑，谢了。话落转身，跟玄冥二鬼一道大步走出三皇子府。门前围观众人见状，如潮水般退开，让出一条道来。段天涯注视着叶凡离去的背影，脸色说不出的难看。殿下，就这么让走了？陈离咬牙切齿，眼中尽是杀意。不让他走，杀他吗？段天涯脸色阴沉，瞥向陈离，别说其身旁跟着玄冥二鬼，即便没这2人，我让你杀他，你敢杀吗？可是，陈离眉头锁起，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在这杀叶凡，代价太大了。天武书院的报复，他承受不起；陈家同样承受不起，哪怕段天涯，怕是都得陪葬。此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段天涯眼中冷意闪烁，似已有主意。殿下打算如何？陈离急忙凑近问道。叶凡动不得。段天涯轻声道，每个字都像淬了毒，
叶家还动不得吗？月色如洗，叶凡踏着星光来到幕府，等见到目测，立即将和离书奉上。幕府议事厅内，众穆家长老一脸难以置信，他们听目测说叶凡去向断天涯要和离书，都觉得这是异想天开。没想到叶凡真的拿来了诸位长老。和离书经过传阅，回到目测手里后，目测缓缓开口道：天武书院引星的能量，想必诸位都看到了。倾城同三皇子和离，希望诸位能跟三皇子断绝往来，待倾城醒来，我意为倾城叶凡操办婚礼。家主。不等目测将话说完，穆家大长老打断道：不妥，此举不妥。这刚和离就嫁倾城于叶凡，未免也太不给三皇子，太不给皇族面子了。何况这人言可畏，家主就不想想以后倾城如何在皇城行走，我穆家如何在皇城立足？目测眉头微蹙，不是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目光不自觉瞥向叶凡，不见喜怒，转而对穆家大长老问道：那一大长老之见，该当如何？暂缓婚事。穆家大长老意味深长道：皇储之争尚未尘埃落定，不妨再观望观望。大长老的意思是要等三皇子争储失败。目测瞳孔微缩，话至此处，声音陡然转冷：可若是他成功了呢？他若成功，穆家危矣。穆家大长老突然转向叶凡，深深一揖，届时还望阁下帮穆家渡过难关。现在说这些是不是为时尚早？叶凡无奈摇头，看透了厅内这些人，到头来厅内这些人依旧当穆倾城是棋子，想通过穆倾城绑住他这个天武书院影星。不过现在他并无意讨论这些，朝目测拱手道：穆家主，救人要紧。说的是。目测豁然起身，凌厉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人，传令下去，封锁叶凡为倾城治愈伤势的消息。谁若外传，杀无赦。叶凡出手为穆倾城治疗伤势，需唇齿相依，灵肉交融。未完婚，行此事有坏名声。叶凡对目测此举并不抵触，面无表情地跟着目测走出议事厅，穿过长长回廊，至幕府一处偏院。推开偏院屋门的瞬间，一股刺骨寒气扑面而来。进去吧。目测眉头紧锁，眼中情绪复杂难明，心情难以名状，轻叹一声道：稍后我让人封锁整个院子，直到你跟倾城出来为止。叶凡轻轻颔首，深吸口气，迈入屋内。屋门在他身后无声的合上，隔绝了外界一切。绕过屏风，穆倾城静静地平躺在床榻上，寒气于其周身萦绕，将床幔都凝上了一层薄霜。叶凡呼吸不自觉急促了起来，缓步上前与床榻边沿坐下，望着这张近在咫尺的容颜。羽睫凝霜，朱唇泛白，却掩不住动人心魄的美。叶凡心中莫名悸动，却又有些无措。他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只是没有这个经验啊，上一次他那都是被强迫的，现在换他主动，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倾城师姐，对不起了。叶凡咽了咽口水，小心翼翼地解开穆倾城的衣带，动作轻柔的像对待易碎的珍宝。随着衣物滑落，一具如玉雕琢的胴体渐渐呈现，冰肌在月光下泛着珍珠般的光泽，惹得他耳根瞬间烧得通红。呼叶凡深吸口气，闭上双眼，运转太阳经，金色灵力如潮水般涌现，将昏暗的房间照耀得如同白日。待他再次睁眼时，眸中已是坚定一片。俯身之际，双唇轻轻贴上那两片冰凉的柔软，刹那刺骨寒意顺着唇齿传来。叶凡浑身一颤，却将怀中之人搂得更紧，身上隐星袍滑落，露出少年精壮的身躯。滑屋外，夜空中一道流星划破天际，紧接着是第二道、第三道，无数星光汇聚成河，璀璨光芒穿透屋顶，照耀进这间屋子，在屋内交织成网。叶凡同穆倾城肌肤相亲，借着灵肉交融之机，不断渡本源阳气之力，金山中穴注入穆倾城体内。浑然不知，身后震天碑虚影悄然浮现，流星之光化作千万丝线，为震天碑吞噬后，化作一股奇异力量，在两人交缠的躯体间流转。皇城街道上，许多人纷纷推窗而出，来往之人仰头而望。流星雨，天降异象，莫非是有大事要发生？快看，所有星光都往一个方向去了，那个方向是幕府。寂静的夜随着流星雨的出现被打破，身在幕府的众人亦为今夜异象所惊，判断出星光汇聚之地，皆惊愕不已。家主，这……众长老错愕地看向目测，内心震动。目测眼眸闪烁着金芒，深吸口气道：这叶凡绝非凡人，或许这会是我穆家的一场造化。幕府偏院屋内，两颗年轻的心脏正以一种奇妙的韵律渐渐同步跳动，随着两人每一次的触碰，都有一缕本源阳气通过山中穴渡入穆倾城体内。其苍白的肌肤渐渐泛起血色，
叶凡身后震天碑虚影亦越发殷实。待最后一缕本源阳气耗尽，叶凡如断线木偶般栽倒在穆青城身上，陷入昏沉。不知过去多久，其意识突然坠入一片混沌。睁开眼时，只见震天碑巍然矗立，漆黑的碑体上“天道镇压”4个大字突然迸发出刺目光华。这里是震天剑。叶凡错愕抬头，还未来得及细想，头顶苍穹突然倾压而下，他双腿一软，直接跪倒在了地上。与此同时，一段晦涩记忆如潮水般涌入识海。天道镇压之力释放天道威压，受到镇压之人境界将被强行压制，持续时间虽使用者实力而定，每日仅能发动一次，对同境以上强者效果递减。天道镇压之力，叶凡喃喃自语，瞳孔剧烈收缩。震天碑怎么就突然觉醒了天道镇压之力？忽还未及细想，眼前景象突然扭曲，下一息其意识骤然回归肉身。叶凡猛地从床榻上弹起，冷汗浸透了鬓角，发觉自己衣不蔽体，手忙脚乱地抓过衣物。倾城。穆倾城缓缓睁开双眸，如水的目光与叶凡撞个正着。还不等他解释，穆倾城温软的娇躯突然扑入其怀中。这一下搞得叶凡不知所措，身子僵在那里，双手悬在半空，不知该放在何处。谢谢你，叶凡。穆倾城声音轻得像羽毛，却让叶凡心头一颤，扬起脸时眸中尽是情愫流转。虽身处昏迷之中，可他的意识始终清醒着，知道叶凡为他所做的一切。叶凡耳根发烫，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倾城师姐，你可别这么谢我，若不是你，我可能就死在……话未说完，穆倾城突然抬手，纤纤玉指突然抵住他的唇瓣，还叫我师姐吗？倾城。叶凡会意，嘴角不自觉地上扬。嗨。这时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温情。快躺下。叶凡忙将穆倾城扶下，探查伤势时眉头越皱越紧，这股冰封之力也太顽固了，我耗尽本源阳气，竟才驱除一成。穆家的永劫玄冰掌本非无解。穆倾城话音虚弱，跟叶凡解释道：二叔他自损精血施展，方使冰封之力常人无法化解，施展时所耗精血越多，冰封之力亦越难为你的本源阳气化解。看来当时的穆坚是真的很想杀我啊。叶凡闻言嘴里嘀咕，心中一阵后怕。穆倾城替他挡下这一掌，他尚可以为穆倾城化解冰封之力，要换作他承受穆坚这一掌，也不知道他的太阳神体扛不扛得住。嗨。说话间，穆倾城又是一阵剧烈咳嗽。叶凡轻抚穆倾城的脸庞，指尖传来微凉的触感，心疼不已。倾城，你好好休息，等我的本源阳气恢复，再度给你。拥有太阳神体，本源阳气用之不竭，只是他玄武境的躯体仅能储存一些，耗尽后需要一定的时间慢慢恢复。好。穆倾城苍白的脸上突然泛起红晕，纤长的睫毛轻颤着垂下，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他当然知道叶凡再度他本源阳气意味着什么。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已是1月有余。不知不觉间，叶凡修为竟已至玄武境4阶。穆倾城体内冰封之力亦快化解殆尽。这天深夜，月华如水，屋内烛火摇曳，映照出2道交缠的身影。这已是叶凡第10次为穆倾城渡入本源阳气，两人早已轻车熟路。穆倾城突然闷哼一声，纤纤玉指深深掐入叶凡后背。随着最后一丝冰封之力化解，其体内沉寂已久的灵力如火山般喷发似叶凡猝不及防，一个翻身滚到床尾，瞪大眼睛看向穆倾城，神色间满是意外的武境。倾城，你突破了。话音刚落，磅礴寒气在穆倾城身上爆发，窗幔瞬间接满冰晶。待穆倾城缓缓坐起，身后竟浮现出一片璀璨星图，无数冰晶凝结的星辰悬浮虚空，散发着刺骨寒意。这是……叶凡不禁打了个寒战，手臂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命魂。穆倾城同样满脸震惊，缓缓伸手轻触那片星辰，指尖立刻凝结出细密冰花命魂，第5境武者的标志之一，修为入第5即可觉醒命魂。你的命魂？叶凡瞪大眼睛注视着那片透着寒气的星辰，惊愕道：这么强的命魂之力，怕是天阶命魂。冰魄星辰。穆倾城喃喃低语，突然转头看向叶凡，眼中泛起异彩。叶凡，一定是因为你，我才觉醒了这冰魄星辰。因为我……叶凡闻言一愣，下意识挠了挠头。冰魄是我穆家传承命魂，穆家嫡系之人命魂觉醒时大多都是冰魄。穆倾城裹着轻纱挪到叶凡身旁，耐心解释着，话至此处俏脸微红，但这星辰却是因为你啊。叶凡一脸茫然，没懂穆倾城的意思。
那夜你第一次为我疗伤时，天降异象，流星雨划过夜空，你的震天悲命魂吸收星辰之光。穆倾城声音渐低，在你渡我本源阳气时，也将一股星辰之力传给了我。天降异象，还有这事，我怎么一点印象没有？叶凡瞪大眼睛，努力回忆那夜的细节，可任他如何回想，记忆中只有满是春光。他记得当时的穆倾城闭眼躺在床榻上，对方都能感知到的事情，他竟毫无察觉。可能……穆倾城突然凑近，轻咬下唇，当时某人的注意力都在别的地方呢。嗨，叶凡顿时面红耳赤，手忙脚乱地抓过衣物往身上套。好啦，穆倾城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拢了拢散乱的青丝，双颊还带着未退的红晕。我这刚突破的舞，气息尚不稳定，你先休息，我要调息片刻。好。叶凡穿戴好衣物，连忙答应。每次渡完本源阳气后，他都有种被抽空的感觉，身心彻底放松下来，有利于本源阳气的恢复。这种恢复过程对修炼大有裨益，否则他也不可能在1个多月内就突破到玄武境4阶。叶凡，你给我滚出来！你是死在女人肚皮上了吗？没死就赶紧给我爬出来！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院外就传来一阵刺耳的骂声。姚姐！叶凡一个机灵从床上弹起来，睡意全无，困惑地看向身侧的穆倾城。此时的穆倾城已坐起身来，正优雅地系着衣带，递给叶凡一个安抚的眼神：出去看看吧。院外，叶瑶小姐，让你进幕府已经是看在叶凡的面子上了，你别得寸进尺。你若继续在此大声喧哗，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2名穆家强者横着长枪，阻挡叶瑶继续往前。我不喧哗也行啊，你们倒是把叶凡那个混球叫出来啊！叶瑶双手叉腰，之前强闯时吃过的亏让他不敢再动手，但嘴上可不饶人，让我进幕府又不让见人，是请我来喝茶的吗？你们幕府的破茶，本小姐还不稀罕喝。家主有令，穆家强者寸步不让，除非是叶凡和大小姐主动出来，否则这院门谁也别想进。叶瑶小姐要是没事，请回吧。要没急事，我会来这鬼地方吗？叶瑶气的胸脯剧烈起伏，冲着院门大吼：叶凡，你再不出来，就永远别出来了，直接死在穆倾城身上算了。瑶姐，这大清早的，你火气怎么这么大？话音刚落，院内传来叶凡话音，院门吱呀一声开了，叶凡、穆倾城携手而出，走到院门前，才依依不舍地松开彼此。叶凡，叶瑶一看到叶凡就炸了，尤其是看见2人亲密的样子，更是火冒3丈。你倒是逍遥快活，连家都不要了是吧？瑶姐冤枉啊，我这是为了救人。叶凡善笑着摸了摸鼻子，偷瞄了眼身旁的穆倾城，又补充道：而且这些天我修炼可也没有落下。少废话！叶瑶一个箭步上前，一把拽住叶凡的手腕就要往外拖，现在立刻跟我回去。若是往常，叶凡也就由着他拽了，但此刻穆倾城就在身旁，他面子挂不住，脚下稍稍运力，愣是没让叶瑶拉动分毫。你！叶瑶气得俏脸通红，突然压低声音：叶家出事了。什么？叶凡听到叶瑶这话，脸色骤然一变，诧异地盯着叶瑶：你不会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觉得我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叶瑶怒目瞪着叶凡，更不得狠狠揍叶凡一顿。沉默数息后，陡然一声喝问：你走不走？穆倾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轻轻握住叶凡的手腕，眼中满是关切：叶凡，你先跟叶瑶回去看看。叶凡轻轻点头，稍稍冷静下来。哼！叶瑶一甩长发，转身就往外冲。叶凡见状，立马跟上叶瑶，2人一前一后冲出幕府大门，在皇城主街上狂奔。瑶姐，刚行至半路，叶凡忍不住对叶瑶问道：你倒是跟我说说，叶家究竟出什么事了？现在知道急了。叶瑶头也不回，声音压抑着怒意，突然一个急停，转身时胸口剧烈起伏。过去这1月，叶家商队接连遭到袭击，死了很多人。叶家在皇城的70%产业都受到了冲击，不得不贱卖出售。昨夜还有一伙人闯入叶府，家主他……我爹怎么了？叶凡见叶瑶欲言又止，声音陡然拔高：家主受了重伤。叶瑶沉声道：幸好有个神秘强者出手，救下了家主，不然你都见不到你爹了。都是谁干的？叶凡声音低沉的可怕：还能有谁？叶瑶冷声道：放眼皇城，数次袭击，全灭我叶家商队，短时间内将我叶家产业搞得瘫痪，仅皇族和3大世家有这个能力。是断天涯。叶凡目光一寒，心中已有答案。皇城3大世家：古家、穆家、杜家。他还在穆家救人，穆家绝不可能。古家、杜家跟叶家亦素无恩怨，思来想去，也只可能是断天涯。如今断天涯虽已失去了穆家的支持，但他在皇城中
依旧掌控着不少势力，诸如陈家、林家等二流世家依旧效忠于他。叶瑶和叶凡一路疾驰，转眼便到了叶府门前。往日气派的叶府大门此刻扮演着进出的叶家之人，个个垂头丧气，脚步沉重。少爷回来了！一叶家子弟看到叶凡，颤抖着高呼了一声：“少爷回来了！太好了，少爷终于回来了！”原本死气沉沉的府邸顿时活了过来，叶家众人纷纷从各处涌出，眼中重燃希望的光芒。叶凡被封为天武书院影星的消息早已传遍叶府，全府上下本打算大摆宴席庆祝，谁曾想喜讯刚至，厄运便接踵而来。少爷，管家叶福急匆匆迎上来，一脸忧虑。我爹呢？叶凡忙上前对叶福问道。在主院休息，少爷随我来。叶福说着转身为叶凡带路。走在府中，叶凡注意到院墙上新添了许多剑痕，几株百年古树被拦腰斩断，显然经历过一场恶战。主院门前，2名侍卫见到叶凡，单膝跪地。叶凡顾不上理会，一把推开房门冲了进去。屋内，何玉正坐在床榻边，手中绢帕轻轻擦拭着叶海额头的冷汗，听到动静转过头来，红肿的双眼瞬间涌出泪水。凡儿，娘！叶凡冲到床前，当看清父亲的模样时，心脏猛地一缩，爹怎么样了？此时的叶海脸色惨白如纸，嘴唇泛着不正常的青紫，曾经雄浑的气息，如今微弱的如同风中残烛。性命是保住了。何玉声音哽咽，已让七长老看过，你爹这伤势至少调养1年半载，修为怕是会因此倒退。叶凡，这都是你惹的事。跟着进来的叶瑶终于憋不住火气，一拳砸在门框上。要不是你闯3皇子府，逼3皇子跟穆倾城和离，叶家岂会有此横祸？嗨嗨！叶海听到叶瑶这话，连忙喝止，想要起身，却引发一阵剧烈咳嗽。爹，这的确怪我。叶凡声音低沉，没有否认叶瑶的话，眼底闪烁杀意。当日我就该杀了段天涯。你拿什么杀？叶瑶气愤叶凡现在还在异想天开，段天涯可是的武境，你杀不了他。就算你有这个能力，也不能杀。你是影星，杀了段天涯，有天武书院保，叶家可没人保。叶凡沉默了。当时玄冥2鬼再不是杀不了段天涯，只是他的确不确定天武书院会不会帮他保叶家，这不是凡儿的错。叶海强撑着道，随即又虚弱地靠回枕上。凡儿成为影星是叶家的荣耀，这样的天才出生在叶家这样的小家族，既是福缘也是劫数。话刚没说几句，艰难地喘息了起来，但只要叶凡在，就能带叶家破而后立。如今的苦难只是暂时的。爹！叶凡紧握着叶海冰凉的手，沉声问道，你可有看清伤你的人是什么人？身为叶家家主，叶海修为并不低，第5境7阶，皇城能杀他的人不多，通过武技特征应该不难锁定凶手。叶海虚弱地摇了摇头，眼中闪过一丝屈辱，此人是第5境9阶。昨夜之战，他几无抵抗能力，只3招就被对方伤重至此，乃至对方招式都没太看清。是段天涯身边的那个裘老。叶凡回想起那日在3皇府所见，嘴里低声嘀咕道，裘老实力不弱于玄冥2鬼，必是第5境9阶。不是他呀！突然一道酥媚入骨的声音从院外传来，紧接着砰砰2声闷响，似有重物倒地。叶瑶猛地转身，只见苏媚娘一袭紫色薄纱摇曳生姿地踏入屋内，身后2名侍卫已瘫软在地。放肆！叶瑶本就一肚子火，见苏媚娘直接闯入，身上气息一下爆发，居然敢直接闯到这里来。苏媚娘却连看都没看他一眼，纤纤玉指捏着一枚莹润的丹药，径直走向叶凡。弟弟，姐姐来给你爹送药了。叶凡接过丹药，轻轻点头，转身就准备往叶海嘴里送。叶凡！叶瑶见状，2步走到叶凡身旁，一把抓住他的手腕。你疯了？难道你就不怕这是毒药？苏楼主不会害我爹。叶凡甩开叶瑶的手，声音坚定。话落，轻轻托起叶海的头，将丹药送入其口中。哎呦，我说弟弟！苏媚娘突然娇嗔一声，紫袖轻掩朱唇，之前叫人家姐姐，现在就成苏楼主了。丹药入腹，叶海苍白面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血色，原本微弱的气息也逐渐强盛起来。苏媚娘见叶凡不答也不恼，自顾自地说道，这7阶段续丹虽能续命，但叶家主仍需静养1月，1月之后自当恢复如初。7阶段续丹！叶凡瞳孔微缩，连忙起身，郑重地朝苏媚娘拱手，多谢姐姐，这恩情我记住了。7阶丹药在皇城想买都买不到，苏媚娘居然大方地送了跟姐姐，客气什么？苏媚娘眼唇轻笑，紫袖轻摆间带起一阵幽香。叶凡想到苏媚娘来时所言，
眼中闪烁一丝锐利。姐姐，你说伤我爹的人不是段天涯身侧的那个囚牢？当然不是。苏媚娘红唇微勾，嘴角露出了神秘笑意。姐姐是怎么知道的？叶凡眼中金光一闪，突然想到什么，莫非救下我爹的是万宝楼强者？猜到了。苏媚娘挑了挑眉，弟弟还挺聪明。一旁的叶瑶听到这话，脸庞少了些许敌意，但看到苏媚娘几乎贴在叶凡身上的模样，又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不爽全写在脸上，似不是很乐意看叶凡跟苏媚娘过多接触。姐姐，叶凡心中感激，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了。昨夜派出高手救下叶海，今日又赠灵药，这份恩情实在太重了。苏媚娘见叶凡这副样子，不禁笑了。你可是姐姐的好弟弟，倾城又是我的师妹，既有能力，岂能不帮？叶凡神色一怔，注视向苏媚娘问道：那姐姐可曾查到叶袭我叶府之人是谁？此人实力不弱，可跻身云隐国强榜前10。苏媚娘眼中闪过一丝凝重，但从招式看，绝非榜上之人，所以不可能是三皇子府上的那个裘三石，或许非云隐国之人。叶凡目露疑惑，会不会是段天涯请了别国高手？这个姐姐就不知道了。苏媚娘突然话锋一转，神秘一笑。不过有件事很有意思，你就不想知道叶家贱卖的产业都被谁买下了？谁？叶凡心头一跳，疑惑地看向对方。这个问题他之前倒是没有在意，如今苏媚娘提起，必是有蹊跷之处。杜家还有古家。苏媚娘意味深长地看着叶凡，这两家跟二皇子段天书关系匪浅。叶凡神色一怔，古家支持的也是二皇子，当朝皇后就是皇城杜家之人，二皇子段天书生母即当朝皇后，杜家支持段天书，这很正常。但在之前，古家始终保持中立，没听说参与了这场储位之争。苏媚娘笑而不答。姐姐的意思？叶凡眉头深锁，此前针对我叶家的种种，并非段天涯所为，是段天书。姐姐可没这么说。苏媚娘笑着否认，侧目瞥了眼床上的叶海。叶家主如今需要静养，姐姐就不打扰了。说罢转身，紫纱飘舞。弟弟以后若是有空，可以来万宝楼坐坐。姐姐，叶凡思绪不宁，眼见苏媚娘要走，连忙将之叫住道：以后我不在叶府，可否请姐姐帮忙照拂我叶家1、2？可以是可以。苏媚娘回眸一笑，媚眼抛向叶凡：那弟弟准备怎么感谢姐姐我呢？这个……叶凡一时语塞，不知该当如何。我就知道。叶瑶突然爆发，此前已缓和的脸色再度浮出怒意。你果然是馋叶凡的身子，姐姐不是这种人。叶凡连忙为苏媚娘辩解，耳根却悄悄红了。通过接触，他已知苏媚娘性情，可不是针对他有想法，就是爱逗他玩。姐姐怎么可能跟师妹抢男人呢？苏媚娘听叶凡这般为自己说话，笑得花枝乱颤，紫纱下的香肩微微抖动。这人情暂且先记下，等以后姐姐想好要你怎么报答我时，弟弟再好好报答我。好。叶凡丝毫不带犹豫地一口应下。苏媚娘轻笑着转身离去，留下一世幽香。待苏媚娘走远，叶凡立即转身回到床前，握住叶海的手，目光坚定如铁。接下来1月，您只管安心养伤，之前的事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叶海虚弱的点点头，眼中满是欣慰，虽没说什么，但眼神中的信任不言而喻。叶凡和叶瑶刚走出房门，就见叶福急匆匆地迎了上来。少爷，古家的古义公子找您。古义？叶凡眉头微蹙，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苏媚娘方才的话。其实他早该发现，古义可能是段天书的人。此前在天武书院演武场，他驱逐段天涯，其他人皆不敢上前，唯有古义挺身而出。他当时还纳闷，古义为何有这种举动，如今才看明白，古义是段天书的人，让段天涯不舒服，正是段天书要的。人在哪？叶凡沉声问道。在议事厅候着呢。叶福回答道。叶凡点点头，大步流星地朝议事厅走去。叶府议事厅内，古义背对着门口，正负手欣赏墙上挂着的一幅山水画。听到脚步声，这才缓缓转身，冷峻的面容上看不出任何情绪。不等叶凡开口，其手掌一翻，取出一张烫金请帖递了过来。这什么？叶凡接过请帖，叶凡对古义问道。古义神色冷漠，淡淡道：二皇子殿下在府中设宴，邀你午后于府上一叙。所谓何事？叶凡眼中闪过一丝疑色。去了，自然知晓。说罢，古义他径直从叶凡身边走过，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叶府。这二皇子……叶凡盯着手中的请帖，眉头紧锁，到底在打什么算盘？要我陪你去吗？叶瑶见叶凡神色凝重的样子，当即上前一步提议道。你……
叶凡侧目看向叶瑶，嘴角扯出一抹尴尬笑容。瑶姐，我觉得还是不了吧。就叶瑶这脾气，她可驾驭不了。段天书什么意思？现在还不清楚。叶瑶这一去，万一砸了段天书场子，那场面可就有点难看了。不行，我要去。叶瑶岂会听从叶凡的意见，坚持道：真以为我在征求你的意见？我是在通知。叶凡拗不过叶瑶，只得无奈妥协。那行吧，不过瑶姐，到时候你可千万别冲动。放心。叶瑶冷哼一声，眼中怒意闪烁。我倒要看看，这几日我叶家之日是不是跟段天书有关。时至午后，二人至二皇子府门前，侍卫知叶凡要来，恭敬地将二人引向宴厅。此时宴厅内，段天书一袭月白锦袍端坐首位，俊朗的面容上挂着温和的笑意。两侧各设4个席位，已有7人落座。古意正坐在右侧首位，依旧是那副冰冷模样。叶瑶尚未踏入宴厅，遥遥瞥见在座之人，脸色微微一变。怎么？叶凡见叶瑶脸色不对，低声询问。天武书院天榜前10到了5人。叶瑶将自己的声音压得很低，跟叶凡解释道，另2人也都位列第11、第12。说话间，2人踏入宴厅。叶凡兄来了。段天书见到叶凡，含笑从主座起身，步履从容，衣袂飘然间尽显皇家气度，目光在扫过叶瑶时微微一顿，随即笑道：叶瑶小姐也到了，二皇子殿下应该不介意我带瑶姐一同赴宴吧？叶凡神色自若，目光却如利剑般直刺段天书眼底。怎么会？段天书朗声一笑，抬手示意侍女：来人，加一席。话落，立刻有侍女捧着案几上前，在右侧添置席位。叶凡兄，坐。段天书热情相邀。待众人落座，叶凡环视厅内，正欲开口，段天书却先声夺人。听闻近日叶家遇到些困难，贱卖了不少产业，二皇子殿下这是明知故问。叶凡嘴角微扬，眼中却无半分笑意。我叶家贱卖的产业，不都被殿下收入囊中了吗？哈哈！段天书大笑了起来。不错，不错，我是请谷家、杜家帮忙接手了这些产业。话音刚落，一名侍女手捧账本缓步而来，双膝及地，将账本高举过顶，奉至叶凡面前。这什么？叶凡并未立即接过，挑眉看向段天书。账本。段天书端起白玉酒杯，浅饮一口后笑道：叶家有困难，我只是请谷家、杜家临时接手。如今这些产业已恢复正常运作，叶家随时可以取回，并且过去这段时间所产生的盈利尽归叶家所有。叶凡目光微凝，猜测到了段天书用意，但还是故作不知，无功不受禄。二皇子殿下送我叶家这样的大礼，我可不敢收，自然不是白送的。段天书深邃眼眸直视叶凡，嘴角挂着意味深长的笑意。哦，叶凡试探性地对段天书问道：不知二皇子殿下需要我做什么？段天书卖了个关子，笑着对叶凡道：我需要叶凡兄帮我一个小忙。呵呵。叶凡轻笑出声：二皇子殿下人脉甚广，有在座这么多青年才俊相助，哪还需要我帮忙？在座7人5道实力皆不弱。因陈离被逐出天武书院，穆青成修为步入第5之境，此前位列天榜第11、第12的2人得以跻身前10，所以此时的天武书院天榜前10中有7人尽在段天书麾下。叶凡兄可是天武书院影星？段天书轻抚着白玉酒杯，眼中金光闪烁，自然能做到他们所不能之事。你不就是想叶凡帮你对付段天涯吗？叶瑶撇了撇嘴，早听明白了段天书的意思，讥讽直言道：拐弯抹角，真费劲。哈哈！段天书闻言大笑，目光转向右侧末席的叶瑶，毫不生气。早听说叶瑶小姐性情直爽，今日一见，还真是如此。哼！叶瑶冷哼一声，别过脸去，一副看不上段天书这种人的模样。二皇子殿下，我很纳闷。叶凡亦已猜到段天书今日邀请之意，心中却有一些困惑。一个段天涯，值得二皇子殿下如此费心吗？论出身，段天涯非嫡非长，而您可是嫡子。论势力，您有杜、谷2家支持，段天涯近期刚失去穆家这样的盟友，怎么看，段天涯都不具备跟您争处的资格。呵呵。说到此处，段天书轻笑一声，抬手示意下，众侍女躬身退下。厚重的宴厅门吱呀一声关闭，将外界隔绝。叶凡兄有所不知，待宴厅内仅剩在座10人后，段天书方是缓缓开口：我母后虽贵为皇后，却不得宠。当年父皇为争储君之位，才娶母后以获得杜家支持。相反，我那3弟的生母是父皇宠妃，父皇因而更偏爱我3弟，仅此而已。叶凡挑眉，显然不信事情如此简单。父皇知我有杜家支持，为了打压我，
可谓费尽心机。即便三弟失去穆家支持，手中势力仍不逊于我。皇城禁军如今就在三弟掌控之下，统领正是他的亲舅舅。段天书仰头饮尽杯中酒，苦笑道：更关键的是，论武道天赋，我远不及三弟。云隐国以武立国，父皇自然更倾向立他为储。叶凡摇头轻笑，听二皇子殿下之意，陛下已属意断天涯，那二皇子殿下做什么都没用了。唉，段天书岂会不知其中道理，长叹一声道：如今我想争储，唯有3条路可走。哦，叶凡眼眸闪烁出一丝兴趣，他感觉眼前之人城府胜过段天涯。第一，造反。段天书突然压低声音，叶凡神色一僵，手中酒杯差点脱手。这等大逆不道之言，段天书竟敢当众说出。呵呵，段天书自嘲一笑，造反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况且我也不愿与父皇兵戎相见。叶凡闻言笑而不语，皇族之人哪还会有什么亲情？兄弟阋墙，父子相残的戏码还少吗？第二，段天书突然正色道：我那三弟死，没了竞争对手，储君之位自然，所以你想让我杀段天涯？叶凡猛地打断，眼中金芒一闪而逝，紧跟着摇了摇头道：二皇子殿下应该知道，段天涯可是第5禁武者，而我小小玄武，要说杀段天涯，在座哪位不比我更有能力？杀段天涯，他不是不想，可在他身后还有一个叶家，他帮段天书杀段天涯，段天书会保叶家吗？到时可能只会沦为弃子。不，段天书连连摆手，父皇偏爱三弟，若被他知道我让人杀了三弟，又岂会再授我储君之位？最后怕是会让其他几位皇帝占了便宜。所以眼下最合适的是第3条路。什么？叶凡看向段天书，眼中好奇之色更浓。乾隆刀？段天书突然压低声音，眼神变得异常锐利。叶凡兄可能不太清楚，乾隆刀为储君之刀，得此刀者，此刀不是在陛下手里吗？叶凡突然打断，眼中闪过金芒。乾隆刀他又怎么会不太清楚呢？此前从萧老那已听说过1、2。叶凡兄知道乾隆刀？段天书闻言眉毛轻挑，继而摇了摇头道：此刀并不在我父皇那里。啊！叶凡有些怀疑段天书的话，难不成当初萧老骗他？准确讲，父皇手里那柄乾隆刀是赝品。段天书解释道：当年父皇为夺皇位，伪造了一柄乾隆刀，真正的乾隆刀早已被曾祖带入皇陵。皇陵？叶凡嘴里嘀咕，疑惑地看向段天书，这是父皇多年来的一个心结。段天书声音突然变得飘忽，父皇近期打算开放皇陵，对外宣称皇陵内有大量皇族宝物以及皇族前辈强者传承，得传承者可将传承占为己有，得皇族宝物者上交皇族可换取荣华富贵，实际是为找回真正的乾隆刀。在座的诸位都去吗？叶凡闻言不禁产生了一些兴趣，他要拿到乾隆刀，可直接助萧老脱困，如此能避免继续参和什么皇储之争。不光他们会去，段天涯也会去。段天书点了点头，嘴角噙着若有若无的笑意。啥？叶凡猛然看向段天书，眼睛微眯了起来。叶凡兄不必担心。段天书见状冷笑一声，皇陵内设有神文法阵，存在灵力压制，进入其中修为将被压制于玄武境，所以即便如今段天涯已入得5，但在皇陵内只能发挥出玄武境9阶的战力。即便如此，叶凡低声呢喃，眸子微沉，段天涯修为已入第5，觉醒命魂，在皇陵内他的修为是被压制了，但他觉醒的命魂不会被压制。何况在踏入第5境前，段天涯名列天榜第1，即便修为在被压制的情况下，实力仍强于在座。段天书观察着叶凡的脸色，沉默数息后试探性地问道：叶凡兄，意下如何？叶凡面含笑意，没有立即答应下来。我若得到乾隆刀，二皇子殿下可否先借我用用？你要乾隆刀作甚？段天书眉头微蹙，上下打量着叶凡，眼中满是困惑。据我所知，叶凡兄是剑修吧？有用。叶凡言简意赅，放心，我只借用1日。只借用1日。段天书沉吟片刻，突然展颜一笑，举起酒杯，那行，还望叶凡兄保管好此刀，切莫丢失。毕竟此刀于我云隐国皇室而言，意义非凡。这是自然。叶凡面含笑意，举杯示意。话落，仰头饮尽杯中之酒。双方约定即成，于宴厅内把酒言欢。酒过3巡，叶凡搁下酒杯，起身告辞。叶瑶早已按捺不住，见他终于起身，立刻紧随其后，脚步略显急促。叶凡刚出二皇子府，叶瑶便一把拽住叶凡衣袖，
压低声音质问道：“你为何要答应段天书去什么皇陵？就不怕在皇陵内被段天涯杀了吗？古义等人可未必会护你周全，何止不会保？”叶凡唇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眸光微冷，说不定段天书正巴不得段天涯杀了我。叶瑶闻言神色一怔，瞳孔微微收缩，压低声音急道：“你这话什么意思？瑶姐，你想啊，我是天武书院影星，若段天涯真敢杀我……”叶凡说着顿了顿，眼底闪过一丝锋芒，天武书院必怒，届时即便是皇族也保不住他，即便他能免于一死，这储君之位也注定与他无缘。言毕，其目光转过看向叶瑶，轻笑一声：“段天书今日这般示好，不过是想借刀杀人，把我送到段天涯的刀下罢了。你既知道，为何还要去？”叶瑶呼吸一滞，手指不自觉地攥紧，注视向叶凡，愤怒、不解，同时还有几分担忧。因为叶凡忽而一笑，眼中毫无惧意，反而带着几分跃跃欲试的锋芒：“我需要乾隆刀。你要乾隆刀干什么？”叶瑶眉头紧蹙，眼中满是困惑。这乾隆刀是储君之刀，你又不是皇族子弟，拿到乾隆刀也没用啊！难不成还想当储君，做什么白日梦？嘿嘿。叶凡神秘一笑，没有要解释的意思，翻手取出段天书给的账本，递给叶瑶道：“瑶姐，这账本你拿回叶府，交给叶家长老们。”“你不回叶府？”叶瑶接过账本，皱眉注视向叶凡。近日叶府风波不断，不太平，若有叶凡坐镇，兴许能少些麻烦。好歹他顶着天武书院影星的头衔，我得抓紧时间修炼。叶凡眼中闪过一丝锐利，距离皇陵开放应该还有几日，我打算直接回天武书院。行。叶瑶闻言点了点头，也赞同叶凡的决定，没有什么比自身实力更有安全感的。两人并肩走了一段路后，于岔路口处分开。叶瑶一路跑回叶府，叶凡则是到了天武书院。此时天武书院大门前，一道清冷的身影静静伫立。倾城。叶凡瞧见这道身影，笑着走了过去。你去了二皇子府。自从叶凡离开幕府，穆倾城就从父亲那里得知了叶家近期的变故，心中愧疚难当。听闻他独自赴约，更是坐立不安，索性来书院门口守着。叶凡没有隐瞒，点头答道：“段天书说是过阵子，陛下要开放皇陵，他请我进皇陵办点事，你答应了？”穆倾城眉头微微皱了下，忙提醒叶凡道：“这段天书并非善类，此前我曾听段天涯说起过，若不是陛下有意打压，储君之位早已就是段天书的了。”“我知道。”叶凡轻笑一声，突然伸手拂过穆倾城紧蹙的眉间，随后扯了扯身上的隐星袍，有这件隐星袍在，皇陵内谁能伤我？要不……穆倾城沉默片刻，突然抬头，美眸如寒星般清亮，注视向叶凡问道：“到时候我陪你一起进皇陵，你陪我去？”叶凡想了想，爽快答应了下来：“也行，这几日我陪你在天武书院修炼。”穆倾城说着，脸庞浮出一丝娇羞之意，兴许能帮你进阶玄武进五阶。在疗伤的那些日子里，他就发现二人双修时产生阴阳调和之力，对修炼大有裨益。只是这种修炼方式不能过于频繁，每3日方能进行一次，否则两股极端力量容易失控。你现在还住在天武书院吗？叶凡挑了挑眉，当然乐意与穆倾城朝夕相处，不过现在的穆倾城已是第5进武者，按照天武书院的规矩，算是毕业了。现在还没有人知道我是第5进。穆倾城笑了笑道：“所以在去皇陵前，我应该还能待在书院，即便以后毕业了，也能自由出入，只是会被收走天武令，没了住处。那还可以住我那。”叶凡坏笑着凑近，不等穆倾城反应过来，就拉着人往天武书院内走了进去。外院大比夺得第1后，叶凡已升入内院。此刻在穆倾城陪同下，第一次正式踏入内院地界。天武书院内来往的学员见两人十指相扣，无不瞪大眼睛，窃窃私语声此起彼伏。那不是穆师姐吗？天哪，他居然和叶凡，这两人是藏都不打算藏啊！都知道穆倾城这才跟三皇子和离没多久，如今两人腻在一块儿，三皇子的面子问题是一点不管啊。然而这还不是最令人震惊的。叶凡进入内院后，压根没去申请自己的住处，直接大摇大摆地住进了穆倾城的居所。事情不到半日就传开，整个天武书院都炸了，听说了吗？叶凡住进了穆师姐的闺房，这算什么？据说有人看见他们夜里。转眼半月时间过去，叶凡的修炼生活规律而充实，白日里懒洋洋地躺在院中晒太阳修炼，任由阳光滋养太阳神体，夜晚则进入震天界苦练武技，每隔3日还要与穆倾城进行一场旖旎的双修。在这种近乎奢侈的修炼条件下，
其修为势如破竹，终于突破至玄武境5阶。叶凡，这一日，院外突然传来一道冰冷话音：“到时间了吗？”叶凡缓缓睁开双眼，起身伸了个懒腰。穆倾城自闺房内走出，两人目光相接，携手走出了院子，唯见古意在此等候。古意目光在两人交握的手上停留一瞬，面无表情道：“二皇子殿下已在皇陵等候。”说罢转身朝天武书院外走去。叶凡、穆倾城跟着古意离开天武书院，出了皇城，各自驾驭一头飞行妖兽，一路向南而行。到了，待至一座断崖，古意突然驾驭黑鹰俯冲而下。断崖之上，一座巍峨陵寝赫然矗立，9根盘龙石柱环绕，顶端幽蓝长明灯无声燃烧。入口处2尊青铜守卫持戟而立，锈迹斑驳的铠甲上暗红苔藓如同干涸的血迹。此时数百名黑甲军士已将整个陵区围得水泄不通。为首的统领站在祭坛中央，暗金重甲折射出血色光芒。叶凡兄，段天书一袭素白锦袍迎上前来，身后跟着一众青年才俊，皆为天武书院天榜上的人物。这是禁军。叶凡朝段天书点头示意后，眯起眼睛看向一侧，打量起了那些杀气凛然的黑甲军士。不错。段天书点了点头，神色间浮出些许无奈。开放皇陵一事，父皇全权交给了禁军统领江战操办。这江战就是段天涯的舅舅吧？叶凡闻言眉毛一挑，扭头望向远处祭坛上那身着暗金重甲的男子。他现在算是能理解段天书的困境，知道段天书有多想让段天涯死了。开放皇陵一事交给禁军统领来操办，如果最后得到乾隆刀的不是段天涯，禁军统领怕是要当场翻脸。段天书嘴角含笑，没有否认。叶凡当即对段天书问道：“殿下可有别的部署？”“什么部署？”段天书故作糊涂。叶凡声音渐冷：“如若我得到乾隆刀，离开皇陵后，你就不担心这位禁军统领抢我手中乾隆刀吗？”“叶凡兄多虑了。”段天书笑容僵硬：“你乃天武书院影星，将战岂敢？楚军之刀，皇族之物。”叶凡冷笑打断：“这个理由足够他动手了。”段天书若有部署，那一切还好说；没有，意味着其意压根不在乾隆刀。所谓夺乾隆刀、征楚军都是谎话。乾隆刀是楚军之刀，是皇族之物不假。段天书留意到叶凡色变，笑着解释道：“不过父皇说过，任何人得到皇族宝物，皆可上交换取荣华富贵。叶凡兄完全可以面呈乾隆刀于父皇为由，拒绝将乾隆刀交于江战，如此江战必不敢强取。恐怕也只能这样了。”叶凡已知段天书之意，不再多说。恰在此时，江战突然高举青铜令旗，远处尘烟大作，20匹雪白龙驹驰骋而来。段天涯一马当先，陈离紧随其后，另有10余道身影跟在两人后方。那几人是？穆倾城望着远处，目光锁定其中7人。段天涯此行算上自己，一共20人。除段天涯、陈离外，剩下18人中有6人亦是天武书院内院学员，且都是天榜上的人物。不过这剩下7人，穆倾城并不认识。5男2女，衣袂翻飞间隐约可见刀剑寒光。最引人注目的是为首女子，虽披一袭黑袍，长发却似烈焰，怀中火焰长剑吞吐赤芒。风银国4剑3刀。段天书瞧见这7人，眼底一闪过一道金芒，真没想到啊，三弟居然请来了这7人。看来他对乾隆刀是势在必得。这7人很厉害吗？叶凡遥遥打量着7人，对段天书问道。风银国年轻一代佼佼者。段天书耸肩一笑，每一个都有跻身天武书院天榜前10的能力，若再加上我那3弟，风银国。叶凡眯起眼睛，嘴里低声嘀咕。风银国4剑3刀，他倒不是特别在意。段天涯能请来这些人，就可能请来风银国第5境强者。这么看，当日夜袭叶府之人哒哒哒，段天涯率众勒马落地，大步走向祭坛。江战立即迎上前，大笑着道：“天涯，这次皇陵之行，乾隆刀非你莫属，借舅舅吉言。”段天涯嘴角含笑，神色间满是自信，话落转身，挑衅地扫向了段天书、叶凡。段天书脸色阴沉，拳头在袖中攥得发白。倾城。叶凡见此却是一声轻笑，朝穆倾城眨了眨眼。穆倾城微微一怔，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叶凡一把扣住手指。随即叶凡牵着他的手故意上前2步，在段天涯面前晃了晃交握的食指。段天涯脸色瞬间铁青，指节捏得咔咔作响。天涯，一个女人而已。江战见段天涯色变，随口道：“等你夺得楚军之位，他日登基为皇，什么样的女人没有？”舅舅说的是。段天涯沉声言语，眼中却翻涌起了杀意。他在意的从来不是穆倾城这个人，但叶凡当众挑衅，简直是把他的脸面踩在脚下践踏。
穆青城刚与他和离，两人如此亲密，岂不是告诉所有人自己头顶绿了吗？堂堂皇子哪受得了这种气？三皇子殿下想杀此人。火焰长发女子嗅到一丝杀意，顺着段天涯目光看向叶凡，但却没能将叶凡看穿。女子威风银国7人之首，代号第一剑若能顺手解决，自然最好。段天涯毫不掩饰杀意，声音压得极低。此人看似不凡，何等修为？第一剑心生好奇，对段天涯问道。段天涯冷声道：他不过是修炼了一些隐匿气息的手段，修为不高，进阶玄武不过2月，即便天赋在妖，能有玄武境3阶修为就不错了。玄武境3阶也敢踏入你云隐国皇陵？第一剑眉毛轻挑，有些怀疑段天涯的话。没有一定实力，踏入皇陵就是找死。此行入皇陵者，不止2位皇子所属人马，边上还有50-60名青年才俊跃跃欲试，他们也都是天武书院内院学员，部分位列天武书院天榜，最强一人当属天武书院天榜榜首狄无命。剩下人中修为最弱的都是玄武境7阶。第一剑可不相信玄武境3阶敢入皇陵，这样的修为连做炮灰的资格都没有。此人虽修为不高，战力却不容小觑。段天涯冷着张脸，虽不愿意承认，但还是跟第一剑解释道：初入玄武境1阶就曾诛杀过玄武境5阶武者。哦，第一剑眼眸闪烁出一丝兴趣，越阶杀人不足为奇，不过能越4阶杀人可不多见。此人未入第5，已觉醒命魂。段天涯阴恻恻地补充道，目光死死盯着叶凡，正是凭命魂之力才做到了越4阶杀人。命魂。第一剑舔了舔嘴唇，眼中战意升腾，那就难怪了。天涯，现在开启皇陵吗？江战眼见时候差不多了，询问段天涯。段天涯声音低沉，点了点头。咚！江战随即转身，手中青铜战戟重重砸向地面，一圈血色波纹从祭坛中央扩散开来。9根盘龙石柱上的幽蓝长明灯同时暴涨，将整个断崖照得如同鬼域。皇陵已开，江战立于祭坛中央，声如雷霆，扫了眼在场众天骄，冷声一语：生死各安天命。轰隆隆，陵墓巨门缓缓开启，一股阴冷腐朽的气息扑面而来。门内漆黑一片，唯有千级青玉台阶在血色月光下泛着诡异光泽。走！段天涯一声令下，率先冲出身影，陈离等人紧随其后。叶凡兄，有劳了。段天书站在原地未动，注视着段天涯一行踏入皇陵，扭头给了叶凡一个眼神。叶凡嘴角含笑，并未答话，同穆倾城对视一眼后，食指紧扣着迈入陵门。灵力压制。刚一踏入陵门，穆倾城一声低语：灵力压制，压制修为至玄武境。在场只有他与段天涯有所感觉。10息之后，陵墓巨门在众人身后缓缓闭合，发出沉闷的轰鸣。这时众人头顶一轮血月突然红光大盛，啊！一声凄厉惨叫骤然划破寂静。只见一白衣青年双眸血红，手中长刀疯狂劈杀向身旁同伴，还我妹妹命来！转瞬间10余名修士相继陷入癫狂，有人跪地痛哭，以头枪地，有人挥剑自残，血肉模糊，更有人如野兽般扑向四周，无差别攻击。穆倾城身形微晃，眼前景象骤然扭曲。恍惚间，他看到幼年的自己被锁在冰窖中，父亲冷漠的面容在寒雾中若隐若现。穆家不需要感情用事的继承人。倾城。叶凡注意到穆倾城脸色不对，低喝一声。太阳经悄然运转，掌心灼热温度将穆倾城拉回现实，别盯着血月看。好险！穆倾城回过神来，一阵心惊。血月光滑会引发心魔幻想，心智不坚者极易陷入癫狂。众人发觉异常，皆不敢再抬头。前面就是皇陵内的血月召魂阶。古意紧挨着叶凡，低声提醒道：这是深入皇陵唯一的路，每上台阶一步，肉身承受重力增加1倍，至100阶时如赴山岳。走！叶凡闻言低头往前攀登台阶，随着不断攀登，脚步逐渐变得沉重。此时的段天涯一行人却已来到血月召魂阶高处，每个人身上皆笼罩着一层淡金色光罩，步伐稳健，似不受台阶重力影响，显然早有准备。二皇子殿下就没点准备吗？叶凡见段天涯等人如此轻松，心中郁闷。段天涯明显事先就知道皇陵内的情况，准备了抵御血月召魂阶重力的符篆，而今在符篆帮助下，轻松来到血月召魂阶高处。古意既知血月召魂阶，段天书一定也事先了解到皇陵内的情况，没有任何应对之策。古意沉默不语，不敢同叶凡对视，这反应让叶凡更加确信，这段天书果然没打算让他活着出去。砰！高处突然传出一声巨响，
10余级台阶轰然崩塌，原本站在上面的3人惨叫着坠入深渊，消失了踪影。烟尘散去，只见风银国第3刀执刀而立，刀刃还残留着斩断台阶的余威。居高临下的睥睨着叶凡等人，嘴角咧着狰狞笑意。该死！叶凡身后一名蓝袍青年见状，怒喝一声，猛地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在剑刃上，硬扛着数倍重力纵身跃起，眼看就要越过断裂的台阶找死。第3刀狞笑一声，手中长刀骤然劈出，刀气化作血色长虹，撕裂空气，发出刺耳尖啸。轰！蓝袍青年仓促横剑格挡，火星四溅，虎口瞬间崩裂，长剑险些脱手，虽勉强挡下这致命一击，身子却被反震地悬在半空。不！绝望的呼喊回荡于深渊之上，众人眼睁睁看着蓝袍青年身影坠入漆黑深渊，转瞬被吞噬得无影无踪，一个个脸色黑了下来。叶凡望向台阶尽头，断天涯一行早已消失不见，唯有第3刀抱刀而立，戏谑地俯视着下方众人。咻！咻！咻！这时血月突然激射出数道星红光华，一人躲闪不及，身躯为红光贯穿，顿时双目赤红，陷入癫狂，反手就将身旁同伴推下深渊，不能再拖了。古意见此，皱眉沉声道：“不是不看血月，就不会受心魔影响。在这逗留的时间越长，血月之力就会越可怕。现在血月光华尚不密集，还能躲避，待会儿可就躲不了了。”话未说完，又一道猩红光华擦着他的鬓角掠过，得宰了那条看门狗。叶凡低语一声，眼中杀机毕露。古意紧锁着眉头道：“此人虽只有玄武境8阶修为，可现在不受重力影响，又占据地利，若无顶着重力碾压此人的实力，怕难以一招杀之。连你都怕？”叶凡斜了眼古意，恐怕在场只有狄无命能杀他。古意说着，侧目看向一侧的狄无命。狄无命为烈天榜第1，实力自不会弱。此刻丝毫没有要回应古意这话的意思，没有绝对的把握，他显然不愿贸然出手。这么拖着可不是个办法。叶凡突然有了个主意，数人一拥而上，同时尝试越过深渊，他最多只能攻击一人，其他人可趁机将之斩杀。这是个办法。古意眼眸一闪，凝着目光看向叶凡，不过兴许会有一人为此付出性命的代价，总比都死在这里好。叶凡低声言语，眼中闪过冷意。那就试试。古意执刀上前，站到深渊边缘，另有5人直拿刀剑紧随其后，叶凡却是未动，身影仍旧矗立原地。叶凡兄，你不义气。古意没说话，其身侧孟兰突然道：“此人是孟青兄长，名列天榜第10，在二皇子府与叶凡有过一面之缘。我若动身，那条疯狗必定咬我。”叶凡闻言，似笑非笑地看向孟兰：“你是想我死在这疯狗刀下吗？莫非这是二皇子殿下的意思？”孟兰神色一怔，一时竟不知如何作答。你多想了。古意见叶凡起疑，当即道：“天武书院影星的确不该轻易犯险，我等为你开路便是。”那就多谢了。叶凡口中言谢，心中却是暗笑不已。他就知道古意会这么说，断天书是要他死在断天涯手里，只有这样才能置断天涯于此地。如果他死在第3刀手里，天武书院怪不到断天涯头上，因为没有人能证明第3刀的举动是断天涯授意。古意嘴上答应，但仍没有急于尝试。此时再次看向了狄无命，时节足够12人并肩而立，你们就不打算出几人吗？此行虽有100余之众进入到皇陵，实际上却可分为3方阵营，断天涯、断天书各为一方，剩下之人皆以狄无命为首。人数上狄无命一方人最多，不过这伙人实力参差不齐，是该出几人？狄无命也想早点离开这地方，话落目光扫过身后人群，随手指向其中6人：“你们6个跟他们一起试着越过深渊。凭什么是我们？”一马脸青年下一时质疑，话音刚落，咻！狄无命手中之剑陡然出鞘，一剑划破了马脸青年喉咙。司众人见此，倒吸一口凉气，好狠！叶凡见此，眼睛亦不由眯了起来。选择跟着我，就不要质疑我的命令。狄无命长剑归鞘，面无表情，冷声警告身后众人，话落目光锁定另外一人：“他死了，你上。”被狄无命选中的几人，一个个脸色惨白如纸，可有了前车之鉴，再不敢违抗狄无命的命令。听令不一定就会被第3刀诛杀，不听令将当场死于狄无命剑下。抗衡天榜第1，他们还没有这个本事。动手！待6人上前立定，古意一声令下，12人顶着重力之压，身影同时暴起。第3刀狞笑着横刀而立，刀锋闪耀出血色光华，
狂暴刀气横扫而出，随即果断转身台阶上方狂奔。他不傻，不会留在这等着被杀，给他的任务就是拖延众人一会儿。如今拖不住了，那就跑！轰！轰！轰着横扫出来的一刀，虽声势骇人，实则徒有其表，被古义等人轻易化解。只有2个倒霉鬼被余波震落深渊，惨叫声久久回荡。留下他！叶凡厉喝，却见古义刚追出几步就踉跄停住。台阶重力已增至恐怖程度，每上一阶都如负千钧，追不上。古义咬牙低语，心中愤懑。第3刀身上符转之力尚未消失，登台阶速度奇快，转眼已至尽头。对此，叶凡倒也没有说什么，与穆青城对视一眼，2人默契点头，同时纵身越过深渊。当众人艰难登顶时，眼前的景象令所有人呼吸一滞。万丈深渊之上，一座青铜锁链桥在阴风中摇晃，桥下是灵黑雾翻涌，桥头盘踞着2尊青铜龙雕。段天涯一行人影已在桥中央缓慢移动，最后抵达的第3刀此刻也踏上了锁链桥。倒是第1剑、第2剑此时仍站在桥头位置，比预计的慢啊。第1剑斜以青铜龙雕慵懒的嗓音响起，在冲叶凡等人诡异一笑后，示意了眼令一尊青铜龙雕旁的第2剑。随后2人同时将此前插入龙雕口中的长剑抽出，那2尊龙雕眼眶里随之渐渐亮起了猩红光芒。2人则趁着这个间隙闪身踏上了锁链桥。退后！叶凡见古义正欲上前，当即一声暴喝，轰！几乎同时，左侧龙雕猛然喷出滔天烈焰，赤红火浪瞬间封锁了桥头入口。右侧龙雕紧随其后，嘴里吐出森白寒气，所过之处连空气都凝结成冰晶。锁链桥数丈入口之地，一半为火焰笼罩，一半为寒冰所覆。司古义道吸一口凉气，额前几缕发丝被燎焦。众人瞧见眼前冰火交织的死亡领域，一个个眉头深锁了起来。那是古义身旁一人，此时却凝视着第1剑、第2剑手中之剑，满目震惊。原来当年是封银国强者窃走了赤焰剑、寒霜剑。你认得此剑？叶凡侧目看向说话之人，此人实力更甚于古义。天榜第2，杜家杜如风。岂止认得？杜如风拳头一握，眼眸霎时涌出怒火。赤焰剑、寒霜剑，正是双龙守灵桥的钥匙。自皇陵建造后，这2柄剑皆藏于皇宫之中，但在20年前，有一大盗业闯皇宫，窃走了这2柄剑，害得我祖父被革除禁军统领之职。呵，叶凡嗤笑一声，眼中鄙夷毫不掩饰。这么重要的剑居然被人给偷走了。云隐国皇宫内的禁军这么废物，你爷爷被革职那纯活该。你说什么？杜如风闻言脸色一黑，怒目瞪向叶凡。现在可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古义眉头深锁，注视向段天涯等人远去的身影道，眼前冰火封路，若不能渡桥，皇陵内一切机缘将尽归段天涯等人所有。他们进入皇陵可不单是为了乾隆刀，准确讲根本不是为了乾隆刀。皇陵之中有云隐国皇族前辈传承，要能夺得传承，有助自身武道。狄无命等人同样如此，否则何必犯险进入皇陵，破着冰火封路，有什么困难的？叶凡刚已观察过这2尊龙雕，此时心中有一个大胆想法。你有办法？古义猛然看向叶凡，眼眸闪烁出丝丝金芒。其他人目光亦在这时聚焦到了叶凡身上。办法是有。叶凡望向如今走在锁链桥上的段天涯等人，嘴里嘀咕道，可我们老跟在他们后面，不是办法，太被动了。的确。古义面色阴沉，点了点头。你想怎样？狄无命一声冷意，突然开口道，我开路，你们杀人。叶凡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到了狄无命身上。没有前面这些人搞事，接下去的路会好走一些。杀段天涯。狄无命眸子微沉，禁军统领可就在皇陵外面守着，段天涯要是死在这，我们怕都无法活着回天武书院了。何况段天涯可不好杀，虽然他名列天榜第1，可杀段天涯亦无绝对把握。数月前，段天涯尚未踏入第5，他在天榜上的排名屈居其后。何况段天涯可是云隐国皇子，天榜第1，就这胆量。叶凡讥讽一笑，不等狄无命辩驳，改口道，不敢杀段天涯，总敢杀封银国这7人吧？这些人我早就看不顺眼了。狄无命冷声言语，眼中血光一闪，待你开路后，我会出手杀封银国7人。好。叶凡满意一笑，转而对古义、杜如风等人道，待会儿你们助狄无命一臂之力。此行入皇陵，他明面是2皇子段天书一方阵营，实际上古义、杜如风等人都想他死，虽无杀他之意，却想他死在段天涯手里。只要拿捏住众人这心理，就能驱虎吞狼。
赶紧吧！狄无命瞥了眼锁链桥上的段天涯等人，催促叶凡道：“再过一会儿，他们可都要过桥了。”叶凡太阳精运转到极致，眼中金芒骤盛，缓步走向左侧那尊喷吐烈焰的龙雕，每踏出一步，脚下青石便落下一个燃烧的金色脚印。随着他手掌探出，金色灵力如流水般缠绕上龙雕，与赤红烈焰激烈碰撞，发出嗤嗤的灼烧声。吼！龙雕突然发出震天咆哮，双目闪耀猩红之光。风！叶凡一声暴喝，金色灵力加速朝前流动，灌入龙雕口中。龙雕嘴里吐出的烈焰如同被掐灭的烛火，瞬间熄灭，眼中猩红光芒逐渐暗淡，最终凝固成2枚暗淡宝石。众人瞧见叶凡的手段，眼睛皆是一亮。有意思。第一剑眯起眼打量着叶凡，首次露出认真的神色。小心！这时穆青城惊呼声响起。吼！右侧龙雕一声咆哮，森白寒气如怒涛般席卷而至。叶凡仓促转身，却见视野已被漫天冰晶填满。青城！叶凡大喝一声，与穆青城四目相对。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凭一己之力破解冰火封路，以他的能力，也只能尝试封印左侧这尊龙雕。想要封印右侧龙雕，唯有觉醒冰魄星辰的穆青城可能做到，但在成功封印左侧龙雕前，他不敢让穆青城冒险尝试。如今成功封印，这才向穆青城求助。无需多言，穆青城已然领会叶凡之意，足尖轻点，冰晶在脚下绽放，转瞬拦在叶凡身前。随其双掌交叠，冰魄星辰命魂骤然绽放，无数星光在其身后交织，化作瑰丽星辰图谱。命魂！古意瞳孔骤缩，失声惊呼。他已进阶第5之境。狄无命意识到什么，嘴里低声嘀咕。此时其他人脸上也都露出了震惊之色。穆青城此前只是玄武境9阶武者，虽跻身天武术院天榜前10，但不在前3之列。如今身后出现命魂虚影，必是踏入第5之境。穆青城玉指翻飞，额前星辰纹路光华大盛，袭来的寒气竟在空中凝成冰镜，一个折射反而将龙雕冻成冰雕。穆青城趁机飞身上前，只见一点冰蓝星光精准没入龙口，咔冰晶蔓延的脆响中，龙雕彻底沉寂。叶凡长舒一口气，身上闪耀着的金光仍旧未散。此时锁链桥入口之地已无冰火封路，走在最后的第一剑3人见状，陡然加快了过桥的速度。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叶凡见第一剑3人加速，眼中杀意沸腾，突然朝狄无命、古意等人一声厉喝：杀！狄无命眼眸杀意闪烁，身形率先掠出，重剑铮的一声出鞘，剑刃上血色纹路如同活物般蠕动，每一步踏在锁链桥上都引得铁链剧烈震颤。古意与杜如风对视一眼，同时身形暴起，古意刀锋泛起青光，杜如风剑刃则缠绕着紫色电芒。3人成品自行突进，杀气席卷，顺着锁链桥向前。其他人亦未犹豫，纷纷冲出身影跟上。走！待所有人踏上锁链桥，穆青城玉手轻轻一推，一道冰桥在叶凡脚下凝结。2人如闲庭信步般踏上锁链桥，身后突然传来龙雕苏醒的咆哮声。吼！2尊龙雕眼中猩红光芒大盛，烈焰与寒霜再度喷涌，封住了锁链桥入口之地。追上来了，得快走！第一剑见大波人影追击而来，低声提醒第2剑、第3刀。话音刚落，狄无命已近他们20步之地，重剑带起的罡风刮得人脸生疼。受死！狄无命冷喝一声，重剑横扫，漆黑剑身血色纹路骤然亮起，一道霸道无比的刀芒径直杀至第3刀面前。咔嚓，第3刀仓促横刀格挡，金刚锻造的刀身应声而断，碎片划破了他的脸颊。就这点本事！狄无命舔了舔嘴唇，眼中闪烁着嗜血的光芒。再次拉近跟3人的距离后，又一剑斩出，剑势不减分毫，直取第3刀咽喉。冰封！第2剑豁然转身，寒霜剑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森白寒气瞬间冻结了狄无命的剑芒，冰晶顺着剑身蔓延，有意思。狄无命不怒反笑，握剑震碎冰封。2招交手间，古意已赶至狄无命身前。第一剑见状止步挥剑，赤焰剑挽出7朵妖艳剑花，古意执刀相迎，却见那剑花突然炸开，化作漫天火雨。小心！杜如风眼疾手快，一把拽住古意后领，3道火雨擦着古意胸前掠过，衣袍瞬间化为灰烬，露出下面灼伤的皮肤。这女人交给我！狄无命瞧见第一剑的手段，杀意沸腾，连续朝前踏步，径直冲杀向了第一剑。杜如风则剑走偏锋，紫色电芒专攻第2剑下盘。古意抹去嘴角血迹，提刀逼向第3刀，每踏一步，刀锋上的青光就成1分。狄无命实力同第一剑不相伯仲，杜如风亦与第2剑旗鼓相当。
倒是负伤的古义连续几刀逼得第3刀节节败退。刚在血月召魂街上，你不是很嚣张吗？古义话音冷冽，眼眸尽是杀机。数息过后，越来越多人赶到这片区域。锁链桥数丈之宽，足够10数人并肩而行。这样的空间虽不足以数十人在此厮杀，但依旧还是有不少人杀到了第一剑几人身前。不能恋战。第一剑手中赤焰剑挥舞，意识到事情的麻烦。当他余光瞥向远处，却见叶凡、穆倾城闲庭信步。刚刚叶凡跟狄无命等人之间的谈话，他不是没有听到，知道这些人突然抱起围攻他们都是叶凡的意思。段天涯交代过他，让他顺手把叶凡杀了，但看现在这情况，根本就没有机会。咔嚓，这时一道刺耳的金属断裂声骤然响起，原本还算平稳的锁链桥猛地一晃，如同巨兽翻身，瞬间倾斜成45度角。啊！救我！数人来不及反应，惨叫着滑落，双手徒劳地抓挠着湿滑的铁链，转眼就被深渊黑雾吞噬。是陈离。古义目眦欲裂，刀锋直指桥头。只见陈离阴恻恻地站在锻炼处，嘴角挂着狞笑，剑锋又搭上了最后一根完好的锁链。随着摇晃越来越距离，众人不得不停止厮杀。这要再打下去，锁链桥只会摇晃得更加厉害。走！第一剑低语一声，带着第二剑、第3刀身如灵焰般借势跃起，几个起落便到了对岸。陈离随即长剑高举，寒光直指最后的锁链。这一剑下去，桥上众人必定都会坠入深渊。混账，你敢！狄无命暴喝如雷，重剑脱手而出，剑身旋转着划破空气，带起尖锐笑音。陈离见此，不得不收剑侧身闪避，剑锋擦着他脖颈掠过，留下一道血痕。杜如风抓住这瞬息机会，快步冲过锁链桥，一剑出手，紫电缠绕的剑锋直取陈离心口。陈离无意恋战，诡异一笑后，身形倏然后撤。杜如风还要追击，却见段天涯竟还在此地，此时对方身后还站着10余道身影，这阵势让杜如风硬生生刹住脚步。好在须臾后，狄无命、古义等人先后过桥，两方对峙此地，气氛一时剑拔弩张。轻松点，都放轻松点。段天涯含笑言语，扫了眼身前狼狈的众人，仿佛方才的生死危机不过是一场游戏。段天涯，是你指使他们这么干的？古义刀锋微颤，扯着嗓音一声质问。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段天涯戏谑一笑，并不惧眼前诸人。出入皇陵时有100余之人，不过此时在这却只剩下了50余人，单是段天涯一方就有20人之多。虽人数处于劣势，但段天涯丝毫不在意。是，那你就去死！狄无命重剑轰然砸地，血色纹路疯狂蔓延。哦，段天涯讥讽一笑，突然朝前一步，吼！震天龙吟之音响彻虚空，一道白龙虚影自段天涯身后腾空而起，龙目如电，威压如山，压得众人呼吸一滞。这是你的命魂！狄无命双眸微睁，不自觉地后退半步，重剑之上血纹都暗淡了几分，其他人脸庞亦都浮出了惊惧之色。狄无命等人皆意识到了，即便此时的段天涯修为被压制到玄武境9阶，亦非他们能敌，这就把你们吓到了。叶凡轻渺话音于众人身后传来，待众人扭头，只见他与穆倾城携手而至，闲庭信步般穿过围在这的人群。段天涯见叶凡毫无伤，此时竟然跟穆倾城十指相扣，目光不由一冷，身后白龙虚影突然怒目圆睁，龙须怒张。段血月召魂阶拦路，斩双龙手灵桥害人。叶凡缓步上前，立定后逼视向段天涯喝道：段天涯，你觉得这事能轻易算了吗？真当这里的人都是孬种？狄无命听到叶凡这话，握剑的手猛然收紧。古义脸色阴沉如墨，杜如风则不自在地移开了视线。叶凡这话明着是在质问段天涯，实则字字诛心，直指他们这些人方才的怯懦。你不孬！段天涯轻佻的挑眉，白龙虚影在他身后盘旋游动，上下打量着叶凡，戏谑道：那我倒要听听你打算如何？杀我？杀你？叶凡突然笑了，目光扫过第3刀和陈离，冤有头，债有主。我现在更想讨的是那2个断阶斩桥之人的命。第3刀，陈离闻言眸子皆是一沉，叶凡说的人可不就是他们2个？如果段天涯将他俩推出去，那他俩今日必死无疑，但他俩所为可都是段天涯授意，不信段天涯这个时候会舍弃他们。我如果要保他俩，你能如何？段天涯轻蔑一笑，看不惯叶凡的嚣张，那你跟他俩一起死呗。叶凡两手一摊，神色随意道：凭你也想杀我？段天涯嗤笑，都搞不懂叶凡哪来的自信话落，只见其突然踏前一步，白龙虚影怒目圆睁，
龙威如潮水般压向叶凡。我不行，但倾城可以。叶凡说着，示意了眼神侧目倾城。穆倾城会意，身上命魂之力涌现，霎时间冰魄星辰命魂全开，无数冰晶于虚空中凝结成璀璨星图，寒气与龙威分庭抗礼。段天涯瞳孔微缩，神色凝重了几分。此前在锁链桥上时，他已得知穆倾城修为已步入的5境，觉醒了命魂，但因为距离太远，没有感受到冰魄星辰命魂的可怕。如今近距离感受，方是知对方命魂威压的恐怖。白龙虚影受寒气影响，竟不安地扭动起了身躯，龙鳞上隐隐结出细密冰霜。同样觉醒命魂的他，并不惧穆倾城，可此时亦没有十足把握将穆倾城击败。叶凡瞧见段天涯色变，得意一笑：我们这30多号人，如若联手，应该可以把你们杀得干净。你觉得他们会听你的？段天涯冷声言语，目光扫过狄无命、古意，可不信眼前这些人会这么团结。不是听我的。叶凡淡漠说着，目光扫向了身侧的狄无命、古意等人，只是报仇，报仇，那是为自己报。哼！狄无命冷哼一声，眼底杀意闪烁，狰狞地盯着段天涯，暴喝出声：段天涯，鲛人！不错，这2人必须得死。古意缓缓提刀，指向人群中的第3刀。杜如风义愤填膺，沉声道：害死我们这么多人，这2人的确该死。杀了他们！血债血偿！怒吼之音如潮水般涌来，响彻此地空间。第3刀面色惨白，不自觉地往第一剑身后缩了缩。陈离眉头深锁，执剑之手，掌心已渗出不少冷汗。我的人，三皇子殿下可不做不了主。第一剑瞧着阵势，扑哧一笑，戏谑目光落到了叶凡身上。你想杀第3刀，有本事自己来。你以为我杀不了他？叶凡瞥向第一剑，轻描一言。呵。段天涯一下子领会了第一剑的意思，讥讽一笑：你就只会躲在女人身后，有什么别的本事倒是没有看见。那行，让他来受死吧。叶凡漫不经心的耸肩，翻手取出耀日剑。叶凡！穆倾城突然攥住他的手腕，摇了摇头。古意、杜如风等人的脸色亦随之一变，他们可不希望叶凡死在第3刀手里。没事。叶凡轻轻挣开穆倾城的手，剑尖遥指第3刀咽喉。杀他！第一剑红唇轻启，给了第3刀一个眼神。第3刀点头，笑着上前。尽管脸颊伤口还在渗血，握刀的手却稳如磐石。他不清楚叶凡的修为，但听段天涯的意思并不高，哪怕如今负伤，亦有信心一战。呼！叶凡太阳经运转，身影陡然跃起，金色灵力聚于耀日剑上，一剑旭日出生，剑光如朝阳破晓，瞬间撕裂黑暗。哼！第3刀冷哼一声，霸道一刀横扫。叶凡剑锋微动，直接避开对方锋芒，任由对方这霸道一刀杀向自己。与此同时，他这一剑直指第3刀咽喉，同归于尽。第一剑神色一怔，没想到叶凡会用这样的战法。轰！几乎是同时，2人攻势落到对方身上。叶凡身影被狂暴的刀气掀飞，却在落地时轻巧的旋身卸力，身上黑袍随风猎猎作响，竟连一丝破损都没有。反观第3刀，此时仍保持着挥刀的姿势，僵在原地，其喉咙位置一个血洞正不断往外冒着鲜血，耀日剑残留太阳之力正在其伤口处燃烧。怎么可能？第一剑双眸微睁，再无先前从容。叶凡这一剑出手，已暴露修为，玄武境5阶。他可知道第3刀的刀有多霸道？玄武境5阶的叶凡正面接其一刀，哪怕不死，也该重伤隐星袍。段天涯眸子微凝，这才想起，如今叶凡身上所披是隐星袍。隐星袍？第一剑闻言，疑惑地看向段天涯。忘了跟你说，他是天武书院隐星，身上这件是院手所赐地阶灵兵隐星袍。段天涯沉声道：披上此袍，可无视玄武境攻势。玄武境武者想要杀他，唯有封喉，攻击其他部位几乎无用。你不早说！第一剑话音微冷，眼中隐隐有怒意闪动。他若早知道，就不会让第3刀出战，即便非出战不可，亦会让第3刀提防。现在好了，第3刀白死。下一个。叶凡嘴角噙着笑意，懒洋洋的话音响起，徐徐提剑指向了躲在段天涯身后的陈离。第3刀已死，下一个该轮到陈离了。殿下！陈离喉结滚动，脸色惨白如纸，紧握着手中之剑，皱眉看向段天涯。叶凡！段天涯不确定陈离能否杀得了身披隐星袍的叶凡，突然厉喝：得饶人处且饶人，别得寸进尺！得寸进尺！
叶凡突然大笑，剑尖轻挑，指向锁链桥下深渊。我这人最讲道理了，陈离给我1尺，我还他1丈，这不是很公平吗？他斩桥时可曾想过饶人2字？既然你要保他，那就一起死。杀！狄无命冷喝一声，重剑提起。段天涯虽强，但有穆青城制衡，他们人多，可杀除段天涯外的其他人，少一些竞争对手，之后争夺得到机缘的可能性亦会大一分。且慢！段天涯见狄无命等人意欲出手，突然抬手道：“前面可就是5行迷关阵了。你们确定要在这跟我们来个鱼死网破吗？5行迷关阵又咋了？”叶凡不屑地撇嘴，丝毫不以为意，不就是几个破棺材吗？正好给你提前预定一个。杜如风眉头微皱，低声提醒叶凡道：“叶凡，5行迷关阵中有皇族先辈强者的传承，很多人之前都还不清楚5行迷关阵的情况。”随杜如风此言一出，原本杀气腾腾的众人顿时骚动起来。在这跟段天涯一行厮杀，大概率能取胜，但段天涯身后这些人也都不是凡俗之辈，临死前的反扑指不定会要他们性命，尤其是他们中的弱者，可不敢冒着险，不如留着性命去争夺5行迷关阵中的传承，少一点竞争对手，争夺传承不好吗？叶凡环视众人，却发现再无人响应。狄无命手中重剑虽还举，剑尖却已微微下垂。你就这么想杀陈离？段天涯也怕叶凡等人在这跟他死磕，却也不想送陈离去死，这会寒了其他人的心。扭头给了陈离一个眼神后，陈离豁然转身，眨眼踏入了不远处的一条甬道。想走？叶凡抱起追击，穆青城如影随形。奇怪的是，这次段天涯并未阻拦，主动侧开身子为叶凡让道：“诸位，一起吧。”段天涯脸色并不好看，招呼了众人一声，话落转身，跟着叶凡、穆青城踏入甬道。待众人陆续穿过甬道，不由为眼前所见所惊。5具玄铁棺椁呈5行方位排列于墓室之中，其中1具棺盖大开，内部幽光流转。叶凡执剑而立，穆青城紧紧相依，陈离的身影却早已消失无踪。陈离呢？狄无命不见陈离，对最先至此的叶凡、穆青城问道：“不明显吗？”叶凡剑尖轻挑，指向那口敞开的棺椁。进去了。狄无命眉头凝成死结，重剑不自觉地抬起。这棺椁难道连接着另外一方空间？不错。杜如风突然插话，每口棺椁都连接着一方关中世界，内有皇族先辈强者传承，不过一旦进去就无法折返，会直接被传送出皇陵。那还等什么？狄无命眼中金光暴涨，大步流星朝最近的一口棺椁走去。你急什么？叶凡突然横剑拦住狄无命去路，瞥了眼还在这的段天涯等人道：“也不想想段天涯为何不走。”狄无命猛然回头，只见段天涯神情自若，此时的从容模样与方才判若两人。段天涯此行进入皇陵，明显有所准备。血月召魂阶上抵御重力的符篆，双龙守灵桥上的赤焰剑、寒霜剑，刚已先一步渡桥，明明可以先来5行迷关阵，可在看见他们也踏上锁链桥后，却选择了等待他们，明显别有目的。陈离都进去了，你们还怕有诈吗？段天涯感受到众人异样的目光，两手一摊。叶凡质问道：“如若无诈，你们为何不进去？”我不急。段天涯故意拖长音调，目光扫向棺盖大开的那口棺椁。你们若也不急，那随你们，不过这处棺椁里面的传承，怕是要便宜陈离了。古意。叶凡料到段天涯会这么说，突然低语：“你派2人追杀陈离。”古意闻言，朝身后的孟兰使了个眼色。孟兰会意，立马带着1人纵身跃入那口敞开的棺椁。陈离一看就不是那种会舍生忘死之人，即便踏入棺椁存在一定凶险，定也不是十死无生。孟兰的实力稍逊于陈离，1人追击还可能被陈离反杀，带1人协助足够与之抗衡，甚至有诛杀陈离的机会。就去2人。段天涯眉梢高挑，意外叶凡这么谨慎。你们不走，我们也不走了。叶凡持剑而立，嘴角勾起挑衅的弧度，想耗就陪你耗着。呵。段天涯抚掌轻笑，无奈耸了耸肩。在他示意下，身后4人走向剩余棺椁。棺盖开启的瞬间，幽蓝光芒如水般流淌而出。4人并未犹豫，果断跃起身影，跳入其中。到最后，只剩下13人还跟在段天涯身后。我看没问题。狄无命见状，果断纵身跳入就近一尊棺椁。不过，他没有选择此前陈离跳入的那尊棺椁，因为陈离进去已有一会儿，夺传承战仅先机。莽夫！叶凡摇了摇头，对狄无命这行为感到无语。这么急的性子，难成什么大事？话音刚落，又有数人按捺不住，纷纷做出选择，跃入不同棺椁。
仅古义、杜如风几人仍立于叶凡身侧。你们只剩下10人了。段天涯戏谑一笑，冰冷目光锁住叶凡。怎么？叶凡不避不让，耀日剑微微抬起。你不急，该不会是想等他们走了，好杀我吧？你还真看得起你自己。段天涯嗤笑，转过目光扫向那5口棺椁。就在这时，其中1口棺椁突然亮起猩红血光，将整个墓室映照得如同血雨。紧跟着，第2口、第3口棺椁亦相继亮起。果然，叶凡见这一幕，眼睛微眯了起来。通往乾隆刀冢的路不在关中。段天涯看出叶凡是不会进入轻易棺椁的，声音陡然转冷，直言道：唯有5关饮血，刀冢方开，所以里面根本没有传承。叶凡闻言，眼底闪过一丝冷意。段天涯这么狠，连自己人的性命都坑？那倒不是。段天涯嘴角勾起一抹讥诮的冷笑，里面的确有我皇族前辈强者的传承，也的确有离开皇陵之路，只不过没这么好拿。话音刚落，第4口、第5口棺椁同时亮起猩红血光，5道猩红色光柱在墓室穹顶交汇，竟在空中撕开了一道漆黑裂缝。吼！震耳欲聋的龙吟之音自裂缝中传出，一道青铜阶梯凭空浮现，直通幽暗深处。走！段天涯眼中金光一闪，当即令下带着第一剑等人迅速踏上青铜阶梯，几个闪身之间冲入裂缝之中。跟上去！叶凡见状，身形踱步而出，踏入刀冢瞬间，浓重血腥味扑面而来。眼前地宫呈完美圆形，直径约100丈，四壁刻满狰狞的龙形浮雕。中央祭坛高出地面3丈，由黑曜石砌成，边缘环绕着沸腾的血池。5条碗口粗的锁链从血池中伸出，缠绕在那柄悬浮的黑刀上。刀身布满龙鳞纹路，刀柄处一颗猩红龙目半睁半闭。段天涯在上面，古意凝着目光看向前方的祭坛。此时，段天涯已站在祭坛边缘，第一剑带着12人拦在台阶前，形成一道人墙。听说，杜如风注视着祭坛上段天涯，沉声低语道：只有拥有皇族血脉之人，才能将乾隆刀唤醒。乾隆刀注定是我的。段天涯来到乾隆刀前，面庞满是笑意。话落，立即划破了自己掌心，鲜血渗出，任由其跌落于乾隆刀上。以无血脉唤醒龙魂。段天涯高声吟诵，抓向乾隆刀刀柄。5条束缚乾隆刀的锁链开始剧烈颤动，一时间血池沸腾得更加汹涌。嗡！吼阵阵光芒自乾隆刀上闪耀而出，震耳欲聋的龙吟之音随之响彻。乾隆刀的封印已经解开了。杜如风见此，眉头深锁了起来，绝不能让他顺利认主乾隆刀，否则还有功夫废话。叶凡瞪了眼杜如风等人，冷喝道：杀！呼呼呼杀！杜如风剑锋亮起紫电，率先冲向台阶。古意等人神色凝重，此时也都不再犹豫。皇陵内传承已与他们无缘，这趟皇陵之行于他们个人而言是失败的，但他们绝不能坐视乾隆刀落入段天涯之手。一旦段天涯成为储君，他们都会有麻烦。总不能寄希望于段天涯之后会杀叶凡吧？段天书是想送叶凡于段天涯刀下，从而借助天武书院的力量除掉段天涯。可这种事本就难以掌控，拥有隐星袍的叶凡可不好杀。拦住他们！第一剑见古意等人杀上前来，当即出手。其身后12人见状，各自施展手段。倾城，帮忙！叶凡见古意等人不敌，示意了眼目倾城。话落，悄悄收起耀日剑，摸出了短剑藏锋。轰轰轰！祭坛下方，刀光剑影交织成网。叶凡亦未袖手旁观，身如鬼魅般在人群中穿梭，手中平平无奇的藏锋剑看不到丁点寒光，其嘴角噙着笑意，眼神却冷得像淬了冰。休！或是因为疏于防范，眨眼就有2人死于叶凡剑下。第3个，叶凡幽灵般的话音响起，一青年陡然瞪大眼睛，喉间缓缓浮出一道血线，尚未看清叶凡是如何近身的，身躯轰然倒地。藏锋剑身滴血不沾，在昏暗地宫中几乎隐形。小心的叶凡！边上一人察觉不对，一剑横扫向叶凡。话音未落，叶凡脚下突然一个踉跄，看似没站稳，却在倒地瞬间袖中寒光一闪。那人只觉脚踝一凉，根剑已被齐根削断。啊！那人惨叫着跪地，来不及多说一字，藏锋剑已精准地刺入他的后心。第4个，叶凡神色得意，随口报数。就这么一会儿，已有4人死在他剑下。虽然他杀的是13中人最弱4人，但这4人中每一个都是玄武境8阶，皆为天武书院天榜靠后的人物。暗杀之术用来偷袭是真的强。
岳三阶杀人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叶凡杀完4人，目标锁定封银国第4剑，剩下这些人中只有第4剑为玄武进8阶。砰！正当他刺杀向第4剑，眼看即将划破对方咽喉的刹那，一道火焰剑芒拦截于其身前，荡开藏锋剑，震得叶凡虎口发麻。暗杀之术，第1剑挡在第4剑身前，神色挑衅地盯着叶凡道：“在我面前玩这种把戏，嫩了点，亮出你的命魂，让我看看天武书院影星的真本事，见识我的命魂。”呵呵，你也配？叶凡撇撇嘴，遗憾地甩了甩手腕，身形暴退的同时，朝最近的杜如风高喊：“杜如风，这人你来！”吼杜如风尚未回应，祭坛上异变陡生，成功了！龙吟声响，随后是段天涯狂喜之音，整个乾隆岛种突然安静了下来，交战双方都不由自主地停手。只见祭坛之上，乾隆刀刀柄龙目睁开，有2道血光从中迸射而出。恭喜三皇子殿下！第1剑见此，嘴角浮出一抹笑意，古毅等人的脸色则是阴沉了下来。砰！就在众人以为段天涯已成功认住乾隆刀之际，刀柄龙目中的血光陡然转为漆黑，5条锁链骤然绷直，卷动一阵阴风，将段天涯身影逼退。不，这不可能！段天涯双眸微睁，再度快步上前，掌心滴血，试图再次引入乾隆刀中。然而乾隆刀毫无吸收鲜血的迹象。轰！一阵龙威自乾隆刀内喷发，段天涯身影瞬间被震飞，重重摔在了台阶上。失败了！叶凡神色一怔，继而大笑了起来，哈哈，看来这乾隆刀是不认可你啊！怎么会这样？段天涯从地上爬起，怔怔地看着眼前，我拥有皇族血脉，为何认主不了乾隆刀？也许你是个野种呢？哈哈！叶凡接着场景，忍不住讥讽道：“说不定你根本不是你爹的儿子，该不会是你娘跟别人偷生的吧？”放肆！段天涯双目赤红，一声冷斥。身为皇子，他的血脉怎可能不纯？或许……杜如风注视着颤动的乾隆刀，嘴里低声嘀咕道：“我看这乾隆刀有主动择主之意，在场可能也有他心仪之主。”荒谬！段天涯厉声打断：“乾隆刀乃是云隐国储君之刀在场，只我一人乃皇族中人，谁比我更有资格？”砰！砰！砰！话音刚落，缠绕乾隆刀的5条锁链应声崩断，刀身又是剧烈震颤，爆发出一阵惊天龙吟之音。血池翻涌间，血液冲天而起，在空中凝聚成一条10丈长的血色妖龙虚影。漆黑龙目如深渊般扫视全场，目光掠过段天涯时，龙鼻喷出不屑的嗤响，最终却定格在了叶凡身上。叶凡挑眉环顾四周，见众人神色各异，此时都注视着他。古毅瞪圆双眼，杜如风指尖发颤，就连穆青城冰晶般的眸子都泛起涟漪，这让他确定妖龙是在看他。有意思。叶凡忽而轻笑，将手中藏锋剑收入那戒，虽还没搞清楚什么状况，依旧缓缓走向了祭坛。难道叶凡是陛下的私生子？不可能，陛下即便有私生子，又怎么可能养在皇城？可是没有皇族血脉，乾隆刀岂会有认主之意？在场诸人注视着走向祭坛的叶凡，眼中震惊困惑。妖龙虚影盘踞于地宫穹顶，乾隆刀发出欢快的嗡鸣，陡然间化作一道流光，竟主动飞入到了叶凡手里呼。这时叶凡身后震天碑虚影缓缓浮现，乾隆刀龙灵纹露次地亮起，穹顶妖龙龙虚影同时俯首。原来如此，叶凡指尖轻抚刀柄龙目，恍然低语：地宫内的妖龙虚影只是一道龙魂，应是皇族前辈强者留在此地守护乾隆刀，而今不过是被震天碑气息震慑，哪是什么认主？为什么？段天涯眼见叶凡稳稳握住乾隆刀，突然暴起，头顶玉冠崩裂，黑发狂舞如疯魔。乾隆刀是我的，我的！上！第1剑见这情况，一声厉喝，身后封银国众人杀机毕露，尽数闪身冲向了叶凡。他们来云隐国是奉封银国太子之命，帮段天涯夺取乾隆刀，坐稳云隐国储君的位置。若让乾隆刀旁落，如何向太子交代？呼！穆青城身后，命魂冰魄星辰骤然绽放，无数冰晶飘荡至叶凡身前，化作冰寒星盾。第1剑剑锋触及星盾，顿时爆出刺耳嘶鸣。蒸腾的白雾中，封银国众人身形皆是一致。杀！段天涯额角青筋暴起，一声令下，轰！轰！轰数道可怕攻势连续轰击向星盾，一时间冰晶炸裂如星河倾泻。段天说：“不要乾隆刀了吗？”穆青城、冲古义等人低喝一声，闪身横剑立于叶凡身前，剑锋所指之处，新的冰寒星盾瞬息凝结。
此时的古义等人闻言，方是回过神来。最开始，他们并没打算夺取乾隆刀，因为他们知道，唯皇族子弟方能掌控此刀。哪怕是刚刚，他们也只是打算阻止段天涯。现在事情出现了些变故，叶凡居然能掌控乾隆刀，那他们为何不帮段天书夺刀？呼一道道身影先后闪烁向前，来到穆青城身侧，护住叶凡。挡我者死！段天涯见众人赶阻，怒吼出声。其身后，白龙命魂虚影发怒，阵阵龙吟之音响彻地宫。吼！这时，穹顶血色妖龙亦一声怒吼。不等段天涯出手，沸腾的血池中冲出5条新的锁链，如巨蟒般缠向段天涯。第一剑见状当即出剑，一剑斩向锁链，却被反震开了身影。哼！叶凡把玩着手中乾隆刀，戏谑笑道：“看来你皇族先辈强者并不想你得到乾隆刀啊！你还要违背皇族先辈之意吗？为什么？”段天涯嘶吼着扯碎锁链，怒目瞪向血色龙魂。他才是皇族子弟，是云隐国3皇子，守护皇陵的龙魂不帮他，竟帮叶凡。吼血色妖龙昂首长吟，漆黑龙目中满是不屑。混账！段天涯锦袍炸裂，露出布满龙纹的胸膛。天不容我，我便是天；先祖不认我，我便灭祖。说罢，骤然轰拳杀出，拳芒化作狰狞白龙，逆冲穹顶而去。吼！血色妖龙被段天涯的举动激怒，咆哮出一道惊天龙吟，龙口喷吐，血光如天河倒悬，瞬间将白龙虚影冲刷殆尽。还敢灭祖！叶凡斜睨着段天涯癫狂的模样，忍不住讥笑，难怪皇族先祖不认可你，像你这种数典忘祖之辈，就该在此长眠陪葬。话落，其手中乾隆刀提起，朝段天涯一指，没有灵力激荡，整座地宫却突然剧烈震颤。吼！血池沸腾如怒海，数十条锁链破空抽向段天涯。愤怒的段天涯闪转腾挪身，影想要避开。几次过后，一条锁链狠狠抽在他脊背上，下一瞬，他就被4条锁链缠住了4肢，掉到了半空中。啪啪，一根根锁链无情抽打向段天涯，在他身上留下了一道道触目惊魂的血痕，似乎是在惩罚他刚刚的不敬之言。不杀！叶凡眯起眼睛，看着血色妖龙惩戒式的攻击。他刚刚刀指段天涯，是下达诛杀之意。龙魂操纵锁链，虽鞭挞段天涯，可明显没有诛杀段天涯的意思。或许是因段天涯身上流淌着皇族之血，血色妖龙只是做出惩戒，无意诛杀。叶凡兄！古意突然贴近，眼底凶光一闪，建议叶凡道：“龙魂不杀段天涯，你何不亲自动手？眼下可是除掉段天涯的好机会。”此时的段天涯已被锁链抽得遍体鳞伤，哪怕此前实力再强，如今亦已是强弩之末。只要叶凡想杀，完全有机会诛杀。至于第一剑等人，自有他们帮忙对付。这主意不错。叶凡似笑非笑看向古意，又岂会看不穿古意的心思？算盘打得真响，既帮段天书除掉段天涯这个竞争对手，又让他这个天武书院影星来承担诛杀皇子的责任。不过他倒也不怕承担这个责任。轰隆隆，叶凡提刀朝前一步，正打算出手，穹顶突然裂开漆黑缝隙，空间乱流如天河决堤，此地众人皆站立不稳，眼睁睁看着裂缝中伸出无数透明触须抓向自己。空间扭曲的余韵尚未消散，众人已如落叶般被抛至皇陵之外。时间已是黑夜，只靠9根盘龙石柱顶端燃着幽蓝长明灯，照亮周围空间。天涯将战3步并作2步冲到段天涯身前，见其锦袍破碎，满身鞭痕的惨状，眉头一皱，怎么回事？乾隆刀呢？乾隆刀！段天涯咳着血沫，扫了眼刚离开皇陵的众人，染血手指死指向叶凡，在他那。江战脸色微变，侧目看向叶凡。一直等候在此的段天书见叶凡手执乾隆刀，双眸顿时涌出狂喜之色，2步到了叶凡身侧，嘴角咧着僵硬的笑容：“叶凡兄，我真没有看错你，我觉得二殿下是低估了我。”叶凡瞧段天书这模样，不禁轻笑，对方怕是很意外自己还活着，夺得乾隆刀更是意外中的意外。叶凡！江战披甲踏地而来，至叶凡身前3步之地，手掌一摊：“你手中之刀乃储君之刀，不是你该拿的，交给我吧。”“你算什么东西？”叶凡瞥向江战，轻蔑道：“让我交刀，也不看看你自己配吗？”“放肆！”江战强压着怒火，劝诫叶凡道：“我乃禁军统领，奉命操办皇陵开启仪式，乾隆刀乃储君之刀，亦是云隐国皇族之宝，你无法占为己有，暂且交于我手，待我面呈陛下，
会为你讨要赏赐。我要你讨赏。叶凡对江战的话嗤之以鼻，陛下要这乾隆刀，我自会亲手交给他。怎么？难不成我这天武书院影星连面呈陛下乾隆刀的资格都没有？江战眸子微沉，被叶凡这话对得无话可说。换做别人，他还可以说没有面呈陛下的资格，可叶凡身为天武书院影星，代表天武书院，面见云隐国国君的资格自然是有的。舅舅，你跟他废话什么？段天涯推开搀扶的侍卫，走上前2步，冲叶凡喝道：叶凡，这乾隆刀你交还是不交？聒噪！叶凡转身完全背对段天涯，无视对方的话，转而低声对段天书道：二皇子殿下，这乾隆刀我从皇陵带出来了，不过你就真没留什么后手。段天涯、江战不会让他轻易离开此地，如果对方要强抢，他还真没有什么办法。只要不伤他性命，天武书院未必会说什么，毕竟这乾隆刀于天武书院而言没有意义。告状告到国君那，国君估计也不会给他做主。这个……段天书神色尴尬，竟有些语塞。带上来。段天涯因自己被叶凡无视，陡然一声暴喝，4名禁军压着个浑身是血的身影从侧边走来。姚姐。叶凡看清此人面庞，脸色霎时一黑。禁军居然挟持了叶瑶，此时的叶瑶浑身是伤，一脸污垢，额角伤口淌下的血糊住了左眼，想来是禁军擒拿时抵抗所留下。刀换人。段天涯冷声说着走向叶瑶，眼中杀机毕露。话音未落，拔出一旁侍卫的刀架在了叶瑶脖子上。段天书没有留后手，不过段天涯做了最坏的打算，擒拿叶瑶只为以防万一，结果还真发生了万一。叶凡兄！段天书猛地抓住叶凡手腕，眼角抽搐着低吼：乾隆刀绝不能交，你将此刀给我，待我被立为储君，定当为叶瑶报仇，今后保你叶家荣华，成为皇城第4世家。人死了，报仇还有何用？叶凡缓缓抽回手臂，逼视向段天涯。看样子他还是高看了段天涯的品行，堂堂皇子竟干得出挟持叶瑶逼迫之事。叶凡兄！段天书闻言脸色瞬间铁青，他现在心中那是一个懊悔啊！这时古义等人挪步挡到了叶凡身前，似是担心叶凡上前交刀于段天涯。让开！叶凡低喝一声，很不喜古义等人的举动。乾隆刀在他手里，交不交他说了算，他做什么决定不喜欢别人指手画脚。段天书感受到叶凡的怒意，颓然挥手。现在触怒叶凡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他只有赌一把，赌叶凡不会轻易交刀。待古义等人让路，叶凡迈步走上前来。呵呵。段天涯见叶凡走上前，染血的唇角扬起，感觉自己已拿捏叶凡，这就对了。乾隆刀现在不能给你。叶凡突然停步，乾隆刀尖遥指段天涯眉心。你想要，明日午时之前我送到你府上去。你当我蠢？段天涯闻言不禁嗤笑，今夜若是让你跑了，你明日还会来我府上吗？叶瑶性命在你手里，你还怕我反悔？叶凡沉声道，明日午时，我要是还没到你三皇子府，你大可取叶瑶性命。不行。段天涯一口拒绝，刀锋在叶瑶脖子上划出一道浅浅血线。今夜乾隆刀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我数3个数，再不交刀，我杀了他。他若死，你陪葬。叶凡目光冰寒如刀，死死注视着段天涯。3。段天涯对叶凡的话充耳不闻。杀他？叶凡凭什么？他是第5境，又是皇子之身，叶凡根本杀不了他。段天书神色凝重，双拳紧握，而今后背都已被汗水打湿。2。段天涯满目凶光，紧盯叶凡，叶凡却是注视着叶瑶，没有说话。乾隆刀他不是舍不得交出，但他知道今日要是让段天涯得逞，他日对方还会以叶家其他人性命胁迫，这个头绝不能开。段天涯咬牙吐出一字，眼见叶凡仍无意交刀，眸子一寒，看来我看错你了，还以为你重情义轻名利，原来你我是同一种人。既然以叶瑶性命相逼，起不了什么作用，那叶瑶的性命也就没用了。话落，段天涯手中之刀高举而起，叶瑶闭目昂首，嘴角扬起释然的弧度。他不怪叶凡，也支持叶凡的决定，不希望因为自己叶凡受制于人。立段天涯举起的刀尚未落下，虚空传来鹤鸣之音。苍天白鹤。穆倾城听闻这熟悉的鹤鸣之音，心头一喜，当即抬头望向虚空一侧。段天涯，你在干什么？清冷女声如冰刃破空而至，众人尚未看清白鹤背上的身影，那声音一震的段天涯手中钢刀一颤。紫月院长。段天涯眯起眼睛，
望向虚空翱翔而至的苍天白鹤。云隐国皇城内能驾驭苍天白鹤的，除了天武书院第一院院长紫苑，还能有谁？忽羽翼掀起的罡风卷起满地落叶，紫苑一袭紫衫，端坐鹤背。紫苑院长，来我皇族皇陵作甚？段天涯隐约感到事情不妙，提起的刀终究没有斩下。紫苑此行大概率是叶凡而来，而非是为了叶瑶。如果紫苑要带走叶凡，那叶瑶可就成了他手里唯一的筹码，岂能轻易杀了？院首要见影星。紫苑拂袖轻扫，苍天白鹤的尾羽在夜空中画出流光。让他走可以，乾隆刀必须留下。段天涯眸子一阵闪烁，沉声道：此刀乃储君之刀，皇族之宝，即便叶凡是天武书院影星，亦没有权利占为己有。叶凡。紫苑忽然垂眸，声音柔和3分：你可愿交刀？当下不愿。叶凡紧握手中乾隆刀，昂首回答：既然叶凡不愿，没有人可以逼他。紫苑得到叶凡的回答，唇角微扬，转而俯视向段天涯道：皇族想要回乾隆刀，可以让国君来天武书院同院守交涉。段天涯眸子微沉，嘴角隐隐抽搐了下。他父皇拿到乾隆刀和他拿到乾隆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虽说他父皇更偏爱他，可依旧保留着余地，否则也不会迟迟不立他为储君。乾隆刀到他父皇手里，虽好过直接被段天书取得，可此前一切所为等同徒劳，忙活半天一无所获，他又岂能愿意？段天涯。这时叶凡突然冲段天涯喝了一声：我刚刚的话依旧作数。什么？段天涯刀锋一抖，疑惑地看向叶凡。叶凡冷声道：乾隆刀你想要，明日午时我送到你府上去。段天涯神色一怔，看了看自己刀下的叶瑶，不禁狂笑：好，明日我等你。午时一到，你若还不现身，叶瑶会死得很惨。立段天涯话音未落，苍天白鹤降下身影。倾城，叶凡。紫苑朝两人招了招手：上来吧。穆倾城轻轻点头，刚要迈步，却见叶凡仍定在原地，遥望着段天涯刀下的叶瑶。姚姐，等我。叶凡低语一声，异常平静。叶凡。叶瑶染血的睫毛轻颤，能通过叶凡望着自己的眼神，能感受到对方的真诚。他并不希望自己成为叶凡的拖累，想说别来，想说叶家需要段天书的庇佑，可看着叶凡眼中那团火，最终只是轻轻点头。待叶凡、穆倾城跳上苍天白鹤，夜风骤起，苍天白鹤呼啸而去。天涯。江战心中难安，来到段天涯身旁低语道：你真相信这小子明日会去你府上？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段天涯指尖轻抚叶瑶颈间伤口，沾血的手指在月光下泛着暗芒。就刚才的情况，舅舅有把握在紫苑面前从叶凡手里抢到乾隆刀吗？江战摇了摇头，紫苑驾苍天白鹤至此，他要带叶凡走，禁军根本拦不住。现在段天涯甩开叶瑶，任他踉跄跪倒，就看这女人在叶凡心里值多少斤两了。这女人。江战眸子闪烁，没有多言。来人。段天涯冷声对周围禁军令道：把这女人带回皇城，押入水牢，明日午时之前可别让她死了。苍天白鹤掠过皇城夜空，最终降落在天武书院北门。从这出去就是狼园。师尊把我们带到这来干什么？穆倾城眼眸闪过一丝困惑，院首不是要见叶凡吗？难道院首在狼园？紫苑神秘地笑了笑，没有回答穆倾城的问题，只是对叶凡道：叶凡，你知道要去哪？叶凡轻轻点头，心中已经猜到，实际压根就不是院首要见他，真正要见他的人是萧老。倾城，你在书院等我。叶凡知会穆倾城一声，身影如离弦之箭冲出北门，几个闪烁间消失于密林。乾隆刀在夜色中划出血色弧光，沿途扑来的妖兽尚未近身，便被叶凡一刀斩杀，似乎是在发泄他心中的怒火。没多久后，他就到了真武塔外。此时真武塔大门紧闭，叶凡没有犹豫，取出天武金令，开启塔门踏入其中，眼前一黑。臭小子，你来了。尚未看清眼前，萧老熟悉的话音响起。此时萧老竟罕见地端坐在石碑前，不像之前无所事事地躺在地上。叶凡二话不说，提起乾隆刀，刀柄龙目在黑暗中泛起血光，我这就碎了这破碑。慢着！萧老枯瘦的五指突然张开，乾隆刀飞入其手，刀身龙纹在昏暗洞府泛起血色流光，映得其脸上沟壑愈发深邃。待他指尖摩挲过刀柄那颗半睁的龙目，突然呸地朝乾隆刀吐了口唾沫，还真是乾隆刀。段云隐这混账东西太鸡贼了，居然让自己后人用乾隆刀陪葬，连老夫都被他给骗了。他跟云隐国先祖段云隐定下过约定，石碑未遂不离此地。
可若无天武境修为，或是6阶神文师造诣，难遂云隐碑。玄武境武者要遂云隐碑，需借助乾隆刀之力，且还得是通关真武塔的天才。条条框框下，段云隐还让后人藏起真正的乾隆刀，摆明压根不打算放他离开此地，除非他不要老脸，背弃昔日的约定。萧老，叶凡注视着萧老，眼睛灼亮的吓人。怎么？萧老瞥向叶凡一笑，眯着眼上下打量着叶凡。你小子咋比老夫还着急？言语同时，反手将乾隆刀掷回。叶凡执刀在手，果断引动灵力，轰！一刀斩出，刀光如血红贯日，云隐碑轰然崩裂，化作无数碎石。萧老慢悠悠捋着胡须，似并没有多高兴，毕竟他本就是因一个承诺被困，真想离开，轻而易举。臭小子！萧老抬脚踢开滚到跟前的碎石，歪头打量着叶凡紧绷的侧脸。老夫看你今日心事重重的样子，咋回事啊？当初你身上那股顽劣劲呢？叶凡翻手将乾隆刀收起，在簌簌落下的石屑中直视萧老眼睛。萧老，我想闯个祸。闯祸？哈哈！萧老闻言大笑，浑浊老眼中迸射出骇人金光。臭小子，这才像你吗？在云隐国皇城能闯什么祸？想干什么？你放手去干！你就是把天捅个窟窿，老夫也能用这老骨头给你补上。多谢萧老。叶凡郑重朝萧老抱拳，当即言谢。虽然他不清楚萧老是何等实力，但他肯定对方绝对无敌于云隐国。呵呵，萧老捋须轻笑，眼中闪过玩味之色。挥手间，两人离开洞府，现身于狼园某地。萧老，我去了。叶凡深深一揖，转身时衣袂翻飞。待回到天武书院时，东方已泛起鱼肚白。出了天武书院，叶凡于皇城主街上脱刀而行，乾隆刀锋划过青石，迸溅出点点火星。那是叶凡，他身上的杀意好重。快看那把刀，莫非就是传说中的乾隆刀？我刚听说叶凡在皇陵夺得了乾隆刀，现在该不会是要去三皇子府吧？皇城内来往路人纷纷避让，交头接耳声此起彼伏。叶凡正去往三皇子府的消息如野火燎原，很快传出天武书院，传遍了整座皇城。待其行至城中心时，整座皇城都已沸腾。其目的地明确，步伐却是放得很慢。殿下，大事不好！二皇子府内，段天书正用着早膳，侍卫慌乱的脚步声让他眉头微蹙。是叶凡去三皇子府给段天涯送刀了吗？禀殿下，那叶凡……侍卫咽了口唾沫，看架势不像送刀，倒像是要去杀人。什么？段天书双眸微睁，眼底闪烁一丝金芒，猛地起身对侍卫令道：“快备马！”天武书院内的穆青城正等着叶凡。听闻叶凡孤身前往三皇子府，立马追了出去。沿途瞧见青石路上的那些刀痕，其眉头不禁锁起。只通过这些刀痕，他就感受到了叶凡滔天杀意。叶府内，叶海半靠在床榻上，何玉陪伴在侧，正在为他换药。几日的休养，其伤势好了大半。家主，叶福跌跌撞撞冲进来，差点被门槛绊倒，顾不得擦去满头大汗，颤声道：“少爷，少爷，他去了三皇子府。”他还是去了。叶海长叹一声，仿佛早已预料到这个结果。叶瑶被段天涯扣押之事，他与何玉都已知晓，哪怕身为叶家家主，对此亦无可奈何。得知叶凡夺得乾隆刀，就猜到叶凡会用此刀换回叶瑶，在他心里，自己这儿子还是重情义的。家主，叶福欲言又止，外头都在传，少爷可能是要去大闹三皇子府。不会吧？叶海猛地坐直身子，牵动伤口也顾不得了，在何玉搀扶下踉跄着往外走。走，我们赶紧去三皇子府看看。皇城各大家族闻风而动，无数探子涌向三皇子府。随着太阳渐渐升起，三皇府外已围得水泄不通。段天涯慵懒地靠在至于府门前的太师椅上，眯眼望着街道尽头，心中既期待又疑惑。叶凡既要给他送乾隆刀，搞这么大阵仗干嘛？坑脱刀之音由远及近，人群如潮水般分开。随着叶凡身影出现，现场瞬间鸦雀无声。叶凡兄，段天书在古意几人陪同下挤在人群中，待叶凡从自己身前走过，伸手欲拦。可当他对上叶凡那双闪烁着杀意的眸子时，手臂僵在了半空，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一般。穆青城与叶凡目光相接，仅是微微颔首。不管叶凡做什么，他都选择支持。凡儿！这时，一声颤抖的呼喊从后方传来。叶凡身形一顿，缓缓转身，只见叶海在何玉搀扶下艰难前行，脸色苍白。爹，你伤还没好，怎么来了？叶凡眉头紧锁，声音不自觉地放柔。你先别管我了。叶海死死攥住儿子手腕，手指隐隐在发抖。你告诉爹，你来三皇子府干什么？
不是给三皇子殿下送刀吗？送刀？叶凡轻轻挣脱，转向何玉时，眼神柔和下来。娘，你照顾好爹，我没事。说罢毅然转身，每一步都踏得地面微震。叶凡，你来给我送刀了。段天涯翘着二郎腿，戏谑地打量着走过来的叶凡，搞这么一出是要昭告皇城，我段天涯将成为云隐国储君吗？你真太客气了。哈哈，吭！叶凡将乾隆刀深深插入青石地面，逼视向段天涯冷冷道：“人呢？”段天涯嘴角噙着笑意，击掌3声。不多时，2名侍卫拖着叶瑶现身，那狼狈凄惨模样，不禁令全场倒吸凉气。伤口溃烂见骨，垂落的发丝间还挂着冰碴。姚姐，叶凡瞳孔骤缩，浑身血液瞬间沸腾。刚一步上前，段天涯阴冷的声音响起：“刀换人。你想要刀的，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叶凡眸子冰寒，从怀中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生死契约，丢到段天涯跟前，签了它。今日我叶凡在此邀你段天涯生死一战，我若死，刀归你。什么？叶凡要跟三皇子殿下生死战？三皇子殿下可是第5境，叶凡怎么敢的？叶凡这要干什么？想救人，交斗不就行了？随叶凡此言一出，人群瞬间炸开了锅。段天书脸色巨变，穆青诚心头一紧，叶海更是呆立当场，嘴唇颤抖，却说不出话来。邀段天涯生死一战，此举跟找死有什么区别？哈哈！段天涯先是一愣，继而爆发出一阵癫狂大笑，猛地起身道：“叶凡，你莫不是疯了？就凭你玄武境的修为，也敢邀我生死一战？少废话！”叶凡冷声呵斥，杀意沸腾。呵呵，段天涯冷笑：“你莫不是觉得我在皇陵内伤了，你就能击败诛杀我？不管你是否负伤，今日必死！”叶凡无意多说，注视着段天涯，杀心已决。生死战是吧？段天涯弯腰捡起地上的生死契约，眼中闪过一道冷芒：“你与我生死一战，行。不过得先脱下你身上的隐星袍。你也就这点出息，是不是觉得敌不过披着隐星袍的我？”叶凡闻言冷笑，突然扯下黑袍甩向穆青城：“即便不披隐星袍，我照样杀你。”好！段天涯眼中迸射出凌厉寒芒，露出狰狞笑意，果断划破指尖，以鲜血签下生死契约。既然你意求死，我岂能不满足你？话落，将生死契约随手一扬，甩到了一旁。生死之战，契约已成，哪怕无人公证，依旧有效。人群顿时骚动起来，纷纷后退身影，有意为叶凡、段天涯的生死战留出足够空间。段天涯昂首挺胸上前一步，一身的武劲气息轰然爆发，威压如潮水般压迫向叶凡，吹得叶凡长发狂舞。看其面色红润，此前在皇陵内受的鞭挞之伤，显然在吞服丹药后已好了许多。叶凡脱下隐星袍一战，必死无疑啊！谁说不是呢？他怎么可能是三皇子殿下的对手？真搞不懂他怎么想的，为何要一心求死？人群交头接耳，不少人摇头叹息，已开始为叶凡默哀。叶凡虽为天武书院影星，拥有强大的武道天赋，可其修为毕竟才玄武境，跟段天涯的差距实在太大了。穆青成先细手指死死掐入掌心，为叶凡捏了把冷汗，却也知道此战已无法避免，唯有选择相信叶凡。段天书眉头紧锁，脸色阴晴不定。此前他的确希望叶凡死在段天涯手里，但绝对不是以生死战的方式。生死战中，即便叶凡死了，天武书院也没理由追究，如此段天涯根本不会有事。何况此战赌的还不单单是2人的性命，还有乾隆刀。至于叶海、何玉，更是无言。此刻他们除了祈祷做不了任何。圣旨到！三皇子府门前气氛剑拔弩张，一道尖锐的话音刺破凝重的空气。街道一头，魏公公正带着一群金甲侍卫缓步而来。段天涯见是魏公公来传旨，面色顿时一沉。上次魏公公来三皇子府，勒令他同穆青城和离，虽给足了他的面子，依旧让他感觉蒙受了奇耻大辱。今日魏公公再次携旨前来，不免令他有些不安。叶凡接旨。待人群分开一条路，魏公公径直走到了叶凡身前。给我的旨意。叶凡闻言，眼中闪过一丝诧异。魏公公缓缓展开明皇圣旨，嗓音陡然拔高：“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叶凡自皇陵取出乾隆刀，大功一件，县令叶凡即可执刀入宫，面圣受赏。”钦此。什么？段天涯瞳孔骤缩，拳头不自觉地握紧。这圣旨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生死一战诛杀叶凡，他就能得到乾隆刀，可他父皇竟要叶凡执刀入宫，面圣受赏。穆青城、叶海等人知悉圣意，如释重负般松了一口气。圣旨已到，
叶凡可免于同段天涯生死一战，反倒是段天书神色复杂，目光闪烁不定。叶凡与段天涯生死一战，非他所愿。叶凡面圣呈上乾隆刀，亦非他所愿。叶凡，接旨吧。魏公公将圣旨合上，递向叶凡。且慢！段天涯厉声喝止，皱眉对魏公公道：“魏公公，我与叶凡刚定下生死契约，他不能走，要走也该等这一战结束。”三皇子殿下。魏公公冷笑一声，细长的眼睛斜睨向段天涯：“莫非你觉得生死契约能凌驾于圣旨之上吗？”这……段天涯一时语塞，不甘地抿紧嘴唇。咻！这时叶凡忽然间一刀斩出，寒芒闪过，明皇圣旨应声而断，碎帛如蝶纷飞。这叶凡他干了什么？刀斩圣旨，叶凡真的疯了？这意思是拒不遵旨吗？众人倒吸一口凉气，目瞪口呆。叶海双腿发软，险些瘫坐在地。抗旨不遵已是死罪，刀斩圣旨那更是诛九族的大罪。这下不止叶凡要死，叶家都要跟着完蛋。这家伙！段天涯惊得后退半步，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抗旨不遵，刀斩圣旨，叶凡真是做了他不敢做的事。放肆！魏公公勃然变色，兰花指颤，微微地指着叶凡：“叶凡，你好大的胆子！云隐国国君何敢对天武书院隐心下旨？”叶凡傲然挺立，眼中寒芒如刀，逼视着魏公公道：“滚回去告诉国君，今日我必取他儿子性命！”你！魏公公气得浑身发抖。你什么你？滚！叶凡厉声呵斥，眼中杀意凛然。他现在就想尽快诛杀段天涯，将叶瑶带回去疗伤。哼！魏公公脸色铁青，拂尘狠狠一甩，在身侧侍卫陪同下挤出人群，狼狈离去。段天涯，今日没人能救你。叶凡再度将乾隆刀插入地下，翻手直要日剑在手。救我！哈哈！段天涯突然放声大笑，不住地摇头。叶凡啊叶凡，你究竟哪来底气说这种话？这道圣旨是在救你，不是救我。不过现在说这些都没有意义了，杀你只需一剑。叶凡不再多言，缓缓举起耀日剑，太阳经运转，太阳之力聚于手中之剑，剑身泛起炽烈金芒，仿佛握着一轮骄阳。这一路来三皇子府，他有意放慢脚步，不单是为造势，亦为等烈日高升。日光越强烈，他的太阳之剑越强。呵！段天涯见叶凡身上剑势攀升，不屑地撇嘴：“纵你这一剑再强，强得过我吗？”说罢双臂一震，身上命魂之力涌现，白龙虚影现于其身后，发出低沉龙吟之音。命魂不止你有。叶凡冷然回应，震天碑巍然显现。玄武境修为就觉醒了命魂，这叶凡果真天才，难怪他拥有越阶杀敌的能力。可惜他只有玄武境5阶修为，即便觉醒命魂也无用。就是如果他拥有玄武境9阶修为，在觉醒命魂的情况下，指不定还能跟三皇子掰掰手腕。皇城内很多人都听说叶凡拥有命魂一事，不过大多数人都还没有亲眼见过。如今一见，才切身感受到叶凡天赋的可怕。可即便如此，众人依旧不看好叶凡能胜。有用吗？段天涯瞥了眼叶凡身后的震天碑虚影，神色轻妙，话落猛然挥拳，拳芒化白龙，朝着叶凡咆哮着杀去，所过之处石板尽碎。天道镇压！叶凡高举耀日剑，于阳光下折射出刺目金芒，剑尖微微颤动，却迟迟未落。随其一声轻喝，震天碑上碑文亮起，天道威压骤然降临。段天涯只觉双肩一沉，似有万钧重担压身。怎么回事？段天涯惊骇地发现自己轰出的白龙拳芒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暗淡下来，原本凌厉的攻势瞬间萎靡。他双腿不受控制的弯曲，膝盖重重砸在青石地面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体内澎湃的第5境力量像是被一只无形大手生生掐断，修为竟被压制到了玄武境1阶。震天碑天道镇压之力，每日仅能发动1次，持续时间虽使用者实力而定，效果随着跟对手境界的差距越大而递减。杀！叶凡并不确定压制段天涯修为至玄武境的时间能持续多长，片刻不敢耽误，口吐寒音，手中耀日剑闪耀着刺目金光，豁然斩下。剑光所过之处，空气都被灼烧的扭曲变形。那道已经萎靡的白龙拳芒如同薄纸般被轻易撕裂，去势不减地直奔段天涯而去。不！段天涯目眦欲裂，仓促间再度挥拳抵挡，其眼眸之间浮现出前所未有的恐惧，剑光如银河倾泻，瞬间将他整个人吞没。轰！围观人群不约而同地屏住了呼吸，无数双眼睛瞪得滚圆。砰！须臾后，
刺目剑光消散，段天涯身躯轰然倒地。此时其身上锦袍早已化作碎片，胸口赫然出现一个碗口大的血洞，边缘处还冒着缕缕青烟。剑，叶凡一剑杀了三皇子殿下。天哪，他是怎么做到的？众人注视着段天涯的尸体，爆发出难以置信的惊呼。穆倾城、段天书、叶海等人脸上亦都是惊容。殿下！一道凄厉的嘶吼声突然从三皇子府内传出，只见裘老如鬼魅般掠出。当他看清地上那具尸体时，整个人如遭雷击般僵在原地，其老脸瞬间扭曲，浑浊的眼眸注视向叶凡，迸发出骇人的杀意。刚他正在府内修行，以为段天涯能拿捏叶凡，也就没有现身。感受到府外恐怖的天道镇压之力，这才第一时间冲出来，结果还是晚了一步。叶凡，你竟敢杀害三皇子殿下！裘老须发皆张，枯瘦的手指如鹰爪般张开，老夫要你偿命！生死之战，非生即死。叶凡冷冷瞥了眼裘老，剑尖指向地上那份生死契约。老狗，你主子签的契约还热乎着呢，废什么废？什么生死契约？裘老暴怒之下，袖袍一挥，一道凌厉劲气直接将契约搅得粉碎。呵，叶凡不屑地扯了扯嘴角，你以为摧毁生死契约等于生死契约无效？在场所有人皆为此战公正之人，有本事你杀光这里所有人！裘老阴鸷目光扫过人群，脸色越发难看。杀光这里所有的人，即便有这能力，他也不敢。哒哒哒！这时整齐的马蹄声响起，由远及近，大地都为之震颤。众人扭头望去，唯见数百名金甲禁军如潮水般涌来。为首将领江战一身戎装，腰间佩剑寒光凛凛。禁军到了。裘老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之色，狞笑着看向叶凡，抗旨不遵，刀斩圣旨，杀害皇子，桩桩件件都是死罪。叶凡，今日你休想全身而退，是吗？叶凡面无所惧，傲然转身面朝禁军。待人群分开，江战策马而来，瞧见段天涯的尸首，身上杀意顷刻爆发，瞪向叶凡喝道：天涯，是你杀的！废话！叶凡昂首直视江战，你该死！江战怒发冲冠，腰间佩剑陡然出鞘。倾城！叶凡侧手给了穆倾城一个眼神，穆倾城会意玉手轻扬，将隐星袍披在叶凡肩头。杀我！考虑过后果吗？隐星袍加身，叶凡底气十足，直视江战，声音如寒冰刺骨，率禁军于皇城中招摇过市，此行是国君之意，还是你江战擅作主张？隐星又如何？照杀不误！江战冷喝一声，剑指叶凡令下。叶凡抗旨不遵，刀斩圣旨，杀害皇子，罪该万死！给我杀！段天涯可是他的亲外甥，而今一死，其前路尽断，不杀难解其心头之恨。哒哒哒！随江战话落，身后禁军已如潮水般涌来，铁蹄踏地之声震耳欲聋，寒光闪闪的兵刃在阳光下连成一片。围观人群见此，惊呼着四散奔逃。叶海刚要上前，被何玉死死拽住衣袖，唯有穆倾城紧靠着叶凡不离寸步。呵！叶凡神色轻渺，不惧禁军冲杀，竟在此时悄然收起耀日剑。轰！轰！轰！9道流光如陨星般从天而降，重重砸在禁军阵前。战马惊嘶，人仰马翻，一时间尘土飞扬。乌鸠里天空中传来阵阵清越的琴鸣。众人抬头望去，只见9头形态各异的飞行妖兽盘旋于空，每头妖兽背上都立着一道身影。天武书院！江战脸色骤变，握剑的手不自觉地松了松。这9人无一例外，竟都是天武书院院长江战。你好大的狗胆！苍天白鹤背上的紫苑红唇轻启，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敢动我天武书院隐星，是嫌命太长了吗？是叶凡杀皇子在先。江战咬牙切齿，仿佛要将满腔怒火倾泻而出。呵！紫苑轻蔑一笑，玉指轻抚白鹤翎羽，别说叶凡与段天涯有生死契约在前，即便没有，他杀段天涯亦无不可。区区一个皇子，杀了便杀了。人群闻言一阵心惊，无不瞪大双眸。区区一个皇子，杀了便杀了。紫苑好霸道，狂妄！江战怒极反笑，剑指苍穹。天武书院是要造反吗？造反！紫苑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转头看向叶凡，笑着问道：叶凡，你说这蠢货该如何处置？杀！叶凡斩钉截铁，眼中杀意凛然。叶瑶就是被禁军擒拿，哪怕江战是受段天涯之意，亦该死，的确该杀。紫苑嫣然一笑，素手轻拍鹤颈，厉苍天白鹤长鸣一声，
如利剑般俯冲而下。与此同时，紫苑掌心紫光大盛，一道掌印凌空拍下，直取江战天灵盖。就凭你！江战嗤笑一声，忽然间抬手一剑，剑锋划过半空，竟带起虎啸之声，金色剑气化作狰狞虎手迎向掌印。轰！两股力量碰撞刹那，气浪炸开，江战虎口迸裂，佩剑脱手飞出，低头看了眼自己颤抖的右手，继而惊骇地望向了紫苑。这不可能，你怎么会这么强？我不该这么强吗？紫苑戏谑一笑，反问江战。江战眉头锁起，百思不得其解。我江战名列强榜第5，你非那前4之人，为何？天武书院不入强榜。紫苑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江战，话落，足尖轻点鹤背，飘然而下，身影闪烁间再次杀向江战。该死！江战意识到什么，脸色阴沉了下来。轰！无剑在手，顷刻被紫苑压制。不过他好歹位列强榜第5，紫苑想杀他可没那么容易。几位院长，你们还看着吗？叶凡见状抬头望向虚空之上的8人，哈哈，好久没活动筋骨了。天武书院这些年的确太低调了，是该让皇族知道云隐国究竟谁说了算。其中3位院长相继开口，身如陨星坠地。江战腹背受敌，一下陷入到了绝境。禁军何在？江战以一敌4，嘶声怒吼。数百名禁军闻言当即驰援。找死！虚空之上响起一道喝声，剩下5位院长皆不再袖手旁观，落地杀入禁军中，如狼入羊群。青袍老者袖中飞出万千藤蔓，将禁军连人带马捆成茧子。白衣中年折扇轻挥，无形气刃割脉般削飞一排头颅。最恐怖的是那黑衣老妪枯掌暗地，方圆100步的青砖突然化为流沙。叶凡则于此时跟穆青城一起旁若无人般走向了叶瑶。裘老与3皇子府侍卫皆不敢拦，任由叶凡2人将昏迷的叶瑶带走。轰！短短片刻，数百禁军被屠戮殆尽。江战没能支撑太久，早已被紫苑一掌震碎心脉，跪倒在血泊中。四散躲藏起来的人群目睹眼前一切，一个个内心大受震撼。霎时间，空间安静了下来，仿佛空气都凝固了。天武书院好强，好霸道，只9位院长出手，竟屠尽了数百禁军，其中还包括名列强榜第5的禁军统领江战。此时的段天书心中却窃喜不已。段天涯死，江战及其心腹尽灭，眼下皇楚之争他已再无敌手，即便没有乾隆刀，楚军之位仍唾手可得。陛下驾到！这时尖利的喝声如利刃般撕裂凝重的空气。皇城方向，12名金袍老者驾着通体雪白的烈焰天马，拉着鎏金銮驾踏空而来，马蹄落处竟有金色莲焰绽放。段九霄一袭玄底金纹龙袍猎猎作响，负手立于銮驾之上。好一个天武书院！段九霄目光扫过满地禁军尸骸，最后落在9位院长身上。屠戮禁军就不怕朕拆了天武书院吗？陛下不妨试试。紫苑抹去脸上血渍，突然娇笑出声，敢对天武书院尹星动手，别说是区禁军了，即便是陛下您，天武书院照杀不误。尹星？段九霄眯起眼睛，凝视向了此时身披隐星袍的叶凡。你就是天武书院尹星叶凡？陛下何必明知故问？叶凡昂首直视，眼神不躲不避。段九霄眼底闪过一道冷意，质问叶凡道：取前龙刀出皇陵，本是大功一件，朕欲封赏，你为何不进宫面圣？陛下已经赏了。叶凡闻言突然嗤笑，赏了？段九霄神色一怔。叶凡指了指边上段天涯的尸首，戏谑道：陛下赏了段天涯的命，可惜陛下来晚了，没看到段天涯的命是怎么没的。放肆！段九霄闻言暴喝如雷，右手成爪凌空虚抓，插在地上的乾隆刀剧烈震颤，刀柄龙筋迸出血芒，刹那飞入段九霄掌中。刀身狂颤，发出悲鸣，似在抵抗段九霄的掌控，却在段九霄划破指尖，滴入精血后骤然沉寂。刚才是谁说？段九霄轻抚乾隆刀刀锋，闪烁着杀意的目光瞥向了一侧的紫苑。即便是朕要杀天武书院尹星，天武书院亦照杀不误。我说的。紫苑突然踏前一步，漫不经心地说道。天武书院还真是霸道。段九霄说着，乾隆刀突然横扫，刀气化作金色巨龙，直扑叶凡。紫苑闪身至叶凡身前，凝紫色光幕，金龙撞上光幕，爆出惊天巨响，溢散的刀气撕裂青石的灭，却连叶凡连衣角都未掀动。朕想看看天武书院如何照杀不误。段九霄立于銮驾之上，冷眼扫过紫苑9人。陛下，这是在求死呢？紫苑见段九霄这么挑衅，无奈耸肩。说出去的话，断没有收回的道理。
他们若因此畏缩，天武书院威严何在？呼呼呼话落，磅礴如海的紫色灵力自紫院体内喷涌而出，其余8位院长同时向前踏出一步，爆发强烈战意。角落里的段天书呼吸越来越重，白皙的面庞泛起病态潮红，瞳孔剧烈收缩，死了，都死了才好。此时其脑海中已浮现出自己黄袍加身的画面，段天涯已死，他父皇要是也死了，那他直接原地登基。想到这里，他险些抑制不住笑出声来，不过很快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想杀他这个父皇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身为皇子，他知道一些皇族心秘。这些年皇族一直受制于天武书院，他父皇为摆脱困境，一直在暗中积蓄力量，而今早已拥有抵挡天武书院的能力。天武书院真该换一批院长了。段九霄见紫苑等人还真敢战，突然冷笑，手中乾隆刀缓缓抬起，朝紫苑9人一指。12名金袍老者同时咬破舌尖，喷出12道血剑，血珠在空中凝结成古老阵图，每条纹路都亮起刺目金芒。震天动地的龙吟声中，12条五爪金龙虚影破阵而出，龙须摆动间，方圆1000丈的空气瞬间凝固。金龙锁天阵，紫苑认出虚空阵图，脸色微微凝重了几分。躲起来的人群一时间大气都不敢喘。杀！段九霄从牙缝中挤出一字，声音冷得像万载寒冰。12条金龙翻腾，龙目中跳动着嗜血光芒。叶凡见这阵仗，将叶瑶、穆青城往身后护了护。住手！这时虚空一侧，喝声如惊雷炸响。只见天际尽头，一位白袍老者踏空而来，袖袍在风中猎猎作响，宛如谪仙临视天武境。叶凡瞧见白袍老者，眼眸一闪，御空而行，这是天武境才有的本事。此前不论诸位院长还是段九霄等人，都只是驾驭飞行妖兽方做到御空。院首！紫苑等人肃然起敬，齐齐躬身。段天书脸色微变，悄悄往阴影处又退了几步。他就是天武书院院首。叶凡打量着白袍老者，嘴角微微上扬。据他所知，云隐国天武境武者屈指可数，明面上仅天武书院院首一人，说院首是云隐国最强者亦不为过。结金龙锁天阵，杀天武书院院长，皇族是打算跟天武书院开战吗？院首的声音不疾不徐，却震得云层翻涌。凌空而立，恰好挡在叶凡与诸位院长上方。是又如何？段九霄冷笑一声，早料到院首会现身，手中乾隆刀纹丝不动。天武书院这些年是越来越放肆了，根本不把皇族放在眼里。一个天武书院影星就敢杀朕皇，天武书院这些院长更是屠戮禁军。天武书院院首不等段九霄将话说完，突然抬手笑着打断道：何曾将皇族放在眼里过？段九霄闻言，脸色瞬间阴沉如墨。段九霄，你忘了？院首朝前踏出一步，脚下青莲绽放。当年你是怎么成为云隐国储君，怎么登基为皇的？呵！段九霄怒极反笑，当年朕能成为储君，确实成过你的情。不过朕在位的这些年，对天武书院的容忍也算还清了。是今日天武书院做事太过分了。过分吗？老夫可不觉得。院首摇了摇头，白眉下的双眼金光暴涨，随其袖袍一挥，12朵青莲凭空浮现，将金龙逼退。此刻你若撤掉金龙锁天阵，回你的皇宫，事情上有回旋余地，但若执意出手，云隐国皇位就该换人做了。段天书眼睛一亮，越发期待了。云隐国皇位换人做，那说的可不就是他？哈哈哈！段九霄狂笑声震得地面颤动，真以为这些年朕毫无准备。话落，其手中乾隆刀豁然提起，刀气纵横，竟反绞向自己手臂。霎时间，其手臂数10道深可见骨的血痕，鲜血从中涌出，如泉涌般喷洒在乾隆刀身上。乾隆刀贪婪地吞噬鲜血，刀纹逐渐泛起妖异的血光。去！段九霄暴喝一声，染血的刀尖直指空中阵图，血光如毒蛇般窜入阵眼，原本金光璀璨的阵图顿时化作一片血色。12道龙影发出痛苦的嘶吼，鳞片寸寸染红。金龙锁天阵，对付你不了。段九霄舔了舔溅到唇边的鲜血，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那换作是血龙锁天阵呢？可诛你否？他知院首实力强大，敢跟天武书院开战，又岂会毫无准备？布阵的12名金袍老者，修为甚至还不如天武书院诸位院长，不过他们都是云隐国皇族之人，修炼的云隐龙诀同源同宗。12人联手布置出的金龙锁天阵，已有抗衡天武境武者之威，但要对付院首这个层次的天武境武者，还差了一些。此刻，段九霄以自己的真龙天子之血为引，
配合皇族之宝乾隆刀，升级金龙锁天阵为血龙锁天阵，强化阵法之威。而今已具备灭杀怨首的能力。吼！龙吟之音响彻，12条血龙浑身鳞片泛着血光，龙筋中跳动着嗜血的凶芒，盘旋在怨首周围，恐怖龙威齐齐压迫而至，那方空间甚至都已开始扭曲。穆青城见此面露担忧，搀着叶瑶低声对护在身前的叶凡嘀咕道：“怨首挡得住血龙锁天阵吗？”怨首挡不住，自会另有高人。叶凡神色从容，面无半点忧色，任局势千变万化，始终气定神闲。为了对付老夫，你还真是煞费苦心啊！怨首白须飘动，依旧从容不迫，摇头叹息了声后，转身面向天武书院方向，恭敬地拱手作揖，还请师叔祖出手破阵。这一拜，天地为之一静。段九霄脸上狞笑，瞬间凝固，握着乾隆刀的手竟不自觉地颤抖起来。天武书院竟然还有比怨首更可怕的存在。待他扭头望去，唯见街道尽头之地，一衣衫褴褛、形如乞丐的老者背负着双手缓缓走来。叶凡瞧见老者，会心一笑，除了萧老，又能是谁？你是何人？段九霄眉头锁起，目光俯视向下，审视着萧老，虽感受不到任何气息，但却感觉到了萧老的可怕。师叔祖，怨首再次朝萧老躬身，这血龙锁天阵。萧老随意的摆了摆手，浑浊老眼扫过虚空那12条血龙，突然嗤笑：不老夫创的阵，来杀老夫的人，有意思，真有意思。荒谬！段九霄龙袍一震，额角青筋暴起，冷斥出声：此阵乃我云隐国先祖所创，与你何干？段云隐没告诉你。萧老掏了掏耳朵，弹走指尖的耳垢：此阵是老夫教他的吗？话音未落，其右手缓缓抬起，食指轻描淡写地点向虚空，一指看似缓慢，实则快若闪电。指芒触及第一条血龙的瞬间，不，那条血龙头颅突然炸裂，连哀嚎都来不及发出，便化作漫天血雾。紧接着是第2条、第3条，萧老的食指每点一次，就有一条血龙爆裂。12指点完，不过瞬息之间。当第13指点向虚空阵图时，那遮天蔽日的血色阵图竟如晨雾遇朝阳，瞬息消散。段九霄身影踉跄着后退，险些跌下銮架。12名金袍老者齐齐口吐鲜血，脸色惨白。你究竟是何人？段九霄死死盯着萧老，眼中满是惊骇与不甘。血龙锁天阵，这可是能诛杀天武境的绝世杀阵啊！萧老只是动动手指，竟轻易破了此阵，站这么高干什么？萧老揉了揉发酸的脖子，突然不耐烦的一挥手，看着累得慌。霎时间，狂风骤起，12匹烈焰天马惊恐嘶鸣，如同被无形大手拍中，连同拉着的銮架一起从高空轰然坠落。段九霄狼狈地滚落在地，龙袍沾满尘土，哪里还有半点帝王威仪？臭小子！萧老身影站定，朝叶凡招了招手，引得众人目光齐刷刷转向叶凡。萧老这等可怕的存在是为叶凡而来。叶凡嘴角微扬，心知萧老这是在为自己造势，整了整自己的隐星袍，在万众瞩目下走向萧老。萧老带来到萧老面前，叶凡恭敬行礼：这么客气干啥？萧老咧嘴一笑，露出几颗发黄的牙齿，随意地指了指段九霄等人，对叶凡问道：你说说这些人该怎么处理？司众人闻言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萧老实力之可怕，众人已见，他要杀此地任何人皆不过举手之劳，可如今却让叶凡执掌生杀大权杀。叶凡的回答干脆利落，没有半分犹豫。段天书浑身一颤，眼中迸发出病态的兴奋，死死盯着段九霄的背影，嘴唇不自觉地颤抖着。段九霄父皇若死，这皇位杀吗？萧老挑了挑花白的眉毛，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你这小子杀心倒是挺重啊，敢有灭天武书院之意，一死不足。叶凡冷眼扫过段九霄，声如寒冰刺骨。刚刚段九霄可不只是要杀他，还要杀诸位院长，杀天武书院院首。这些人要是都死了，天武书院还是天武书院吗？其意跟灭了天武书院没什么区别，是这么回事。萧老神色有趣地笑了笑，转身看向段九霄时，脸上笑意骤然消失。这小子说什么？你听见了吗？前辈。段九霄仓皇爬起，顾不得拍去身上尘土，踉跄着上前2步，声音嘶哑：你与先祖有旧，何苦对故人血脉赶尽杀绝？知道老夫是谁？刚才还问。萧老闻言斜了眼段九霄，此前他已道明，血龙锁天阵是他所创，叫段云隐的，什么身份也就不难猜了。段九霄是想刨根问底，也不想想自己配不配。前辈。段九霄面色一沉，一时无言。老夫可没打算将段云隐的血脉赶尽杀绝。
萧老掏了掏耳朵，漫不经心道：“段云隐的后人没有1000也有800，随便挑个懂事的当皇帝就是了。”说着顿了顿，瞥向了躲在角落的段天书，比如那小子看起来就挺合适。段天书闻言先是一愣，随即狂喜。可当他触及萧老似笑非笑的目光时，又像被泼了盆冷水，浑身发寒。前辈就不怕云隐国因此大乱？段九霄眉头深锁，还想做最后的挣扎也是。萧老点了点头，并未鲁莽的开杀戒，想了想后对段九霄道：“这样吧，给你半年时间选定新君，半年后自己来老夫这领死。乖乖照办，老夫保云隐国国祚绵长。否则……”这……段九霄双眸微睁，心中又憋屈又愤怒。不过，萧老嘴角含笑，话锋突然一转，瞥向了那12名金袍老者。他们12人就没必要继续活着了。12名金袍老者闻言，皆是色变，刚想要逃，一股恐怖威压降临，他们的身子一下子都僵在了原地。萧老抬手，于虚空凝出一道掌印，挥手间，掌印于虚空镇压而下。12名金袍老者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被这道镇压下来的掌印碾成了血雾。段九霄面如死灰，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彻底没了抗争的勇气。谨遵前辈之命。还不走？萧老斜睨着仍僵在原地的段九霄，嘴角扬起一抹戏谑弧度。半年光阴，弹指即逝啊！晚辈告退。段九霄面色阴晴不定，最终深深一揖，起身后锐利目光如刀般刮过段天书。天书，1月后出使太渊皇朝的事宜，由你全权负责。现在随朕回宫详议。出使太渊皇朝？段天书神色一怔，一抹狂喜在眼底炸开，连忙小跑上前，近乎谄媚地搀住段九霄的手臂，与之一道去了皇宫。太渊皇朝，那可是南域4大皇朝之一，云隐国只是太渊皇朝的附属国。每年太渊皇朝皆会举行君临宴，邀附属国天骄赴宴，领队出使之人通常都是附属国储君。去年出使太渊皇朝的正是段天涯，今年原定之人依旧是段天涯。可现在此事落到了段天书头上，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君临宴，经段九霄这么一提醒，萧老也想了起来，转身拍着叶凡的肩膀道：“臭小子，太渊皇朝的君临宴，有兴趣你也可以去参加。”什么是君临宴？叶凡闻言疑惑道：“君临宴是天骄宴，亦是天骄云集之战。”此时院首已降下身影，不紧不慢地走到叶凡解释道：“太渊天骄榜便由此定，上榜者可直接获得太初道宗考核资格。”叶凡奇怪了，难道没能跻身太渊天骄榜，就不能参加太初道宗入宗考核了吗？当初秦以沫可没跟他说这么多，只交代考核下线是玄武境7阶，自然也可以参加。院首意味深长的捋须，不过若未能跻身太渊天骄榜，要多走一些弯路，届时会多一轮选拔，通过的难度和危险性会更高。你小子早就有去太初道宗的想法了吧？萧老听叶凡刚这么问，就猜到了叶凡的心思。这个……叶凡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身在天武书院，心向太初道宗，岂不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别不好意思。萧老哈哈大笑，一把拦过叶凡肩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要真去参加太初道宗考核，可不能落选，否则老夫非揍你不可。”那哪能？叶凡咧嘴笑了。叶凡，院首突然正色，抬手打断了萧老与叶凡的谈笑：“你若要赴太渊皇朝君临宴，身上这件隐星袍得留下。”说话间，其余光不时瞥向萧老，似在观察萧老的态度。受叶凡隐星之位，赐予隐星袍本就是萧老之意。如今要收回这一切，自是要经过萧老同意。萧老只是漫不经心地打了个哈欠，显然对此毫不在意。行吧。叶凡爽快地答应，当场将隐星袍脱下，递向了院首。叶凡，一声虚弱的呼唤自侧边传来。叶瑶在穆青城投喂丹药后，已苏醒了过来，此时苍白面容上还挂着未干的血迹，被穆青城搀扶着，缓步走进叶凡。叶凡笑意收敛，转身对萧老、院首道：“萧老、院首，瑶姐伤重，我先带她回去调养。”去吧。萧老挥了挥枯瘦的手掌，满不在乎的样子。院首则微微颔首，将手中隐星袍收入那戒。叶凡转身上前，从穆青城手里搀扶过叶瑶，随即与穆青城一起带着叶瑶先行回了叶府。叶海与何玉见状，快步跟上，几人身影在夕阳下拉出长长的影子。天武书院众人皆未逗留，相继返回天武书院，只留下满地狼藉。华压抑许久的人群终于爆发出一阵喧嚣，议论声顿时如潮水一般蔓延，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震撼与后怕。此时皇城最高的齐天楼楼顶，一男一女2道身影矗立，其中的女子一头火焰长发垂腰，
赫然是那封银国第一剑。身侧男子一袭锦袍，迎风猎猎作响，锐利的眼神中藏着一丝阴霾，正是这几日刚到云隐国皇城的银国太子风无忌。天武书院竟还有这等高人！风无忌阴鸷目光扫过远处三皇子府前的狼藉场面，声音冷得像冰：段天涯一死，我们的计划全乱了。第一剑叹道：如今云隐国皇储之争再无悬念，按那萧老的意思，段九霄若愿在半年后主动领死，他会保云隐国国祚绵长。再无悬念，我看未必。风无忌眯起眼睛，眼底闪烁一丝狡黠。未必。第一剑微微蹙眉，疑惑地看向风无忌。段九霄迟迟不处君，为何？风无忌突然压低声音，鄙夷道：还不是贪恋皇权吗？半年后他会甘心领死？我是不信，他敢跟那萧老作对。第一剑嘴里低声嘀咕，有些怀疑。回想起方才萧老谈只破阵的恐怖实力，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不好说。风无忌眼眸闪烁，阴冷一笑：段九霄及云隐国皇族是没有抗衡萧老的能力，不过太渊皇朝有。我猜他会在太渊皇朝君临宴上大做文章。君临宴？第一剑闻言不禁更纳闷了。君临宴是天骄宴，与萧老何干？走吧。风无忌心中有所想法，此时却无多言之意。我们也该筹备一下君临宴的事了，届时静观其变。话落，突然纵身跃下了齐天楼。皇宫金銮殿内烛火摇曳，段九霄平退众人，独留段天书跪在冰冷的金砖上。天书。落座龙椅的段九霄缓缓摩挲着乾隆刀的刀身，忽然对段天书问道：这柄乾隆刀你想要吗？段天书瞳孔剧烈收缩，喉结不自觉地滚动，抬头看向段九霄，唯见对方眼中尽是杀意，慌忙扶手，额头重重磕在金砖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儿臣不敢，还是不想。段九霄缓缓起身，龙靴踏在台阶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段天书心尖上。父皇乃真命天子，乾隆刀当归父皇所有。段天书声音发颤，后背衣袍早已被冷汗浸透。这些年他几乎是被自己的父皇吓大的，今日这样的场面不知已发生过多少次。哪怕段天涯已死，他父皇对他的态度仍未有所改变。段九霄走进段天书后站定身影，提起乾隆刀，以刀背缓缓挑起段天书的脑袋。你父皇可就只有半年性命了。段天书浑身一僵，大气不敢喘，紧握着双拳道：儿臣愿前往天武书院，代父皇向萧老领死。你有这份心，甚是难得。段天书手里乾隆刀刀尖稍稍偏离，说着话锋一转：可惜萧老可不会接受你替朕领死，儿臣定极力争取。段天书保持着跪伏的姿势，声音里满是真诚，深知自己只要说错一句话，就可能命丧当场。罢了。段九霄收起乾隆刀，转身回龙椅落座，叹了一声道：这皇位该是你的。段天书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狂喜，又迅速低下头去。儿臣惶恐，待时机成熟，朕会传位于你。段九霄摩挲着龙椅扶手，声音忽然转冷：不过在那之前，朕需要你做一件事，只要父皇下旨，纵有千难万险，儿臣定不辱使命。段天书立刻表忠心，声音洪亮的在殿内回荡。好。段九霄冷声令道：1月后，你率云隐国众天骄出使太渊皇朝，赴君临宴。朕要你在太渊皇朝皇城，为你三弟报仇。什么？段天书如遭雷击，猛地直起身子，不可置信地望向段九霄，嘴唇颤抖，要杀叶凡。可是那叶凡跟萧老，你不是说纵有千难万险，定不辱使命吗？段九霄目光冷冽如刀，厉声质问段天书道：儿臣。段天书咬牙切齿，沉声道：遵旨。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他这位父皇压根没打算传其皇位，从始至终都只是将他当作是一枚棋子。先不说要杀叶凡得冒什么样的风险，即便最后真杀了他，必成为弃子。退下吧。段九霄见段天书答应，脸色这才缓和。儿臣告退。段天书起身躬身退出殿外，转身望向眼前，眼中惶恐之意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无尽冷意。接下来的日子，叶府门庭若市，各大家族几乎都要叶府门槛踏破了。叶海商未痊愈，却不得不强撑着笑脸迎客。叶瑶经几日休养，伤势倒是好的差不多了，但最引人瞩目的还是叶穆两家的联姻之事。段天涯已死，叶凡虽被收回了天武书院影星的身份，可就凭他跟萧老的关系，皇城上下依旧无人敢惹。目测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跟叶海商议选定了一个黄道吉日，为叶凡、穆倾城举行盛大婚礼。段天涯既死，叶凡虽不再是天武书院影星，可谁不知道
他与萧老的关系。皇城上下无人敢不给3分薄面。目测眼见时机成熟，亲自登门与叶海促膝长谈，最终敲定了吉日。大婚之日，旭日初升，叶府内外张灯结彩，99挂红鞭炮从正门一直铺到街尾，炸开的红纸屑如落英缤纷。金丝楠木喜轿上，鸾凤和鸣的雕饰在晨光中流转着华彩。叶凡一袭大红喜袍，腰间玉带上明珠生辉，骑着通体雪白的龙驹走在迎亲队伍最前头。街道两旁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孩童们追着撒喜钱的侍从欢叫：新姑爷来了！幕府门前，喜娘们捧着红枣桂圆，翘首以盼。待叶凡翻身下马时，幕府朱漆大门缓缓开启，目测独自一人跨出门槛，眉宇间的愁云比晨雾还重。穆伯父，叶凡见目测这表情，心头猛地一沉，3步并作2步上前，声音不自觉地发紧：倾城呢？目测没有作答，颤抖着从袖中取出一封信，火漆封印上叶凡亲启4个字格外刺眼。随着叶凡抬手示意，身后的喜悦声戛然而止，信纸展开，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叶凡，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离开皇城，原谅我的懦弱，终究无法穿着嫁衣走向你。段天涯虽死，那段婚事却如同烙印，深深烙在我的生命里。世人会说你叶凡何等天骄，竟娶了个2婚女子，这本不该是你的耻辱。我知道你从不在意这些世俗眼光，可我在意。那些窃窃私语会像毒蛇般缠绕我们的余生，就让我任性这一次吧。我想去看看北京的雪，南疆的海，若他日你我还能重逢。信纸在叶凡指尖簌簌作响，目测知道此事是穆家亏欠叶凡，在召叶凡拱手致歉后，取出一卷地契奉于叶凡。叶凡贤侄，这是穆家3座玄铁矿脉的地契，全当。不必。叶凡轻轻合上信笺，指尖在耻辱2字上抹洒而过。他既想看这世间风景，我便等他看够。回城的喜轿空荡荡地晃着，沿途红绸显得格外刺目。叶凡没有回叶府，而是径直去了天武书院。回了2人在天武书院的住处，推开那扇熟悉的木门，穆倾城常用的青瓷茶盏还摆在案几上，枕边似乎还残留着他发间的幽香。住在这里，他仿佛感觉到穆倾城并没有离开。转眼又是数日过去，叶凡每日依旧躺在院中修炼，任由阳光洒满全身。只是每到夜深人静时，总会不自觉地望向院门，仿佛下一秒就会响起那个熟悉的脚步声。那些过往的点点滴滴，总在独处时涌上心头。从初见时他的惊鸿一瞥，到后来他舍身相护的决绝，再到月下相依的温存。叶凡兄，这一日，古意的声音打破了院中的宁静。叶凡从躺椅上起身，不紧不慢地走出院子。古意见到叶凡，快步上前递上一卷烫金名帖：二皇子殿下已拟定这次出使太渊皇朝的名单，叶凡兄就在名单之上，希望叶凡兄准备，3日后前往皇宫外会合。名单上一共10人，叶凡、古意皆在列，基本上都是天武书院天榜靠前之人，很多叶凡都认识，老熟人了。叶凡在名单上看见一个名字，目光不由凝了下。陈离的名字为何会在这名单之上？段天涯都死了，二皇子还收留他的狗。出使太渊皇朝赴军灵验，代表的是云隐国。考虑到云隐国的颜面，二皇子选定的10人是云隐国玄武一境中实力最强的10人。古意对此一表示无奈，跟叶凡解释道：那日陈离在皇陵内没死，还得到了一位皇族先辈强者的传承，他现在的实力要强于我。何况段天涯已死，陈离已选择向二皇子殿下俯首。哦，叶凡眉毛轻挑，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二皇子殿下当真是心胸宽广啊。还有3日时间，叶凡也没什么好准备的。此行离开云隐国皇城，不知何时才会回来。虽然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他在叶家还是感受到了亲人的温暖。余下时光索性放下修炼，陪伴家人。约定之日到来，叶凡同叶海、叶瑶等人告别。叶凡刚要迈出府门，一阵熟悉的幽香随风飘来。弟弟要远行，也不跟姐姐道别。苏媚娘一袭紫色薄纱长裙倚在门边，玉指轻绕着一缕青丝，阳光穿透那一身紫色薄纱，勾勒出其曼妙身姿。姐姐。叶凡见是苏媚娘，猛然间想起了什么，一个箭步上前问道：姐姐，有没有倾城的消息？你知道倾城去哪了吗？穆倾城可是苏媚娘的师妹，穆家上下皆不知穆倾城行踪，说不定苏媚娘会知道。那傻丫头临走前确实来找过姐姐。苏媚娘红唇微抿，突然叹了口气，眼中闪过一丝心疼，可她连自己要去哪儿都不知道，又怎会告诉我？叶凡的拳头不自觉地攥紧，又缓缓松开。三息沉默后抬头，脸色已恢复平静。姐姐找我何事？
当初伤你爹的人查到了。苏媚娘红唇微扬，万宝楼可是费了好大功夫呢。是谁？叶凡眼眸一闪，当即问道。苏媚娘说过，此人不是云隐国之人，赤焰国强者严峰。苏媚娘脸庞带着几分戏谑，笑着对叶凡问道：弟弟不妨猜猜，这严峰是谁请到云隐国皇城来的？难道不是段天涯？叶凡眉头骤然紧锁，眼中寒光乍现。如果不是段天涯，那只可能。呵呵。苏媚娘笑而不语，答案已写在脸上。我知道了。叶凡眸子微冷，心中已知答案。不是段天涯，那就只可能是段天书。这位二皇子的狠毒远比他想象的更甚，杀父嫁祸，借刀杀人，好一出连环计。姐姐还有件事要麻烦弟弟你呢。苏媚娘突然伸手，指尖轻轻点了点叶凡的眉心，身上淡淡幽香随着这个亲昵动作飘散开来。什么事？叶凡抬头，正对上苏媚娘那双含笑的桃花眼。姐姐但说无妨，只要弟弟能做到，绝不推辞。要没有苏媚娘帮忙，他爹怕已重伤不治而亡。如今苏媚娘请他帮忙，他断没有理由拒绝。苏媚娘红唇微起，笑着道：我有个女儿在太初道宗，他日你若入宗，帮姐姐照看那小丫头一二。啊，姐姐都有女儿了。叶凡神色一怔，脸上写满难以置信，下意识目光打量起了苏媚娘。这妖娆的身段，这娇嫩的肌肤，怎么看都不像是个母亲。怎么，很奇怪吗？苏媚娘故意板起脸，却掩不住眼底的笑意。姐姐这年纪有女儿不是很正常吗？正常吗？叶凡嘴角隐隐抽搐了下。能入太初道宗，修为至少是玄武境7阶。苏媚娘女儿估摸着也有18了吧？这么算，苏媚娘在20岁就生了。20岁生儿育女，对寻常女子来说倒也正常。但那些武道天赋出众的女子，绝不会这么早就生儿育女，因为生儿育女得10月怀胎，耽误10个月修炼，就可能落后于人一大截，对自身武道之路产生不小影响。唉，苏媚娘轻叹一声，眼中闪过一丝追忆，倒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可能是姐姐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吧。呵呵，姐姐的女儿叫什么？芳龄何许？叶凡耸了耸肩，识趣的转移话题。苏小柔。说到这个名字，苏媚娘声音不自觉的轻软下来。再过2月就满18了，跟你差不多大。苏小柔。叶凡喃喃重复着这个名字，难掩震惊。看来姐姐的女儿武道天赋不一般啊，这还需要我照顾。太初道宗的入门考核1年1次，按正常入宗流程，这苏小柔最晚也是去年拜入太初道宗。也就是说，苏小洛17岁不到就已有玄武境7阶修为，如今在太初道宗修炼1年，指不定都已跨入第5境了。这等武道天赋放在云隐国皇城，足以碾压所有人。毕竟他还是个孩子嘛。苏媚娘突然笑着转身，紫纱裙摆画出优美的弧线，背对着叶凡挥了挥手。好了，姐姐就不跟你多说了，时候不早了，你也该出发了。叶凡目送苏媚娘离去，很快收回思绪。待他望向皇宫方向，目光微微冷了下来，随即迈步走出，赶往了云隐国皇宫。当他赶到皇宫外时，其余人早已到齐。段天书身着锦袍站在最前，身后整齐列着10道身影，其中9人正是此次出使太渊皇朝的云隐国天骄们。叶凡目光突然定格在最后那道佝偻的身影上，脚步猛然顿住。这老东西怎么在这？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三皇子府上的裘老裘30。段天书快步迎上，敏锐地注意到叶凡的目光，连忙解释道：此行出使太渊皇朝，裘老负责我们的安全。这老东西现在也到了二皇子殿下麾下。叶凡眯起眼睛，细细打量着段天书。对方收陈离到麾下，他多少还能理解，毕竟陈离终究只是玄武境武者，对段天书这个二皇子来说容易掌控。可裘30呢？此人可是云隐国强榜上的人物，实力之强已站在云隐国顶端。这样的人随行很危险，对他对段天书都很危险。叶凡兄说笑了。段天书苦笑着摇头，跟叶凡解释道：我可没有这本事收裘老到麾下，他是奉父皇之命护送我们前往太渊皇城。哦。叶凡注视着段天书，在对方眼里看到一丝无奈。叶凡兄，我们该出发了。段天书见叶凡沉默，适时转移话题。他父皇要他在太渊皇城杀叶凡，但绝不是让裘老动手诛杀。云隐国任何人出手，天武书院定然都会迁怒于云隐国皇室，其真意明显是想借太渊皇朝的力量，真正想除掉的也不单是叶凡，还有整个天武书院。走吧。叶凡也猜到了这一点，没有什么好怕的。待段天书转身挥手，12匹雪龙驹被禁军牵来。叶凡翻身上马，动作干净利落。
余光瞥见裘30英之目光，不屑地勾了勾嘴角。队伍缓缓启程，穿过皇城最繁华的街道，沿途百姓纷纷驻足，投来艳羡的目光。有少女将鲜花抛向队伍，更有孩童追着马匹欢呼雀跃。太原皇朝地处在云隐国西边，疆域辽阔。出了皇城西城门，12人一路策马行。数个时辰后，众人已越过边境界碑，正式踏入太原皇朝地界。叶凡兄，刚进入太原皇朝，段天书压低声音提醒叶凡道：“此去太原皇城，有个人你需格外当心。”谁？叶凡随口问了句，目光却悄然锐利起来。太原皇朝九皇子秦孝。段天书的声音很轻，却惹叶凡目光凝了下。秦。叶凡脑海中浮现出秦以沫那清冷的身影。段天书轻轻点头道：“秦是太原皇朝国姓。”叶凡眼睛眯起，暗自猜测了起来。南域本就尽在太初道宗之下，4大皇朝又皆以太初道宗为尊，宗内有不少弟子出自太原皇朝。虽说秦姓是大姓，却保不齐秦以沫跟太原皇族有关系。段天书不知叶凡心中所想，这时补充道：“我跟你说的这位太原皇朝九皇子秦孝，是太原皇朝皇帝唯一的皇子。”唯一？叶凡眉毛轻挑，不禁纳闷了，这秦孝不是九皇子吗？怎么就唯一了？之前8位皇子尽皆早夭，九皇子自然而然成为了唯一的皇子。段天书苦笑着道：“说起来，太原皇族内部的纷争可比我云隐国要复杂多了，只有1位皇子还复杂。”叶凡斜了眼段天书，似笑非笑：“皇子虽只有1位，可王爷不止1位啊。”段天书解释道：“除九皇子秦孝外，各大王府世子都有皇位继承权。真正决定储君人选之人，不是太原皇朝龙以上的那位，而是远在太初神宗的那位太上长老。”叶凡瞳孔微缩，越发确信秦以沫同太原皇族有关。扯远了。段天书突然轻笑一声，打断了叶凡的思绪，眼中闪过一丝凝重：“我想跟叶凡兄说的是九皇子秦孝这个人，如何？”叶凡侧目瞥向段天书问道：“秦孝乃太原3杰之一。”段天书沉声道，声音压得极低。呵。叶凡嗤笑一声，嘴角勾起一抹不屑弧度。段天书见叶凡这表情，立即问道：“你可知另外2人是谁？有屁就快放，别卖关子。”叶凡没什么耐心，就烦段天书这样。一个是封银国太子封无忌。段天书顿了顿，目光意味深长地扫过叶凡。另外一个就是段天涯。叶凡听到封无忌的名字，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可在听到段天涯的名字后，原本漫不经心的眼神骤然一凝。段天书继续道：“太原3杰既是身份的象征，又是实力的象征，而且这3人关系很不错。”哦。叶凡眉毛轻挑，神色有趣的一笑。太原3杰，一个是太原皇朝唯一的皇子，一个是封银国太子，一个是云隐国3皇子，身份没得说。段天涯拥有第5境修为，战力不弱，想来秦孝、封无忌也不会差到哪去。从之前段天涯请来封银国天骄相助来看，跟封无忌的关系似乎是不错。不过段天涯这种人哪会有什么真心朋友，不过都是利益往来罢了。段天书见叶凡好似没听明白自己的意思，急忙补充道：“你杀段天涯一事必已传到太原皇城，传入秦孝耳中。你是想说？”叶凡直接打断了段天书的话，声音中带着几分讥诮：“秦孝会杀我，为段天涯报仇吧？”正是。段天书神色凝重的点头。那秦孝应该是第5境吧？叶凡道：“太原皇朝的这个君临宴，难道的5境武者也能参加？”自是不能。段天书道：“秦孝不会参加君临宴，但我估计会是主持君临宴之人。他若想给段天涯报仇，会遣太原皇朝天骄在君临宴上杀你，甚至可能派人在太原皇城内暗杀你。”呵呵。叶凡满不在乎的笑道：“我既然敢来参加君临宴，那就不怕死在君临宴上。至于说暗杀……”说着，其目光瞥向了边上的裘30，这老东西难道是摆设？我若死于暗杀，云隐皇室脱得了干系。裘30闻言，枯瘦的老脸顿时涨得通红。叶凡对他是一点不客气，奈何他还反驳不了。此行来太原皇城，他有保护叶凡10人之职。若他在场，叶凡被人暗杀了，那他绝对要对叶凡的死负责。而他此行是奉段九霄的命令，段九霄及云隐国皇族将负连带责任。谁都不知道萧老和天武书院会如何报复。再者说了，叶凡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目光如利剑般直刺段天书眼底。我死在太原皇城，不正合你意吗？叶凡兄何出此言？段天书脸色骤变，手中缰绳猛地收紧。
边上的裘三十眉头一下锁了起来。难道不是？叶凡冷笑一声，毫不避讳地迎上段天书的目光。叶凡兄，看来你我之间有着很深的误会。段天书额头渗出细密汗珠，正欲解释，却被叶凡抬手打断。我若死在太原皇城，叶凡声音陡然冷了下来。萧老确实会迁怒云隐国皇族，但你们顶多落个安排不周、护卫不力的罪名。真正要承受萧老怒火的是太原皇城的行凶之人。你们是觉得萧老会为了我杀上太原皇城？段天书闻言脸色一黑，不自觉地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是盼着萧老杀上太原皇城，好来个两败俱伤？叶凡突然提高声调，还是指望借太原皇朝强者之手除掉萧老？叶凡兄，段天书急忙使了个眼色，摇头的幅度大得近乎夸张，余光瞥了眼裘三十，沉声对叶凡道：我想你真的误会了，这想法完全是段九霄的想法，如今他可不敢有这个想法。碍于裘三十在，不便明说。是吗？叶凡眸光微闪，瞬间会意，看来这段九霄父子果然各怀鬼胎。兴许段天书确实没有杀他之意，但他知道段天书同样不是善类。有些账等改日他自会清算，现在他更想查清楚秦以沫的事。二皇子殿下，叶凡微微一笑，突然话锋一转，给了对方一个台阶。不知你对太渊皇族了解多少？叶凡兄想知道什么？段天书挺直腰板，瞬间来了精神，其脸庞重新堆起笑容，只是这次多了几分真诚的讨好。他现在迫切想跟叶凡搞好关系，借叶凡以及天武书院的力量，保住自己性命的同时，从他父皇段九霄手里夺得云隐国皇位。可曾听说过秦以沫这个人？叶凡拿捏段天书的心思，单刀直入地问道。秦以沫？段天书瞳孔骤然一缩，猛然间想起什么，诧异地对叶凡问道：此人跟叶凡兄是什么关系？故人。叶凡捕捉到段天书眼中闪过的金色，期待的注视向对方问道：二皇子殿下知道些什么？叶凡兄这位故人可不简单啊。段天书话音渐低，1月前我曾得到消息，太初道宗少宗主洛飞羽现身太原皇城大开杀戒，好像也是在查有关秦以沫的事。洛飞羽，叶凡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立马回想了起来。当初秦以沫说过，其师尊会在其封圣典礼上面向全宗为其挑选道侣，这个太初道宗少宗主洛飞羽会是他最大的竞争对手。不错，段天书点了点头，继续道：听说这洛飞羽不仅是太初道宗少宗主，还是那秦以沫的道侣。他在太原皇城大开杀戒，就是在调查是谁先他一步夺了秦以沫的处子之身。他算哪门子秦以沫的道侣？可笑！叶凡撇了撇嘴，一脸不屑。洛飞羽顶多只能算秦以沫的追求者，如今秦以沫尚未封圣，没确定道侣。至于说谁夺了秦以沫的处子之身，普天之下没人比他更清楚了。但夺这个字并不准确，当初他才是被夺的那个。段天书眼中金光一闪，试探性地对叶凡问道：叶凡兄对这秦以沫好像很了解，都说是故人了吗？知道一些。叶凡笑着耸了耸肩，随口答道：那你可知？段天书略作犹豫，最后仍是问了一嘴：是谁夺了秦以沫的处子之身？这种事你觉得他可能跟我说？叶凡两手一摊，瞥向段天书反问道。段天书感受到叶凡目光看来，尴尬地笑了笑，我以为叶凡兄跟那秦以沫不是简单的朋友关系。你想多了。叶凡嘴角抿着不自然的笑意，无意多说。边上的裘三十从叶凡的回答中似嗅到了什么，眼底闪过狡黠之芒，并未言语任何。待夕阳沉落，天际染上一层赤金色余晖，远处的太原皇城终是映入几人眼帘，似一座横亘于地平线上的庞然巨物。城墙高于100丈，城头旌旗猎猎，城门如巨兽之口。与云隐国皇城的精致华美不同，太原皇城透着一股蛮荒般的压迫感。城墙如铁柱一般厚重冷硬，每一块砖石都仿佛浸染过鲜血，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肃杀之气。太原皇朝君临宴在即，城门处车水马龙。叶凡等人下马而行，随着人流挤入太原皇城。咱们先到驿站休息。等穿过城门，段天书招呼一声，众人重新上马，抵达皇家驿站。一片豪华的建筑群尽显大国风范，仅驿站大门就堪比云隐国宫门。几位是从哪儿来？一位白衣老者迎上前来，打量着叶凡等人询问道。段天书上前2步，挺直腰板回答道：云隐国？是云隐国的天骄吗？白衣老者朝段天书敷衍地拱了拱手，眼中闪过一丝轻蔑。实在抱歉，这几日来太原皇城的人实在太多，诸位来晚了，驿站内已无客房。来晚了。
段天书闻言，脸色微微一变。叶凡对此倒是毫不在意，随口道：“既然皇家驿站内已无客房，我们随便找家酒楼就得了。”这不太好吧？段天书眉头紧锁，似有些不愿。皇家驿站是太渊皇族的产业，入住这里的人非富即贵，若因其他事来太渊皇城，可以将就。可这次他们是来赴太渊皇朝君临宴的，不入住皇家驿站，有损云隐国国威。哒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一行12人风驰电掣般冲来，来到驿站门前，方时勒马而停。其中11人模样年轻，另有1名老者随行。雷音国，段天书认出这行人身份，一声低语。叶凡闻言，眯起眼睛打量起了这行人。诸位是？白衣老者按照惯例确认来人身份，雷音国太子雷默。为首青年神色傲慢，昂首挺胸道：“原来是雷默太子。”白衣老者得知青年身份，顿时换了副嘴脸，笑着迎了上去。一早就收到了白王的消息，老朽已在皇家驿站为诸位留好了上房，请随老朽来。甚好。雷默满意一笑，翻身下马。什么意思啊？叶凡本来并不在乎入不入住皇家驿站，可见那白衣老者区别对待，顿时不乐意了。你刚不是说皇家驿站内已无客房了吗？不错。白衣老者嘴角含笑，点头回应。他妈的，当我聋了？叶凡见白衣老者说谎脸，不红心不跳，顿时恼了。我们先来，你说已无客房。雷音国的人后道：你说留好了上房，玩区别对待是吧？叶凡兄。段天书扯了扯叶凡的袖子，压低着声音道：他们预约了。那咋了？叶凡冷笑更甚，早已看穿其中猫腻。预约留房本也属正常之事，可若真能预约，段天书岂会不做安排？8成是只准雷音国的人预约。叶凡兄。段天书神色无奈，再度跟叶凡解释道：皇家驿站背后之人就是白王，而这雷默是白王妃的外甥。雷默嘴角噙着得意的笑容，其身后诸人也都似笑非笑地看着叶凡一行人，仿佛是在看一群小丑。云隐国真是越来越不行了。雷默身后一人眼中幽光闪烁，打量着叶凡，冷不丁嘲讽道：赴太渊皇朝君临宴，居然还带来一个玄武进五阶，滥竽充数吗？叶凡闻言猛然扭头看向了对方。你竟能看穿我的修为？他修炼过神隐，可隐藏自己的气息。玄武进武者能看穿其修为，必然是修炼了什么窥探手段。呵呵，薛念讥讽一笑，不过是修炼了隐匿气息的手段罢了，装什么高深？弱者都有一样的臭毛病，那就是喜欢装。话落，其目光转向段天书，这位云隐国皇子的修为那就更低了，堪堪玄武境一阶，应该不是来参加君临宴的。咦？雷默此时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不禁也纳闷了起来。段天涯呢？去年不是段天涯带队过来的吗？今年怎么换了个废物皇子？段天涯，他死了。段天书随雷默目光看来，冷声一语：死了。雷默瞳孔骤然一缩，顿时跟纳闷了，在云隐国居然有人敢杀段天涯，他是怎么死的？段天涯身为太渊3杰之一，与秦孝交情匪浅，如若今日是段天涯率云隐国众人至此，雷默多多少少会给云隐国一点面子。此刻听闻段天涯死讯，不禁为之一震。呵，段天书冷笑一声，目光意味深长地扫过叶凡，故意提高嗓门道：杀段天涯的正是你们口中滥竽充数的这位。他。雷默猛然看向叶凡，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上下打量着叶凡，仿佛在看什么稀世怪物。荒谬！薛念突然嗤笑出声，神色鄙夷道：还是那句话，弱者就是爱装，拿段天涯的死来装逼，亏你们想得出来。据我所知，段天涯已入第5之境，一个玄武境5阶的废物能杀得5境，他要真有这个本事，那还来参加什么君临宴干什么？太初道宗得到消息，怕是直接就上云隐国要人了。呵，雷默经薛念这么一提醒，眼中惊疑渐消，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讥讽。段天书，你就算要吹，也吹得像一点。与其说段天涯是被此人所杀，倒不如说是被你身后那老头杀的。是真是假，君临宴上便知。段天书耸了耸肩，并不打算解释。这事的确很难让人相信，他要不是亲眼所见，同样不信。但此事千真万确，何须等到君临宴？薛念冷笑不已，斜睨着叶凡道：是真是假，一试便知。你敢在这战上一场，证明你拥有诛杀段天涯的能力吗？你说战就战。叶凡眼皮都懒得抬，不屑地瞥了眼薛念：你算个什么东西？不敢就不敢呗。薛念轻蔑一笑，倒也不是非要叶凡一战。你若战，皇家驿站的客房让给你们云隐国的人。
雷墨眼中金光一闪，出于好奇，笑着提议道：“虽说他并不相信段天涯真是死在叶凡手里，可一个玄武劲武者来赴君临宴，太让人费解了。云隐国哪怕再不济，没有足够多玄武劲9阶的适龄天骄，总该有不少玄武劲8阶的适龄天骄吧？没有选择这些玄武劲8阶的天骄，反而让玄武劲5阶的叶凡过来，必有蹊跷。叶凡兄。”段天书压低声音看向叶凡，眼中带着询问。这不是几间客房的事，而是关乎云隐国颜面。对方提出邀战，云隐国拒不应战，非但会落下胆小怯战之名，方才所言可就真变成吹嘘之言了。好吧，我受累。叶凡无奈答应，翻手懒洋洋地提起耀日剑。华晨，你去试试他的实力。雷墨闻言嘴角微扬，示意了眼身后一名瘦高青年，随即对叶凡道：“你只玄武劲5阶修为，也别说我雷音国欺负人。华晨实力在我雷音国众天骄中排名最末，你若连他也敌不过，劝你别浪费时间参加什么君临宴了。”殿下，那名为华晨的青年两步至雷墨身侧，舔了舔嘴唇，眼中闪烁着嗜血的光芒。从他应战那一刻起，就已经没机会参加君临宴了。话落，执剑在手，身上杀意爆发。等下！叶凡突然抬手，华晨见势顿时一滞。怎么，怕死？华晨嘴角扬起一抹讥讽弧度，剑指叶凡咽喉，狞笑道：“跪下，磕头，认个错，此战就罢了。雷音国最菜的那个也配与我战？”叶凡看都不看华晨一眼，耀日剑直指薛念：“要战，你让他出来。”呵，薛念先是一愣，随即仰头大笑：“一个玄武劲5阶，竟敢战他？薛念，满足他吧。”雷墨眯起眼睛，示意了眼薛念：“罢了。”薛念叹息着摇头，一副无奈模样，神色轻渺，瞥向叶凡道：“真是无知者无畏。雷音国天骄榜，我排第几吗？没兴趣知道。”叶凡太阳经运转，手中耀日剑陡然绽放出刺目光华，夕阳余晖如流水般汇聚剑身，剑锋所过之处，空气都被灼烧的扭曲变形。赤，随其一剑斩落而下，一道炽烈剑芒破空而出，宛若烈日坠地，直取薛念咽喉。薛念见此，双眸微睁，仓促间抬掌相迎，掌心雷光炸裂，却仍被这一剑逼退3步。站定时，掌心已是一片焦黑，钻心的灼痛让他眼角抽搐。薛念，你怎么回事？雷墨见薛念败退，面露怒容，雷音国其他人心中亦都有些惊奇。薛念的实力在雷音国10人中排第5，被玄武劲5阶的叶凡一剑逼退，太不应该了。可惜了。叶凡轻抚耀日剑剑身，看着逐渐西沉的落日。若在正午时分，这招太阳之剑足以让薛念见血。可惜。薛念甩了甩刺痛的手掌，黑着脸强行为自己挽尊：“我还没准备好，你就出剑？偷袭的机会只有一次，你是在可惜这个吧？”话落，其手掌轻颤，一柄缠绕着紫色雷光的弯刀直拿在手。太阳神体。雷墨身旁老者似看出些端倪，突然闪身来到薛念身旁，枯瘦手掌扣住薛念直刀右手的手腕。“师尊，你什么意思？”薛念不解地看向老者，满脸错愕。刚丢了脸面，这都还没找回场子呢。小子！老者没有理会薛念，浑浊老眼死死盯着叶凡，灼灼目光仿佛要穿透叶凡的躯体。“小子，你已年近19，问这干嘛？”叶凡愣了下，一时也被对方问懵了。老夫应该没有看错。老者细细打量叶凡一阵后，抚须冷笑，转身对雷墨道：“太子殿下不必理会此人，此人顶多也就还有1年多的寿命。”哦。雷墨不解老者之意，纳闷道：“董老，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太阳神体，古今罕有。董老阴恻恻地解释：“此子拥有太阳神体，能越阶败敌，并不奇怪。虽只玄武劲5阶修为，但绝不能视其为玄武劲5阶战力。然则历代太阳神体，无人能活过弱冠之年。”叶凡闻言朝董老侧目，不禁高看了对方几分。雷音国居然有这么了解太阳神体的人。不过这董老对太阳神体也只是一知半解。谁说太阳神体拥有者一定活不过20？只要觉醒神阳，便不再有早夭风险。原来如此。雷墨不怀疑董老的判断，突然放声大笑：“太阳神体有点意思，难怪才玄武劲5阶就敢来参加君临宴。可惜来了也是白来，就算最后你能名列太渊天骄榜，也进不了太初道宗。太初道宗岂会收一个将死之人？”哈哈。说罢，雷墨一甩袖袍，朝白衣老者使了个眼色。白衣老者会意，弓着腰做了个请的手势，谄媚地领着雷音国众人往驿站大门走去。站住！叶凡见此，突然一声冷喝：“你还要干嘛？”雷墨脚步一顿，缓缓转身，声音里带着明显的不耐：“刚自己说的话，
现在是要咽回去吗？叶凡神色鄙夷，嘴里轻吐出一道话音。我说什么了？雷默愣了下，反问叶凡。叶凡淡淡道：你说我若战，皇家驿站的客房让给我们云隐国的人，可你并没有赢。雷默冷笑一声，轻蔑道：呵呵。叶凡嗤笑道：聋了。你说我若战，皇家驿站的客房让给我们云隐国的人，可没说要我赢了才将皇家驿站的客房让给我们云隐国的人。雷默闻言，脸色瞬间阴沉如水。雷音国其他人扫向叶凡，也都面露不悦。其实我也不是很在意皇家驿站的客房。叶凡突然放松姿态，随意的笑了笑。如果说雷音国太子说话有如放屁，咱们云隐国的人不入住皇家驿站也是可以的。本太子说出去的话，自不会食言。雷默瞪了眼叶凡，阴沉着脸转向白衣老者令道：将留给我们的客房给他们，你再给我们安排其他的客房。这白衣老者面露难色，可其他的客房都已经，就不能赶一些人走吗？雷默厉声打断，眼中闪过一丝狠厉。皇家驿站内客房又不是一间两间，又不是所有人都不是得罪不起的。太原皇城世家子弟皆不会入住皇家驿站，除了各大附属国天骄外，只有太原皇朝各地天骄。难不成这些人白衣老者都还拿捏不了吗？老朽这就去安排。白衣老者勉强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朝雷默躬身后转身走向皇家驿站大门，在经过叶凡等人时招呼了一声：云隐国的诸位先随老朽来吧。段天书嘴角含笑，对现在这结果甚为满意，昂首带着云隐国众人踏入皇家驿站大门。在老者安排下，众人安顿于驿站内相邻院落。此时距离太原皇朝君临宴还有一些时日，深夜月光如水，静静流淌在庭院之中。叶凡仰卧在青石板上，任由银辉洒满全身，意识沉入震天界内，修炼着武技。踏一阵刻意放轻的脚步声自侧边传来。叶凡睫毛微颤，缓缓睁开双眼。叶凡兄！月光下，段天书身影由远及近，距叶凡3步处站定，笑着对叶凡道：有关秦以沫的事，我查清楚了。哦。叶凡瞬间坐直身子，好奇地看向段天书。秦以沫是太原皇族越王次女。段天书跟叶凡介绍道：如今太原皇族越王这一脉人丁稀薄，越王府日渐式微，据说快被撤销王号了。为讨好叶凡，他可没少花心思，在刚刚动用了自己在太原皇城的人脉，查到了些有关秦以沫及其所在太原皇族越王一脉的事。不对吧？叶凡眯起眼睛，纳闷地注视向段天书道：秦以沫在太初道宗的地位不低，这位都快丰盛了，这位越王难道不该负平女贵？怎么越王府还日渐式微，即将被撤王号？太原皇族重男轻女，越王一脉到了秦以沫这一代再无男丁。段天书解释道：至于你说的秦以沫即将丰盛一事，确实有些奇怪。听说越王并不希望秦以沫被太初道宗丰盛。叶凡感觉事情蹊跷，起身走出身影。叶凡兄，你要去哪儿？段天书见状连忙叫住叶凡。越王府。叶凡眼眸闪烁，随口回答道。他感觉秦以沫身上定是藏着什么秘密，段天书查不到的事情，那越王多半清楚。反对秦以沫被太初道宗丰盛，总该有个理由。你这么去是见不到越王的。段天书一个箭步拦住去路，苦笑着摇头。为何？叶凡皱了皱眉，对段天书问道。这还有什么为何？段天书两手一摊，反问叶凡道：你以什么身份去找越王？秦以沫故交，如今秦以沫不在越王府内，你这身份怕都踏不进越王府大门。再加上越王这些年拒不见客，很久没在太原皇朝出没了。叶凡一阵沉吟，转念一想，看向段天书道：越王拒不见客，不在太原皇城出没，那越王府的其他人呢？总不可能都不在皇城内出没吧？你想通过越王府的其他人见到越王？段天书一下明白了叶凡的意思，想通过越王府的其他人见到越王并不容易，但要通过越王长女秦香如，指不定会有机会。秦香如？叶凡闻言，眉毛不禁轻跳了下。段天书道：她跟太原皇城万家小姐万妙言是闺中密友，或许咱们可以找这个万小姐帮忙。你能联系上这个万妙言？叶凡看到了希望，却有些怀疑段天书的能力。这不难。段天书心中已有主意，笑着对叶凡道：万家在太原皇朝有一所万丹阁，近几年一直都是这位万小姐在掌管。等明日我们去万丹阁看看，指不定能见到这位万小姐。还等什么明日？叶凡眸中金光一闪，当即走出身影，尚未踏出院门，却一阵嘈杂喝骂声骤然炸响。云隐国的废物滚出来！
区区附属国的蝼蚁，竟也敢在太渊皇城放肆！今日不给你们点教训，真当我太渊皇朝天骄好欺不成？院外数十名青年男女，或抱臂而立，或斜倚廊柱，叫骂声不止，越来越躁，显然来者不善。怎么回事？段天书眉头一皱，眼中闪过一丝凝重。很明显，外面这些人是冲他们云隐国来的，出去看看就知道了。叶凡神色淡然，推开院门走出。此时院外古义等人早已严阵以待，见段天书和叶凡现身，立即抱拳行礼：“二皇子殿下。”段天书微微颔首，扫了院外气势汹汹众人，沉声对古义问道：“这些都是什么人？堵在这儿干什么？”他们中的部分本住在皇家驿站，但后来被雷音国的人赶出去了。古义冷眼扫过人群，压着怒意回答段天书道：“被雷音国的人赶出去，找我们麻烦干嘛？”段天书听到古义这话，顿时也有些恼了。这些人不找雷音国众人麻烦，却找他们，是觉得他们云隐国比之雷音国更好欺负吗？通常欺软怕硬之辈都是废物。叶凡嗤笑一声，毫不把眼前这群人放在眼里。放肆！叶凡这话落到众人耳中，霎时激起众怒。人群中，一锦袍青年当即走了出来，眼中怒火熊熊，区区附属国之人也敢在此大放厥词？别废话，生死战！敢吗？叶凡瞥向此人，直接腰战生死。什么？锦袍青年闻言一愣，一时没有回话，显然没想到叶凡上来就腰战生死。聋子！叶凡神色鄙夷地打量着锦袍青年，索性提高嗓门吼道：“我问你生死战敢不敢？不敢就滚！”王兴，答应他，这人这么狂，不教训不行。对，应了他的生死战。接连有人叫嚣出声，怂恿锦袍青年应战。锦袍青年王兴此刻有些骑虎难下，他对叶凡的底细并不清楚，没有十足把握将叶凡击败，只是交战他并不怕，了不起就是一败，可生死战关乎性命，万一战败是要出人命的。早知道就不当这出头鸟了，不敢战。叶凡见王兴迟迟不作声，神色越发鄙夷，上前一步，同时翻手直拿耀日剑在手，一身玄武境五阶气息尽情绽放。原来就玄武境五阶。通过叶凡释放的气息，众人判断出叶凡修为，立马又有人怂恿王兴道：“王兴，你该不会连一个玄武境五阶武者都怕吧？就是云隐国这种附属国，能出什么天才？连玄武境五阶都派来负君临宴，云隐国是真没人了。”刚众人还有些忌惮，毕竟叶凡表现得这么猖狂，如今见叶凡才玄武境五阶，一个个更嚣张了。你的生死邀约我应了。此时的王兴顿时也来了底气，化落身影如电，瞬间冲向叶凡，右拳裹挟着凌厉劲风，直取叶凡面门。叶凡眼中寒光一闪，身影矗立原地未动。就在对方拳头即将临身刹那，忽然抬手，赤阳手施展，轻描淡写的朝前一抓，砰！一声闷响，气势汹汹的一拳竟被叶凡稳稳握住。王兴脸色大变，想要抽手，却纹丝不动。死！叶凡口吐寒音，手中耀日剑豁然提起，剑身闪耀出刺目一剑，一剑划过王兴喉咙。王兴顿时睁大双眸，满目难以置信，鲜血从其喉间血痕不断喷涌而出。待叶凡松手，其身体顺势倒在了地上。怎么可能？2招就杀了王兴？王兴是玄武境8阶，怎么就这么败了？一定是王兴大意了，否则怎么可能会败？众人为眼前一幕所惊，没想到会是这结果。倒是古义等人此时脸色出奇的平静。叶凡可是有着诛杀断天涯的实力，杀一个玄武境8阶的王兴还不是轻轻松松。还有谁？叶凡提着耀日剑甩了甩手，嘴角噙着冷笑，周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一时间此地空间安静了下来。就在刚刚，叶凡2招诛杀王兴，若无同等能力，何人敢战？还什么太原皇朝天骄呢？看不起云隐国的人。叶凡见无人作声，嘴角戏谑之意更浓了，一个不敢，那就2个一起上，让我见识一下太原皇朝天骄究竟有多厉害。太狂了！有人见叶凡嚣张至此，再忍不了了，当即拔剑刺向叶凡，剑光如虹。我来帮你。边上另一人双手结印，一道火蛇呼啸而出。叶凡见2人同时出手，眼中闪过一丝不屑，收起耀日剑，身影如鬼魅般消失在了原地。剑修青年一剑落空，刹那愣在原地，待转身时，身前闪过一道幽光。叶凡不知何时已将藏锋剑取出，剑锋划过剑修青年喉咙，一剑夺命。那火修青年见此不禁有些慌了神，刚退走一步，叶凡悄然至其身后，一剑
从其背后贯穿了他的心脏。就这，叶凡身如鬼魅般再现于众人眼前。暗杀之术，有人看出端倪，惊恐一言。叶凡刚所施展的分明是暗杀之术，借着黑夜掩护，杀人于无形之中。他真的是玄武境5阶吗？生死战还用暗杀之术，太卑鄙了。云隐国的人都这么卑鄙吗？人群心中后怕，一个个愤懑不已。短短片刻，他们竟被杀了3人。这3人每个都是玄武境8阶，比之叶凡，修为足高了3阶。生死战，分生死。叶凡对众人非议起暗杀之术的话语嗤之以鼻，哪有什么卑鄙不卑鄙的？不服，你们也可以施展暗杀之术。咻！话音刚落，黑夜中刺出一柄利剑。叶凡只感觉后背一凉，一个闪身，只见一道黑影于其眼前一晃而过，原先所在之地漫出一股凉意，还真有人精通暗杀之术。叶凡心中微微惊奇，警惕地看向四周，是孤影。孤影出手了。有人认出出手之人，惊呼了一声：孤影可以太原皇朝第11郡，定能诛杀此人。不错，即便是太原10郡面对孤影也不敢大意，叫这家伙这么狂，现在他死定了。人群顿时热闹了起来，一个个面露讥笑。太原10郡，太原皇朝年轻一辈最强10人，10郡只有10个位置，但太原皇朝诸人喜欢将孤影称作第11郡。正面一战，他敌不过10郡中任何一人，但若搞偷袭暗杀，却能威胁10郡性命。叶凡兄，我觉得差不多了。段天书得知叶凡被精通暗杀之术的孤影盯上，却又没能锁定孤影行踪，不免为叶凡担心了起来。差不多？什么差不多？叶凡警惕着周围，低声道：现在收手，丢的可不只是我的脸，还有云隐国的脸。咻！杀意再次如毒蛇般悄然袭来，黑暗中剑锋无声无息地刺向叶凡后心，没有半点破空之声，似连空气都被这一剑割裂。叶凡脊背一凉，浑身汗毛瞬间炸起，猛地转身，藏锋剑在千钧一发之际横挡而出，枪兵刃碰撞，发出一道刺耳声响，巨大冲击力令叶凡连退数步，脚下青石板寸寸碎裂。刚稳住身形，一缕被剑气削断的发丝缓缓飘落眼前。玄武境9阶，叶凡敏锐地捕捉到那一闪而逝的强大气息，心中凛然。这孤影不仅精通暗杀之术，且还有玄武境9阶修为，此刻隐匿在黑暗中，简直防不胜防。叶凡兄，段天书见这情形，无疑有些着急了。他现在并不希望叶凡就这么死了，坏他计划不说，还有损云隐国国威。不等叶凡回应，立即朝古义等人使了个眼色，退下。古义等人刚要上前，叶凡突然一声厉喝，只见叶凡翻手收起藏锋剑后，又将耀日剑取出，太阳经全力运转，磅礴金色灵力如火山喷发般从体内涌出，太阳神体催动到极致，整个人顿时化作一轮耀目金阳，刺目光芒将四周照得如同白昼。暗杀是吧？叶凡嘴角微扬，耀日剑高高举起，剑身迸发出炽烈光芒，驱散此地黑暗。什么？这家伙居然……好刺眼啊！啊！我的眼睛！此地众人纷纷惊呼，不少人慌忙抬手遮掩，更有甚者被强光刺激的眼泪直流。光芒无法穿透的角落，孤影那模糊的身影被迫显现。找到你了！叶凡眼中寒芒一闪，身形如电射出，耀日剑带着焚天逐海之势直取孤影咽喉。枪！孤影仓促举剑相迎，两剑相撞，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狂暴灵力产生冲击，将四周地面震得皲裂，两人各自倒退数步。太原第11郡不过如此。叶凡稳住身形，不屑地撇了撇嘴，故意用剑尖轻挑，挑衅意味十足。你未胜，我未败，拽什么？孤影脸色冷漠，那双如毒蛇般的眼睛闪烁着压抑的怒火，握剑的手微微发颤，显然被刚才那一击震得不轻。呵，有着玄武境9阶修为，却不敢跟我硬刚。叶凡冲孤影讥讽一笑，提剑指向对方，再次闪耀出阵阵刺目光华。你说我拽什么？哼！君临宴，再见高下。孤影话音未落，身影化作黑烟，欲要遁走。我让你走了吗？叶凡冷声一喝，耀日剑骤然脱手杀出，化作一道金色闪电，瞬间贯穿黑烟。啊！凄厉惨叫声划破夜空，黑烟中标射出一道血线。下一息，孤影身影踉跄现出，低头看着胸口碗口大的血洞，满脸不可置信。你！待孤影艰难的抬头，却见叶凡已闪至身前，右手如铁钳般扣住其咽喉，咔嚓，骨裂声清脆响起，孤影瞳孔骤然扩散。叶凡甩手将尸体置于地面，
溅起一蓬尘土，全场死寂。太原第一郡竟被当众扭断了脖颈孤影，他就这么死了，连孤影都不是这家伙的对手，他就一个玄武境5阶武者啊！短暂寂静后，人群爆发出阵阵骚动，连诛4人，其中一个还是孤影，这等实力，怕以跟太原10郡比肩，还有人要战吗？叶凡朗声开口，声如洪钟，原本嘈杂的空间顿时安静了下来。没人要战，我可走了。叶凡见无人应答，轻蔑一笑，随即迈步朝皇家驿站大门走去。你们回去休息吧。段天书见状，朝古义等人摆了摆手，跟上叶凡大摇大摆走出了皇家驿站。此时皇家驿站关心阁上，3道身影如雕塑般伫立，夜风拂过，卷起他们华贵的衣袍。中央之人负手而立，剑眉下的双眸寒光凛冽，此人正是太渊3杰之首，太渊皇朝9皇子秦孝。你们2位觉得这叶凡如何？秦孝话音冰寒，对身后站着的2人问道。黑衣青年面容阴鸷，乃太渊10郡第3的姚种；白衣青年神色倨傲，则是位列第9的明鹏。实力不错。明鹏嗤笑一声，似看不上叶凡，可惜就玄武境5阶修为，在我手中绝对走不过10招。10招？秦孝闻言，眉头机不可察地皱了皱。明鹏狂傲之言，看似在贬低叶凡，实际以给予叶凡不低的评价。太原10郡个个武道天资妖孽，明鹏位列第9，实力强大，很多玄武境9阶非他一招之敌。10招等于是在认可叶凡的实力。殿下要杀此人？姚种敏锐察觉到秦孝身上散发的杀意，低声问道。他杀了段天涯。秦孝声音很轻，却让身后2人同时变色。玄武境5阶能杀段天涯？明鹏瞳孔微缩，有些怀疑秦孝的话。姚种同样感到不可思议，眯起眼睛低声猜测着道，估计是使用了什么卑劣手段吧。不管他用了什么手段。秦孝冷声一语，月光在他俊美面容上投下森冷阴影。段天涯是我兄弟，既然云隐国无人能为其报仇，我这当兄弟的理该为他报仇，我这就去办。明鹏领会秦孝之意，应声后当下转身。慢着！秦孝抬手制止道，要杀得光明正大的杀。君临宴在即，赴宴之人在君临宴前夕死在太原皇城，传出去不好听。我要你们在3日后的君临宴上杀了此人，而且我要让云隐国此次赴宴之人一个都回不去，包括那段天书吗？姚种眉毛轻挑，嘴角露出残忍的笑意。当然。秦孝望向叶凡，段天书离去的方向，眼中杀意滔天。段天涯的死跟他这位2皇兄脱不了干系。叶凡、段天书从皇家驿站离开，至万丹阁外，眼前是一座通体由赤红陵木构建的7层楼阁，似被一层无形的阵法笼罩，空气中弥漫着淡淡药香。只是站在门外，叶凡就感到体内灵力运转就比平时快了几分。万家以丹道立世，这万丹阁不仅是售卖丹药的地方，亦是一处修炼的绝佳之地。据说是因为这地底藏着地脉灵火。段天书领着叶凡踏入万丹阁内，一路介绍着，叶凡兄想见万妙言，只需登顶万丹阁即可。我实力低微，只能陪你到这了。我看这也不像是能修炼的地方啊。叶凡环顾四周，感到有些奇怪。一层大厅人头攒动，却无人驻足修炼。来往武者或匆匆选购丹药，或径直登上2楼。第1层内禁止修炼，此地仅为丹药售卖之地。段天书指向万丹阁第2层的阶梯，解释道，第2层往上才是万丹阁内的修炼之地，但能上到第几层修炼，还得看自己的本事。哦，叶凡眉毛轻挑，走向通往第2层的楼梯，涉级而上。段天书紧随其后，始终保持着半步的距离。刚踏上万丹楼第2层，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只见一条地火长廊横亘眼前，两侧铜墙早已被得火灼得通红。100步开外，数十个白玉石盘错落分布，上面盘坐着一个个闭目修炼的身影。要想在万丹阁第2层修炼，至少得踏过100步地火长廊。段天书站在叶凡身后，跟叶凡接受道，若是走不过去，又无法及时撤回，有丧命的火长廊的风险，尸体都会被这地火焚烧成灰烬。让开！这时一声暴喝突然于叶凡2人炸响，一光头壮汉粗暴地从2人中间挤过，玄色劲装被肌肉撑得紧绷，来到2人身前后，还不忘瞪了眼2人。2个怂包不敢过的火长廊，堵在这干什么？废物东西，来看热闹的吗？不等回应，光头壮汉双拳猛握，一身玄武境7阶气息轰然释放，周身腾起赤红灵火，一个箭步冲入火廊。轰！地火应声爆起，火舌疯狂舔舐着壮汉的护体灵火。只见光头壮汉龇牙咧嘴，额头青筋暴起，勉强支撑着冲出100步。
刚一过线，立刻狼狈地跳向最近的白玉石盘，却发现已被人占据。呸！壮汉啐了一口，踉跄着又冲出10余步，终于寻得一处空位，几乎是摔坐上去。只过100步就行。叶凡目睹光头男子走过地火长廊的过程，眉毛不由一挑。这白玉石盘虽然不大，哪怕被人占据，依旧留出了足够空间，在上面稍作调整，岂不是可以去往地火长廊更远处？理论上是这样。段天书笑了笑道：“不过这也得看占据白玉石盘之人好不好说话，若是不好说话，对方直接出手驱赶，恐有丧命之危。当然，一般选择在就近石盘修炼之人，实力相对不会太强。”也是。叶凡认可地点了点头，望向长廊尽头之地，发现最远端的白玉石盘已被人占据，不禁好奇道：“那人都到了最后一块白玉石盘，为何不去第3层？去第3层容易，想待在第3层难。”段天书闻言轻笑，不紧不慢地解释道：“万丹阁第3层也叫做百丹炼狱，丹室内100颗烈阳丹悬浮，时息一爆，爆炸散出药力可以吸收，但若距离爆炸点太近，弄不好被爆炸时产生的狂暴药力冲击伤了经脉，会自爆的丹药。”叶凡闻言感到有些惊奇，万丹阁第3层修炼效果更佳，但想待在那，不仅得拥有足够实力，还得拥有一定的运气。段天书说着，话锋一转：“你若不在第3层停留，只要运气不要太差，定能到第4层。不过这第4层更不好过，那里有9条地脉灵火所化火蛟，每一头都有着玄武境巅峰的实力，闯过即可至第5层。第5层、第6层又有什么？”叶凡听着段天书的描述，心中感慨，能在太原皇城拥有这样一座万丹阁，万家绝不是一般世家。这位万家小姐万妙言，怕也不是等闲之辈。第5层、第6层那有万丹阁强者守护？段天书神秘地摇摇头，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到了那，他们自会告知你如何闯过去。不过，没有第5境修为，还想去第5层，在想屁吃呢？话刚到一半，一道尖利呵斥声突然刺破空气，两人回眸，只见一紫袍青年抱着手臂，满脸讥诮：“你们俩究竟过不过的火长廊？没本事过，滚开行不行？你接，你先，又不是不让你。”叶凡耸了耸肩，往侧边让了一步。废物！紫袍青年轻蔑一语，昂首从二人中间穿过。待其踏足地火长廊瞬间，一股磅礴玄武境9阶气息轰然爆发，周身腾起妖异的紫色火焰。轰！地火爆起，其护体紫火竟未受到丝毫影响。裴炎公子的紫黄龙焰是越来越强了。这次裴炎公子应该是奔着万丹阁第7层去的吧？裴炎公子未见万小姐一面，还真是执着啊！不少在白玉石盘上修炼的武者见识裴炎，想起阵阵惊叹。段天书望着裴炎远去的身影，羡慕不已。紫黄龙焰，这可是地阶妖兽紫黄烈地龙的本命真火。地阶妖兽紫黄烈地龙，裴炎绝不可能独自猎杀，定是其身后家族帮忙猎杀，助其炼化了紫黄龙焰。紫黄龙焰，不错的兽火。叶凡淡淡一笑，也不打算再耽搁了。身后又传来脚步声，几名武者已等得不耐烦了，他和段天书再这么堵着，恐会引起众怒。随其身躯轻颤，玄武境5阶气息骤然释放。呵呵，裴炎走在前头，回头瞥见这一幕，忍不住嗤笑出声。小小玄武境5阶武者也敢踏上地火长廊，50步内必死！刚来到叶凡、段天书身后几人，眼中亦都流露出讥讽之色。常来万丹阁之人皆知，玄武境7阶修为是踏地火长廊的下限，偶有一些火修之人可以玄武境6阶修为过地火长廊100步，可想以玄武境5阶修为过地火长廊，那是痴人说梦。这修为燃烧灵力所产生的灵火都挡不住的火一瞬，50步可就太小看他了。段天书清楚的火之威，但对叶凡有着绝对信心。拥有太阳神体的叶凡岂会怕区区地火？随着叶凡一步踏上地火长廊，地火顿时喷涌而上，却在触及其衣角瞬间，如臣子见君般温顺退散。更令人震惊的是，那些退避的地火并非被压制，而是如同朝圣般环绕在叶凡周身，形成一道璀璨的金红光晕。这是地火竟然在避让他，这怎么可能？一时间惊呼声此起彼伏，就连那些正在修炼的武者也都纷纷睁眼，难以置信地望着这一幕。此人难道也是来参加君临宴的？裴炎瞧见这一幕，脸色瞬间阴沉如水。对比之下，他引以为傲的紫黄龙焰黯然失色。眨眼间，裴炎身缠紫黄龙焰已过地火长廊100步，叶凡不疾不徐地跟在后面，两人距离却在不断缩短。杀了他！裴炎穿过白玉石盘灵石，眼中寒芒乍现，压低声音吐出一道杀令，话落骤然加速，紫色火焰在足下炸开，
几个起落便消失在通往3层的阶梯处。四周白玉石盘上的舞者们闻言，目光齐刷刷地落在叶凡身上，原本充满震惊的眼神，此刻却掺杂着复杂的情绪，贪婪、犹豫，甚至是杀意。他们这些人跟裴炎并无任何瓜葛，不过裴炎是太渊皇城裴家的公子，为之办事必然能得到不低的报酬。而今裴炎要杀之人，无疑是叶凡。叶凡注意到众人的眼神，明显感觉到了不对劲。叶凡脚步不停，无意地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的敌意，却依旧保持着均匀的步伐，衣袍在地火中纹丝不动。小子别怪我，要怪就怪你命不好。先前那光头壮汉经不住诱惑，低语同时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在叶凡从其身前走过时，突然抱起，右拳裹挟着凌厉劲风直取叶凡太阳穴，拳风所过之处，连地火都被短暂分开。叶凡兄，小心！段天书见此脸色骤变，忙朝叶凡一声大吼。呵，叶凡轻笑一声，微微偏头。区区玄武境7阶武者，还想杀他？他在这地火长廊丝毫不受的火影响，杀他借不了地利，只能凭实力。光头壮汉显然实力不够。只见叶凡微微侧身，光头壮汉势大力沉的一拳便擦着发丝掠过，继而赤阳手施展，右手泛起璀璨金光，如闪电般探出，精准地掐住了光头壮汉的喉咙。光头壮汉双目圆睁，满脸不可置信。偷袭失手不说，他竟还被叶凡一招给反制了。杀人者就该有被杀的觉悟。叶凡眼中毫无怜悯之意，手上金光大盛，没有直接扭断对方的脖子，缓缓将光头壮汉按向地面。看似轻柔的动作，却蕴含着恐怖的力道。不要！光头壮汉背部触及地面瞬间，狂暴的火瞬间缠上其身躯，炽热的火舌疯狂舔舐着他的皮肤，发出滋滋的灼烧声。凄厉惨叫声响彻长廊，光头壮汉面容在火光中扭曲变形，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焦黑炭化。在那拼命挣扎着，却被叶凡如铁钳般的手死死按住。少侠，我错了，放过我！嘶哑的求饶声逐渐微弱，最终随着最后一缕青烟消散在空气中。地火渐渐退去，原地只余一捧灰烬，被热浪卷起，飘散无踪。整个万丹阁第2层瞬间死一般的寂静。白玉石盘上的武者们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额角渗出细密汗珠。叶凡年纪轻轻的好狠杀光头壮汉，明明可以给个痛快，但他选择了最残忍的方式，让光头壮汉极致痛苦中慢慢死去。叶凡缓缓直起身，掸了掸纤尘不染的衣袖，眸子扫过众人，所过之处无人敢与之对视。叶凡嘴角微扬，眼中闪过一丝不屑，拂袖转身踏上了通往3层的阶梯，踏上前往第3层的楼梯，消失于此。万丹阁第3层，百丹炼狱，100余颗赤红如血的烈阳丹悬浮半空，如同星辰般缓缓旋转，每颗丹药表面都布满裂纹，内部隐约可见狂暴灵力在翻涌。轰！恰在此时，最边缘的一颗烈阳丹轰然炸裂，狂暴药力如烟雾般扩散，距离相对较近的几名武者立马双手结印，如饥似渴地吞噬着这股精纯能量。而在临近爆炸中心处，一来不及躲闪武者惨叫一声，整条右臂瞬间焦黑。穹顶机关转动，一枚新丹应声坠落，精准补入旋转的丹阵，维持百丹炼狱内的百丹之术。数十名武者分散在各处，每个人都紧盯着空中丹药的轨迹，随时准备躲避下一次爆炸。空气中弥漫着焦灼与药香混合的古怪气味，地面随处可见被炸出的坑洞。最令人心惊的是，角落里堆着几具焦黑的尸体，显然是被烈阳丹直接命中。赌命修炼，倒是别致。叶凡扫了眼周围这些神情紧绷的武者，不禁一笑。这些人像赌徒般紧盯着头顶丹阵，既要算计着靠近烈阳丹爆炸中心吸收更多药力，又要提防着被烈阳丹炸死。即便再凶险，依旧有人愿留在这修炼，可见此地修炼效果的确不错。此时万丹阁第3层已不见裴炎踪影，想来对方也不屑在此修炼。叶凡没再多想，果断迈步走出，眼看将至通往第4层楼梯时，头顶突然传来咔的一声脆响。叶凡猛然抬头，只见一枚烈阳丹正悬于自己上方3尺之处，丹体裂纹已如蛛网般密布，丹心赤红如血，狂暴凌厉几乎要破壳而出。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药力烟雾如怒涛般将叶凡吞没。这么近的距离，那小子死定了。刚来百丹炼狱还没坐下，就遇上头顶爆丹，这小子的运气也太差了一点。叹息声在丹室各处响起，不少人都在为叶凡感到可惜。几名距烈阳丹爆炸位置较近的武者见此，却是面露喜色，悄悄向前挪动，想要多吸收一些爆炸所产生的药力。不对劲，
这时，最先靠近的那人猛地顿住脚步，脸色微变。稍后靠近的几人一发现端倪，眉头随之一皱。这次的爆炸，药力怎么没有外泄？奇怪啊，药力怎么聚集在爆炸中心？难道是因为这小子？众人感觉反常，一个个紧盯着药力烟雾弥漫之地。陡然间，漫天药力竟如百川归海，疯狂涌向爆炸中心。什么？众人惊骇的目光中，叶凡周身突然绽放出耀目金光，双臂舒展，贪婪地将周遭漫天药力尽数纳入体内。经脉中奔涌的灵力随之发出江河般的轰鸣。这怎么可能？这小子一个人吸收了烈阳丹爆炸的全部药力？不，他不是吸收，那简直就是在吞噬。此地众人纷纷惊呼出声，眼中满是难以置信。有人甚至揉了揉眼睛，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轰！一股磅礴气息冲天而起，叶凡双眸猛然睁开，缓缓握拳，感受着体内澎湃的新生力量。玄武进6阶，水到渠成，进阶了。叶凡嘴角微扬，勾起一抹满意的弧度。烈阳丹爆炸所产生的药力至刚至阳，正契合他的太阳神体，吸收起来如鱼得水。不过这玄武境6阶修为来得太过突然，灵力过量涌入体内，易造成武道根基不稳，哪怕刚吸收的这些灵力回去也还得消化一阵子。叶凡见好就收，身影瞬间掠出百丹炼狱，身后一众武者仍沉浸在震撼之中，直到又一枚烈阳丹爆炸才收回思绪。万丹阁第4层内，9条赤灵火蛟盘踞穹顶，赤灵如血，双目如炬，森然注视着闯入者。此地无人敢久留。吼震耳欲聋的龙吟声中，9条火蛟破空而来，炽热吐息令空气扭曲变形。叶凡额前碎发瞬间卷曲焦黄，果然都是玄武境巅峰。叶凡瞳孔微缩，翻手执起耀日剑，剑锋尚未扬起，9道火柱已呼啸而至。火光炸裂瞬间，一道璀璨金芒撕裂火海，叶凡踏着翻涌的火浪冲出身影，太阳神体绽放出耀目金芒，却在9蛟合围下显得捉襟见肘。赤衣角突然窜起一簇火苗，发尾也传来焦糊气味。打不过。叶凡连退数步，剑锋在地面划出刺目火星，眉头不由蹙起，那裴炎怎么就打得过？轰轰轰！9头火蛟根本不给叶凡喘息机会，首尾相连结成火阵，炙热火浪一波接一波袭来，其护体金光已被压得只剩薄薄一层，额头刚渗出汗水就被蒸发成盐霜。地火所化孽畜也敢这么嚣张？叶凡隐隐有些怒了，身躯猛地一颤，古朴镇天碑虚影顷刻浮现于身后。天道镇压！叶凡暴喝一声，天道镇压之力涌现，整个万丹阁第4层随之颤动了起来。吼9头火蛟突然发出痛苦的嘶鸣，周身燃烧着的火焰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暗淡。还真行！叶凡眼前一亮，大喜过望。本只是想试试能否以镇天碑镇压火蛟，因这些火蛟并非生灵，他不确定。而今见火蛟被压制，果断挥剑杀出，剑光如虹，瞬间斩落最近一头火蛟首级。那蛟龙哀嚎一声，庞大身躯轰然倒地，扑腾几下后竟化作一团精纯地脉灵火。其余8蛟见状暴怒，从4面8方扑杀而来。来！叶凡大笑一声，身形如电般杀出，每一剑斩落必有一头火蛟哀鸣坠地。被天道镇压的火蛟不负玄武境实力，在右剑过后，9条火蛟竟被斩杀于此，满地灵火沸腾，将整个第4层映照得如同熔炉。哼！叶凡收剑而立，还有些不忿。这时地上这9道地脉灵火竟自行升腾，不等他反应过来，已如灵蛇般缠绕上其右臂。叶凡脸色微变，并未太过紧张，他没感觉到地脉灵火有任何威胁，只须臾9团地脉灵火汇集其掌心，最后竟在掌心凝成9龙盘绕的赤金印记。这是认我为主。叶凡见这情况，自己都愣住了，手掌轻颤间，掌心火苗窜动，9条小巧的火蛟竟在他掌心盘踞。放肆！一道怒喝声如惊雷乍现，叶凡被吓一跳，望向喝声传来方向，唯见3名白发老者身负滔天怒意而至。为首老者注意叶凡掌心盘踞的火蛟，霎时暴跳如雷。未经万丹阁允许，你竟敢擅自收服9龙灵火？几位前辈，我也不想啊。叶凡感到有些委屈，苦笑着摊开手掌，9龙灵火立即欢快地盘旋而起。我刚只是斩杀了此地9条火蛟，没想到这什么9龙灵火竟要主动认我为主，荒谬！为首老者冷斥一声，根本不信叶凡的话，喝问道：“9龙灵火主动认你为主，凭什么？凭什么？”叶凡无奈耸肩，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哼！
为首老者见叶凡不答，又一声冷哼的武劲的威压，顷刻如山岳般压向叶凡。或许是因为我的太阳神体，叶凡深知不给解释，怕无法从此离开。他来万丹阁是为见万家小姐万妙言一面，收服九龙灵火压根就不是其本意。震天碑的天道镇压之力今日已用，如今面对3名第5境强者，他可敌不过。太阳神体，三人眼眸闪烁，怀疑地盯着叶凡。叶凡果断运转太阳经，催动太阳神体，周身随之闪耀出了阵阵刺目金光。果真是太阳神体。3位老者突然瞪大眼睛，异口同声，脸上怒容瞬间为震惊之色所取代。另2人看向为首老者，似在询问其意。为首老者当机立断，突然探出手掌，一把扣住叶凡后颈，将之提起，跟老夫去见小姐。前辈能温柔一点吗？叶凡被拎着后颈，双脚离地，心中却暗自窃喜。这么直接过去，倒是省了他再闯2层的功夫。只是老者那枯瘦手指掐得他脖梗生疼难受。白发老者对叶凡的话充耳不闻，神色凝重，拎着叶凡穿过万丹阁内隐秘通道，直上第7层。万丹阁第7层，灼热空气中飘散着奇异芬芳，似丹香又似幽兰，撩人心弦。左侧摆放着3尊紫金丹炉，炉火未熄，青烟袅袅。右侧则是一张软榻，四周垂落着晶莹剔透的水晶珠帘。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帘后那道若隐若现的曼妙身影，而今正半躺于软榻上小憩。小姐。老者将叶凡带到后放下，朝着帘子方向恭敬行礼。叶凡抬眼望去，虽看不清帘后之人容颜，但那慵懒中透着高贵的身姿，以及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的气质，都让他确信此人必是万家小姐万妙言无疑。药老，你带此人过来是何意？万妙言声音如清泉积玉，带着几分慵懒与漫不经心，言语间缓缓坐起身，纱衣滑落，露出半截雪白的香肩，却毫无要掀帘相见之意。珠帘晃动，只能隐约看到他那纤长手指正把玩着一枚赤红丹药，指尖流转着淡淡灵光。回小姐，此人炼化了9龙灵火。药老佝偻着身子，恭敬回答道。哦。帘子后传来万妙言话音，慵懒中带着几分危险，指尖稍稍发力，陡然捏爆了正把玩着的丹药。药老额头渗出细汗，急忙朝叶凡使了个眼色。叶凡会意，掌心向上缓缓摊开，9条赤金火蛟顿时盘旋而出，在他掌心跳跃游动，时而交缠，时而分离，发出阵阵龙吟般的嘶鸣。药老，你先退下吧。万妙言挥了挥手，声音忽然染上一丝波动。是，小姐。药老躬身退走，还不忘轻轻带上房门。哗啦，万妙言迈步向前，一双纤纤玉手拨开珠帘，一袭绯红纱裙曳地，露出雪白的香肩。微微轻身时，那抹酥胸几乎要跃出衣襟。叶凡呼吸一滞，纵使见过不少角色，此刻也不禁失神，眼前的女人就像一团烈火，美得极具侵略性。大胆！万妙言突然一声厉喝，周身散发出一股凛冽威压。抱歉啊，万小姐。叶凡这才如梦初醒，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目光游移，却又忍不住偷瞄那抹几乎要跃出衣襟的酥胸。我这是情不自禁的，是万小姐您太诱人了。9龙灵火乃万家之宝。万妙言并非呵斥叶凡无礼之举，嗔怒着质问道：未经万家允许，擅自炼化9龙灵火，该杀。这……叶凡满目无奈，耸肩将刚才给药老的解释重复了一遍。我这不是故意的啊。谁知道斩杀第4层那9条火蛟后，这些火蛟化为本体9龙灵火，要主动认我为主，主动认你为主。万妙言眼中眸光一闪，随即再度质问道：谁准许你斩杀的火蛟？啊！叶凡愣了下，纳闷道：万丹阁准虚无者闯个登顶，第4层内有火蛟拦路，我不斩杀他们，如何去第5层？蠢货！万妙言突然笑了，笑容美得惊心动魄，却让人脊背发凉。第4层通往第5层之路敞开，避开火蛟的攻势，即可抵达万丹阁第5层，何须斩杀火蛟？以往虽也有人做出斩杀火蛟之事，但从未有人像你这般将9条火蛟斩尽。叶凡顿时愕然，这才明白裴炎是怎么闯过第4层的，还以为裴炎这么厉害，这么快斩火蛟到了第5层，原来只是避开火蛟攻势，压根就没像他这样斩杀火蛟。至于主动认主一事，万妙言忽然走近，玉指轻点叶凡胸口，指尖缓缓上移，最终停在其喉结处，能让9龙灵火臣服，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他并不怀疑叶凡的话，否则药老也不会将对方带到此地，早就直接将其在万丹阁第4层内诛杀。能让9龙灵火主动认主之人，身上必然有着特别之处。因为这个，叶凡嘴角微扬，体内太阳经急速运转，霎时身上金光大盛，炽烈气息如浪潮般席卷开来，整个人宛如一轮初升旭日，耀眼的令人不敢直视。
万妙言猝不及防，被这股突如其来的热浪逼得连退3步，抬手遮目，绯红纱裙在热风中猎猎作响。待适应了强光，这才缓缓放下手臂。太阳神铁，万妙言美眸中闪过一丝震撼，随即渐渐化为炽热。原来如此，怪不得九龙灵火会主动认你为主。万小姐能理解就好。叶凡微微一笑，周身金光如潮水般退去。不过九龙灵火是万家之宝，你可不能轻易带走。万妙言话锋一转，注视向叶凡冷声道：如今在你面前就只有2个选择，第一，死，留下九龙灵火，那我选第2个。叶凡不假思索地打断，嘴角挂着玩味的笑容。现如今九龙灵火已与他血脉相连，除非生死道消，否则绝无可能分离。这个道理他相信万妙言心知肚明。要他死，他哪能乐意？既然有的选择，那肯定选择第2种。第2个，万妙言忽然展颜一笑，这第2就是入赘我万家。只要你成了我万家之人，九龙灵火便依旧是万家的。啊，入赘！叶凡瞪大眼睛，下意识后退半步，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是要我娶万家小姐吗？不知万家有几位小姐？万家只有1位小姐。万妙言红唇微勾，似一点都不害羞，笑着纠正叶凡的话道：但你别搞错了，不是你娶我，是你嫁给我。万小姐，好霸道啊！叶凡闻言，嘴角狠狠抽搐了一下。怎么？万妙言眯起凤眼，危险地逼近叶凡，看你的样子还有些不乐意。你闯万丹阁，不就是想登顶见我一面吗？是想见万小姐。叶凡尴尬地摸了摸鼻子，可我从未想过要嫁，要跟万小姐成亲。没想过。万妙言有些不高兴了，冷哼一声道：太原皇城想娶我的青年才俊能排到城门外，愿意入赘的也不在少数。你倒好，还不乐意了？莫不是觉得入赘万家委屈你了？不，万小姐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叶凡连连摆手，索性硬着头皮直言道：实不相瞒，我来万丹阁求见万小姐，是想请万小姐帮忙引荐越王府的秦香如小姐。万妙言身形猛然一顿，美眸中闪过一丝错愕。你中意的是香如？也不是。叶凡尴尬地挠了挠头，后颈汗毛都竖了起来。他能感觉到房间里的温度正在急剧下降。万妙言虽还在笑，但那笑容怎么看都让人脊背发凉。我中意的。叶凡深吸一口气，顿了顿后道：是秦以沫。入赘万家本身倒是没有什么，只是万妙言这身份太尴尬了。跟秦以沫的姐姐秦香如是闺中密友，他若跟万妙言成亲，还惦记秦以沫，越王府知道了，还不狠狠教训他？再怎么样的角色，可都没有秦以沫重要。某种程度上讲，秦以沫就是他的命啊！秦以沫。万妙言美眸一闪，猛然想起了什么，诧异的注视向叶凡道：难道太初道宗少宗主洛飞羽要找的人？我想应该就是我吧。叶凡坦然点头，嘴角噙着一抹若有似无的笑意。既然对方已经猜到，不如索性摊牌，这样既能断了万妙言招婿的念头，说不定还能借机达成目的。想必万妙言也猜到了，他要见秦香如亦是为了秦以沫之事。万妙言得到叶凡肯定的回答，神色有趣的笑了起来。你真是好本事啊，夺了以沫的清白，还敢在我面前承认，就不怕我将此事宣扬出去？此前洛飞羽来太原皇城大开杀戒，就是为调查是谁夺了秦以沫的处子之身。不过此事最后没能调查出个结果来，也不可能调查出个结果来。当时叶凡身在云隐国皇城，之前压根就跟太原皇朝没什么交集。叶凡嘴角微扬，眼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不紧不慢道：万小姐跟越王府大小姐秦香如情同姐妹，那也算以沫的半个姐姐，想必也不愿看到以沫年纪轻轻就守寡吧？守什么寡？万妙言红唇轻挑，以沫如今在太初道宗风光无限，过些时日就要丰盛，届时宗主自会为他挑选道侣，何来守寡一说？可我听闻越王似乎并不希望以沫丰盛。叶凡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上前一步，刻意压低声音，试探性地对万妙言问道：不知万小姐可知其中缘由？这个……万妙言神色一滞，眉宇间闪过一丝疑色：我倒是不知。秦香如没跟你提起过吗？叶凡皱了皱眉，不甘心地追问：现在还是想想怎么保住你的小命吧。万妙言摇了摇头，瞪向叶凡，凤目寒微：不愿入赘我万家，九龙灵火即便我让你带走，万家也不会让你带走。越王不希望秦以沫被丰盛，他无疑也是知道的。前阵子甚至还特意询问过秦香如此事，不过秦香如也不知越王的心思。叶凡一阵沉吟，忽然眼珠子一转，嘴角露出一抹狡黠笑意，看向万妙言问道：万小姐，令尊还缺儿子不？什么？万妙言被叶凡这突如其来的疑问给问懵了，
霎时凤目圆睁，像是听到了什么荒唐事。你这么问是什么意思？我愿拜令尊为义父。叶凡挺直腰板，一本正经道：我拜令尊为义父，就算是令尊半个儿子。九龙灵火在我这儿，不就等于还在万家手里？噗嗤！万妙言一个没忍住笑出声来，连忙用袖子掩住嘴角，眼中笑意却是怎么也藏不住。你这人倒是会钻空子，拜我爹为义父，做你的春秋大梦。话虽这么说，但他心里却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好主意。想到叶凡与秦以沫的关系，又念及自己与秦香如的交情，如果可以，他也想给叶凡一条生路。但此事终究还要得到他爹许可才行，还请万小姐替我向令尊美言几句。叶凡见状，立即换上讨好的笑容，凑近几步道：令尊这要是愿意收我为义子，到时候您多了个弟弟，万家保住了灵火，又能跟越王府关系更进一步，岂不一举三得？少在这油嘴滑舌。万妙言冷哼一声，却忍不住又打量了叶凡几眼。你觉得自己配让我爹收为义子吗？怎么？叶凡顿时来劲了，挺起胸膛道：万小姐既然知道太阳神体，那就该知道太阳神体的强大，难道一个拥有太阳神体的天才还不配成为令尊义子？可我怎么听说？万妙言眼中金光一闪，凝视向叶凡道：拥有太阳神体之人皆活不过20，那都是愚人之见。叶凡轻蔑一笑，坦然道：我有信心年过20而不死。退一步讲，即便我真活不过20，到时等我死了，万家再收回九龙灵火便是。左右不过1年多光景，万家总不至于这么点时间都等不起吧？万妙言闻言轻抚下巴，陷入了沉思。万小姐。这时一声激动的呼喊突然打断二人。哈，我终于登顶万丹阁了。按照约定，万丹阁第7层的门被猛地推开，裴炎满脸通红的闯了进来，看到叶凡在此，话到一半突然卡住：你怎么会在这里？你这话问的真有趣。叶凡嘴角含笑，嘚瑟的看向裴炎：我怎么就不能在这？难道这万丹阁只许你来不成？你明明在我后面。裴炎猛地攥紧拳头，厉声喝道：我这一路闯关登阁，根本没见过你的踪影，你什么时候赶到我前面去的？你速度太慢了。叶凡想到此前在地火长廊裴炎令人杀他之事，眼底浮出一抹戏谑之色，毫不客气的讥讽道：我来这可都有好一会儿喽。万小姐。裴炎猛地转向万妙言，眼中怒火几乎要喷薄而出，这怎么回事？难道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解释？我跟你解释什么？万妙言斜了眼裴炎，感到好笑。裴炎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义正言辞道：太渊皇城谁人不知，万家有言在先，玄武劲武者若能登顶万丹阁，便可娶万小姐为妻。现在这算怎么回事？什么算怎么回事？万妙言笑着上前，在裴炎震惊的目光中亲昵地挽住叶凡的手臂。他先登顶了万丹阁，我当然是嫁于他喽。啊！叶凡神色一怔，错愕地看向万妙言。万妙言嘴角含笑，给他使了个眼色。叶凡会意，手臂顺势就环上那盈盈一握的纤腰。万妙言身子一僵，面上却笑得愈发娇媚。事先他可不知道登顶万丹阁就能娶万妙言，段天书这家伙也不跟他交代清楚。看得出来，万妙言并不喜欢裴炎，甚至还有些厌恶。如今分明是要拿他当挡箭牌，想到自己还要万妙言帮忙，挡箭牌当就当吧。你是在戏耍太渊中天骄吗？裴炎见二人如此亲密，额头青筋暴起。我按万丹阁的要求登顶万丹阁，你却在我即将登顶之时，以非常手段放此人来此。此事传出去，就不怕太渊皇朝重视加耻笑？笑你万家言而无信。谁说他是以非常手段登顶万丹阁？万妙言挽着叶凡胳膊，红唇轻挑，斜睨着裴炎，眼中满是讥诮。他在第4层内斩杀9条火蛟，炼化了9龙灵火，自然有直通万丹阁第7层的资格。什么？裴炎瞳孔骤缩，脸上肌肉不自觉的抽搐，死死盯着叶凡。当真？太渊皇城世家子弟，何人不知9龙灵火？此火乃万家至宝，因万家子弟无人能将其掌控，所以才被封印于万丹阁内。叶凡竟掌控了9龙灵火，难怪万妙言让叶凡直通万丹阁第7层，甚至还要嫁叶凡。面对裴炎质问，叶凡懒得答话，只是慵懒地抬起手掌，9条赤金火蛟应声而出，在他掌心欢快游动，炽热无比的气息瞬间充斥整个空间，竟真是9龙灵火。裴炎凝视着叶凡掌心的9条火蛟，眼中闪过一抹骇然。先来后到。万妙言贴近叶凡，倒在其怀中，冲裴炎戏谑道：你来晚了一步，我已经是他的人了，所以你现在可以走了。先来后到。裴炎脸色阴沉如水，目光在二人之间游移，最终定格在叶凡脸上，眼中杀意迸发。他要是死了，
你不还是我的？话落，拳头一握，紫黄龙焰骤然爆发，漫出恐怖火焰之力，直扑叶凡。放肆！万妙言见裴炎此举，厉喝一声。叶凡却于此时手掌轻轻一颤，掌心9条火蛟突然仰天长啸，吼龙吟声中9条火蛟迎风暴涨，转眼从小乔火蛟化作火焰巨龙，盘踞于此，9双龙目如烈日般锁定裴炎。裴炎身上凶悍的紫黄龙焰竟如遇天敌般萎靡不振，火焰高度硬生生矮了3分什么。裴炎脸色微变，瞪大双眸，紫黄龙焰竟被9龙灵火压制了，区区兽火也敢逞凶？叶凡得意一笑，嘴上不忘讥讽。紫黄龙焰来自妖兽，属生灵之火；9龙灵火则是异火，属天地之火。天地之火天生压制生灵之火，受压制的生灵之火威势至少削弱3成。呼万丹阁第7层内，空气仿佛凝固，3名白发老者身影如鬼魅般闪入，为首之人赫然是拿药老。3人见万妙言依偎在叶凡众里，瞬间明白了，随即目光转过，怒目瞪向了裴炎。收起来吧。万妙言见此，红唇勾起一抹妩媚弧度。叶凡会意点头，随意的招了招手，9条火蛟当即化作流光没入他掌心，最终化作一道赤金印寄留于其掌心。裴炎，药老瞪着裴炎，双眼迸射出凌厉寒光。万丹阁不欢迎你。哼！裴炎脸色漆黑，紫黄龙焰在周身不安的窜动，心知今日奈何不了叶凡什么，仅是冷哼一声道：这事我绝不会这么轻易算了的。说罢拂袖转身离开了此地。药老待裴炎离开，万妙言给了药老一个眼神，药老会意，同另2名老者躬身退出。万小姐，叶凡尴尬地动了动被挽住的胳膊，指尖不小心触到那滑腻的肌肤，顿时触电般缩回。你还不松开我吗？呵呵。万妙言轻笑着松手，玉指漫不经心地整理起有些凌乱的纱裙。这次算是你帮了我，那我也帮你一下吧。哦。叶凡眼眸一闪，期许地看向万妙言。万妙言嘴角含笑，玉指挑起叶凡下巴，还不知道你姓甚名谁？云隐国叶凡。叶凡微后退半步，正了正色回答道：原来你是云隐国的人。万妙言眉毛轻挑，跟叶凡确认道：来太原皇城是为父君临宴吧？现在是住在皇家驿站。不错。叶凡点头道：你先回去吧。万妙言突然转身，玉手轻挥：这里的事我会如实向我爹汇报，他若愿意收你为义子，那便一切好说；如若不愿，那就请万小姐多美言几句了。叶凡急忙打断，笑着躬身。万妙言之父无疑就是万家家主，万家家主不愿收他为义子，可是见麻烦事，他这条小命恐怕就有些保不住了。剩下唯一办法只能是请萧老来调节，尽量吧。万妙言歪着头打量叶凡，突然扑哧一笑：你先回皇家驿站，静等我的消息吧。那我先告辞了。叶凡长舒一口气，再次郑重地躬身行礼。等下。万妙言想起刚离开的裴炎，突然叫住叶凡，提醒道：裴炎这个人你可得小心，虽心胸狭隘，但却是有仇必报之人，而且实力还不弱，太渊10郡位列第10。回去后你可得小心了，别到时我爹还没答应你就先死了。太渊10郡位列第10。叶凡鄙夷一言，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就他这点实力还杀不了我，希望你的实力有你说的那么强。万妙言背过身去，玉手轻挥珠帘，叮咚作响，最后一丝绯红裙角消失在帘后，只余一缕幽香萦绕。叶凡深深看了眼那道珠帘，须臾后方是转身离开。此时段天书于万丹阁外来回踱步等候，看到叶凡的身影从阁内走出，立即快步迎上。如何？见到万妙言了吗？先回皇家驿站。叶凡没有多言，只是简单说了句。话落，大步流星地朝前走去。段天书见状也不再多问，快步跟上。2人回到皇家驿站门口时，天已大亮。叶凡！一声厉喝骤然从2人身后炸响，似惊雷划破清晨的宁静。段天书猛地转身，脸色微微一变。裴炎，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叶凡见是裴炎，眉毛轻挑，嘴角勾起一抹玩味弧度。这家伙倒是比我想的要心急。裴炎一袭紫袍立于晨雾中，面色阴沉如水，身后站着10余道身影，其中2名中年男子气息尤为雄浑。太渊皇城，你就不该来。裴炎缓步上前，阴冷目光盯着叶凡，紫黄龙焰在掌心翻涌，既然来了，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他要杀你。段天书脸色骤变，诧异地看向叶凡，搞不懂裴炎为何对叶凡有这么重的杀心，居然直接带人杀到皇家驿站来了。呵，他这是来找死。叶凡嘴角噙着戏谑笑意，丝毫不虚裴炎。
先别跟他起冲突。段天书眉头拧成川字，突然压低声音道：“拖住他，我去叫人。”话音未落，已如离弦之箭般冲向驿站大门。他知道叶凡实力不弱，未必不是裴炎的对手，可此时裴炎身后还站着2名第5境强者，这2人要是出手，叶凡又怎么可能敌得过？哈哈，裴炎还以为段天书跑了，不禁仰天大笑，指着段天书仓皇的背影对叶凡道：“看看，你的好兄弟丢下你逃了，不用管他。”叶凡随意的摆了摆手，翻手要日剑在手。你刚说我来太原皇城是死路一条，那我倒要看看谁能杀我。他从未在裴炎面前透露过自己姓名，可刚刚裴炎直呼其大名，明显已调查过他底细，那必然知道昨夜他在皇家驿站连杀4人之事。可惜这似乎并没有吓到裴炎，距离君临宴开始还有2日时间，他要不展露点真正的手段，指不定还会有麻烦。干脆就拿裴炎这个皇城第10郡来立威。区区玄武境5阶修为，谁给的你勇气嚣张？裴炎瞧见叶凡这一副嘴脸，一时间怒火更甚，朝前一步，同时身上燃起了紫黄龙焰。玄武境5阶，叶凡身躯轻颤，周身气息节节攀升，现在不是了。裴炎察觉到叶凡气息已突破至6阶，不禁脸色微变。你这修为是在万丹阁内突破的？怕了。叶凡手腕一抖，剑尖直指裴炎咽喉。怕你？可笑！裴炎怒极反笑，脸上横肉抖动。叶凡剑尖微微偏移，指向裴炎身后2名中年，挑衅道：“你若不怕，来皇家驿站怎么还带2个第5境过来？给你壮胆！放心，杀你用不着他们出手。”裴炎身上紫黄龙焰轰然爆发，脚下地面青石板瞬间皲裂，一拳轰出，紫焰化作狰狞龙首，携着恐怖高温扑向叶凡面门。赤！驿站前的晨雾瞬间被蒸发，空气中弥漫起了焦灼的气息。叶凡不避不闪，随着太阳经运转，耀日剑金芒大盛。就在紫焰所化龙首临身刹那，一道刺目剑光如旭日东升，瞬间就将扑来漫天紫焰一分为2。你就这点本事？烟尘散去，叶凡持剑而立，随意的掸了掸肩头并不存在的灰尘，眼中满是讥诮。难怪你只能排第10，找死！裴炎额头青筋暴起，双手飞速结印，数十道紫焰火蛇从4面8方袭向叶凡，封锁所有退路。叶凡身形如柳絮飘摇，剑锋于身前划出3道金色弧光，剑气与火蛇相撞，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气浪掀飞驿站门前的青石板，发出阵阵轰响。是裴炎，他怎么跟叶凡打起来了？这叶凡居然能接下裴炎这么多招，看来之前还是低估这叶凡了。嘈杂打斗声惊动了皇家驿站内众人，围观众人站得老远，皆不敢靠近战圈。裴炎位列太原10郡，虽排名最末，但实力毋庸置疑，能在其手中走过10招之人可不多。随着围观之人越来越多，裴炎脸色愈发阴沉。如今他虽占据着主动，不见败势，可与之而言，没能快速诛杀叶凡就是耻辱。紫龙焚天！裴炎暴喝一声，周身紫焰暴涨3倍，紫色火光冲天而起，于虚空幻化成一条10丈紫焰巨龙，随其手掌压下，腾飞的紫焰巨龙朝着叶凡俯冲杀下。叶凡发觉裴炎这一招不凡，目光微微凝了下，太阳经全力运转，太阳神体催动，陡然跃起身影，迎着紫焰巨龙而上。落日余晖施展，耀日剑画出血色弧线，剑光如血，剑势如落日西沉。轰！紫焰巨龙被生生劈开，化作漫天火雨。叶凡借势凌空翻身，轻巧落地，衣袂翻飞间，连发丝都未损分毫。这不可能！裴炎紧握双拳，冲叶凡咬牙切齿地喝道：“你一个玄武境6阶武者，怎么可能挡下我的紫焰焚天？”紫焰焚天！叶凡瞧裴炎那暴怒不已，又拿自己没办法的样子，忍不住嗤笑：“我刚施展的剑招叫九阳焚天，同样是焚天的招式，好像比你强那么一点。”说着，还故意伸出小拇指比划了2下。可恶！裴炎双目赤红，掌心燃烧起熊熊紫焰，继而双掌猛地合十，紫黄龙焰于掌心疯狂翻涌，一个拳头大小的紫色火球逐渐成型。火焰升腾之间，其双掌徐徐合十，火焰每旋转一圈，火球就膨胀1分，眨眼间就已有了人头大小。本来这招是留在君临宴上再用的。裴炎咬牙切齿，瞪视着叶凡，将不断膨胀的紫色火球缓缓托举过头顶，火球表面浮现出狰狞龙纹，恐怖高温让周围空气都开始扭曲，让你死在我这招紫黄天境之下，便宜你了。紫黄天境，这是裴家绝学，裴炎居然练成了。不对，
裴炎玄武境的修为能掌控紫皇天境的力量吗？他要掌控不住，弄不好自己都会被炸伤。围观人群如潮水般后退，有人甚至直接躲进了驿站。叶凡不敢大意，眯起眼睛抬头望了眼天色，眼见太阳逐渐升起，左手只要日渐高举，太阳经运转，太阳之力如百川归海般汇聚于剑。与此同时，右手掌心赤金印记若隐若现，9条小巧的火蛟悄然间游动了起来。龙魂燃九霄，一焰进山河。裴炎眼中尽是狠厉之色，嘶吼着将火球推出。似一尊庞然大物，遮天蔽日轰杀向叶凡去。叶凡一声轻喝，他右手猛然张开，朝前一掌。吼！9条火蛟自其掌心咆哮而出，瞬间幻化成9条赤金火焰巨龙。9龙灵火，这不是万家的9龙灵火吗？万家的9龙灵火怎么会在叶凡手里？9龙灵火是天地之火，能压制生灵之火。皇家驿站内外围观诸人中，不乏见多识广之辈。眼见叶凡释放的是9龙灵火，纷纷惊呼出声。真以为我怕你的9龙灵火吗？裴炎双目赤红如血，声如雷霆炸响。轰！9条赤金火龙与紫色火球轰然相撞，龙吟震天。然而紫焰翻涌间，竟将火龙尽数吞没。紫色火球威势减了3成，却仍带着毁天灭地之势朝叶凡碾杀而去。斩！叶凡从未天真的以为仅凭9龙灵火就能抵挡下裴炎的这一招紫皇天境。高举的耀日剑吸收足够的烈日之光后，豁然间斩杀而出，迸射出刺目烈日之光。轰！剑光如银河倾泻，与紫色火球轰然对撞。刹那间，耀眼白光吞噬了整个空间，热浪如潮水般席卷开来，青石板寸寸皲裂。待强光散去，众人只见裴炎单膝跪地，嘴角溢出一缕鲜血。玄武境的他施展紫皇天境还是太过勉强了，在一招对轰后遭到了一些反噬。人呢？裴炎大口喘着粗气，环顾四周，不见叶凡踪影，脸色随之骤变。紫皇龙焰在周身不安地窜动了起来。虽然他很希望自己这招紫皇天境能将叶凡轰得渣都不剩，但他心里清楚，方才那一击并没能成功诛杀叶凡。我在这。轻飘飘的3个字陡然于裴炎身后响起。小心，少爷小心，在你后面。随裴炎至此的几人瞧见叶凡身影，纷纷提醒裴炎。裴炎猛地回头，却见一道金色剑光已至胸前，只来得及看到叶凡嘴角那抹讥诮弧度，耀日剑就穿透他的心脏。怎么可能？裴炎低头看着胸前透出的剑尖，又看向了眼前的叶凡，神色间满是震撼。不甘查过我的底细，不知道我精通暗杀之术吗？叶凡手腕轻转，剑刃在裴炎心口绞出一个血洞。谁说暗杀之术只能在黑夜施展的？借着刺目白光，隐身于刺目光芒之下。暗杀之术换一种形式施展，亦未尝不可能。你……裴炎紧咬牙关，还想说些什么？叶凡突然拔剑抽出，常带起一蓬血雨，颜踉跄后退2步，紫黄龙焰不受控制地从伤口喷涌而出，最终化作点点火星消散在风中。砰！裴炎身躯随之重重倒地，溅起一片尘埃。此地霎时鸦雀无声，随后一片哗然。死了！叶凡杀了裴炎。太渊第10郡竟也不是叶凡对手。叶凡甩去剑上血珠，转身扫向裴炎带来的裴家众人。裴家众人感受到叶凡挑衅目光看来，霎时暴怒混账。其中一名第5境中年男子裴炎族叔裴艮怒发冲冠，当即暴喝道：“敢杀裴炎，找死！”话落，其身上第5境威压轰然爆发，一步踏出，脚下青石板瞬间爆裂，愤怒一拳携狂暴灵力正面轰杀向叶凡。小的打不过，老的就要上场。叶凡嗤笑一声，却也不敢跟第5境武者硬刚。距上次使用震天杯还不到12个时辰，如今天道镇压之力并无法再用，他现在可还不是的5境武者的对手。但面对裴艮杀来，亦不可能坐以待毙。太阳精运转到极致，太阳神体催动，一阵刺目无比的强光在他身上爆发。顷刻间，那片空间再次为强光笼罩，叶凡身影闪烁，隐于强光之下。轰！裴艮拳头落空，于地面轰出一个丈许深坑。待强光散去，叶凡已出现在10丈开外，嘴角含笑，正悠闲地掸着衣袖上的灰尘。杀了他！裴艮怒不可遏，回眸朝身后裴家众人厉喝：“住手！”这时，段天书喝声自驿站内传来，裘老如鬼魅般闪现，枯瘦身躯率先挡在了叶凡面前。他恐怕做梦都不会想到，有朝一日竟真要保护叶凡安危。可他没办法，如果今日要杀叶凡的是太原皇族，
他定想办法拖延时间不现身，让叶凡死在太原皇族手里，引发太原皇族跟云隐国天武书院的矛盾。可现在要杀叶凡的是裴家，他不能坐视不理。裴家虽势力不弱，可显然还不及云隐国天武书院，毕竟天武书院有萧老坐镇，实力深不可测。他在裘老现身后，段天书带着云隐国众人一匆忙自皇家驿站内冲了出来，来到叶凡身前关心道：“叶凡兄，你没事吧？”“有事的。”叶凡嘴角噙着戏谑笑意，剑尖轻挑，指向不远处地上裴炎那具逐渐冰冷的尸体：“是他。”段天书顺着剑尖看去，当看清裴炎的惨状时，瞳孔不由缩。他知道叶凡不惧裴炎，可万万没想到叶凡竟真敢杀裴炎。此前叶凡在皇家驿站连杀3人，并没有什么，这3人非太渊皇城世家子弟，身后没有靠山。可裴炎不一样，位列太渊10郡第10，是太渊皇城裴家的天才。叶凡杀裴炎，事情可就大了，就你们这些人。裴艮阴质目光扫了眼段天书等人，最后落到了裘老身上，停留片刻后，眼中杀意再现，杀了叶凡，为裴炎报仇，谁要敢阻拦，一并杀了。我们可是来参加君临宴的。段天书见状，厉声喝道：“你们敢在皇家驿站动手？这里！”裴艮一挥手，示意了眼裴家众人，可不是皇家驿站。裴家众人会意，立马闪烁身影，绕到了叶凡等人身后，将叶凡等人退回皇家驿站之路封锁。闯入皇家驿站杀人，的确有所不妥。此举等同不给白王面子，不给太原皇族面子。可这里只是皇家驿站门口。杀！裴艮杀心急切，冷声令下。呼！话落刚落，裘老身上气息先一步爆发，第5境9阶的威压毫不掩饰地释放开来，阵阵阴风凭空而起，在他周身形成一道黑色漩涡。第5境9阶，裴艮声音发颤，瞬间被裘老身上这股恐怖气息压得脸色发白。嚯！叶凡看清楚状况，突然笑出了声来。原来裴炎这次就带来俩第5境低阶啊！既然如此，求30，你把他们都杀了。裴艮等人闻言，脸色瞬间阴沉如墨。皇家驿站内外围观众人亦不约而同倒吸一口凉气，把裴家这些人都杀了，那裴家怕是会有更多人直接杀到皇家驿站来。到时即便叶凡等人躲进皇家驿站都没用了，杀一个裴炎还可以说是小辈间的恩怨，杀光裴艮等人，那完完全是在挑衅裴家。裘老枯瘦的面皮微微抽搐，侧目瞥了眼叶凡，眼中闪过一丝厌恶。老夫只负责保护你们的安危，不负责帮你们杀人。他在这保护叶凡就已够憋屈了，还听命叶凡帮叶凡杀人。段天涯怕是的死不瞑目。这么怂？叶凡撇了撇嘴，神色轻蔑。杀人有什么好怕的？裘老所怕不过是裴家而已。哼！裴艮心知有裘老在此，他们奈何不了叶凡什么，阴沉着脸冷哼道：“小畜生，今日之仇，裴家毙。”踏话至一半，远处一阵脚步声自街道尽头传来，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行人正缓步朝此走来。走在这行人最前面的2位青年格外醒目，左侧青年一袭紫袍，赫然是拿雷音国太子雷默，正同其身侧白袍青年随意言谈，态度恭敬的近乎谄媚。那人是白王府世子秦苍。段天书认出白袍青年，压低声音提醒叶凡道：“白王府世子。”叶凡眯起眼睛，不动声色地打量着秦苍，一袭月白锦袍，举手投足间透着与生俱来的贵气。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双如寒潭般深不见底的眼睛，看似温和，实则暗藏锋芒。没猜错的话，秦苍昨夜应是宴请了雷音国众人，带着雷默等人在皇城彻夜狂欢，天亮了才送雷默等人回来。秦苍正纳闷，这一大清早的，怎么有这么多人围在皇家驿站门口？走近看清地上裴炎的尸体时，白玉般的面庞骤然一沉。裴炎，谁杀的？是他。裴艮咬牙切齿，手指如利剑般直指叶凡。他。走在秦苍身侧的雷默眼中闪过一丝幸灾乐祸，当即跟秦苍介绍道：“世子，这人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叶凡。太阳神体，叶凡。”秦苍双眸微眯，一阵打量叶凡，随即缓步上前质问道：“你胆子不小，谁准你在此地杀人的？”哈！叶凡顿时感觉新鲜，笑着反问秦苍道：“我在此地杀人，还要经过谁允许吗？想杀便杀了。”放肆！秦苍听叶凡还敢顶嘴，当即一声冷斥：“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皇家驿站。太原皇城谁人不知，皇家驿站是我白王府的产业，在此地杀人，自然要经我白王府允许。”啧。叶凡不以为意地笑了笑，执剑剑尖轻点地面，可这里只是皇家驿站门口啊，
你以为在门口杀人就没事了吗？秦苍斜了眼叶凡，冷声依旧，在皇家驿站门口杀人，跟在皇家驿站杀人有什么区别？难道有人到你家门前拉屎撒尿，就不关你家的事了吗？噗！叶凡一个没忍住笑出声来。你这个比喻倒是生动，我这一时竟反驳不了。说着耸了耸肩，反驳不了，干脆就不反驳了。所以我杀人了，你想如何？你与裴家的恩怨，我管不着。秦苍神色淡漠，不紧不慢道：可你既然在这杀了人，那我就不能再容忍你住在皇家驿站，搬出去吧，自己在太渊皇城另行找酒楼驿站入住。不行！段天书面色骤然一沉，眉头一下锁了起来。叶凡杀裴炎，无疑已得罪裴家，住在皇家驿站，裴家还不敢怎么样。一旦搬出去，裴家必派人来杀，哪怕有裘老护卫在侧，亦无济于事。裘老何等实力，刚刚就已暴露。裴家要杀叶凡，必定派来更强的力量。呵，你以为我很稀罕住这皇家驿站？叶凡嗤笑一声，耀日剑忽然闪烁起金光，未等众人反应过来，其手腕猛地一抖，反手一剑，璀璨剑光如流星划过，咔嚓！皇家驿站大门上的牌匾应声而断，碎木四溅，坠地扬起一片尘土。此地诸人见此，双眸皆是一怔。叶凡，好大的胆斩皇家驿站牌匾，分明是在挑衅越王府。段天书更是眼前一黑，差点咬碎牙根。秦苍摆明了是想借裴家之刀杀叶凡，这疯子中了秦苍的圈套不说，还敢当众打白王府的脸，你真有种！秦苍白玉般的面庞亦不禁微微抽搐了，他已经很久没见到有人敢在自己面前这么嚣张了。要不是考虑到叶凡有诛杀裴炎的实力，他都忍不住亲自动手教训叶凡了。还行。叶凡漫不经心地甩了甩剑，转身就要离开，步伐随意，竟真有种试了拂衣去的潇洒。叶凡兄！段天书见状急忙上前拽住了叶凡的衣袖，你要去啊？我让裘老随你一起。不必。叶凡甩开段天书，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本身他就不是很乐意跟段天书等人住在一块，现在离开皇家驿站，还省得被段天书算计。段天书还要再劝，裘老突然阴恻恻道：既然他不愿老夫陪同，那就随他去吧。殿下何必强人所难之要，他能对自己的性命负责，死了别赖老夫护卫不周即可。裘老！段天书猛地扭头瞪了眼裘老，却见裘老负手而立，神色漠然。就这么一耽搁的功夫，叶凡身影已经走远，裴艮杀意沸腾，带着数名裴家武者悄悄跟了上去。裘老！段天书留意到裴艮几人的举动，连忙招呼裘老道：跟上去看看他要去哪里。然则此时的裘老仍负手而立，无动身之意。段天书瞬间怒了，更向裘老厉声喝道：难道你想他死在裴家这些人手里吗？裘老闻言一时道什么，身形这才如鬼魅般闪出，几个起落追上叶凡，却始终保持着3丈距离。秦苍望着叶凡远去的身影，嘴角浮出一抹冷笑：离开皇家驿站，你要能活到君临宴，算你有本事。裘老跟在叶凡身后，枯瘦身躯在阳光下拖出一道阴冷的影子，眯着浑浊双眼看着叶凡在一座气势恢宏的府邸前停下脚步。府邸门前牌匾高悬，赫然挂着万府2字。万府！裘老瞧见这块牌匾，眉头微微皱了下，想不通叶凡来这是要干什么。裴艮见叶凡来万府，隐约猜到了什么，阴沉着脸打了个手势，裴家众人会意退散。叶凡缓缓走向万府，于门前驻足。何事？万府门前侍卫横枪而立，朝靠近的叶凡一声问话。叶凡不语，只是缓缓抬起右手，掌心赤金印记突然亮起，9条火蛟欢快游动，9龙灵火。侍卫双眸微睁，闪过一丝惊愕，错愕地打量叶凡一阵后，豁然转身回府。不多时，万妙言一袭绯红纱裙自府内款款而来。你怎么找到万府来了？万妙言红唇微起，眼中满是诧异。不是让你回皇家驿站等我的消息吗？叶凡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摊了摊手无奈道：出了点事，被赶出皇家驿站了。哦。万妙言眼中闪烁着好奇，对叶凡问道：出了什么事？说来听听。叶凡嘴角含笑，耸了耸肩回答道：我这刚从万丹阁离开，还没进皇家驿站，那裴炎就找过来了。然后呢？万妙言追问道。然后？叶凡随口道：然后我就把裴炎杀了。你杀了裴炎？万妙言凤目圆睁，略有些意外。他虽看不惯裴炎，却也知裴炎实力不弱。太渊10郡第10，又岂会浪得虚名？叶凡居然能杀了裴炎？是啊，叶凡不觉得诛杀裴炎有什么了不得的，只是有些无奈。好巧不巧，我杀裴炎的事被那什么白王世子秦苍撞见了，就被他赶出了皇家驿站。
走投无路，只能来投奔义父了。谁是你义父？万妙言斜了眼叶凡，提醒道：如今我爹可还没答应要收你为义子呢。万小姐还没跟令尊提起此事吗？叶凡眉毛轻挑，眼中闪过一丝狡黠。我爹正在跟族中长老商议。万妙言没好气地瞪了叶凡一眼：你以为此事是儿戏吗？啊！叶凡夸张地张大嘴：这事我乐意，你爹乐意不就得了？怎么还得经过万家族中长老同意啊？明知故问。万妙言红唇微撇，眼中满是戏谑，平白无故，我爹收你为义子干嘛？还不是为了九龙灵火？既然事关九龙灵火，那就不是你乐意，我爹乐意就能行的事。啊！叶凡故做出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望向万妙言道：可我现在无处可去了。得了。万妙言翻了个白眼，转身绯红纱裙旋出优美的弧度，挥了挥手道：先跟我进来吧。语气虽嫌弃，脚步却放慢了几分。这人是谁？以前我好像没在皇城见过，这还是小姐第一次带男人回万府。我看小姐跟这人关系不一般，该不会……踏入万府大门，来往万家之人纷纷侧目，不少人窃窃私语，有一人身影突然横挡在前。万晨，你干什么？万妙言脚步一顿，呵斥了声拦路之人。此人剑眉星目，一袭青衫衬的身姿挺拔，闻言毫无退让之意，冷冽目光直刺叶凡，对万妙言问道：小姐，此人是谁？跟你有关系吗？万妙言斜了眼万晨，漫不经心地反问。万晨板着张脸，低声提醒万妙言道：小姐身份尊贵，带不清不楚的人回万府，传出去影响可不太好。你还管到我头上来了？万妙言闻言顿时有些不耐烦了。万晨，你别以为自己有些武道天赋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当知这武道世界，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论武道天赋，万晨在万家年轻一辈可跻身前三。心高气傲，一直以来都暗恋着万妙言，奈何没能力掌控九龙灵火，知道跟万妙言没有可能。即便如此，如今见万妙言带叶凡回叶府，仍十分不爽。听小姐的意思，此人武道天赋要在我之上了。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孰强孰弱，战过才知道。万晨被当众训斥，脸色瞬间铁青，眼中战意燃起。周围看热闹的万家人闻言面露去色，他们都看得出来，万晨这是吃醋了。你确定你要跟他战？万妙言听万晨这么说，不禁也笑了。小姐莫非心疼了？万晨讥讽一笑，瞥了眼叶凡不屑道：还是说此人不敢？如若连一战的勇气都没有，那他就不配踏入万府大门。我怕他伤到你。万妙言摆了摆手，笑着提醒：小姐多虑了。万晨随口言语，神色间满是自信，武道修炼受伤是常有之事，何况我可不觉得此人能伤到我。你误会了。万妙言嘴角微扬，勾起一抹有趣弧度：我是怕他伤你自尊。万晨不解万妙言之意，目露疑惑。万妙言索性也不再卖什么关子，笑着直言道：他刚刚可是在皇家驿站门口杀了裴炎。裴炎？万晨瞳孔一缩，机械地转头看向叶凡，却见叶凡神色随意，嘴角挂着一抹人畜无害的微笑，怎么看都不像是能杀裴炎的狠角色。周围万家子弟面面相觑，窃窃私语声戛然而止，怀疑的目光来回打量着叶凡，却看不出半点端倪。都聚在这里做什么？这时一道浑厚如钟的嗓音突然炸响，叶凡侧目，只见一位魁梧中年男子龙行虎步而来。爹！万妙言瞧见中年男子提着裙摆小跑过去。家主！在场万家众人慌忙躬身行礼，连万晨亦毕恭毕敬。毫无疑问，此人就是万家家主万妙言之父万战。叶凡眼珠一转，突然一个箭步上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大礼：叶凡拜见义父。义父！这一嗓子如同惊雷炸响，震得万晨差点栽倒，猛地抬头看向叶凡，脸上写满难以置信。周围万家子弟更是目瞪口呆，神色震惊。什么时候他们的家主多了个义子？你这小子倒是喊得顺口。万战浓眉一挑，虎目中闪过一丝玩味，打量着叶凡道：你我这才第一次见面，我是何时收了你这个义子的？万家众人一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叶凡一厢情愿啊。几个年轻子弟忍不住捂嘴偷笑，却被万战一个眼神吓得噤若寒蝉。哼！万晨冷哼一声，猛地踏前一步，瞪向叶凡呵斥道：你瞎叫什么？不要脸的无耻之徒我见多了，像你这般厚颜。哎！万战大手一挥，带起的劲风直接打断了万晨的话。他显然已从万妙言那得知了叶凡的底细，对叶凡这个拥有太阳神体之人有些兴趣。您收我为义子，绝对不亏。叶凡不慌不忙，
神色有趣地瞥了眼万晨，不紧不慢道：“万家如今青黄不接，年轻一辈没什么天才，今年的君临宴怕是只能沦为陪衬。不过您放心，有我，万家将会是君临宴上最风光的世家。”大言不惭。万晨听出叶凡有嘲讽自己的意思，气得浑身发抖，怒极反笑，只是杀了裴炎就敢目中无人。裴炎他……等等！万战突然抬手，震惊于万晨所言，虎目圆睁住视向叶凡问道：“你杀了裴炎？”“是啊。”叶凡神色从容，笑着点头。万战心中惊奇不已，想到此前万妙言跟他说的，忙向叶凡确认道：“我听妙言说你才玄武境6阶。”啊！万晨如遭雷击，猛地看向叶凡，眼神顿时变了，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他还以为叶凡是玄武境9阶能诛杀裴炎虽厉害，可还不是无法理解。可是以玄武境6阶修为诛杀裴炎，那可就太匪夷所思了。的确，叶凡摸了摸鼻子，嘴角噙着一抹若有似无的笑意。我这修为的确是低了一些，让义父见笑了。好，好，好！万战难掩喜色，连说3个好字。现在越看叶凡是越满意了。今日你这义子我是收定了，拜见义父。叶凡顺势躬身行礼，动作行云流水，眼角余光瞥见万晨铁青的脸色，心中暗笑。成为万战义子，不仅解决了九龙灵火的归属问题，更让他在太原皇城有了立足之地。今后裴家想要动他，也得掂量掂量万家的分量。你先别高兴得太早。万战突然收敛笑意，话锋一转：“刚刚听你大放厥词，说只要有你在，万家会成为君临宴上最风光的世家。那是必然。”叶凡挺直腰板，自信满满道：“如果你不能夺得君临宴前10。”万战虎目微眯，意味深长地拖长声调：“义父说什么呢？”叶凡笑着打断了万战的话，信誓旦旦道：“君临宴前10，我可看不上，再次也得拿个前3吧。太原10郡的实力，他算是领教了。虽不敢保证自己能夺第1，不过如今目标不再局限于前10。虽说前10、前3都有资格去往太初道宗参加考核，但顶着不一样的头衔，选拔过程终止不定会有不一样的待遇。前3，哈哈！”万战仰天大笑，就喜欢叶凡身上这股嚣张劲。玄武境6阶想夺君临宴前3，痴人说梦。万晨再也按捺不住，一脸愤懑：“你虽能杀裴炎，可裴炎仅位列太原10郡第10，在太原皇朝比他厉害的大有人在。何况太原皇朝卧虎藏龙，4大附属国天骄辈出，君临宴前3有这么好拿吗？”万晨！万战一声厉喝，斜了眼万晨。万晨脸色顿时一黑，闭上了嘴巴。万战随即转头看向叶凡，眼中闪烁出一丝危险之光，话既出口，可就没有回头路了。能不能拿到前3暂且另说，可你若让万家蒙羞，我会要你归还九龙灵火。一如叶凡先前所言，万家有些青黄不接，因万妙言数月前跨入第5境，不再具备参加君临宴的资格。今年的君临宴，万家已没有什么竞争力。九龙灵火被叶凡掌控已是事实，若不能换来一个天才，铁定是要收回的。我叶凡从不说空话。叶凡嘴角噙着笑意，迎上万战的目光。他知道归还九龙灵火意味着什么。万战将话说到这份上，他必不会摆烂。哈哈，好！万战大笑着一言，随即大手一挥，设宴。今晚我要让整个皇城都知道，我万战多了个了不得的义子。啊！叶凡嘴角微微抽搐，低声嘀咕了起来：“君临宴在即，有必要搞这么大阵仗吗？”当然要大。万战一把拦过叶凡肩膀，力道大的令之一个趔趄。我万战收义子，那是大事，况且不昭告皇城，你如何在君临宴上扬我万家之威？叶凡尴尬的挠头，可不喜这般张扬。动静闹得越大，将来就越难收场，这意味着他是非夺前3不可了。叶凡，万妙言瞧见叶凡不乐意的模样，突然凑近低语道：“你不是想见香如吗？我万家设宴，他一定会代表越王府前来。”当真？叶凡眼睛一亮，惊喜地看向万妙言。而今万战已答应收他为义子，他正想找个机会请万妙言帮忙安排下，让他跟秦香如见一面。而今听万妙言之意，机会就在今晚啊！骗你干什么？万妙言狡黠一笑，随即转身向万战确认道：“爹，你收义子设宴，越王府那边也该送一封请帖过去吧？”“自然要送。”万战道：“皇城各大世家、王府都送一封请帖过去，至于说他们来不来，那是他们的事情。听到没有？”万妙言嘴角含笑，冲叶凡眨眨眼。叶凡会意，嘴角不自觉扬起。夜幕降临，万府张灯结彩，
门前车马如龙，各色华服宾客络绎不绝。叶凡在万妙言陪同下，一袭玄色锦袍立于厅前。文家二长老道，明家明鹏少爷道，高家高进少爷道，裴家大长老道。唱名声此起彼伏，叶凡嘴角噙着得体的微笑，目光不时扫向大门，等着越王府大小姐现身。裴家也有人来。听到裴家亦有人赴宴，叶凡笑容陡然一僵，眼中带着一丝疑惑，扭头看向了身侧的万妙言。万妙言两手一摊，无奈地耸了耸肩，邀请自是邀请了，我也没想到他们会来。裴家大长老裴玄刚一进门，空间温度仿佛骤降，阴鸷目光锁定叶凡，却也没有上前主动跟叶凡搭话，最终只是冷哼一声，在万家侍从引领下阴沉着脸入席。越王府秦香如小姐道，白王府秦苍世子道。两道唱名声接连响起，叶凡眼前一亮，只见一女子身着一袭白裙款款而来，眉眼如画，却透着几分清冷疏离，那就是香如。万妙言拽了拽叶凡的衣袖，随即带着叶凡笑着迎上走来的秦香如。这时一紫袍身影突然横插了进来，叶凡看向眼前之人，赫然是那雷音国太子雷墨。叶凡兄真是好手段啊！雷墨嘴角挂着讥诮的弧度，挡在叶凡面前，声音刻意拔高，这才来皇城几日就攀上了万家这根高枝。雷墨兄此言差矣。叶凡尚未搭话，白王世子秦苍一袭月白锦袍，手持折扇走了过来，意味深长地看向叶凡道，叶凡兄可是凭真本事诛杀了太原10郡的裴炎，这才讨得了万家欢心。咔嚓，话音未落，宴厅突然传来瓷器碎裂的脆响，众人定睛，唯见裴玄手中酒杯已碎成齑粉，一身地舞劲微压，霎时如潮水般漫开，满座宾客霎时安静，个个神色有趣。裴玄，万战不知何时已出现在主位，大手在案几上重重一拍，赤红凌厉如涟漪荡漾，瞬间冲散了那股威压，警告裴玄道，今日可是万某收义子的大喜日子。老朽一时失态。裴玄枯瘦面皮抽搐着，阴鸷目光却始终未离开叶凡，只是想起老朽那刚惨死的侄孙，心绪略有些难平。裴长老。万妙言突然轻笑出声，眼中满是讥诮，君临宴在即，生死各安天命。裴炎学艺不精，怨不得旁人。万小姐这话可就不对了。雷墨突然提高声调，当街杀人与擂台比斗岂能混为一谈？说着，其目光转向叶凡，眼中闪烁出丝丝恶毒光芒。叶凡兄，你说是不是？厅内气氛骤然紧绷，连烛火都为之摇曳。叶凡无意理会，嘴角挂着若有似无的笑意。都别站着了，先入席。万战洪亮的声音响起，打破僵局。万妙言给叶凡使了个眼色，两人在靠近主位的位置落座。秦相如在侍女陪同下，恰好坐在了万妙言身侧。叶凡兄，雷墨与秦苍相邻而坐，这才刚坐下，众提方才话题。雷某刚刚的问题，你还没回答呢。我回答个屁！叶凡抬眼看向雷墨，见对方咄咄逼人，冷笑着问道：你话这么多，莫非是想替裴家讨个公道？确实很想领教一下。雷墨眼中寒光一闪，说着缓缓起身。此番他以雷音国太子身份率众来太原皇城，跟段天书不同，亦有参加君临宴之意。之前看不上叶凡，没有跟叶凡太过计较，如今见叶凡如此风光，忍不住想杀杀其威风。厅内烛火忽明忽暗，映照出两人剑拔弩张的身影。够了！万战突然拍案而起，冷声喝道：今日之宴是为庆贺万某收义子一事，你们要切磋，君临宴上见真章。雷墨闻言面色铁青，却不得不缓缓落座。万家主得此一子，实乃大喜。万战兄，恭喜啊！叶公子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实力，前途不可限量啊！祝万家在君临宴上大放异彩。随着有人率先道喜，宴厅内渐渐热闹起来，各方宾客轮番上前敬酒，万战开怀畅饮。叶凡应付着众人的恭维，眼角余光却不时瞥向秦香如的方向。万妙言见状，轻轻碰了碰叶凡的手背，借着斟酒的姿势俯身低语：后园梅林，半刻钟后。会意的叶凡借口悄然离席深夜，月色如水。叶凡穿过曲折的回廊，来到一处僻静的梅林。暗香浮动间，秦香如早已等候多时。秦小姐。叶凡上前拱手一礼，声音不自觉地放轻。秦香如缓缓转身，白色纱裙在夜风中轻扬，碧玉颈部发出清脆声响，宛如山涧清泉。月光下，其清丽的面容如覆寒霜，清冷眸子注视向叶凡红唇轻启。叶凡公子远道而来，是为了以沫？是。叶凡微微一怔，想着方才万妙言并未跟秦香如交流太多，不禁纳闷道：莫非以沫提起过我？秦香如点头，轻声道：那日以沫回越王府时，
父王就已发现他已非处子之身，逼问之下才说出实情。叶凡耳根微红，不自然地摸了摸鼻子，这是一个意外。你不必解释。秦相如上前一步，发间步摇轻颤，如今已没身在太初道宗，已被勒令不得离宗，或许你可以救他。救他？叶凡眉头微微皱了下，忙对秦香如问道：是因他失了处子之身才被太初道宗禁足吗？为什么？他现在有危险，眼下尚无大碍。秦相如摇头，月光在他精致的锁骨上流淌，真正的危险在丰盛之日，或者说是在丰盛之后。话音未落，梅林深处突然传来咔嚓一声轻响。谁？叶凡陡然转身一喝，横跨一步将秦香如护在身后。沙哑笑声自暗处传来，裴玄枯瘦身影缓缓走出。老夫不过散步至此，没想到能听到这般趣闻。你可真是好雅兴，半夜来万家后园散步。叶凡心中暗道不妙，脸色却仍保持着平静。裴玄不答，阴恻恻地打量着叶凡，没想到，叶凡，你可真是好本事，居然能夺走越王府二小姐，太初道宗准圣女的处子之身，啧，该死！叶凡眼中杀意霎时如潮水般翻涌，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裴玄来的时间比他想的要早，他与秦以沫之间的事绝不能外传，否则于之而言将会是一个大麻烦。怎么，想杀老夫灭口？裴玄察觉到叶凡的杀意，浑浊双眼眯成两道细缝。你说取下你项上人头交于太初道宗少宗主洛飞羽，他会如何感谢老夫？话落，他那佝偻的身躯突然挺直，身上第五劲威压如海啸般席卷而出，周围梅树剧烈摇晃，花瓣如雨纷落。杀你灭口也不是不行。叶凡脸色阴沉，猛地踏前一步，身后虚空骤然扭曲，震天碑虚影缓缓浮现。震天碑现已可再次释放天道镇压之力，即便要杀裴玄不易，却也不是绝无可能。命魂。裴玄瞧见叶凡身后命魂，瞳孔微缩，以玄武境修为觉醒命魂。老夫之前还真是低估了你确实是个天才，难怪能杀裴炎。可惜今夜你这样的天才要死在老夫手里了。言毕，他便不再同叶凡废话，枯掌如鹰爪，鬼魅般朝前探出，五指尖端泛起幽光，撕裂空气，发出刺耳尖啸。天道镇压。叶凡取出藏锋剑，同时一声低喝，震天碑颤动，爆发天道镇压之力。裴玄身形猛然一滞，周身澎湃灵力瞬间萎靡了下去。叶凡身影闪烁，躲开了原本躲不开的杀招。怎么回事？老夫的修为！裴玄脸色巨变，枯瘦面容扭曲如恶鬼，惊恐地发现自己修为竟被硬生生压制到了玄武9阶。下一瞬，一股凉意自其身后袭来，转身之际，唯见寒光乍现。叶凡藏锋剑如毒蛇吐信，直取其咽喉。剑锋所过之处，飘落的梅花一分为二。滚！裴玄怒目圆睁，眼中闪过一丝惊慌。暴喝声下，萎靡的气息陡然暴涨，狂暴灵力化作气浪，连人带剑掀飞叶凡。砰！叶凡在空中灵巧翻转，落地时仍踉跄后退10余步，握着藏锋剑的手微微发颤，虎口渗出丝丝鲜血。还是慢了。叶凡舔去唇边血渍，脸色阴沉了下来。天道镇压之力虽能压制裴玄的修为，奈何他跟裴玄的修为差距实在太大了，导致压制持续的时间太过短暂了些，而他出手的速度又慢了那么一瞬。好险！裴玄枯瘦手直抚过脖颈，触到一丝温热液体，低头看着指尖猩红，瞳孔不禁剧烈收缩了下。叶凡刚那一剑虽没要他性命，却划破了他喉咙表层皮肤。堂堂的武境9阶强者，竟被一个玄武境6阶的小子伤到了。小畜生！裴玄回想起方才一幕，心中一阵后怕，阴冷目光盯着叶凡，更坚定了自己要杀叶凡的决心。今夜你若不死，他日后患无穷。言毕，其脚步朝前一踏，再度杀出身影。轰！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赤红掌硬破空而来。老匹夫，敢动我万战一子！万战魁梧的身影如天神降世，虎目中怒火滔天。不好！裴玄仓促变招，两股灵力相撞，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整片梅林剧烈震颤，气浪掀飞，满地落梅。裴玄身影踉跄后退10余步，嘴角溢出一丝鲜血。此前在宴厅内的众人听到动静，纷纷涌来此地。裴长老脖子上的伤是叶凡留下的，听说叶凡精通暗杀之术，莫非是暗杀所致？再厉害的暗杀之术，也不能越10多阶得手吧？宾客们惊呼连连，雷墨子刨下的手不自觉地攥紧，秦苍折扇刷得合拢，万妙妍眼中则是闪烁出了丝丝异彩。所有人
都意外地盯着裴玄脖颈上那道细长的血痕。义父！叶凡眼见有这么多人过来，生怕裴玄多言，突然朝万战高喊道：“裴玄胆敢杀万府行凶，丝毫不将万家放在眼里，不将义父您放在眼里，还请义父出手为凡儿报仇，杀了这老匹夫。”说着朝万战单膝跪地，藏锋剑深深插入地底。哈哈！裴玄闻言发出一阵尖笑，枯瘦身躯在月光下显得格外阴森，阴毒目光斜了眼叶凡，想杀老夫？做梦！万战已至，他只能放弃诛杀叶凡的想法。话音未落，猛地甩出一张符篆点燃，砰！随着符篆炸开，黑雾瞬间吞噬了整片梅林。万战当即大手一挥，赤红灵力如狂风般席卷，驱散黑雾后，却已不见了裴玄的身影。还是让他跑了。叶凡眼见被裴玄溜走，眸子微沉。好在裴玄离开之前没有多言，多半是想用这秘密跟洛飞羽邀功，担心别人知道了被捷足先登。凡儿你放心。万战龙行虎步来到叶凡身前，重重拍了拍叶凡肩膀，虎目中金光闪烁，声如洪钟。等君灵验结束，为父会上一趟裴府，为你讨回公道来。距君灵验开宴已时日无多，眼下不宜掀起两大世家之间的纷争。不过他现在对叶凡是越来越满意了。多谢义父。叶凡被拍得身形微晃，却仍稳稳站定，朝万战拱手言谢，心中却如明镜。万战如此，无非是看到了他的能耐。如果他是个废物，定不会这般维护了。毕竟他又不是真正的万家人。诸位，万战满意的笑了笑，转身对此地众宾客时，面色骤然转冷。今夜招待不周，宴席就此散了吧。万兄客气了。万家喜得天骄，真让人羡慕啊。可惜未能目睹叶凡公子风采。宾客们纷纷拱手，脸上堆满笑容。呵，万战可没心思跟这些人说笑，突然虎目一瞪，周身赤红灵力如火焰升腾。在这，万某也提醒诸位一句，凡儿祭拜万某为义父，那便是万某之子，谁敢对他行不轨之事，那就是与万某为敌，与万家为敌。还请诸位把万某的话放在心上。众宾客听到万战这话，脸上笑容凝固。雷墨、秦苍二人眼中皆闪过阴霾。送客！万战一甩袖袍，转身大步离去。香如，万妙言趁机挽住秦香如的手臂，声音甜得发腻。咱们好不容易见一面，你可别急着走哟，去我屋里坐坐。说话间，突然回眸给叶凡使了个眼色。叶凡会意，不动声色地跟上。三人身影渐行渐远，只留下满地狼藉和面面相觑的宾客。万妙言的闺房内，烛火轻轻摇曳，红烛映照着纱帐，在墙上投下斑驳光影。房内陈设尽显奢华，却又透着几分雅致。你们聊，我去外面守着。万妙言唇角微扬，离开时轻巧地带上门扉。待房门完全合拢，叶凡深吸一口气，注视着秦香如问道：“秦小姐，方才在梅林所言，太初道宗的丰盛大典。”秦香如凝视着跳动的烛火，长睫在眼下投下一片阴影，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什么意思啊？叶凡身子微微前倾，眼中闪过一丝急切。秦香如没有直接作答，广袖轻拂，行至窗前，转过身时眸若寒潭：“以莫因跟你提起过吧？丰盛之日，太初道宗将会为其选拔道侣。”这我知道。叶凡沉声应道，目光始终未离他半分。他答应过秦以沫，要在那之前拜入太初道宗，并在其丰盛之日击败所有对手，成为其道侣。太初道宗宗主。秦相如指尖轻抚窗棂，声音如冰泉击石，早已内定这个以沫的道侣人选，就那个太初道宗少宗主洛飞羽是吧？叶凡冷笑一声，眼中闪过一丝不屑。内定又如何？只要他击败洛飞羽，秦以沫还是他的。是。秦相如轻轻点头，无奈叹息一声道：“所谓面向全宗挑选道侣，不过是为避免落人口舌，走个流程罢了。真等丰盛之日，选拔道侣之时，又有谁敢同洛飞羽争锋？别人不敢，我敢。”叶凡笃定一言，目露锋芒。丰盛之日距今还有1年一余，即便现在他并不是洛飞羽对手，等1年多以后可不好说。你，秦相如一阵打量叶凡，并未多言。秦小姐，即便太初道宗内定以沫道侣，又何来危险之说？叶凡转念一想，感觉事情没这么简单，跟着又对秦相如问道：“站在越王府的角度，秦以沫跟洛飞羽结成道侣，岂不是好事？反倒是我成了坏越王府好事的人。”昔日以沫入玄武境时，意外觉醒了月神血脉，被太初道宗宗主带到太初道宗倾力培养。钱香如缓缓说着，陡然抬眸直视叶凡，话锋一转：“然而，太初道宗要的从来不是一个武道天资卓越的圣女，实际是想取以沫血脉炼制太阴玄丹。”什么？叶凡双目圆睁，
脸上写满了震惊与愤怒。炼制太阴玄丹的条件苛刻，需身怀月神血脉之人年满20，修为进阶第5，血脉完全成熟。此外，受用太阴玄丹的条件亦十分苛刻。秦相如神色沉静，却掩不住眼底的忧色，至少需跟以沫双修1年，方可适应月神血脉之力。他日在服用太阴玄丹之时，免受药力反噬。叶凡闻言，面色阴沉如水，眸中似有雷霆翻涌。这太初道宗宗主还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宗主尚且如此，宗门还能好吗？知道洛飞羽为什么想杀你吗？秦相如轻叹一声，注视向叶凡道：因为这第一次的双修是适应月神血脉之力的最佳时机。如今以沫失去了第一次，洛飞羽此后再同以沫双修，需再多耗费1年时间，方可适应月神血脉之力。他没机会跟以沫双修。叶凡话音一冷，目露杀机，届时我一定会击败他。秦相如并不反感叶凡，见叶凡敢为秦以沫同洛飞羽为敌，反而有些欣赏。你现在该考虑的是先获得拜入太初道宗的资格。叶凡嘴角微扬，眼中满是桀骜。太原皇朝参加太初道宗考核资格的名额应该不少吧？是有不少。秦相如点了点头道：以你的能耐，要取得资格是不难。不过此前你锋芒太露，君临宴上想杀你的人也不会少。要无法活下来，取得资格又有何用？哈哈！叶凡突然朗笑出声，眼中战意如火，却又带着几分玩世不恭。我不会死，也舍不得死。时候不早了。秦相如闻言，唇角微不可察的上扬，透过窗户望向远处朦胧的月色，我该回越王府了。说着转身，裙摆摇曳走向屋门。秦小姐。叶凡突然叫住秦相如，一脸认真地问道：不知令尊是否同意我成为以沫的道侣？秦相如驻足回首，忽然展颜一笑：只要你能救以沫，我爹他又岂会不同意？门扉轻启的声响惊动了廊下的万妙言。瞧见秦相如自屋内走出，当即笑盈盈上前谈完了。相如，你是要回去了？走，我送送你。说话间不由分说，挽住秦相如的手臂。两人身上红裙与白衣，转眼消失于叶凡视线。叶凡走出万妙言闺房，望向夜空，思绪万千。天穹之上星河倒悬，映得他眸中寒芒更盛。片刻后，他便转身回自己的住处。院中沐浴月光，意识沉入镇天界内。距离君临宴召开尚有2日之久，叶凡无意浪费时间，专注修炼。这期间，他的名字渐渐为人所知，而今名气已丝毫不弱于太渊10郡。君临宴召开之日，太渊皇城中心的敬天广场上，晨曦刚刚驱散最后一缕夜色，整座广场已人声鼎沸。广场四周9层汉白玉看台如莲花般层层绽放，4大附属国的旗帜在晨风中猎猎作响。太渊皇城各大世家的族徽旌旗更是将整个广场围成了一道彩色的屏障。每方席位前置有一张紫檀木案几，其上都摆满了珍馐美馔、琼浆玉液。叶凡今日身披万家特有的赤红色战袍，随万战一行人缓步登上看台，显得尤为引人注目。刚一落座，忽然察觉到数道锐利目光，抬眼望去时，正对上不远处裴家席位中裴玄英志的眼神。更远处，雷音国太子雷默正与白王世子秦苍低声交谈，不时朝这边投来意味深长的目光。风银国太子风无忌、云隐国二皇子段天书等人似也都对他颇为关注。九皇子道。这时一声清越的唱喝骤然划破长空，原本嘈杂的广场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正北方的流金御道参见九殿下。看台上众人纷纷起身朝秦孝行礼。秦孝径自走正北看台上的主座，玄色披风在身后猎猎作响，落座时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全场，诸位免礼。随其抬手示意，9名银甲侍卫同时举起号角，低沉号声响彻云霄，宣告着君临宴正式开始。轰隆隆，地面突然剧烈震颤，数十座站台从地底缓缓升起。最前方的10座站台高耸，台面几乎与看台齐平，中间30座亦有6丈之高，后方90座则如矮丘般星罗棋布。每座站台边缘都雕刻着狰狞的兽首，仿佛在无声的咆哮。本届君临宴取130人入太渊榜。秦孝端坐在席位上，话音淡漠，规矩照旧，最终站在台上者可代表太渊皇朝赴太初道宗。君临宴不是太渊皇朝第一次举办，众人对君临宴规则皆已了熟于心，因此秦孝对此仅进行简单介绍。开始吧。秦孝随口一言，含笑扫向周围看台上的各大世家4大附属国诸人，还请诸位与我共赏这场天骄盛宴，务必尽兴。说着，其视线有意无意地落在万家席位，锁定叶凡刹那，眼中丝丝戏谑之意。凡儿，万战感受到秦孝看过来的目光，
宽厚手掌突然按在叶凡肩上，低声问道：“你可曾有得罪过这位太渊皇朝九皇子？”得罪？叶凡显然也注意到了秦孝眼神的不善。既然万战问起，没理由隐瞒。我在云隐国杀了云隐国三皇子段天涯，不知算不算得罪这位太渊皇朝九皇子？你杀了段天涯？万战虎目一睁，诧异地看向叶凡。叶凡杀裴炎，已让他颇为意外，没曾想竟连段天涯也能杀。他这个义子究竟什么实力？当然是借助了些手段。叶凡以为万战不信，补充了句：“那就难怪了。”万战眸子微沉，猜测着道：“段天涯与九皇子殿下有些交情，他兴许会在这场君临宴上替段天涯报仇。”报仇？叶凡眉毛轻挑，不禁纳闷了。据我所知，秦孝是第5境吧？又不参加君临宴，如何替段天涯报仇？万战闻言苦笑：“九皇子殿下虽不参加君临宴，可太渊皇城愿意为九皇子殿下代劳的人可不少，就是走狗多呗。”叶凡眉毛轻挑，瞬间领会了万战之意。此时已有不少人涌上站台，每座站台只要人数达到2人，神文法阵引动，形成一方密闭空间，站台外的人再无法踏入，不过站台内的人依旧可以离开。胜负以生死判定，或者其中一人离开站台。只须臾，10座10丈台已被人占据，其中7人皆位列太渊10郡，剩下3人中的2人亦是厉害人物。至于这最后一人，赫然是雷音国太子雷默，看来准备对你出手的人是姚种和明鹏。万战通过眼前所见瞧出一些端倪，眉头拧成了一个深深的川字。义父是怎么看出来的？叶凡听万战说的这般笃定，不禁有些好奇。你诛杀裴炎之事，如今已在太渊皇城传开，眼下敢出手杀你的只有2种人，要么是傻子，要么实力在裴炎之上。万战沉声道：“姚种、明鹏皆位列皇城10郡，其中姚种更是高居第3之位。他若登上10丈台，无人敢战他，定能占前10中的一席。可他现在依旧坐在那。”说着，他便抬手指向了姚家席位所在方向。叶凡顺着指引望去，恰好与姚种阴鸷目光撞个正着。唯见此时的姚种嘴角正挂着毒蛇般的冷笑。那明鹏也不简单。万战继续道：“他虽只是位列皇城10郡第9，可当初定这排名时，他还只是玄武境8阶武者，而今进阶玄武境9阶，其10郡排名至少可以往前提3名。”明鹏，叶凡听这名字有些耳熟，不太确定地跟万战确认道：“那天夜里，这明鹏是不是也来万府赴夜宴了？”万战点头道：“他估计是来打探你的实力的。”叶凡，万妙言了解到叶凡如今的处境，突然探身过来：“我觉得你还是等等再出战比较好，也别去争什么前3了，拿个前10足矣。有区别吗？”叶凡慵懒地靠向椅背，一脸满不在乎：“当然有。”万妙言纤纤玉指突然攥住叶凡衣袖：“君临宴的规矩，登上2长台后方可登6丈台，登上6丈台后方可登10丈台。你要争夺前10，在登10丈台之前还需2战。以疲惫之身站以逸待劳的10丈台上之人可不容易。我建议你选择最弱那人。”这是自然。叶凡闻言微微一笑，但还是不太明白万妙言先前那话的意思。可这跟我争前10还是前3有关系吗？君临宴实际有2轮，这第1轮只定前10，但会有一个临时排名。这个临时排名以10丈台上守擂之人所占场次多少来决定，占得越少，排名越高。万妙言继续道：“就你这情况，成功踏上10丈台后，依旧少不了被挑战，所占场次必然不会少，最终很可能暂列第10。而最后的排位战将由第10之人发起，依次占排名靠前之人。也就是说，你想拿前3，第2轮还得7战，且每战得胜。我这情况怎么了？”叶凡眉毛轻挑，嘴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他怎么感觉万妙言是有点看不起自己啊？你才玄武境6阶。万妙言见叶凡一点不重视自己的话，有些急了。玄武境6阶修为能夺第10就已很不错了，我想我爹不会对你过多苛责的。不错。万战看向叶凡，虎目中闪过一丝复杂。从一开始，我对你的要求就只是前10，只要夺得前10，就足以让万家成为今日君临宴最风光的世家。即便没有，那也无妨，我绝不会怪罪。以你玄武境6阶修为，想夺前3，除非是有奇迹。玄武境6阶咋了？我自一剑压天骄。叶凡闻言轻笑出声，缓缓站起身来。妙言姐，义父，这前3我是拿定了，你们2位就在这好好看看我是怎么创造奇迹的吧。话音未落，已纵身跃出看台，落地时足尖轻点，竟未激起半分尘埃。这小子，万战浓眉紧锁，虎目中闪过一丝忧虑。
他承认叶凡有着不错的武道天赋，不过这行事风格过于鲁莽了些。他刚收叶凡为义子，为此大摆宴席。如果叶凡今日血溅站台，万家怕是要沦为整个太渊皇城的笑柄。随着叶凡下场，当即吸引来不少人目光。姚种、明鹏蠢蠢欲动，风无忌目露锋芒，段天书神色复杂，遥遥注视着叶凡。看台主座上的秦笑则是戏谑地笑了起来。此时90座2丈台上，不少人正激烈厮杀，仅有寥寥数座仅站着一人可以挑战。就你了！叶凡目光如电，骤然锁定一座2丈站台，朝前一踏，身形如离弦之箭般激射而出。跳上站台刹那，脚下神纹法阵骤然亮起，神纹之力封闭站台，形成密闭站台空间。故意选我的。站台上的青年见识叶凡，强装镇定地扯了扯嘴角。此人叶凡并不陌生，正是雷音国天骄薛念。故意？那倒不是。叶凡嘴角含笑，微微抬眸，目光如看蝼蚁般扫过薛念全身。就你这种货色，还不配让我针对？你！薛念闻言，脸色瞬间涨得通红，脖颈上青筋暴起，咬牙冲叶凡喝道：“你是在小觑我吗？”是。叶凡话音随意，很自然地点了点头。狂妄！薛念彻底被激怒，冲叶凡怒吼道：“区区玄武境6阶，你哪来底气在我面前嚣张？我可是玄武境9阶，不用刻意强调自己的修为，也不用故意提高嗓门。”叶凡瞧薛念这发癫的样子，只感到好笑。你越是这样，越会让我感觉你好像很怕我。怕你？哈哈！薛念狂笑出声，似有意用笑声来掩饰自己的底气不足。废话少说，要战便战，取剑吧。当初在皇家驿站门口，他就跟叶凡有过交手，虽未落败，却也见识到了叶凡实力的强悍。只是当时的叶凡还是玄武境5阶武者，如今修为步入玄武境6阶，无疑更强了。加之叶凡诛杀裴炎一事，着实让他心慌。但他依旧不认为叶凡有杀自己的能力，毕竟这是君临宴的站台，如若不敌离开站台，叶凡可不能追杀。杀你还要用剑吗？叶凡嗤笑一声，昂首挺胸甚至当众直接背过了手去。这家伙这么狂，此战不打算用剑。玄武境6阶竟然藐视玄武境9阶，不知道还以为他是那个玄武境9阶呢。不少人注意到叶凡这边的情况，彼此窃窃私语。秦笑、风无忌等人见此，脸庞揭露出浓浓兴趣。受死！薛念面目骤然扭曲，站台之上阴风骤起，枯瘦双手结出诡异法印，指尖渗出墨绿色雾气，眨眼间于身前凝聚成一道盘旋的阴风龙卷，隐约可见狰狞鬼面，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呜咽声。幽冥龙卷。随着薛念一声暴喝，阴风龙卷咆哮而出。叶凡依旧负手而立，直到阴风逼近面门，唇角忽然勾起一抹冷笑，背在身后的右手豁然打出。吼！掌心赤金印记大放光芒，9条火蛟咆哮而出，炽热的龙吟竟将阴风中的鬼面震得粉碎。赤金烈焰与墨绿阴风于站台之上相撞，随着叶凡五指缓缓收拢，火蛟身形暴涨。灭！叶凡轻描淡写，嘴里吐出一字，9条火蛟同时发出震天长吟，赤金烈焰如天河倒灌，墨绿阴风刹那消融，继而一往无前，转瞬吞噬了薛念的身影。啊！薛念凄厉的惨叫声划破长空，众人只见其身影在赤金火焰中疯狂挣扎，3息之后惨叫戛然而止。薛念身躯被焚烧殆尽，化作一捧灰飞，随风飘散。站台上的神纹之光随火光散去。这怎么可能？竟一招灭杀了薛念。九龙灵火是万家的九龙灵火，万家居然将九龙灵火给叶凡了。难怪万战要收叶凡为义子。观战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惊呼之音，看台上各大世家之人不约而同望向了万家这边。然而此时的万战却是一点高兴不起来。爹！倒是万妙言难掩兴奋，突然一把攥住万战的胳膊。您看到了吗？叶凡他对火焰的掌控力太强了，简直是天生的火修。我现在有些后悔了。万战笑容略显僵硬，无奈叹息。啊！万妙言瞪大眼睛，错愕地注视向万战。爹，你后悔什么？叶凡他火修天赋这般妖孽，你不该高兴吗？他现在可是你义子，我就是后悔收叶凡为义子。万战惋惜道：义子终究只是义子，他对我万家的归属感能有多少？当时我就该强硬一点，让他娶你。万妙言闻言愣了下，耳根略微发红。爹，您胡说什么呢？他娶了我，就会对我万家有归属感了吗？像他这样的火修天才，
万家现在用强硬手段是留得住，但是将来可不一定，不会又如何？万战苦笑道：这小子天赋这么强，种也不会差。你若能借他的种，为他诞下一子，继承他的血脉、天赋，等此子成长起来，必能引领我万家崛起。留不住叶凡，难道还留不住他的孩子吗？这孩子自幼生长在万家，也不会对万家没有归属感。爹，你这……万妙言得知万战的想法，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现在说这些都晚了。万战长叹一声道，声音里满是懊悔。我已收他为义子，若再将你嫁他，皇城众世家必定嘲笑我万家。眼下就只能另想办法留住这家伙了。叶凡趁着众人尚未回过神来，身影一跃而起，从脚下这座2丈台离开，就近跳上了一座6丈台。封银国席位上的封无忌见此，目光微微凝了下。而今这座2丈台上站着的，正是封银国之人。封银国众天骄中，实力可跻身前3的第2剑。还真巧。第2剑凝视着现身站台的叶凡，目光冷得能冻结空气。也不算巧吧？叶凡挠了挠头，突然咧嘴一笑。附近这几座6丈台上，就你这么一个熟人，所以我选择了你。呵。第2剑冷笑一声，手中泛着幽蓝寒光的寒霜剑指向叶凡，杀我，你也不屑用剑？我的寒霜剑可不惧你的9龙灵火。话落，手腕轻抖，站台地面瞬间覆上一层厚厚冰霜。是吗？叶凡眉毛轻挑，右手缓缓摊开，9条火蛟在掌心盘旋，炽热气浪将站台上冰霜瞬间蒸发。白雾升腾间，其眼中闪过一丝玩味，神色挑衅地望向第2剑道：其实我这人并不是傻，你现在离开这座站台，我不杀你。呵呵，你想减少消耗，以便以更好的状态去挑战10丈台上的那几位是吧？第2剑冷笑一声，自以为猜测出叶凡的心思，说着目光陡然一寒：我偏不如你意。咻！寒霜剑骤然杀出，所过之处空气凝出细小冰晶，剑锋一动，于虚空划出一朵散发着寒气的冰莲。杀！第2剑冷喝一声，冰莲骤然于站台绽放，每一片花瓣皆化作冰寒风刃袭杀而出，刺骨寒气席卷站台，地面瞬间凝结出半尺厚的冰层。非得找死！面对扑面而来的冰寒杀机，叶凡却只是轻叹一声，手掌猛地朝前推出，9龙灵火咆哮着交织成网。砰砰砰！冰寒风刃连续轰击火网，发出阵阵刺耳声响。冰火交织的雾气中，第2剑突然变招，寒霜剑如毒蛇吐信，一剑直取叶凡咽喉。剑锋位置，森冷剑气已在地面离出3尺冰沟。叶凡见此，身子微微一侧，左手豁然朝寒霜剑探出。你才是在找死！第2剑见此，顿觉叶凡狂妄无边。轰！叶凡没有理会第2剑的话，赤阳手施展，化作金色的手掌，稳稳将寒霜剑刃握住。什么？第2剑目露金色，剑锋陡然一动，体内冰寒凌厉，顺着寒霜剑咆哮而出。叶凡化作金色的左手，顷刻为冰霜冻结。叶凡眉毛轻挑，太阳经急速运转，炽热的力量不断朝着左手汇聚，一息之间融化左手上的冰霜。咻！第2剑趁此机会猛地收回手中寒霜剑。有点东西。叶凡神色有趣地看向第2剑，嘴角咧出一抹笑意。该我了。话落，其手掌猛然抬起，9龙灵火喷发而出，炽热的气浪将站台上所有冰霜瞬间蒸发，白雾再次升腾，弥漫站台，乱人视线。叶凡施展暗杀之术，闪烁身影隐于白雾，消失了。第2剑不见叶凡，瞬间紧张了起来。须臾后，发觉一股热浪自身后袭来。来了！第2剑双眸微睁，骤然间转身，叶凡杀气腾腾的一掌已近在咫尺。糟了！第2剑发觉不妙，仓促间横剑格挡。轰！叶凡环绕9龙灵火的手掌轰于寒霜剑上，站台之上随之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待雾气散尽，第2剑还保持着横剑抵挡的姿势，然其手中寒霜剑却已断成数截，散落在地。我给过你机会。叶凡缓缓收掌，掌心赤金印记渐渐隐去，转身走向站台边缘，每一步都踏在刚融化的冰水上。第2剑张了张嘴，喉间发出呵呵的怪响，突然喷出一口黑血，血沫中竟夹杂着点点火星，踉跄着向前迈出半步，整个人突然从内部爆裂开来，火焰自其七窍中喷涌而出，眨眼间就将其躯体焚成一具焦黑骨架，跟着砰的一声砸在站台上，碎成无数焦炭般的骨片。风无忌见此，猛地攥紧拳头，眼中霎时迸发出浓郁杀意。关注着此战的诸人亦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家伙好残忍，简直是虐杀。他跟那人什么仇什么怨啊？
每次都是尸骨无存。他还说自己不是傻。很多2丈台上的人见此心中暗下决心，若要挑战6丈台，选谁都不能选这个叶凡。叶凡太狠了，该选择谁呢？此时的叶凡神色如常，负手而立，仿佛刚刚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其目光扫过10座高耸的10丈台，最终锁定雷默。有种，你上来！雷默尔惊与叶凡目光，当下冷喝一声，贵为雷音国太子，其实力要在雷音国其他天骄之人。此前叶凡焚杀薛念之举就已将他惹怒，虽然其修为跟薛念一样是玄武境9阶，可其实力可比薛念强大太多了。若他要杀薛念，同样一招足矣。怕你不成？叶凡嘴角噙着一抹玩味的笑意，正欲跃起身影。站住！一声轻喝如惊雷炸响，自其身后传来。神文法阵骤然亮起刺目金光，瞬间封锁了整个站台。叶凡转身的刹那，一阵热浪扑面而来，一女子身着火红长裙，已出现在站台另一端，手执长剑，火焰般的长发在身后飞舞。第一剑，叶凡眼眸一闪，对眼前火焰长发女子可是印象深刻。当初前往云隐国的4剑3刀中，就属这女子最强。你得给我弟弟陪葬。第一剑脸上再没了往日的慵懒随意，或许是刚刚第2剑的死触碰到了其逆鳞，此刻其眼中燃烧怒火，比剑上烈焰还要炽热。怕是不能。叶凡漫不经心地耸了耸肩，目光不经意瞥向第一剑手里那柄赤焰剑。我能断他手里的寒霜剑，就能断你手里的赤焰剑。这2柄剑真不算什么好剑，破铜烂铁而已。你们还是弱珍宝。赤焰剑、寒霜剑皆是云隐国皇陵内双龙守灵桥的钥匙，品阶虽不低，但其实是2柄功能性的灵兵。剑中赤焰之力、寒霜之力固然可怕，可这2柄剑本身的材质稍显低劣，否则叶凡刚刚也无法轻易断了寒霜剑。能不能战过才知道。第一剑确实没想到，当初在云隐国轻易可杀的叶凡，这才过了几月，实力竟已可怕到这个地步。忽赤焰剑突然爆发出刺目红光，剑身纹路瞬间亮起，其身影化作一道火线，没有任何花哨，径直杀向叶凡。呵，叶凡看着杀来的第一剑，轻蔑一笑，左手轻描淡写的一挥，赤阳手绽放刺目金光，精准地拍在赤焰剑的剑脊，将之荡开。第一剑剑锋一动，一道赤红火浪横扫而出，隐约可见细密剑芒流转，将空气灼烧的扭曲变形。叶凡见此，右掌猛然推出，掌心赤金印记大亮，9条火蛟咆哮着奔腾而出，带着一股毁灭气息。轰！2股火焰轰然相撞，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炽热火浪席卷整个站台，结界屏障都被冲击的剧烈震颤。2人所在这一方站台瞬间化作一片火海。第一剑身影立于火海之中，如同鬼魅般摇曳，手中赤焰剑上古老纹路似苏醒了过来，似乎正在吞噬吸收着9龙灵火的力量，每吸收1分火焰，剑身就明亮1分。与此同时，其身上气息亦在徐徐攀升，虽仍是玄武境层次，可明显比强大了不少。更诡异的是，此刻其双眸竟也化作了赤红之色。叶凡眯起眼睛，意外于第一剑身上的变化。很明显，第一剑手中赤焰剑能吸收火焰之力，并通过赤焰剑将这股力量化为己用。呼！第一剑深吸口气，四周火焰如百川归海般被他吸入体内。缓缓抬头看向叶凡时，嘴角勾起一抹妖异笑容，声音变得厮杀低沉：“你的火伤不了我。”赤焰剑上燃烧着的火焰突然暴涨3倍，随着他一剑斩出，化作一条火焰巨蟒扑来。叶凡身影闪烁，瞬间横移3丈，想要避开。然而那火焰巨蟒竟似有灵性般调转方向，死死锁定叶凡，张开血盆大口追击而至。麻烦！叶凡眉头微蹙，当即翻手将耀日剑取出体内太阳金，急速运转，金色灵力尽数灌注于剑锋之上。一剑旭日初升，耀日剑绽放出破晓晨光般的光华。剑锋所过之处，火焰巨蟒发出凄厉嘶吼，竟被硬生生斩成2截。断裂的火焰如无根浮萍，在半空中扭曲消散。咻！第一剑剑招突变，身形突然拔地而起，双手握剑高举过头，一剑当空斩杀。恐怖的火浪如山崩海啸般倾泻而来，整座站台都在这一剑之威下剧烈震颤。叶凡不敢大意，当下提剑横扫而出，一剑烈日当空，爆发出刺目剑光。轰！炽热剑芒与袭来的火浪狠狠撞击，爆发的冲击波将站台地面撕开道道裂痕。炽热剑光轰地一声化解第一剑攻势，恐怖热浪扑到叶凡身上，逼得他连退10余步。站定之时，已处在站台最为边缘之地。
反而不是他的对手。看台万家席位上，万战瞧见这战况，眉头微蹙。从两人几招交手来看，叶凡明显被第一剑压制了。呵，风无忌冷笑一声，眼中满是胜券在握的从容。第一剑可是整个风银国最出色的玄武境天骄，其实力比之第一刀、第二剑强大不止一个层次。若非如此，第一剑也不会成为他最信任的人。这就不行了吗？秦笑眼睛微微眯起，眼中闪过一丝失望。段天书不自觉地站起身，紧锁起了眉头。万妙言更是死死咬住下唇，一脸焦急。受死！第一剑刚占得上风，又岂会放过这绝佳时机？他要将叶凡斩杀于战台之上，而非一战取胜。火焰长发狂舞，手执赤焰剑扑杀向前，一剑杀出，赤红火焰再化火焰巨蟒。真以为我怕你不成？叶凡注视着第一剑杀来，耀日剑早已举起。九阳焚天剑前三式只是玄阶武技，面对第一剑恐怖杀招落入下风，但从第四剑开始，威势已达地阶，抗衡乃至击败第一剑足够了。落日余晖，叶凡突然一声轻喝，声音不大，却如惊雷炸响。骄阳寺受到召唤，无数道光束汇聚到耀日剑上，剑身瞬间变得赤红如血，将整座战台都映照得如同血海。轰！这一剑斩下时，天地都为之一暗，血色剑光如天河倒悬，所过之处，火焰巨蟒发出凄厉嘶吼，其庞大身躯随之寸寸崩解，剑威因此削弱大半，却仍杀到了第一剑身前。什么？第一剑脸色微变，脸上第一次浮现惊容，仓促间又一剑刺出，焰剑上纹路疯狂闪烁。轰！剑光再一次狠狠撞击，再一次，第一剑只感觉到有一股无可匹敌的巨力袭来，虎口瞬间崩裂，鲜血染红剑柄，其身影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双脚在战台上离出两道焦黑的痕迹，直至战台边缘停下，一缕鲜血从嘴角溢出。一直关注着此战的诸人眼前皆是一亮。先前的叶凡还没有展露全部实力修，不给第一剑丝毫喘息之机，叶凡身形如电掠出。哼！第一剑抹去嘴角血迹，重振旗鼓，再度出剑。第五剑，叶凡面对第一剑杀来剑招，视若无睹。他每夜沐浴月光，可不是在虚度光阴，意识沉入震天界内，一直苦练着剑招。如今九阳焚天剑前六式皆已修成，九阳焚天剑第五式金乌逐日，剑锋华赤红，如三足金乌展翅裂空。身影掠进第一剑时，剑尖连点九星。咻咻！修赤热剑气瞬息凝为九轮微型烈日，自数个不同方向袭，同时杀向第一剑。糟糕！第一剑双眸微睁，脸上血色尽退，显然没料到叶凡还有这等招式，想要抵挡，发现已有些来不及了。轰轰轰！仓促一连数剑，赤焰剑舞出一片火幕，剑锋斩碎了三轮烈日，身影连连败退，剩余六轮烈日却是无情地轰在他身上。第一剑护体凌厉，霎时如薄纸般被撕碎。噗！鲜血猛地从其嘴里狂吐而出，重伤之下再无法站稳，双膝不受控制地跪倒在地，却仍倔强地用赤焰剑支撑着身体，没有倒下。该死！风无忌也维持不住往日的从容，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顾众人目光，朝站台上的叶凡大吼了一声：叶凡！叶凡耳尖微动，缓缓侧手，漫不经心地朝风无忌所在方向瞥了一眼，饶他一命。风无忌声音再次传来，这次明显急促了几分。向来从容的风银国太子，此刻脸上竟满是急色。风无忌感受到叶凡目光看来，阴沉着脸口吐出一道话音：君临宴上之战，不计生死，残酷无比。当众为站台上的人求饶，还是此番君临宴首次。此举并不违规，但对风无忌这等身份的人而言，无疑有损颜面。他是你姘头吗？叶凡咧嘴一笑，眼中毫无怜悯之意，手腕轻抖，将第一剑手中赤焰剑挑飞，顺势身影一跃，稳稳抓住赤焰剑。砰！失去支撑的第一剑，身子瞬间瘫倒在地，嘴里不断溢血，想要挣扎着从地上爬起，却只能徒劳地抓挠站台地面，留下5道血痕。按照君临宴的规矩，在站台上认输无效。此时的第一剑根本无力离开站台，他的生死完全掌握在叶凡手里。你若喜欢此剑，此剑赠你。风无忌见叶凡夺走赤焰剑，当下借此为机对叶凡道：希望凭赤焰剑换取第一剑一条性命。段天书、雷墨等人闻言，眼中皆闪过戏谑之意。堂堂风银国太子，竟为一个女人这般低声下气。皇城各大世家之人对此倒是毫不在意，他们只是意外
叶凡见招居然也这么强。原来叶凡厉害的不止九龙灵火、破剑一柄，谁稀罕？叶凡嗤笑一声，左手突然金光大盛，太阳金运转到极致，狂暴灵力涌入赤焰剑，剑身纹路疯狂闪烁，发出不堪重负的咔咔声咔嚓。随着一声脆响，赤焰剑寸寸碎裂，无数赤红碎片如流星般四散飞溅。赤焰剑虽是玄阶灵兵，可并不算坚韧，在第一剑手里有着灵力加持，没那么容易碎。如今离开第一剑的手，轻易就碎了。你，风无忌瞧见叶凡此举，脸色瞬间阴沉如墨。叶凡若收下赤焰剑，此事尚有余地，可如今当众毁剑，分明是赤裸裸的蔑视。看不上赤焰剑，那第一剑的性命。叶凡低笑一声，没有理会风无忌，瞥向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第一剑。此时的第一剑一头火焰长发散乱，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喘息，眼中尽是濒死的绝望。你刚说九龙灵火伤不了你。叶凡唇角勾起一抹冷冽弧度，那现在就用此火送你上路。话音未落，其五指一张，掌心赤金印记骤然赤亮，9条火蛟咆哮而出，赤焰翻腾，瞬间将第一剑吞噬。凄厉惨嚎尚未出口，其身躯便在烈焰中扭曲焦黑，最终化作飞灰，随风飘散。神纹法阵缓缓散去，可台下武者却无一人敢上前挑战。叶凡的手段太过残忍，每一个对手皆尸骨无存。混账！风无忌怒目圆睁，双拳紧握，一屁股坐回了自己座位，重重坐回原位，眼中杀意如刀，死死盯着站台之上的叶凡。这一刻，他彻底动了杀心。然而此时的叶凡却连余光都未分给他，他现在的心思全在君临宴上，目光越过众人，再次锁定雷墨。该你了。叶凡嘴角微扬，露出一抹森然笑意，甚至都不需要休息，直接跃起身影，一个闪身来到雷墨所在这方10丈台。若不是第一剑横插一脚，他早该跟雷墨一战。第一剑最后也为他的阻挠付出了代价。你还真是一点不懂得怜香惜玉。雷墨注视着来到自己身前的叶凡，嘴角挂着玩味笑意。怜香惜玉。叶凡嗤笑一声，在我眼中，对手是没有性别的。别着急，你的下场跟他不会有太大区别，是吗？哈哈！雷墨突然放声大笑，玄武境6阶修为能有如此战力，你的天赋的确很强，所修炼的武技亦堪称强大。但你知道玄武境6阶武者跟玄武境9阶武者之间最大的差距是什么吗？什么？叶凡闻言饶有兴致地挑了挑眉问道。灵力储备。雷墨道，玄武境6阶武者的灵力储备远不如玄武境9阶武者，加之使用强大武技，只会加速你的灵力枯竭。连续3战，你才站到我面前，现在灵力所剩不多了吧？还剩3成，还是2成？杀你！够了！叶凡忽然笑了，惹得雷墨心头莫名一颤。玄武境6阶武者的灵力储备的确不如玄武境9阶武者，他的灵力储备跟雷墨相比肯定是有差距的，不过他灵力恢复的速度是任何人都比不了的，甚至都要快过吞服恢复灵力的丹药。只要是白天，只要有日光，太阳经运转之下，他晒着太阳就能恢复灵力。如今体内灵力储备虽不在巅峰，但在经过3战后仍有9成之多，一战雷墨绰绰有余。狂！你是真狂！雷墨怒极反笑，身躯猛地一颤，狂暴紫色雷霆冲天而起，整个人化作一团刺目雷光，无数电蛇在他周身游走，将站台地面灼烧出蛛网般的焦黑裂痕。其他的发丝根根倒竖，每一寸肌肤都跳动着致命的电弧。紫雷霸铁！一声惊呼如惊雷炸响，瞬间点燃了整个看台的气氛。早听说雷音国太子天生紫雷霸体，今日终得一见。据说这紫雷霸体在诸多霸体之中亦属上乘。叶凡选择雷墨真是最错误的决定了。雷墨实力放在太原皇朝，绝对能跟10郡中的前3郡比肩。皇城各大世家之人彼此议论纷纷，望着雷墨满是欣赏。反而他怎么就选择了这个雷音国太子？万战刚因叶凡击败第一剑，心情大好，如今瞧见雷墨释放紫雷霸体，心情一下子又沉入到了谷底。爹，你慌什么？万妙言轻哼一声，美眸中闪烁着自信光芒。叶凡可是拥有太阳神体，难道还不如拿紫雷霸体吗？唉，万战叹了一声道，眉宇间的忧虑更甚。妙言，你不懂，霸体之强在于每个时期皆强，不像其他体质更具成长性，是随着修为境界越来越高会越来越强，何况凡儿的太阳神体。话至一半突然顿住，目光复杂地望向站台上的叶凡。古籍中记载，拥有太阳神体之人活不过20，
何况太阳神体亦属于成长性体质，就玄武境这个阶段，远不及霸体强大。相信叶凡。万妙言沉声一语，目光灼灼地望向站台。他记得叶凡承诺过会活过20，相信叶凡能做到常人不能做到的事。再者，叶凡先前的表现足够惊艳，击败乃至诛杀雷墨无不可能。站台之上，狂风卷起叶凡的衣袍，猎猎作响。面对雷墨周身肆虐的紫电，其神色从容如常，只是缓缓抬起右手，耀日剑直指雷墨咽喉。来战！一声轻喝如惊雷炸响，惹观战诸人精神一震。轰雷墨狞笑一声，率先出手，右脚猛然踏碎地面，身如离弦之箭击射而出，右拳缠绕着狂暴紫雷，简单粗暴地直取叶凡面门。拳锋所过之处，空气被电离出刺鼻焦灼气味。叶凡身形纹丝不动，左掌突然光芒大盛，探出手掌，一招赤阳手硬汉雷霆。砰！拳掌相撞的刹那，刺目金光与紫电如烟花般炸裂，恐怖威势将脚下站台震出蛛网般的裂痕。只见两人同时后退3步，脚下石板尽数粉碎，不用剑。雷墨甩了甩发麻的右拳，眼中战意更盛，当即双手结印，周身突然浮现3颗脑袋大小的雷球，每一颗皆似蕴含着毁天灭地般的能量。去！雷墨厉喝一声，3颗雷球呈品字形击射而出。叶凡眼神一凝，踏步向前，一剑落日余晖。耀日剑迸发出血色光芒，剑锋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如残阳坠地般将其中1颗雷球瞬间引爆。爆炸还未平息，剩余2颗雷球已呼啸而至。叶凡见状，当即递耀日剑于左手，随即右手探出，掌心赤金印记大亮，9条火蛟自掌心咆哮而出，与雷球轰然相撞。轰隆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雷火交织的能量风暴席卷整个站台，结界屏障剧烈震颤，发出不堪重负的嗡鸣。当烟尘散去，站台2道身影依旧傲然挺立。好，很好。雷墨以为自己能轻松拿下叶凡，没曾想竟占不到任何优势，不禁怒极反笑。随着右手一握，一杆通体缠绕雷霆的长枪骤然出现在掌心，枪尖吞吐着刺目的电芒，仿佛能洞穿虚空。你所剩灵力，还能接我几招？雷墨冷声一语，化落身形骤然模糊，化作一道紫色闪电，一枪直刺叶凡咽喉。枪出如龙，快若惊雷，空气被撕裂出刺耳的尖啸。叶凡瞳孔微缩，瞬息间耀日剑横挡身前。当！金铁交鸣之声炸响，火星四溅。叶凡虎口发麻，身形被这一枪之力震退数步。死！雷墨得势不饶人，枪势陡然一变，化作漫天雷影笼罩叶凡周身，每一枪都带着毁灭性的雷霆之力。站台上瞬间布满焦黑枪痕。烈日当空，叶凡沉喝一声，耀日剑爆发出刺目金芒，如大日凌空，硬生生在枪影中撕开一道缺口。剑锋与枪尖相撞，迸发出刺目光华。两人身影交错，转瞬间已过数十招。雷墨枪法霸道凌厉，叶凡剑招沉稳厚重。站台上雷火交织，气浪翻腾。雷爆九霄！雷墨暴喝一声，惊雷枪上紫电暴涨，9道雷霆自枪间迸发，笑着扑向叶凡。金乌逐日，叶凡不敢怠慢，剑锋华赤红如3足金乌展翅裂空，剑尖连点9星，炽热剑气凝9轮微型烈日。轰恐怖的爆炸将站台中央炸出一个巨大深坑，烟尘冲天而起。待烟尘散去，只见雷墨单膝跪地，手中惊雷枪断成2截，嘴角溢出一缕鲜血。反观叶凡，仍持剑而立，虽衣衫破碎，目光仍锐利如刀。雷墨败了，他竟不是叶凡的对手。这么说，叶凡也有太渊10郡前3的实力，怪不得当初能杀太渊10郡第10的裴炎。看台上议论声此起彼伏，众人皆为眼前一幕所惊。哪怕此时的雷墨尚未完全落败，可众人看得出来，雷墨已落入下风，再战下去，注定要被叶凡击败。充其量只能够再支撑一段时间。主看台上的秦孝见此，眼神阴鸷地扫向明家和姚家的席位。明鹏与姚种会议几乎是同时起身，如2道流光般跃向站台。爹，我就说吧。万妙言兴奋地抓住万战的衣袖，明媚笑容在阳光下格外耀眼。叶凡他一定能赢，太过锋芒毕露不是好事。万战紧锁的眉头并未因此舒展开来，留意到姚种、明鹏的举动，脸色越发难看了几分。姚种、明鹏出手了，糟了！万妙言顺着万战目光看去，笑容瞬间凝固在脸上。雷墨实力并不弱，叶凡刚一战雷墨，艰难取胜，哪有多少余力再战明鹏、姚种？你为什么？
站台上的雷墨死死盯着叶凡，满目不甘，声音嘶哑的可怕。数十招交手，为何你灵力还如此充沛，毫无枯竭迹象？呵呵。叶凡低笑一声，缓缓提起手中耀日剑，指向雷墨。你以为你的紫雷霸体很强，殊不知我的太阳神体更强。随着太阳经急速运转，天空中倾泻而下的日光被牵引，在叶凡周身形成肉眼可见的金色漩涡，其身上灵力波动，竟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回升，吸收日光。雷墨瞳孔骤缩，脸上血色瞬间褪尽。此刻他终于明白叶凡灵力为何不会耗竭了。只要是在白天，叶凡能随时随地吸收日光，补充灵力。现在你可以死个明白了。叶凡眼中寒光乍现，耀日剑突然迸发出刺目金光。想杀我？雷墨突然狞笑一声，断枪猛地插入地面，借着反冲之力，身形如鬼魅般暴退。紫色电弧在脚下炸开一连串焦黑的痕迹，眨眼间就已退至站台边缘。你还能撑几招？叶凡见势不停，正要乘胜追击，却见雷墨嘴角突然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下一息，雷墨竟毫不犹豫盗跃出了站台神文法阵之力，随之消散。这就跑了？叶凡持剑的手微微一滞，脸上罕见的浮现错愕之色。方才还嚣张不可一世的雷音国太子，竟会如此干脆的认输逃命乎？这时，刚刚消散的神文法阵突然重新凝聚。叶凡察觉到此，猛然间转身。站台另一端，一袭白袍的明鹏负手而立，阳光在他周身镀上一层冷冽的银边，看似平静的眸子里涌动着令人心悸的杀意。到我了。明鹏神色傲然，微微抬着下巴，打量着叶凡，嘴角露出一抹戏谑。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啊。叶凡无奈耸了耸肩，瞥了眼明鹏，神色鄙夷道：怎么就不怕死呢？你觉得自己实力比雷墨强？雷墨？呵呵。明鹏冷笑了下，似对雷墨有藐视之意，翻手间长剑在手指向叶凡。记住，杀你的人叫明鹏，太渊10郡，位列第9。你确定你没说错？叶凡闻言先是一怔，随即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般，夸张的掏了掏耳朵。第10我杀了，接下来杀你这个第9。来。明鹏不怒反笑，左手背在身后，右手持剑做了个极其轻佻的请的动作。真是找死。叶凡眼中寒芒乍现，耀日剑骤然迸发出刺目金辉，身形如电，剑锋直取明鹏咽喉。剑势之快，竟在空中留下一串残影。护明鹏嘴角噙着冷笑，忽然抬脚一踏，一股狂暴飓风骤然成型，朝叶凡迎面扑来。风压之强，竟将站台地面硬生生刮去3寸。叶凡前冲的身形猛然一滞，定睛却见明鹏周身突然浮现出无数青色气流，这些气流旋转速度越来越快，眨眼间便形成数道连接天地的龙卷风，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啸声。整座站台瞬间被风暴吞噬，连阳光都被扭曲割裂。嗖！一道青光破空而至，当！仓促间，叶凡横剑格挡，明鹏手中之剑精准点在耀日剑刃上，剑身上缠绕的飓风之力轰然爆发，咔嚓！叶凡脚下之地刹那皲裂，恐怖的风压将他整个人推得倒滑而出。可刚一站稳，一缕鲜血从其嘴角溢出，此时其左臂衣袖竟已被锋刃撕得粉碎，裸露的手臂上布满细密的血痕。你就这点本事？明鹏站在风暴中心，长发在狂风中乱舞，注视着叶凡戏谑道：连我一招都接不住，也就只能杀裴炎那废物了。叶凡看台上的万妙言意识到叶凡是大意了，连忙提醒叶凡道：别轻敌。明鹏之前是以玄武境8阶修为，位列太渊10郡第9，如今的他实力可比肩前3。哦。叶凡缓缓站直身体，耀日剑上的金芒忽明忽暗，眯起眼睛注视向风暴中的明鹏，在这跟我玩扮猪吃虎呢。对方这一上来故意强调第9的排名，不是觉得第9了不起，实际是在示弱。呵。明鹏无意跟叶凡多说，眼中尽是杀意，手中长剑轻颤，站台之上风暴顿时又强3分。青色气流中，无数半透明的锋刃时隐时现，如同嗜血的狼群般将叶凡团团围住。死！随着一声厉喝，明鹏剑锋所指，咻咻，修数以百计的锋刃同时激射而出。叶凡深吸口气，周身闪耀出刺目金光，双手握紧耀日剑，高高举起。燎原尽也！暴喝声中，叶凡猛然旋身挥剑，耀日剑划出一道完美金色圆弧，轰！一道恐怖火浪以叶凡为中心轰然炸开，炽热剑气如同海啸般席卷整个站台。袭来的锋刃刚一接触就被蒸发成缕缕青烟。
狂暴风暴在这股力量面前如同儿戏，转眼间化作混乱的气流四散逃逸。什么？明鹏面露惊色，身影被逼退一步，傲然的脸庞此刻写满了难以置信。这一剑如何？叶凡抹了把嘴角血迹，用剑支撑着身体燎原尽野。九阳焚天剑第6式，其威势已然达到地阶上品，以他玄武境6阶修为，施展起来很费劲，强弩之末罢了。明鹏很快调整好自己心态，眸中闪烁出冷芒，猛地一阵袖袍，青色灵力如潮水般涌出，周身凝聚成数十道旋转的锋刃，泛出森林寒光。来！叶凡暴喝一声，再次将耀日剑提起，太阳精运转到极致，周身毛孔舒张，贪婪地吞噬着越来越炽烈的阳光。君临焰开战至今，日头渐高，阳光如熔金般倾泻而下，于其周身形成肉眼可见的光晕。叶凡衣袍猎猎作响，整个人仿佛化作了一轮人形烈日。哼！明鹏冷哼一声，手中长剑突然青光大盛，身形一闪，化作7道残影从不同方位攻向叶凡，每一道残影都带着凌厉锋刃，真假难辨。破！叶凡双目骤然迸发出刺目金芒，太阳之剑施展，耀日剑裹挟着焚天逐海之势横扫而出，轰恐怖声响下，明鹏6道残影如泡沫般瞬间湮灭，真身亦被这可怕一剑逼得脚步连退。死！叶凡声如寒冰，足尖猛然跺地，战台轰然震动间，身影高高跃起，竟与当空烈日完美重合在了一起。刺目阳光从他背后倾泻而下，将明鹏照得睁不开眼。这一次，叶凡剑招从简，借着日光掩护烈日当空，简单的第2式却蕴含着最纯粹的太阳真意。不好！明鹏感受到危险临近，架剑于头顶格挡。砰！啊！待叶凡剑招杀至，只听砰的一声巨响，紧跟着传来的就是明鹏的惨叫声。诸人定睛，只明鹏手中之剑断成2截，叶凡双手紧握耀日剑，已深深切入明鹏右肩，炽热剑气灼烧着血肉，发出嗤嗤的声响，焦糊的烤肉味瞬间弥漫整个站台。混蛋！明鹏面容扭曲，咆哮着轰拳砸向叶凡心口。本以为叶凡会顺势躲开，抽走耀日剑，然而站台传出一道令人牙酸的闷响。叶凡硬生生吃下这一拳，嘴角溢出一缕鲜血，握剑的双手纹丝不动，反而更加用力地向下压了去。你！明鹏瞪大眼睛，眼中满是难以置信，怎么也不敢相信叶凡竟如此狠绝，宁愿以伤换伤，也要置他于死地。你得死！叶凡从牙缝里挤出3字，每个字都带着森然杀意。化落耀日剑爆发出刺目金芒，剑锋猛然下压，咔嚓！骨骼断裂的脆响声中，明鹏整条右臂齐肩而断，鲜血如喷泉般激射而出，将站台染红大片。啊！明鹏惨叫出声，脸色瞬间惨白如纸。叶凡当即抬起右手，掌心赤金印记大亮，9条火蛟咆哮而出，瞬间将明鹏吞没。赤金色烈焰中，其身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碳化崩解，最终化作漫天飞灰飘散。明鹏死了，又是焚杀，好狠！得亏刚刚雷墨跑了，不然……众人震惊于眼前一幕，无不倒吸凉气，一个个望着站台上的叶凡，满目惊惧。哪怕皇城10郡第9，照样焚杀不误。敢挑战我，这就是下场。叶凡持剑转身，耀日剑锋所指之处，无人敢与他对视。染血的衣袍在风中猎猎作响，声音如雷霆般在整个广场回荡。30座6丈台上，不少人躲开叶凡目光，生怕被这尊杀神盯上。找死！姚种攥紧的双拳青筋暴起，眼中杀意沸腾。正当他准备跃起身影，跳上站台为明鹏报仇时，站台上运转太阳经的叶凡，周身突然迸发出璀璨金芒，阳光如流水般向他汇聚，于其体表形成一层金色光茧。此前与明鹏一战所受的伤势，竟以肉眼可见之速在恢复，连嘴角的血迹都在迅速干涸。什么？叶凡刚刚好像没有吞服丹药吧？太阳神体是因为太阳神体，他的太阳神体晒太阳不仅能恢复灵力，还能恢复伤势。天哪，在白天叶凡就是无敌的。一时间惊呼声如浪潮般席卷全场。本欲登台一战的姚种身子一僵，阴鸷目光转向主看台。此时的秦笑面沉如水，微不可察地摇了摇头。姚种会意，放弃了诛杀叶凡的想法，但他参加君临宴显然不会满足6丈台，转而跃起身影跳上了另一座10丈台。至于其他6丈台上之人，更不敢挑战叶凡了。谁会冒着被诛杀的风险去招惹这尊煞神？这么下去不太妙啊！
万家席位上的万战脸色依旧没有舒展开来，注视着站台上的叶凡，眼中忧虑更甚。什么不太妙？万妙言闻言侧手，纤长的睫毛微微颤动，不解地看向万战道：现如今怕没有人敢再战叶凡了，这不是挺好的吗？他已能锁定此番君临宴前10之位，可叶凡的目标是前3。万战重叹了口气，低沉着嗓音道：今日凡儿有这样的表现，足够惊艳了。奈何这小子听不进劝，显然不打算止步于此。登台已有5战，反观其他人，最多不过3战。万妙言顺着万战目光望去，眉头不自觉地蹙起。此时其余9座10丈台上之人，或是闭目养神，或是负手而立，最多不过经历3战，最少的甚至1战未打。按照君临宴的规矩，等这一轮结束，叶凡排名定是10人中最末，以最末之位冲击前3，无异于登天。万晨，万战突然沉声一喝，眼中金光乍现。家主！万家席位上，万晨慌忙起身，这突然间被点名，搞得他有些懵。万战对万晨令道：你带几人尝试登上6丈台，然后对如今10丈台上除叶凡外的另外9人发起挑战。啊！万晨神色一怔，一下子没敢应命。作为万家年轻一辈最出色的几名天骄之一，要说登上6丈台，他还是有一定信心的。可挑战10丈台上那些人，就太难为他了。除叶凡外的9人，每一个实力皆在他之上。不求胜！万战他虎目如电，直刺万晨心底。不求胜！万晨身形一僵，眉头拧成了疙瘩。既然不求胜，何必让他们去挑战？这还不懂吗？万妙言已然领会了万战的意思，斜了眼万晨解释道：你们只需要让其他几人多几场交手场次即可。万晨明白了，眸子不由一沉。原来一切都是为了叶凡1次2次很容易得手，可次数多了，他们会被盯上。到时10丈台上之人必然会有所准备，任谁都不会容忍这般被戏耍之后，兴许会在他们登台刹那就痛下杀手。万战，这是要用他们的性命为叶凡铺路，量力而行。万战看出万晨的顾虑，再度对万晨令道：集中针对1、2人，让他们交手的场次大于5场即可。是。万晨单膝跪地，抱拳的双手微微发颤，虽心不甘情不愿，但还是只能应命。话落，带着4名万家天骄从看台纵身跃下。他们本也都计划着参加君临宴，只是最初没打算这么早登台挑战。君临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0丈台上的叶凡因无人挑战，如今已盘膝坐下，周身沐浴于阳光下，似一尊黄金浇铸的战神。万晨不辱使命，成功踏上6丈台，没时间过多调整，毫不犹豫跃向更高的战场。他选择的对手正是刚登上10丈台不久的姚种。按照万战的意思，只需集中挑战1到2人即可。除叶凡外，霸占10丈台的9人中，姚种是交战场次最多的3人之一，身上有着3场的交手记录。因为他跟另外几人不一样，不是一开始就霸占了10丈台。挑战我？找死！静坐的姚种猛地睁开双眼，瞳孔中迸射出骇人寒光，缓缓起身，周身灵力如潮水般涌动，将站台上的尘埃尽数震散。君临宴以交战场次定排名的规则，本就是为了让众天骄来定这一轮后的临时排名。交手场次越多，意味着在挑战者眼中，此人越是10丈台上最弱的存在。作为太渊10郡中位列第3的存在，姚种自不认为自己是10人中最弱的，如今被万晨挑战，又哪里会高兴？呼！姚种右手猛然一翻，一柄泛着寒芒的长刀已然在手，刀身震颤间，一道凌厉刀光如闪电般劈向万晨面门。万晨早有准备，足尖轻点地面，身形如落叶般向后飘退。就在刀锋即将触及其鼻尖刹那，猛地一个后仰，整个人如离弦之箭般倒射离开站台。枪！姚种刀锋狠狠劈在空处，在站台上留下一道3寸深的刀痕。等他错愕的抬头，却见万晨已稳稳落在地面，正若无其事地拍了拍衣袖。你搞什么？姚种额角青筋暴起，持刀的手因愤怒而微微发抖。我搞错了。万晨耸了耸肩，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话音未落，他已纵身跃上就近一座2丈台。原先他所在6丈台已再次为人占据，如今只能重新开始，这在君临宴上是常态。搞错了。姚种眯起眼睛，脸色阴晴不定。这时刚因万晨离去而散去的神文法阵再次亮起，待他转身，又见一人出现在站台另一端。你也搞错了。姚种的声音陡然拔高，手中长刀发出刺耳嗡鸣，怒极反笑，真当我蠢？万家搞这一套有意思吗？万晨一人搞错，尚还有些可能，
可如此再次登台一人，同样是万家之人，若说没有预谋，无人会信。万家分明是有意刷他的交战场次。呼，这一次他不再迟疑，刀锋未至，凌厉的刀气已在地面离出深深的沟壑。然而那万家子弟亦有准备，在刀光袭来的瞬间，便一个鹞子翻身，轻盈地跃下战台，只留下姚种一人站在台上，刀锋所指之处空无一人。哼！姚种对此毫不意外，一刀失手后猛然转身，锐利目光如鹰隼般扫向身后。果不其然，又有一名万家子弟登台。呼！不等对方站稳脚跟，其身影已如鬼魅般扑出，长刀在空中划出一道凄厉的弧光。不好！那万家子弟脸色骤变，仓皇后退的脚步却慢了半拍。轰！刀光如瀑，血花四溅，一颗头颅高高抛起，无头尸身还保持着后退的姿势，最终重重栽倒在战台上。蝼蚁！姚种甩去刀上血迹，阴冷的目光扫向万家席位，他倒要看看万家有多少人，够他杀吗？爹！万妙言见此人惨死，皱眉看向万战，对此万战沉默不语。这一幕的发生，他已预见。好在此时姚种交战场次已达6场，万家之人再无必要挑战姚种。战台上这一幕，未看台上诸人尽收眼底。万家之举利用君临宴规则，无可厚非，他们只是对这种行径嗤之以鼻。唯独段天书眼中金光一闪，古意，一个眼神胜过千言万语。古意豁然起身，环视身后云隐国天骄，声音低沉如雷：诸位，该让太原皇朝见识我云隐国天骄的能耐了。作为4大附属国之一，云隐国天骄从不是来看戏的。云隐国作为太原皇朝4大附属国之一，古意等云隐国天骄赴君临宴可不是看戏。虽然仅有10位顶尖天骄出战，但往年战绩彪炳，几乎全员跻身太原榜，半数登临6丈台，甚至有人能问鼎10丈之巅。段天书明显有要古意等人效仿万家诸人之意，不过古意等人不似万家这几人都有真本事，要战就真战。随着云隐国天骄下场，另外几大附属国也不再干看着，君临宴战得越发热火朝天。很快来到正午时分，轰轰轰！叶凡正坐在10丈台上，享受着炽烈的正午阳光。突然一阵地动山摇般的轰鸣打断了他的调息，剧烈的凌厉碰撞声如雷霆炸响，令之眉头微皱。在他盘膝静坐的这段时间，虽偶有人对其他几座10丈台上守擂之人发起挑战，不过这些挑战者大多数都没能抵挡住守擂之人10招，或是自知不敌及时逃离10丈台，或是被守擂之人当场斩杀。如今听这动静，交手不是一般的激烈。叶凡缓缓睁开双眸，侧目望向声源处，待他看清那座10丈台上的其中一人，眼眸不由一闪。此人他认识，赫然是云隐国天骄狄无命。这家伙这么强了？叶凡神色一怔，不自觉地坐直了身子，有些意外于狄无命的实力。只见狄无命手持一柄通体血红的长剑，剑身缠绕着诡异的血色凌厉，每一剑出皆是血光阵阵，杀意漫天。其对手天骄位列太渊10郡第8，此刻却被狄无命逼得连连后退，周身护体凌厉都出现数道裂痕。轰轰轰！就在此时，另一侧10丈台又传来震耳欲聋的爆响。叶凡随意瞥了眼，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陈离！叶凡稍微多看了几眼，就发现陈离也不简单，反倒是古意、杜如风2人的表现略显拉胯。昔日天武术院天榜第2、第3，竟不如陈离。2人虽也登台挑战了10丈台上守擂之人，但都只是勉强撑过10招就落败了，最后不得不逃离10丈台。轰轰轰！片刻后，狄无命率先击败了他的对手，将那太渊10郡第8之人驱赶下10丈台。陈离挑战之人虽非太渊10郡，实力亦不算弱，但在陈离凌厉的攻势下逐渐狼狈，只过区区30招就败在了陈离手里。难道？叶凡想起什么，眉峰突然一挑。陈离、狄无命2人当初都在九龙迷关阵中进入过关内空间，且最终活着离开了云隐国皇陵，多半是2人在关内空间得到了云隐国皇族先辈强者的传承，修为虽未进阶，战力上却是突飞猛进，造就了今日。难怪段天书不带自己亲信，将这2人也带来太原皇城。又一个时辰后，站台上的打斗声渐渐稀疏。诸位！秦孝见在无人登台，嘴角噙着似有似无的笑意，缓缓起身，清朗声音裹挟着浑厚凌厉，清晰地传遍全场。君临宴第1阶段到此为止。站台上这130位天骄皆入太原榜，
话落其袖袍一挥，太渊榜被他甩向空中，展开刹那，释放出阵阵金光，投射在站台130人身上。天幕之上，太渊榜绽放出璀璨金芒，一道横贯虚空的光幕徐徐展开，130个名字如星辰般罗列其上，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醒目的排名数字。我居然才第40，可恶！第一果然是他，太渊十郡之首莫凌渊。这次太渊十郡仅5人在前10之列，站台以及看台上诸人目光聚焦太渊榜，一时间议论声如潮水般席卷全场。第6，是第6！万妙言突然抓住万战的衣袖，先指激动地指向光幕，明媚的眸子里印着叶凡2字，嘴角不自觉地上扬。此时万战脸上亦挂着满意笑容，眼角皱纹舒展了开来。这个排名比他预想的还要理想，从第6冲击第3，确实比从第10杀上去轻松许多。万晨等人此前所谓取得了些效果，并非徒劳，当然这里面少不了云隐国诸人的帮助。哼！姚种眼见自己屈居第7，阴鸷目光如毒蛇般锁定叶凡，手中长刀泛起森冷寒光，别以为自己暂列第6就是第6了，很快我就会让你的名字从太渊榜上消失。第6！叶凡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耀日剑随意地搭在肩上，斜睨着姚种，眼中满是戏谑。我当然不会以为自己如今暂列第6就是第6，因为我的目标从来就不只是第6。至于说让我的名字从太渊榜上消失，你或许都没有这个机会。狂妄！姚种刀锋一震，杀气四溢，但很快压下怒火，不再多言。稍后他自会用一战来证明，没有什么比实力更具说服力。呵呵，叶凡说这话可不是因为狂妄。敌无命、陈离位列第8、第9，稍后总有一个会一战姚种。他感觉现在的2人不比姚种弱。诸位，君临宴还有第2阶段。秦啸清朗话音再度响起，瞬间压过全场嘈杂。众人齐刷刷转头，目光聚焦主看台上，只见对方正轻抚腰间玉带，玄色蟒袍在夕阳下泛着幽光。前10排位之序。秦啸嘴角噙着意味深长的笑意，目光似有若无地扫过叶凡，随后扬手望向依旧高悬的烈日。待月升之时，再论高下。暂列前10者，可稍作调息。糟了！万战闻言，脸色不由一变，是针对叶凡。万妙言被齿轻咬下唇，眉头亦是锁起。此刻距离日落月升不过2个时辰，前10中大半都未经历苦战，何须这么久调息？留出2个时辰，美其名曰是给10人调息，实际完全是针对叶凡太阳神体的阳谋。待秦啸话落，站台上诸人先后跳下，叶凡神色随意，信步回到万家席位。凡儿，万战等叶凡回来后，一把按住其肩膀，建议道：“第6的排名很不错了，稍后姚种若是挑战你，你可以认输，这样最差还能保住第7。”第7，叶凡轻笑着摇头，亦复是觉得我方才在站台上的表现不够惊艳，没有能力去争夺前3。不，万战突然加重语气，毫无开玩笑的意思，你的表现足够惊艳，若是在白天，为父相信你能争夺前3，可现在九皇子殿下将排位暂定在夜晚，那又如何？叶凡丝毫不以为意，迈步至席位落座，慵懒地靠向椅背，嘴角挂着漫不经心的笑意。如何？万战眼中闪烁着焦急的火光，注视着叶凡，希望叶凡能认真点。晚上你的太阳神体。义父觉得没有太阳神体，我就不是姚种的对手。叶凡知道万战在愁什么，不禁笑了。姚种要真有击败我的本事，此前在可以挑战我的情况下，就不会犹豫了。他没把握击败白天的我，可见其实力也就那样。夜晚我照样能杀他，不能大意啊！万战浓眉紧锁，还想再劝，却被叶凡抬手制止。义父！叶凡忽然转头，目光投向远处云隐国席位。你且看着吧，何况我感觉姚种兴许没有挑战我的机会。万战虎躯一震，顺着叶凡的视线望去，第8的敌无命，第9的陈离。叶凡轻抬起手臂，指向虚空之上的太渊榜，对万战问道：“不知方才义父是否有留意？”这倒没有。万战方才心思全在叶凡身上，没有功夫看别人，也就多留意了万晨几人几眼。不过这2人能占据前10中的一席，想必也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是云隐国之人。叶凡轻笑一声，眼中闪过一丝玩味。你的意思，他们会帮你？万战眼眸一闪，期许的注视向叶凡。此前他只知敌无命，陈离非太渊皇朝天骄，不过刚留意到叶凡目光，知道2人来自云隐国。往届君临宴，附属国都会出现些不错的天才，哪怕能跻身君临宴前10的，也不是没有。不过在以往，前10已是附属国天骄的极限，
前5之位一直以来仍为太渊皇朝天椒占据，他并不觉得敌无命，陈离能威胁姚种，但两人若帮叶凡，绝对能消耗姚种。如此一来，叶凡再战姚种必能多几分胜算。也许吧，叶凡对此并不敢打包票，尤其是陈离，他更拿不准。这人跟他有些恩怨，不给他惹麻烦就算不错了。当然，陈离要敢找他麻烦，他同样不会留情，要陈离性命。也许万战闻言浓眉紧锁，不免又担心了起来。你不也是云隐国之人吗？他们不帮你。呵呵。叶凡随意一笑，没再多言，索性靠在椅背上开始闭目养神。万战见叶凡如此，欲言又止，一时间眼中忧虑更甚。殊不知叶凡心中早有计较。秦啸以为夜晚他战力不行，可笑，太阳神体可吸收日光，亦可吸收月光。吸收月光虽不能直接增强战力，却可增强其悟性以及感知，这些都会成为他深夜战斗的利器。残阳如血，最后一抹金辉悄然隐没于天际。敬天广场上炽烈战役却未曾消退，反而随着夜幕降临愈发躁动。微风拂过，卷起站台上残留的沙尘，侍从们手持火把，如游龙般穿梭于看台之间，将一座座青铜火盆点燃。熊熊篝火骤然升腾，赤红的火舌舔舐着渐暗的夜空，映照出众人或期待或凝重的面容。天边第一缕月华刺破云层，银辉如纱，缓缓铺洒在广场之上。月光与篝火交融，在站台上投下摇曳的光影。时辰已至，待篝火燃起，秦啸慵懒起身，玄色蟒袍上的金线在火光中忽明忽暗。前10排未战首战，请暂列第10的天骄率先登台。话落其修长，两指夹着一张鎏金符篆，随意一抛，符篆在空中自燃，化作点点金芒，神纹之力如涟漪般扩散，笼罩全场。轰隆隆，大地震颤，130座站台开始移动，有的缓缓下沉，有的节节攀升，最终合并成一座方圆100丈的巨型站台。青石地面上的古老纹路在月光下泛着幽蓝光泽，边缘处10尊兽首雕像口中喷吐着灵念。呼，一道身影于黑夜中晃过，西辽立于站台中央，双手负于身后，雪白战袍在夜风中猎猎作响。这位太渊10郡第5的天骄，此刻面色阴沉如铁。第10的临时排名对他而言简直是莫大耻辱，但其实他这已经算好的了。太渊10郡排在他后面的5人中，有2人已经殒命，剩下3个这次君临宴都没能跻身前10之列。战吗？秦啸俯视着站台上的西辽，一声问话，声音不大，却如寒冰坠地。战。西辽毫不犹豫，猛然抬头回应，声如惊雷，在广场上久久回荡。请云隐国陈离。秦啸嘴角微扬，目光如刀锋般扫向云隐国席位。西辽如今暂列第10，要战只能战第9，他要想获得更高排名，只能一个个挑战上去。即便他知道这次自己很难跻身前列，哪怕要夺得属于自己的第5，难度亦不小，可既站在君临宴的站台上，又哪有怯战道理？去吧。段天书微微侧手示意了眼陈离。云隐国有3人跻身太渊榜前10，这个成绩段天书无疑是满意的，但若能获取更高排名，更能扬云隐国国威。此战陈离亦需要为自己而战。呼，陈离身影一跃而起，轻盈地落在站台边缘。往届君临宴前10之争激烈，我想今日亦不会例外。秦啸突然提高声调，仿佛是在有意提醒什么，希望2位包括接下来出战之人都能亲力而为，莫要保留，为在座献上精彩的表演。规则跟之前一样，以生死定胜负，或是战至一方离开站台结束。西辽闻言，侧目朝秦啸所在方向瞥了眼。秦啸微不可察的颔首，眼中杀意如潮。他的意思是杀。太渊榜前10，4大附属国共占5席，留给太渊皇朝天骄同样仅5席。秦啸感觉国威受损，断不能容忍，尤其是云隐国独占其中3席。什么意思啊？要跟太渊皇朝争锋吗？呼！西辽知悉秦啸之意，目光一凛，眼底寒光骤现，周身杀意如潮水般翻涌而出，连带着他手中的血色长枪都隐隐震颤，仿佛渴望着饮血。想杀我？如此，休怪我剑下无情。陈离眸子微沉，五指一展，长剑在手，剑锋泛着悠悠蓝光，冷意逼人。以夺得前10，他本无意再造杀戮，毕竟出生云隐国，不想得罪太渊权贵。但此刻面对西辽毫不掩饰的杀机，其眼中最后一丝犹豫已消散殆尽。剑下无情。
西辽狂笑出声，笑声中满是讥讽与轻蔑，枪尖直指陈离咽喉，冷声道：“我需要你留情吗？”话音未落，其身影已如鬼魅般突进，长枪化作血色惊雷，直刺陈离心口。铮！陈离剑锋一横，长剑精准格挡，紧跟着剑势骤变，手腕一翻，剑锋贴着枪杆螺旋突进，剑身蓝光大盛，两鬓相擦，迸溅出刺目火星。轰！轰！轰！30招转瞬即逝，战台上剑气纵横，枪影如虹。陈离剑招越发缥缈难测，每一剑都裹挟着阴冷剑气。西辽枪势则愈发狂暴，血色枪影如怒龙翻腾，将战台地面轰出道道狰狞裂痕。可恶！数十招过去，西辽竟未能占据半分优势，心中怒火翻涌。本以为斩杀一个附属国天骄不过是手到擒来之事，可如今他竟连压制对方都做不到，谈何诛杀血战破军？暴喝声中，西辽猛然旋身，长枪如血龙出海，带着毁灭之势直刺陈离。陈离不退反进，直剑剑精准点向枪尖3寸之处，血色枪势竟在这一剑之下如冰雪玉阳，悄然消融什么。西辽面露金色，长枪险些脱手，踉跄着后退。陈离眼中寒光一闪，身形掠向西辽，未及近身，阴冷剑气已刺得西辽心口肌肤生疼。怎么回事？西辽额头渗出冷汗，胸口如被万针穿刺，连续猛踏地面，身形暴退。这时突然脚下一空，啊！一声痛呼，西辽竟从站台边缘翻滚坠落。落地时狼狈的单手撑地，翻身站起，意识到自己已败，一时脸色漆黑，随胸口刺痛再度袭来，连忙扯开胸前衣襟，却见胸口之处皮肤上布满蛛网般的血丝，仿佛被无数无形寒针扎了千疮百孔呵。陈离一战取胜，负剑而立，冷眼看着台下狼狈的西辽。怎么回事？西辽怎么就败了？明明势均力敌，怎会突然？这陈离的剑法好生诡异。观战诸人没看明白，彼此议论纷纷。有意思。叶凡坐在万家席位，一直关注着此战，亦有些惊奇于眼前一幕。虽未完全看透其中玄机，却也发觉了陈离剑气的诡异之处。废物！主看台上，秦孝对西辽的表现很不满意，但转瞬又恢复从容，俯视向陈离朗声宣布道：“此战陈离胜。接下来你还战吗？若战，将战敌无命；不战。”陈离简单回应了句，收剑转身，来到站台边缘，纵身跃下。观战诸人略有些失望，却也理解，陈离敌无命，皆为云隐国之人，在已锁定前10的情况下，没必要内战。敌无命，秦孝并不意外陈离的选择，目光再次如利箭般射向云隐国诸人所在席位，请排名暂列第8的天骄现身站台。待其话落，人群目光聚焦敌无命。此时敌无命正抱剑立于段天书身后，阴影中的面容如同刀削般冷硬。他若要战，将战姚种。这一战又会是云隐国天骄同太渊天骄的争锋。去吧！段天书微微侧手，对敌无命令道：“量力而行，不必求胜。即便无法击败那姚种，尽可能消耗其灵力。”敌无命暂列第8，姚种暂列第7。此战敌无命若败，姚种出战必战叶凡。敌无命如能消耗些姚种的灵力，待叶凡与姚种交手，亦能多一分胜算。不战！敌无命却突然抬头，朗声喊出一道话音，自如惊雷炸响，震得段天书猛然转头。为何不战？段天书眼中闪过一丝罕见的惊怒，以你的实力，未必击败不了那姚种，何况我说了，不必求胜。殿下。敌无命神色阴翳，冷声提醒段天书道：“陛下的旨意，你忘了吗？”你。段天书瞪向敌无命，目露诧异。段九霄希望叶凡死在太渊皇城，并且最好能死在太渊皇族手里。此时的段天书却无这种想法，他要借叶凡之事保自己的命，甚至利用叶凡夺得云隐国皇位。他现在震惊的是敌无命竟也是他父皇的人。姚种奉太渊皇朝9皇子之令，若能诛杀叶凡，最好不过。我为何要去消耗姚种的灵力？敌无命阴鸷目光紧盯着段天书，发出质问：难道殿下想抗陛下的旨，力保叶凡夺得君临宴前3吗？殿下。裘老浑浊眼中寒光闪烁，声音低沉如闷雷，亦于此时提醒段天书道：叶凡死在君临宴的站台上，那是他最高的归宿，是他太狂，引起太渊天骄众怒，可与我们无关。不错。陈离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漫不经心道：他若想活命，稍后面对姚种挑战认输即可。不过我想，他这么爱找死，不会认输。哼。段天书不语，只是冷笑。
叶凡若死，他也活不了了。毕竟是他带叶凡来太原皇城的，天武书院追责他，父皇一定让他背锅。可他现在根本做不了什么，狄无命不听他命令，他又能如何？只希望叶凡能给他惊喜。反而万家席位上的万战因狄无命不战，浓眉紧锁，看向叶凡道：“这个狄无命怎么不帮你消耗一下姚种？”无妨。叶凡瞥了眼云尹国诸人所在席位，耸肩一笑。云尹国国君想他死在太原皇城的事，他不是不知道，而今狄无命选择不战，没有令他感到太意外。我还是建议……万战刚开口，一声暴喝骤然炸响。叶凡，姚种身影如鬼魅般闪现站台中央，手中长刀直指万家席位，刀锋在月光下泛着森冷寒光，还不滚下来一战？这么急着投胎？叶凡耸肩一笑，慢条斯理地起身，信步走向站台，每一步都踏得从容不迫，仿佛不是赴生死之战，而是在自家庭院散步。墨迹什么？姚种刀锋一震，站台地面瞬间裂开数道缝隙，眼中杀意沸腾。你要是怕死，大可以拒绝上台，犯不着拖延时间。就这么拖，你也拖不到日出。你就这么想死？叶凡在站台边缘站定，手执耀日剑，剑尖轻点地面，声音平静的可怕。我跟你，跟姚家好像并没有什么恩怨吧？看不惯你，不行吗？姚种冷哼一声，眼中杀意依旧。因为听从错误的命令导致自己丧命，很不值得。叶凡早猜到姚种是听秦孝之令行事，缓缓提起耀日剑后指向姚种，最后警告道：在我出剑之前，你还有机会活命，不然等此战开始。聒噪！姚种不等叶凡将话说完，手中长刀以裹挟着粘稠如墨的黑暗之力悍然劈落，一道3丈长的狰狞裂痕瞬间蔓延至叶凡脚下。叶凡身形如柳絮般轻盈侧移，耀日剑顺势划出一道金色弧光，暗夜千重。姚种狞笑着旋身变招，长刀在身前舞出一片残影，霎时间数十道漆黑刀气自四面八方袭来，每一道都裹挟着凄厉鬼笑声，似来自九幽的怨灵在哀嚎。破！叶凡手腕轻抖，剑势骤然转刚，一剑旭日初升，剑光如朝阳破晓，炽烈剑光与阴森刀芒激烈碰撞，迸溅出漫天火花，将站台映照得忽明忽暗。呼！姚种突然身形微颤，周身毛孔中渗出缕缕黑雾，如有生命般迅速扩散，转眼笼罩了大半个站台。唯有叶凡周身5步之内，仍有一圈淡淡金芒顽强抵抗着黑暗侵蚀。你的太阳神体！姚种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满是戏谑之意，在夜里还能胜几成威力。话音未落，一道黑色刀气突然破雾而出。杀你，足够了！叶凡剑锋轻转，一剑轻松荡开袭来的刀气，邢文思不动，唯有衣袍在劲风中猎猎作响。大言不惭！黑雾剧烈翻涌，姚种如鬼魅般闪现，长刀直取叶凡咽喉，按时斩。刀锋所过之处，连月光都被吞噬，形成一道诡异的真空地带。落日余晖，叶凡见此，剑势陡然一变，耀日剑迸发出血色光芒，如残阳气血般向着四周横扫。剑光所过之处，黑雾如春雪消融，瞬间被撕开一道缺口。仅转瞬过后，更多黑雾又从四面八方涌来，须臾就将缺口重新填补。原来如此！叶凡目光微凝，耀日剑横于胸前，剑身上流转的金芒在黑雾中显得格外暗淡。怪不得秦孝将前10之争定在月生之时，不单是为削弱其实力，亦为助长姚种战力。黑夜之下，修黑暗之力的姚种如鱼得水。咻咻数道漆黑刀光从黑雾中袭来，威势虽不强，却胜在防不胜防。叶凡手腕翻飞，剑锋精准格挡，金铁交鸣之声在黑雾中格外刺耳。当当当，姚种攻势如潮水般连绵不绝，却始终保持着某种诡异的节奏，似一点不着急，一直耐心地等待着机会。叶凡10余招交手过后，姚种阴冷话音再度从黑雾中传来：这座站台就是你的葬身之地，我不会给你任何逃生的机会。真以为我奈何不了你？叶凡神色随意，猛地一踏地面，太阳经全力运转，太阳神体催动，炽烈无比的光华于其身上闪耀而出，整个人如同黑夜中突然亮起的火炬。然而那浓稠黑雾竟如活物般蠕动，将耀眼光华一点点吞噬。不过转瞬，叶凡周身光芒就被压制在丈许范围内，再也无法驱散更多黑暗。呵呵，姚种冷笑声在黑雾中回荡，带着胜券在握的得意。深夜没有日光可以吸收，你的太阳神体不过是个笑话，在我的暗识领域里更是毫无意义。言语之间，站台上黑雾剧烈翻涌了起来，仿佛
有什么恐怖的存在正在苏醒是吗？叶凡嘴角微扬，眼中金芒流转，周身光华虽被黑雾压制，却并未熄灭。清冷月光透过黑雾缝隙，照耀在了他身上。叶凡忽然闭目凝神，开始吸收这漫天月华。刹那，其感知骤然攀升，周围一切变得无比清晰，黑雾的流动，刀锋的震颤，甚至姚种那细微的呼吸声，都如涟漪般在他识海中映现。找到你了！叶凡双目猛然睁开，身形如电，一剑刺向黑雾某处。剑锋所过之处，浓稠黑暗如布帛般被生生撕裂。什么？藏匿于黑雾中的姚种瞳孔骤缩，仓促横刀格挡。然而这一剑来得太快太准，根本来不及完全防御。赤剑锋划过姚种左肩，带起一捧血花。剧痛之下，其周身黑雾剧烈震荡，随即如潮水般退散。皎洁月光重新洒落站台，映照出姚种那张因惊骇而扭曲的脸。叶凡居然破了姚种的暗识领域，他刚刚是怎么在黑雾中找到姚种的？该不会是运气吧？看台上诸人神色各异，一个个惊奇不已。姚种可是太渊10郡名列第3之人，他的实力太渊皇城人尽皆知，尤其是暗识领域更是堪称可怕，哪怕太渊10郡第1、第2亦难以破解。面对姚种，只能凭硬实力稍占上风。可是叶凡直接破了暗识领域，你怎么可能？姚种捂着肩头伤口，鲜血从指缝间不断渗出，死死盯着叶凡，眼中满是不可置信。谁告诉你太阳神体只能吸收日光？叶凡剑尖轻挑，嘴角噙着讥诮弧度。话音未落，耀日剑再次杀出。该死！姚种咬牙挥刀，试图抵挡叶凡的攻势，然而如今肩膀受伤，战力已大不如前，刀势明显迟缓，黑暗之力也因伤势而紊乱不堪。旭日初升，叶凡一声轻喝，耀日剑迸发刺目金芒，剑光如朝阳破晓，一剑直刺姚种心口。当！姚种勉强架住这一剑，却被震得虎口崩裂，长刀险些脱手，又是踉跄着连退数步。还未站稳，叶凡第2剑已至，烈日当空，炽烈剑光如大日悬天，煌煌剑威压的姚种喘不过气，仓促闪避，却仍被剑气扫中右腿，顿时血花飞溅。啊！姚种闷哼一声，单膝跪地，额头冷汗涔涔，抬头看向叶凡，眼中终于露出恐惧之色。等等！眼见叶凡再度举剑，姚种染血的手掌慌忙前伸，挣扎着想要站起，断腿却使不上力，只能拖着残躯向后蠕动。我认输，我可以离开站台，现在求饶。叶凡剑锋一顿，月光在冷峻侧脸投下森然阴影，缓步前行的脚步声在死寂的广场上如同丧钟。晚了。待其话音落下，剑锋陡然一转，耀日剑如流星坠地，直取姚种咽喉。不！姚种瞳孔紧缩，本能的抬刀格挡，却见叶凡手腕轻旋，剑锋如灵蛇般绕过刀身，避开姚种格挡之刀，精准地刺入其心口3寸。啊！凄厉的惨叫声划破夜空，姚种捂着胸口倒在了地上。叶凡冷然抽剑，带出一捧血雨，在月光下洒落如红梅绽放。你不得好死！姚种面目狰狞地嘶吼着，双膝重重砸在站台上。呵！叶凡轻蔑的一声冷笑，耀日剑横扫而出，无力抵挡的姚种头颅高高飞起，砸落在站台上，滚动间拖出一道刺目血痕。霎时全场死寂，唯有叶枫卷着血腥味拂过每个人的鼻尖。叶凡振剑收势，剑尖血珠滴落，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刺目。待冷扫了一眼姚种的尸体后，他便转身走向站台中央。下一个！叶凡望向主看台上的秦笑，嘴里轻吐出一道话音，声音不大，却如寒风掠过，让所有人脊背发凉。秦笑紧握着拳头，心中已是怒火滔天，不过其脸庞之上仍是未曾表现出什么。倒是姚家席位上的众人一个个怒目圆睁，死死盯着叶凡，藏不住身上杀意。精彩！秦笑抚掌轻笑，声音温文如玉。此战叶凡胜，接下来是否再战？你龙吗？叶凡丝毫不给秦笑面子，陡然一声喝问，质问声如惊雷炸响，看台上顿时一片哗然。这叶凡也忒嚣张了，这么跟九皇子殿下说话。就是啊，九皇子殿下没招他惹他，说话这么冲，挑衅皇子，他真是活腻了。以为九皇子殿下是他们云隐国皇子吗？嘈杂的议论声中，万战额头渗出细密汗珠。此时此刻，他也觉得叶凡太过嚣张了一些，刚诛杀姚种，竟这么挑衅秦笑。这里可是太原皇朝，皇族是太原皇朝的主人，秦笑乃唯一皇子，
地位尊崇，岂能挑衅？怎么说？秦孝抬手压下喧嚣，笑容不减分毫。我说了，下一个。叶凡眉宇间尽是桀骜，声音清晰的刺耳，什么意思？听不懂。还问我是否再战？多余。呵呵。秦孝干笑了2声，眼底却已凝出3尺寒冰。有请暂列第5的天骄雷音国阡陌。4大附属国天骄有5人暂列前10，云隐国天骄独占其中之3，剩下2人雷音国阡陌、赤焰国颜爵。阡陌名义上是雷音国第2天才，第1天才之名一直属于雷墨。事实上，阡陌实力还要在雷墨之上。雷墨被誉为第1天才，更多是因其雷音国太子身份。杀了他！雷音国席位上，雷墨面目狰狞地低吼：“他就是因为叶凡才痛失前10之位，若非当时及时逃离站台，都可能死在叶凡手里。”阡陌没有回应雷墨，身如鬼魅般飘落站台，静立如松，黑袍在夜风中纹丝不动。待他缓缓抬头，一身玄武近9阶气息释放，魔道威压如潮水般涌出，站台上空气都为之凝滞。雷墨要你杀我？叶凡打量着阡陌，饶有兴致地问道。之前在皇家驿站时，他就见过对方，沉默寡言，没有薛念这么招摇，这反而让他觉得这阡陌很不简单。是。阡陌声音沙哑如磨砂，简短的令人不适。随即缓缓抬手，五指漫出诡异的紫黑色魔气。对于想杀我的人，我可不会手下留情，你确定吗？叶凡笑着对阡陌问道，心中却是在奇怪，他在对方身上并没有嗅到什么杀意，是对方本无杀意，还是隐藏得太好？阡陌没有回答，左抬起轻踏站台，站台地面突然浮现出一道道紫黑色魔纹，随其右掌轻推，魔气化作9道锁链破空而来，锁链所过之处，连月光都被腐蚀出扭曲的痕迹。叶凡目光微凝，耀日剑豁然提起，身形如电，剑锋横扫而出，金乌逐日，炽烈剑气化作3足金乌虚影，与魔链轰然相撞。刺耳嘶鸣声中，魔气与剑气彼此消融。魔罗天象。阡陌眼中魔光一闪，双掌突然合十，地面魔纹骤然亮起，一道巨大魔影从他身后拔地而起，6只手臂如刀刃般斩落。落日余晖。叶凡不退反进，剑势突变，血色的剑光如晚霞漫天，与魔影轰然相撞，恐怖气浪将站台震出蛛网般的裂痕。2人各退3步，衣袍猎猎作响。看台上众人屏息凝神，从2人交手来看，难见高下。叶凡实力如何，此前数战已经证明。阡陌能跟叶凡抗衡，可见亦有真材实料。他能暂列于第5之席，并非侥幸。所有人都期待着2人的第3招对决。阡陌这时突然收势，周身魔气如潮水般退去。我认输。沙哑话音从阡陌口中吐出，清晰传遍全场。啊！叶凡正打算再出第3剑，闻言剑势一顿。阡陌嘴角微不可察地扬了扬，没有解释。不等叶凡反应过来，转身跳下了站台。这就认输了？叶凡凝视着阡陌离去的背影，眼中闪过一丝疑惑。此战他击败阡陌，锁定了前5之位。至于阡陌，因此只能屈居于第6。估计阡陌并不是特别在意排名，不想浪费精力跟他一争高下。为何不杀他？雷墨眼中怒火翻涌，死死盯着缓步归来的阡陌，声音压得极低，却掩不住其中的暴怒。杀不了。阡陌神色淡漠，甚至连看都未看雷墨一眼。你根本未尽全力。雷墨一把揪住阡陌衣领，厉声呵斥。他清楚阡陌的实力，不可能轻易落败，即便我全力出手，也杀不了他。阡陌人由雷墨揪着自己衣领，没有抵挡。杀不了，消耗其灵力也是好的。雷墨很不满阡陌的举动，咬牙切齿道：夜晚，他的太阳神体无法吸收日光，恢复灵力。此战你若能消耗他足够的灵力，下一战他必死。阡陌忽然笑了，笑容极浅，却让雷墨莫名脊背发寒。你笑什么？雷墨见阡陌发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阡陌不紧不慢，反问雷墨道：殿下就没想过，此战我若消耗他过多的灵力，下一战他就不战了吗？雷墨眸子微沉，松开了揪着阡陌衣领的手，忽然觉得阡陌这番话有些道理。叶凡掌握着挑战主动权，是挑战者，若灵力消耗过大，不具备再战能力，兴许就不会再挑战排名在他之前的那几人了。秦孝坐在主看台席位上，脸色阴晴不定，身后阴影处一道挺拔身影不知何时已然敬礼。莫凌渊。秦孝突然开口，声音轻得如同耳语。殿下。莫凌渊微微颔首，深邃眼眸中倒映着站台上叶凡的身影。他早在被传唤来此地时，就已经猜到了秦孝意图。
帮我杀了他。秦啸目光始终锁定在叶凡身上，仿佛在看一个将死之人。恐怕……莫凌渊唇角微扬，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他没有挑战我的机会，此人如今暂列第5，想要挑战我，还得3战。我已吩咐燕玉，他会让路。秦啸微微偏过头，眸中闪过一丝狠厉。燕玉，太渊10郡排名第4，这次的君临宴同样是第4。叶凡拥有诛杀瑶种的实力，秦啸觉得燕玉不会是叶凡对手，所以没准备请燕玉出手杀人。莫凌渊见眉微挑，那谢无惑和那赤焰国之人呢？赤焰国的颜爵多半也不会是叶凡对手。秦啸重新望向站台，话音逐渐冷了下来。至于谢无惑，若能杀之最好，若不能就只能靠你了。莫凌渊又问道，可他要是夺得前3，不再继续挑战，该如何？我不信他在有余力的情况下会放弃挑战。秦啸眸子微沉，顿了顿后继续，若他真放弃挑战，只能在君临宴外杀他了。这之后的事无需你插手，你只需要告诉我能否在君临宴上帮我杀了他。他若敢挑战我，我必杀他。莫凌渊会意含笑点头，声音里带着凛冽杀意。那就好。秦啸指尖的白玉酒杯映着月光，猩红酒液在杯中荡漾，扬手一饮而尽，喉结滚动间，眼底闪过一丝狠厉。此战叶凡胜。下一战。待放下白玉酒杯，秦啸缓缓起身宣布，说着目光扫向了燕家席位。燕玉，你是否应战？喂！叶凡突然扬声，剑尖轻点地面。这一声喂叫得随意至极，仿佛在招呼路边小厮。怎么？秦啸望向，脸上却映挤出一丝笑意。你是不是搞错了？叶凡歪着头，嘴角挂着玩味笑意。你都没问我是否继续挑战，就问那燕玉是否应战。君临宴，你是主持不明白吗？你要主持不明白，就换个人来主持。此言一出，看台诸人神情皆变得古怪了起来。叶凡迟迟不下站台，分明是要再战，而今故意这么说，摆明是恶心秦啸。什么仇，什么怨，非要让秦啸难堪。呵呵。秦啸怒极反笑，强压心头怒火，望着叶凡，声音温柔的可怕。那请问你是否要再战？战。叶凡剑锋一转，在地上划出刺耳声响。好。秦啸哪怕知道叶凡是在戏耍自己，面上依旧从容，目光再次扫向燕家席位，问道：燕玉，你呢？第4，让给他。燕家席位上坐着的燕玉缓缓睁眼，声音淡漠如冰。哈哈，别说让。叶凡突然讥讽大笑，耀日剑直指燕玉。太原10郡第3的瑶种我都杀了，要需要你这个第4来让？太原皇朝世家子弟就是好面子，怕死直接说就得了，还说让？搞笑呢？放肆！太放肆了，自是有点能耐，就敢目中无人。万战，这就是你教的义子？这番话刚一出口，看台上瞬间炸开了锅。叶凡这话可是把太原皇城各大世家都骂进去了，尤其是姚家、燕家最为怒不可遏。万战面如土色，接不上众人指责之言。这家伙！万妙言一脸无语，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不必争口舌之力。秦啸袖袍一震，浑厚凌厉将嘈杂声浪尽数压下。燕玉不战是他的权利，既然燕玉弃战，叶凡排名上升至第4，若再战将战赤焰国天骄颜爵。赤焰国颜爵，叶凡听到这名字，眼眸不禁一闪，随即目光扫向了赤焰国诸人所在席位。当初在云隐国皇城深夜潜入叶家伤他爹叶海之人，就是赤焰国名为严峰的强者。如今这颜爵同样姓严，且同样是赤焰国之人，保不齐跟那严峰有什么关系。看台上无数道目光聚焦于赤焰国席位，各大世家之人攥紧拳头，眼中燃烧着期冀的火焰。他们太希望有人能出手教训一下叶凡了，哪怕这个人是赤焰国天骄都行。万战、万妙言同样期待着下一战，此战叶凡若胜，即可跻身前3。按照双方先前约定，叶凡该收手了。关键的第3之争跟赤焰国天骄交手，这局面肯定要好过跟太原皇朝天骄交手。不战。赤焰国席位上，一袭红袍的颜爵缓缓抬头，指尖跳动着火苗，却在吐出这2个字时将火焰掐灭。这个动作干脆利落，仿佛早有决断。不战。叶凡眉毛轻挑，略有些意外，待他目光转过，扫向另外一侧，云隐国席位上的段天书脸上正挂着从容笑意，似乎颜爵的巨战完全在其意料之中。看来段天书跟赤焰国颜家关系匪浅，颜爵的巨战多半是得到了段天书的指示。好，好，好！万战突然朗声大笑，
紧绷多时的身躯终于放松，靠在了椅背上。叶凡，你可以回来了。万妙言倏然起身，忙朝站台上的叶凡喊了声。随着严爵拒绝应战，叶凡已锁定第3，以玄武境6阶修为夺得君临宴第3，这个成绩足够耀眼了。此时的叶凡依旧于站台上持剑而立，仿佛没有听到万妙言的呼唤。你还站在那干什么？万战眼见叶凡还想再战的样子，瞬间急得站了起来，虎目瞪向叶凡道：君临宴第3，够了，足够了。义父。叶凡转身，嘴角噙着玩味笑意，剑锋轻点四周，您看，除了万家，多少双眼睛正盼着我继续呢？他们是盼着你死。万战瞧叶凡那玩闹的样子，怒吼了一声，宽厚胸膛剧烈起伏，仿佛下一刻就要冲上站台。那哪能？叶凡轻笑一声，环视四周，扫过每一张或震惊或愤怒的面孔。君临宴本就是天骄争锋之地，太渊诸世家4大附属国齐聚于此，不就是为了见证真正的天骄之战吗？若我就此离场，岂不辜负这满天星月，也辜负了诸位的期待？难道你还想夺太渊榜首？万战又惊又怒，声音中隐隐有些颤抖。叶凡真是越来越贪心了。怎么？是觉得君临宴第3来得太容易了？太渊皇朝天骄不过尔。叶凡神色随意地笑了笑，眼眸深处却燃起了令人心悸的战意。夺太渊榜首，举手之劳，我看不如就顺手要了这榜首之位吧。武道之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除非天降机缘造化，否则很难改变。名列太渊榜，即拥有参加太初道宗考核的资格。不过不同排名，参加太初道宗考核时待遇不同，排名越高，待遇必然会更好。在考核中成绩优异，入宗后资源更佳。他的对手从来就不是太渊榜上这些人，是现在的太初道宗少宗主洛飞羽。一而当下，理当尽可能获得更高排名。狂妄，放肆！真以为我太渊皇超无人吗？叶凡嚣张言语，惹谩骂声如潮水般涌来。忽一道白影如惊鸿掠过，谢无惑飘然落在站台另一端。素白衣袍纤尘不染，俊雅面容此刻阴沉如水。他本耐着性子想等秦笑询问后再现身站台，可现在忍不了了，还想夺榜首之位。谢无惑剑指苍天，秋水长剑突然迸发出刺目寒光。今日便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天高地厚。话落，周身3丈空气凝成细密冰晶，在月光下折射出了七彩寒芒。只见其身形如电，剑招连绵不绝，每一剑都直取叶凡要害。当当当，叶凡手持耀日剑，身形如柳絮般轻盈闪转，看似随意，却精准地化解了谢无惑所有杀招。剑锋相击，迸溅的火星在夜色中如流星般绚烂。你就这点能耐？叶凡嘴角微扬，在谢无惑狂风暴雨般的攻势中游刃有余。哼！谢无惑冷哼一声，身后剑气如潮水般翻涌，只一瞬间，剑气凝结成上百柄寒冰长剑，每一柄剑尖都吞吐着刺骨寒意。去！谢无惑剑锋前指，上百冰剑破空而出，带起尖锐呼啸声。剑雨所过之处，连月光都被冻结出冰冷。有点意思。叶凡微微一笑，耀日剑爆发出刺目金芒，足尖轻点，身形如游龙般腾空跃起，燎原尽也。待耀日剑横扫，一道扇形炎浪轰然爆发，炽热剑气与寒冰剑雨相撞，瞬间蒸腾起漫天白雾。冰火交织的能量风暴中，隐约可见谢无惑狰狞面容。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苦修的杀招竟被如此轻易破解。轰！残余炎浪去势不减，重重轰在谢无惑仓促步下的冰盾上，盾碎人退。谢无惑踉跄着连退7步，每一步都在台面留下深深的冰脚印。现在叶凡飘然落地，剑尖轻点地面，炽热剑气将四周冰霜尽数融化。蒸腾的水汽中，其嘴角勾起一抹讥诮，谁才不知天高地厚？别得意得太早。谢无惑冷喝一声，只见右臂衣袖爆裂，手臂之上浮出一道道血色纹路，鲜血流淌其中，朝所执之剑汇聚。原本澄澈的秋水长剑瞬间化作妖异血红色，双天绝命剑。谢无惑双手握剑，猛然插入地面，整个站台瞬间被厚厚的冰层覆盖，无数冰刺从叶凡脚下爆起，每一根都泛着诡异的血芒。吃拉叶凡纵身急退，却仍被一道冰刺划破衣角，布料撕裂的瞬间，竟直接冻成冰渣，簌簌落下。这才像样。叶凡眼中战意更盛，却见谢无惑身影突然消失在冰雾中。下一息，7道血色剑光从不同角度同时袭来，剑锋未止，刺骨寒意已让叶凡的动作迟缓了3分。当
叶凡只要日剑勉强格挡住第一剑，虎口顿时崩裂。第二剑、第三剑接踵而至，逼得他连连后退。站台边缘结界屏障被撞得嗡嗡作响，似乎随时都会破碎。噗！第四剑终于突破防御，在叶凡左肩留下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鲜血还未流出就被冻成血晶，刺骨的寒意顺着经脉疯狂蔓延。杀了他，杀了他，让他知道太渊天骄的厉害。我倒要看看这家伙还怎么嚣张。看台上观战诸人心中都憋着一股气，此前见叶凡占据上风，一个个恨得牙痒，而今随着叶凡负伤，立马叫嚣了起来。现在知道差距了。谢无惑身影在冰雾中若隐若现，声音里带着残忍快意，剑锋轻转，最后三道剑光突然合而为一，化作一条血色冰剑直扑叶凡心口。哼！叶凡冷哼一声，眸中闪过一道血光，耀日剑上赤红剑光骤然化作血色残阳，一剑落日余晖，在血色冰剑袭来刹那爆发。轰！恐怖轰响之下，漫天冰晶散落，尚未落地就被高温灼成氤氲水雾。这时叶凡周身气息突然变得飘忽不定，左肩伤口处冻结的血晶开始急速融化，化作缕缕血雾，渐渐被他的身体所吸收。这是万家席位上的万战猛地站起身，虎目闪烁出喜色。陡然间，叶凡体内传出江河奔涌般的轰鸣，原本枯竭的灵力瞬间沸腾，周身毛孔迸发出刺目金芒。玄武境七阶，秦笑俊美面容阴沉如水，眼底翻涌起难以掩饰的怒火。轰！突破产生的气浪如惊涛拍岸，谢无惑猝不及防被震退3步。此刻的耀日剑光芒反而内敛了许多，暗涌的剑威却如同震武的骄阳，看似平静，实则蕴含着焚天逐海的恐怖威能。呼！叶凡提剑刹那，整座战台骤然陷入诡异的寂静。耀日剑发出剑吟之音，一股炽烈而纯粹的剑意自叶凡体内迸发，如旭日初升，势不可挡。这是……万妙言纤纤玉指猛地捂住朱唇，美眸中倒映着令人心悸的景象。叶凡周身3丈内空间竟开始扭曲，无数细小金色光点从虚空中浮现，如同朝拜太阳的星辰般环绕在他身旁。剑意！莫林渊眼睛微微眯起，冰冷目光中闪过一丝疑色。即便修为突破，他也才玄武境7阶，竟能领悟剑意。剑意乃是意志力量的一种，意志力量则是修为入第5境的先决条件之一。通常只有玄武境9阶武者才可能领悟意志力量，不是简单的剑意。秦笑凝着目光低语道：“这家伙身上的剑意是太阳剑意，属性剑意吗？”莫林渊眼中闪过杀意，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凭玄武境7阶修为，领悟属性剑意，这天赋已然凌驾于他之上。意志力量分基础意志力量与属性意志力量，倒不是说属性意志力量一定比基础意志力量强，但属性意志力量比基础意志力量有更多可能性。很多武者最初只领悟基础意志力量，修炼过程中渐渐将这股基础意志力量修炼成属性意志力量。像叶凡这般一领悟就领悟属性意志力量的情况相对罕见。居然是太阳剑意，这家伙的天赋太可怕了。完了，谢无惑这下打不过叶凡了。谁能想到他会在这个时候领悟属性剑意？观战席上惊呼声如潮水般蔓延。谢无惑嘴角一阵抽搐，满目不甘。此刻面对叶凡，竟有种深深无力感。